2120年，公主室，一个不到15平方的出租屋里，早上7点钟。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啊！如果可以重来，我一定要杀了你。也许死了也好，解脱了。只见躺在单人床上的一个青年，满头大汗，断断续续的从嘴里说一些梦话。呼呼！青年这时猛地睁开双眼，坐了起来，嘴里大口的呼吸着，就像是要渴死的鱼的一样。还有那一双眼睛，那是一双什么眼睛？满眼血丝，冷厉的眼神，瞳孔微缩着，像野兽一般，闪烁着凶光。寻常人看见都会想着，这人不像是好人。这是哪里？缓过劲来，青年这时也发现了不同的地方，皱着眉头，略显慌乱地看着这个15平方的房间。逐渐他的眼睛越睁越大，就像是想起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样。啪！青年用力地拍了一下大腿，确定着是不是在做梦，紧接着睁大着双眼，四处打量着，终于在床头看见了一部正在充电的手机，身体轻微的颤抖着，拿起手机看向了手机上的日期，2120年4月19日。青年眼珠子乱颤，身体颤抖着，紧紧盯着手机上的日期。哈哈！猛然间，青年大笑了起来，笑着笑着又呜呜的哭了起来。青年名叫武天行，今年22岁，刚毕业1年时间，由于上学时成绩就不怎么好，所以毕业后也没什么好工作，辗转1年时间，换了几份工作，也没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无奈下，他就在这里租了一个小屋，每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的在出租屋里用手机打游戏来赚一些钱，虽然不算太多，但是也比他自己找的工作赚得多一些。在2120年这个科技大爆发时代，虽然人力资源不值钱，但是网络游戏却是很有市场，所以也造就了很多用打游戏来维持生活的人。而且由于科技先进，很多以前癌症什么的病都已经可以治疗，人们吃的食品也都经过严格的检测，所以人们的寿命也比100年前的人们要长，这也导致了人口的迅速增长，人力也就越发的不值钱。武天行激动的心情渐渐平缓，这时他也开始考虑起接下来要做的事。至于他为什么会从3年后穿越回来，他也没想明白，只能归结到运气。武天行下了床，倒了一杯水喝下，平复下心情，这才皱着眉想着接下来需要做的事情。今天是4月19日，末世爆发就在明天早上8点整。虽然一开始整个星球的人类没有多大的伤亡，但是越到后期伤亡越大。武天行一点一点地整理着末世爆发后的记忆，直到他3年后重生时，整个星球300亿人类伤亡到只剩下30亿不到，只因整个星球的人类心思太杂，欲望太强，自私自利，谁也不想吃亏，导致很少能一致对外，所以伤亡越来越大。呼！武天行深吐一口气，双手握紧，眼神坚定着道：上一世错过了很多，到最后一无所有，只能像狗一样活着。这次我有了先知的经验，在荒古或者现实世界，必有我武天行一席之地。接下来武天行查看下账户余额，还有59980元，这些钱是赔偿款和他攒的，是留着用的。末世爆发后，这些钱就没有用了。他想了想，洗漱完就走了出去。末世爆发后的前10天还是很安全的，但是也保不准会有危险。武天行必须找个安全的地方，他之前住的出租屋附近脏乱差，末世爆发后这种地方还是有一些危险的，很不适合他接下来的行动。武天行到了外边，打个出租车，直奔公主市高中学校。他还有一个妹妹，名叫吴小静，今年18岁，正在上高3。武天行父母是在造船厂上班的，在他15岁那年，海上刮起风暴，父母2人还有一起工作的15个工作人员都被风暴刮走，至今失踪。之后公司赔偿了一笔钱，就不了了事了。之后就是武天行一直是又当爹又当妈的照顾着妹妹吴小静，每天放学还要打零工，否则光指望着赔偿的那点钱根本就不够他俩上完大学的。直到吴小静上高中后，由于学习成绩优秀，每年学费都给免除，妹妹有时也做一些家教，赚些钱，武天行这2年才轻松些。武天行住的出租屋离学校也不算远，打车15分钟就到了。武天行刚下车，就看见妹妹吴小静一脸开心的从大学门口跑了过来。武天行在车上就已经给妹妹吴小静打过电话了，所以吴小静才在门口等着他。武天行看着走近的妹妹吴小静，一瞬间就想到了末世爆发后的妹妹惨状，心脏突然间骤停一下。前世末世爆发1年后，在武天行不知情的情况下，妹妹被同学骗了出去，从那以后武天行就没有再看见过妹妹吴小静，无论武天行怎么找也没找到，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也是因为这件事，武天行为了找妹妹耽误了很多机会，一直到3年后也是最底层的人。还是末世第2年后，在别人闲聊时无意间听到了与妹妹的有关的下落，后来他就暗中调查，甚至有几次差点身死，终于知道了妹妹情况。一想到妹妹的凄惨下场，武天行就恨不得现在找到那人生撕了他。当时妹妹被同学骗出去后，就被公主市一个叫熊哥的黑老大给绑走了。在武天行用毒药抓到一个熊哥的小弟，折磨下才知道，当初妹妹被抓去，
被熊哥关在了他的屋里3天，3天后被送出来的是一具尸体，然后就找个地方埋了。虽然没有说吴小静的下场，但是武天行不用想也知道妹妹当时的绝望和痛苦。从那以后，武天行用遍各种手段暗杀着熊哥的人，但是差距太大了。即使3年后，直到武天行死时，熊哥也活得好好的。哥，你今天怎么想起我来了？不打你那破游戏了？吴小静跑到武天行身边，抱着武天行一只胳膊，一脸埋怨地看着武天行说道。武天行尴尬地笑了笑，摸了摸吴小静的头，掩饰道：游戏是什么鬼？怎么可能和我的可爱妹妹比？第2章荒古降临。吴小静翻了个白眼，撅着嘴道：我信了你的邪，为了打游戏都能穿错鞋，把我的鞋都给穿走了，我真想知道你是怎么穿进去的。武天行无奈地摸了摸鼻子，拍了下吴小静的头道：行了，一会跟我走，有事去办。去哪啊？我还在上课呢。吴小静晃了晃脑袋，企图躲避开武天行作恶的手。跟我走就行了，以后都不来上课了。你去收拾下东西，能不要的就都不要了，我在这等你。吴小静睁大了眼睛看着武天行，吃惊道：哥，你没疯吧？我这学期就要毕业了，现在就不上学了，那怎么行？回头跟你解释，你现在就回去收拾东西就行了。武天行脸色平静地看着吴小静说道。吴小静一看武天行确实不像是开玩笑，张了张嘴想问问发生了什么，但是看着武天行一脸的平静，他突然发现他哥哥好像变得有一些陌生，这让他心里一颤，突然有些心慌。抿了抿嘴，吴小静脚步有一些错乱地跑回了学校。很快，吴小静就拎着一个大背包走了回来。武天行走上前接过背包，捏了捏吴小静婴儿肥的小脸，开玩笑道：别担心，哥带你去行侠仗义去。整整1天，武天行带着吴小静租房子、买食品、买生活用品、打扫卫生，直到把手里的钱用的差不多后，两人在外边吃完了饭才回到出租屋。新租的房子空间很大，110平方，是5楼，整栋楼一共有10层。刚一进屋，吴小静就毫无形象地趴到沙发上。哥，你今天把钱都花了，以后咱俩不会要饭去吧？要去也是你去，反正我是不去。武天行在屋里四处走着，检查着屋里有没有漏洞的地方，头也不回道：要饭不可能，以后也没地方要去。哥，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出什么事了？这时吴小静也不再装傻，一脸认真地坐了起来，看着武天行。武天行走到吴小静身边坐了下来，看着吴小静一脸认真样，就忍不住捏了捏她的小脸。啪！别想转移动作，有事说事，动手动脚的算什么？吴小静拍打开武天行要作恶的手，一脸嫌弃的说道。哈哈，你个丫头还嫌弃我了是吧？说着又揉了揉他的脑袋。也没什么大事，根据我的推测，世界末日要来了。武天行随意的说着。世界末日？还你的推测？你真是我亲哥呀，你就这么坑你妹妹啊？吴小静一脸吃惊的看着武天行，大叫道：不坑你，别人我也坑不来啊。武天行随口说了句，接着就后悔了，说秃了嘴了。看着吴小静那要杀人的眼神，武天行拔腿就跑。武天行，你真行！吴小静大喊大叫的追着，直到俩人闹累了，才又回到沙发上躺着。真的？真的？什么时候？明天上午8点。你会保护我的，我会保护你的。2120年4月20日，武天行与吴小静俩人平静地吃完了早餐，气氛有一些沉闷。我交代你的都记住了吗？武天行看了眼手机，还差10分钟不到8点，侧头问道。吴小静站在武天行旁边，有一些紧张，抱着武天行的胳膊，点了点头。时间一点一滴流逝，轰，咔嚓！就在时间准时到达8点时，武天行站在窗前，只见天空像是瓷器裂开了一样，露出裂缝后面一片片庞大的大陆。武天行知道，他现在看见的也只是那个世界的冰山一角而已。即使上一世3年后，地球人们对那个世界也只是懵懂无知，那是一个让人绝望的世界，也是一个让人充满野心的世界。也许上一世有可能有人对那个世界有了一些认知，但是武天行敢肯定，总体对那个充满危机和野心的世界也只能是冰山一角而已。因为地球的人类在那个世界只是蝼蚁而已，蝼蚁怎么可能知道巨人世界的秘密？因为根本就没有资格。电闪雷鸣，天空裂纹遍布，一直在持续着。吴小静紧紧地抱着武天行的胳膊，小脸紧张的苍白，眼睛里充满着恐惧。安心，再过一会就过去了。武天行侧头，语气轻柔地安慰着吴小静。天空异象一直持续了半个小时，才缓缓地又开始新的变化。只见碎裂的天空突然间开始旋转起来，起初很慢，后来越来越快，看得武天行都有一种呕吐的感觉。急速旋转的碎裂天空开始聚拢起来，最后凝聚。来了！武天行声音低沉地说了一句。轰！只听一声巨响后，碎裂的天空凝聚成一对深蓝色的光门，门是关着的，每扇门上都有一个金色大字，虽然没人认识那2个字，
但是只要看见就都知道那是荒古俩字。那俩字像是能映射到人的脑海里一样，哪怕不认识字的人看见了也知道是荒古俩字，很神奇，也很让人心慌。深蓝色的光门就那么悬浮在天空，看不出多大，也看不出离地球有多么远，总给人一种错觉效果。定，检测到生灵星球，全球进化开启。检测 DNA 序列，注入系统。检测历史，注入系统。检测星力，改造中。嗡，一连串的提示音响彻在全球生灵的脑海中，让人目不暇接。紧接着，一种无形的力量，像是注入到地球里一样。武天行站在窗前，肉眼可见的四周地形在离他越来越远，但是各种建筑却没有倒塌，也没什么变化。武天行知道，这是地球在变大，而且还是变大了上百倍。定，改造已完成。荒古开启。武天行抬头看着天空中的光门，一时间思绪乱飞。这对光门很神奇，无论你是在这个星球什么位置，只要抬头就能看见它。烙印吧。武天行侧头对着吴小静说道。吴小静眼神慌乱，听见哥哥的声音，急忙点了点头。武天行也没再管他，他也知道让人一时间接受这种匪夷所思的事件，没吓哭都算是好的了。上一世武天行也是精神恍惚了2天才算好一些。第3章神级剑村令。武天行凝神看向天空中的光门。定，绑定中。定，连接完成。天空中光门肉眼无法看见的微微闪烁出一道光芒，射向地面上的武天行，光芒一闪，没入到武天行身体中，消失不见。武天行微微凝神呼唤，面前就出现一个像是电脑一样的游戏属性面板。这个面板只能自己看见，而别人即使站在你面前也是看不见的。武天行，人族，称号无，声望0，资质 A， 境界星途一阶0%，武力1，精神1，功法无，技能无，装备无，金钱无，灵魂100%。这是一个非常简单易懂的属性面板。武天行看着和上一世没有什么差别的属性面板，嘴角不自主地抽搐2下。太坑人了，只有2个1，剩下全是无。这次必须要把握住机会。武天行心中想着。上一世末世刚爆发时，人们慌乱，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操作，白白浪费了刚开始的优势。直到5天后，很多人饿极了，出来找吃的，才开始传出绑定荒古的操作方法。这一世有了先知的经验，武天行只要把握住前期的优势，以后就会像是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强大。哥，我这属性怎么什么也没有啊？吴小静抬头满脸郁闷地看着武天行。武天行也是无语望苍天。我也想说，这属性太坑人了，但是抗议都没地方。武天行抬手用食指点到吴小静的额头上，凝神看去，只见属于吴小静的属性面板出现在2人的面前。果然与上一世没什么区别，和武天行一样的全无产品，只是名字不一样而已。资质也是 A， 资质只分5种，从高到底为 S、A、B、C、D。 资质高低在荒古里杀怪吸收经验是不同的，比如 A 级资质的人杀一个怪能吸收 10% 的经验，这样杀10个怪也许就能升级了。但是 D 级资质的人却只能吸收 3% 的经验，需要杀30多个怪才能升级，这就是差距。所以在荒古里，一般 C 级和 D 级资质的人基本上是不受待见的，在人们眼中就是属于废物类型的，不值得培养。咱俩的属性都这样，只是名字不同而已。一会咱们2人进入荒古，肯定不会出现在一个地方，你小心一点。还有千万别死了，死一次损失 20% 的灵魂，死5次就真正的死了。这可不是游戏，你也不要真当游戏来玩，你先熟悉熟悉就好。武天行不厌其烦地叮嘱着妹妹吴小静，毕竟是真会死人的，而且损失灵魂还非常的痛苦，至少休息2天才能缓过来。武天行仰头看着光门，凝神默念，进入。只见武天行在吴小静的眼中，身上白光一闪，就消失在了原地，而天空中的光门上也像是多了一个星星印刻在上面。定，欢迎勇者进入荒古中。定，肉身塑造中。武天行只感觉精神一阵恍惚，就进入到这四周白茫茫一片的空间中。武天行缓了缓神，就看到面前白光凝聚，慢慢凝聚出一具和自己一模一样身体。定，转换中。武天行感觉自己飘起来一样，就像灵魂出窍般扑进面前的身体中。定，转换完成。祝您在荒古世界生活愉快，随机传送。刷，白色光芒闪现，在一条宽5米左右的土路上闪现出武天行的身形。刚一现出身形，武天行就满眼警惕地看向四周，确定没危险后才呼出一口气。武天行可不想刚一出现就被干掉。上一世就有很多人不懂，大大咧咧的也没有警惕心，刚一进来就碰见各种各样的危险，
被杀掉。丁，偷渡成功。丁，启动中。丁，检测到病毒，杀毒中，已杀毒。丁，封印中，已封印。丁，补偿中。我操，什么鬼？突然间，系统声音接二连三的响起，而且还是2种不同的声音。武天行只感觉有一种无形的能量在他的脑海里打架一样，争来争去，让他一时间头痛欲裂。丁，已补偿。只见武天行面前突然闪现出3种物品，掉落到地上。呼，疼痛来得快，去得也快。武天行呼了口气，急忙捡起地上的物品。他这时也已经有了猜测，绝对跟他重生有关系。因为现在武天行手里拿着的其中一个物品，就是在他上一世临死时刚捡到不久的一样东西。这是一块巴掌大小的令牌，整体灰白色，闪烁着光芒，正面有个令字，反面是一幅星空图像。上一世捡到时一点反应没有，就像是一块没用的铁牌子而已。没想到这次武天行凝神看去，却出现了信息：混沌紫金令、剑村令，品级神级，封印中。操，这特么原来是一块剑村令，而且还是神级的。还有封印是什么意思？难道说还不止神级？神级之上还有等级？武天行紧紧握着这块剑村令，很怕会飞走一样。神级啊！武天行嘴唇哆嗦着喃喃自语，上一世3年时间他也没听说过谁有神级的剑村令，最高的等级也就是钻石级，而且上一世过了3年时间也就出现3块钻石级的。要知道剑村令是领主必不可少的东西，而且剑村令已知的只分为青铜、白银、黄金、钻石4个等级的，至于封印什么鬼他也不想管了，至少神级的就够用了不是？镇定，镇定，看来我得改变一下计划了，有了这块剑村令，很多事情就好办多了。接下来武天行又看向手里拿着的另外2样物品。吸，武天行倒吸一口气，这特么是怎么个情况？武天行看着手里拿着的一块玉简和一枚黑不溜秋的戒指，心情激动的就差点过去了。混沌神魔诀，功法，品级混沌级，荒古无极戒指，空间戒指，品级青铜级，封印中。特性1.10分立方米空间。特性2，幸运加10。解封条件，需1万金币可解封到白银级。第4章，张飞虎。功法呀，有了功法才能快速的进阶，没有功法1级都升不了，更别说还是混沌级的功法。虽然武天行还不知道混沌级是属于什么级别，但是肯定比他知道的等级高就对了。至于空间戒指，在前期也是非常实用的，更别说还有一个幸运加10的特性了。荒古里可不是现实世界的游戏，可没有什么系统背包啥的，没有空间戒指，任何物品都得自己拿着，那样会非常的不方便。虽然空间戒指打怪也能爆出来，但是前期那概率还是很小的。上一世第1枚戒指被爆出来，还是10天之后的事了。当然，也许也有人爆出来过，但并没有传开。可这也显得戒指的爆率很低下了。毕竟全球几百亿人，却在10天后才传开，很明显得到人少之又少。当然，也是跟玩家们前期等级低有关系，后期能杀高级怪时才会好很多。但是前期却是很重要的。荒古里可不光是只有地球玩家，也有别的星球玩家，还有怪物也是在每时每刻在变强，一步弱，步步弱。上一世地球玩家就是5天后才大批量进入荒古，错过了前期的发展，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导致一直在荒古里是弱势一方。武天行把空间戒指毫不犹豫戴上，学习，接着又把功法学习了，这才心满意足的看了眼自己的属性面板。武天行，人族，称号无，声望0，资质 A， 境界星途一阶0%，武力1，精神1，功法混沌神魔诀，混沌，技能无，装备荒古无极戒指，青铜，金钱无，幸运10，灵魂100%，物品混沌紫金令，神级剑村令。一切准备就绪，该干活了。武天行嘴角一翘，心情舒畅的仔细打量起四周。这是一条从东到西的土路，往东方看去，能看见一座高耸入云的高山，长宽不知几里，两边是一片茂密的森林，时不时还能听见里边有野兽的叫声。武天行想了想，还是顺着土路往东方走去。他想去高山那边看看，有高山的地方，剑村能安全一些，至少有一面高山挡着，就少了一面的危险。至于森林里，武天行表示他还不想死，他现在平板一个，进去都不够一个野兽吃的，更别说还有怪物了。武天行小心翼翼地向前走着，没想到走了一半的路，前方的路转弯了，转向了南方，不通向高山的地方。操！武天行暗骂了一声，无奈也只能顺着土路走，他现在可不想进森林里找死。没想到走了一会，
土路的方向又转向了大山的方向。就这样拐来拐去，走了3个多小时，武天行才终于走到了山脚下。让武天行没想到的是，路到了山脚下还没有断，直接从高山下面的裂缝处进入到了山里面。当武天行顺着道路进去时，没想到里面是一片开阔的草原，就像是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一样。这里简直就是一片世外桃源。武天行左右看了看，两侧的远方一片片高大的森林挡住了视线。继续往前走，一直走了半个多小时，武天行才看到稀稀落落的有几间茅草屋坐落在前方一处小高地旁边。当武天行走近时，其中偏大一些的一个茅草屋里，吱嘎一声，开门走出一个中年人。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来我们这里？中年人身穿兽皮衣，1米8几的身高，散乱的长头发随意散落两侧，手中提着一把木质长枪，一脸戒备地冲武天行喝道：我是新来的勇士，刚降生在这附近，看见这里有人，所以特意过来看看。武天行怕中年人误会，急忙解释道：由于荒谷刚开，这里的人也是刚被荒谷系统从每个世界的历史中复活过来的，所以武天行说自己是勇士，他们也知道是什么意思，因为系统在复活他们时也给他们了解这个世界的记忆。中年人一听武天行说自己是勇士，他的眼睛明显一亮，迫不及待地往前走了几步，急问道：那你有建村令吗？武天行眼中笑意一闪而过，他知道运气来了，因为这个世界想要生活，想要建造，都离不开系统，没有系统承认的东西，即使造出来也没效果。就像是眼前的茅草屋一样，看着是建造出来了，但是也就这样了，不能升级，以后也没什么大发展。不能发展，就说明以后会被淘汰，淘汰的结局就是死。我之前在路上杀了一只兔子，爆出了一块建村令，但是我还没确定在哪里建村。武天行一脸为难的回道，就像是建村的地址不好找，让他很苦恼一样。其实荒谷复活的这些历史古人也是可以自己建村发展的，但是有可能是他们古时候的生活方式和现代人不一样，都没那么大野心，所以造成了很多古人根本就不热衷自己发展建村，他们只想着投靠一个好领主。这才是武天行敢暴露出自己有建村令的消息。当然，如果武天行遇到一个有野心的古人，那只能自认倒霉，有多远跑多远吧。概率有，那也是1/1000的几率，所以武天行也不怎么害怕。真的？太好了，走，我带你四处看看去，我感觉这附近建村就挺好。中年人一听武天行真有建村令，就迫不及待地走到近前，拉着武天行的胳膊，想让他四处看看。哎，别急！武天行被拉了一个踉跄，急忙稳住身体，喊道：建村可以，但是也需要人的，就我自己，建村发展太慢了。哦，不好意思，先生，是我太着急了。没关系，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也需要了解清楚后才能做决定，建村不是儿戏，一旦建成就无法更改了。是的，小名叫张飞虎，还不知道先生贵姓？张飞虎微微做个揖礼，我叫武天行，不知张先生这个村子还有多少人？武天行也没再拖沓，直奔主题，他也想快些把村子建造出来。第5章，皇级资质。我们这里一共有6间茅草屋，共计16口人。就在两人说话时，各个茅草屋里这时也都打开门，15人这时也从每个屋子里走了出来，站在门口看着武天行两人。武天行抬眼看去，只见7个青壮年，3个妇女，2个老人和3个孩童，再加上张飞虎，正好是16人。武天行虽然心里高兴，但是表面上却没表现出来，语气一如既往的淡定。你们都是哪个时代的人？我们这16人当中有唐朝时代的，有宋朝的，也有三国时期的，还有一个明朝的，看来是没有秦朝的呀。武天行心里暗想着，秦朝人和三国时期的人是资质最高的，上一世每个玩家都喜欢这2个时代的人，主要是因为资质高的人多。接下来张飞虎为武天行介绍了一遍村子的15人，其中还有一个人是张飞虎的弟弟，叫张飞豹，和张飞虎一样，长得壮实，一看就很勇猛。之后张飞虎和弟弟2人带着武天行绕着村庄四周查看了一遍，最后武天行选择建村的地方又往里面深入了10公里，因为这里离大山出口更远一些，差不多能有15公里了。他可不想哪天敌人攻进来，刚一进大山就冲进自己的村子里，那样连一点准备时间都没有。使用混沌紫金令。武天行把令牌拿出来，也不再墨迹，直接确定使用。定，请命名。武天行早就想好名字，直接道：新武。刷，混沌紫金令忽然大放光明，笼罩着方圆500米，耀眼的光芒让武天行3人都眯起了眼睛。定，世界公告：人族武天行第1名建造村庄新武村，特奖励金币1000，特级军团令1枚。在整个大陆的南方，一个手提木质长枪，一身兽皮之人，带领10多个手下，正走在丛林中。
突然听见系统的公告，猛然间停下脚步，一脸不可思议的状态道：“武天行是谁？难道是三国后期的人物？”一个手拿木棒，全身乞丐装，也掩饰不了他全身霸气的气势。听见系统公告后，粗重的眉毛微微一皱，看来人族还是有不少厉害的人物啊，看来我也得加快步伐了。西边方向，一片荒芜土地上，一个手持木刀，正在和一只红皮怪物厮杀的人，听见系统公告，突然间气势大盛，一举劈开怪物的头颅。看也不堪死掉的怪物，抬头看向天空，喃喃道：“希望你是一个人物，这样寡人才不会孤单。”好，这个世界是我们的，谁也别想染指，无论是谁，胆敢触碰者，一律杀无赦。一个红色皮肤、类人性的怪物站在一个高台上，愤怒的大声喝道：“后杀！杀！杀！”高台下方几十只同样的怪物瞪着嗜血的双眼，高声喊道。当世界公告一响起，武天行却不知道，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很多气质不凡的人，很多开启了灵智的生物，全都抬头看向了天空，表情不一。当光芒熄灭时，只见一个50平米的一个茅草屋出现在武天行面前。嘎吱！突然茅草屋的门从里推了开来，走出2男1女3人，径直走到武天行面前。3人弯腰作揖：“王迅、王静、王图参见主公。”3人中，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叫王迅，剩下1男1女都是青年，分别叫王图、王静。武天行知道，这是每个领地刚建立时系统赠送的3个辅助人物。武天行上前把3人扶起来，顺便看了眼3人的属性面板，可下一刻就让武天行的眼珠子瞪大了起来。我操，什么情况？王迅，人族，资质 S， 神级剑村令提升1个等级，称号无，忠诚70，境界星途一阶0%，武力1，精神1，功法无，技能无，装备无，金钱无，灵魂20%。王图，人族，资质黄级，神级剑村令提升1个等级，称号无，忠诚70，境界星途一阶0%，武力1，精神1，功法无，技能无，装备无，金钱无，灵魂20%。王静，人族，资质黄级，神级剑村令提升1个等级，称号无，忠诚70，境界星途一阶0%，武力1，精神1，功法无，技能初级炼药师，装备无，金钱无，灵魂20%。黄级，武天行这一刻还真有些懵。他上一世的认知，资质只分为5个等级，从高到低分别是 Sept。本来他以为 S 级已经是最高的了，可现在看到王图、王静2人的黄级资质，他发现他上一世就是个傻子，啥都不知道。他就算是再笨，这时也看出黄级资质是 S 级以上的一个等级了。而能够出现这种情况，肯定是王图2人之前应该是 S 级资质，然后经过剑村令的加持，把资质提升到了黄级。想到这些，武天行心中有些激动。黄级资质啊，这种资质的人升级可是很快的，可不是他现在 S 级资质能比的。当然，他之前是 A 级，现在因为剑村令的加持也达到了 S 级。你们是一家人吧？激动过后，武天行一脸满意的问道。是的，主公。王图是哥哥，王静是妹妹，2人娘亲走得早，我自己把2个孩子拉扯大，所以孩子有些不知性，希望村长不要介意。王迅看着自己的2个孩子，满脸的宠溺。武天行当然没什么介意的，2个这么高资质的人，无论放在哪里都会捧着养着。王图个子也不算高，1.75米左右，与武天行差不多，一身麻布衣，身材匀称，一双剑眉，脸颊刚毅，在旁边站着就有一种帅气逼人的感觉。操！看得武天行都开始嫉妒了，这么帅还让我活不了。虽然武天行长得也不差，但是跟王图这种留着长发古人的气质，确实感觉差了一层意思。随即又看了王静一眼，却是让武天行眼睛一亮。也许是基因问题，王图长得帅，王静却也是很漂亮，让武天行感觉这才是真正的美女。现实世界的美女虽然也很漂亮，但是给人一种太假的感觉。王静却是绝对的纯天然的美。忽然王静脸色微红，有些不好意思低下了头。这时武天行也感觉自己有些失态，唉，急忙掩饰尴尬的说道：好了，我给你们介绍下，我旁边这2人是兄弟。武天行指着张飞虎，这位是哥哥张飞虎，旁边是弟弟张飞豹，以后大家共事，希望彼此多多关照。是，主公。介绍过后，把张飞虎2兄弟
加入村庄后，武天行急忙走进村长屋，他迫不及待地想看看神级剑村令的属性了。进入屋里，只见大厅中间漂浮着一块1米高的石碑。武天行知道，这就是剑村后附赠出来的产物——领主石碑。领主石碑是可以摧毁和抢夺的，当然得需要把整个领地里的人杀掉一半，或者令其领地的人投降一半，才可以摧毁石碑和抢夺。否则领主石碑就是无敌的，根本就破坏不了。武天行走到大厅中间，食指一点，神级剑村令的属性就出现在武天行的眼前。第6章虚拟连接现实。新武村低级村庄，品级神级，封印中，明星70，属性领地明星正 50%， 领地对流民吸引力正 300%， 领地农作物产量增加 100%。 特性领地内修炼速度增加 100%。 特性领地村民资质+1。特性每10天吸引一个 S 级资质流民。村民数量500。村庄面积1平方公里。金钱1000金。建筑村长大厅。材料0。升级条件村民500名，不同建筑物5座，明星70。解封条件虚空石。看得武天行咧着嘴，就差流口水了。不愧是神级剑村令，属性好到爆炸。哈哈，有了神级剑村令，只要低调一段时间，我就不信在荒谷里还有谁敢惹我。对了，武天行突然想起张飞虎2兄弟的属性他还没看呢。因为已经加入到了村里，所以武天行在系统上就能查看到领民的信息。果然，张飞虎2兄弟也是黄级资质，没有什么特殊技能，别的倒没什么不一样的。我这就有4个黄级资质的领民了。武天行想想就跟做梦一样，不能自满，要镇定。武天行暗自给自己打气。武天行稳了稳心神，走出领主大厅，看着王迅吩咐道：王叔，以后你就担任新武村的副村长吧。接着看向张飞虎，你先回去把之前村子里的村民领过来，然后让王叔给办理入村手续。办完手续后，你带领着大家去四周伐木，今天得把房屋先建造出来。现在还没法建造药店，王静你先帮助你父亲，我带领着张飞豹和王图去四处看看去，找点吃的回来。武天行有条不紊地安排着。是，主公。5人躬身依礼，齐声喊道：主公，等一下。武天行刚要带着张飞豹和王图2人出发，张飞虎却急忙叫住他：不知道主公，这种破虚珠对你有没有用？武天行疑惑地看着张飞虎，只见他从兽皮衣里掏出一块玻璃珠大小的金色珠子。当武天行看清是什么东西后，脸色瞬间突变，急忙问道：这东西你从哪里弄到的？张飞虎一看武天行的脸色，就知道对武天行有用。这东西是我之前和弟弟出去找吃的，在森林里碰见一个怪物，被我和弟弟杀了之后爆出来的，是不是一种长得丑陋像人一样红色皮肤的怪物？武天行脸色凝重地问道。是的，主公。难道你也遇见过那种怪物吗？果然和我猜想的一样，别的怪物根本就不爆这东西，以后再碰到那种怪物及时通报给我，不要单独去杀它，那种怪物很危险。还有，这东西对我有用，而且还是大用，我就收下了。武天行走到张飞虎近前，拍了拍他的肩膀，也没说什么太感谢的话，就把破虚珠接了过来。因为武天行感觉嘴说出来的感谢没什么太大意义，张飞虎却是很高兴，他倒没想那么多，他只知道对主公有用就好，主公强大了，他们才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武天行看着手里的破虚珠，一时间脑海里却想到了很多。破虚珠连接虚拟现实，虚拟同步。很简单的介绍，却是让上一世的人们过了10来天才被爆出来这东西的用处。也是那一次还不怎么积极进入荒谷的人，从那之后人们就都疯了一样，除了吃饭的时间会回到现实世界，其余时间一直在荒谷世界。主要是这东西太逆天，而且还不容易爆出来，即使爆出来了，用掉后短时间还看不出效果。可以说在荒谷世界，如果没有破虚珠，武天行都不会对这里这么在乎，因为你在这里再厉害再牛逼，回到现实世界里还是个凡人。之所以会这样，主要原因还是玩家们只是灵魂进入到了荒谷世界而已，而肉身却没进来，肉身被系统放在外面那个光门的空间里了。只有得到破虚珠用掉后，才会连接到自己的肉身，然后在荒谷世界里变强，藏在虚空光门里的肉身也跟着变强，即使回到现实世界实力也不变，这才是荒谷真正的秘密。当然，虽然2个肉身同步了，但饥饿方面还是不同步的，现实的身体还是要吃东西的，但随着实力越来越强，抵抗的饥饿度也会增强一些。而他能这么早得到破虚珠，只能说是他的运气使然，有可能是空间戒指自带的10点幸运效果。至于破虚珠给张飞虎他们使用，他们也用不了，
因为他们现在的肉身就是自己的肉身，而灵魂也只有20%，只要死一次就彻底的死亡，用破虚珠也没地方连接。也许这就是他们复活的代价吧，毕竟他们原来就已经是死过的人。系统能够让他们在荒古世界里复活，也算是给了他们一次机会，就看他们能不能够抓住。使用。武天行手里的破虚珠嗖的一声冲天而起，破开空间，消失在他的眼前。紧接着虚空中射出一条细线，连接到武天行身上，然后引入虚空。好了，我们走吧。武天行嘴角翘起，很明显他的心情很不错。武天行带领着王图两人向着北方茂密的丛林行去，因为只有丛林里才有水果和野兽，毕竟一回村子还会刷新一批流民，不可能让大家都饿着肚子。真要那样，2天后民心就得降到20，领主石碑直接自动爆碎。走了10多分钟，三人才走到丛林边上。武天行看着三人都是两手空空，眼角就一阵跳动。这坑爹荒古系统也不说给个新手装备，难道就这么让人赤手空拳的去打怪兽？他们又不是武松。武天行心里一阵吐槽，上一世因为这事可没少人骂荒古系统。武天行站定，看着面前幽森森的一片森林。王图，你俩上树，弄3根木棍下来。是，主公。说完，两人就吭哧吭哧往树上趴。当然了，如果不是最后王图看了自己一眼，武天行还是很满意的，说明自己手下的这俩大将还是很听话的。主要是王图那看自己的幽怨眼神是几个意思。武天行一脸嫌弃的心里想到。咔嚓咔嚓，没几分钟，两人就扔下来几根树杈。好了，主公。王图两人从树上下来，张飞豹满脸兴奋的叫道。武天行走到近前，看着只有手指粗的树枝，脸色不变，心里却是一阵无语。第7章野猪撞树。这时武天行也终于知道王图之前幽怨的眼神是从哪里来的了。特么的，没有工具，太粗的树杈也确实弄不断。武天行看着一脸兴奋的张飞豹，心里在想，张飞豹是不是傻？为毛王图看出了情况，而张飞豹却还一脸兴奋的拿着手指粗的树枝高兴呢？王图看着武天行一脸的平静，眼角却是跳动着，他急忙低下头，嘴角也抽搐了2下。他现在真心怀疑跟着武天行这个主公是对还是错。不错，虽然细了点，总比没有强。武天行绝逼不承认自己欠考虑了，弯腰捡起一根树枝就向前走去。幽森的树林一片沉寂，越往里深入越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稀稀落落的小腿高杂草给武天行三人带来了行走的困难。滋滋，突然从武天行侧方的草丛中窜出一只灰色的兔子，也许是看见了陌生人的到来，兔子匆忙地向着远方跑去。别追，凌乱的杂草挡着我们。这么小的兔子想追也追不上。武天行急忙拦住想要去追的张飞豹。就在这时，吼轰，树木晃动，吼叫声连绵不绝，一瞬间整个森林像是活过来似的。武天行只见前方5米远的树后面转出一头野猪，吼叫着就向着他们三人奔来。吼，嘎吱嘎吱，杂乱的草丛被野猪撞断声持续传来。王图与张飞豹两人也一瞬间挡在武天行身前。注意躲避，不要跟他硬碰硬，往树林外撤退。武天行一看王图两人的举动，就知道两人在想什么，无非是他们和野猪拼杀，挡住野猪，让武天行逃走。武天行虽然感动，但是还没到拼死的必要。三人边躲避着野猪，边向着森林外撤退，幸好也没有进来多深，没几分钟，三人就跑出了森林。吼，操！真以为拿你没办法了？三人都已经出来了，野猪还在追赶。武天行气愤地怒骂一声，喊道：猪撞树，你俩懂不懂？王图一听，眼睛瞬间一亮，急忙跑到一棵大树下面。张飞豹也是愣了一瞬间，就反应了过来。吼！野猪就像是发了情的公牛一样，4只小短腿风火轮一般向着王图冲去。王图双眼紧盯着野猪，一动不动，直到野猪快要撞到他时，他才突然向侧方扑去。而野猪却是轰的一声撞到了王图身后的大树上。嗷！妥了！武天行一听，野猪的叫声都变了，变成了惨叫，就知道野猪这一下绝对不轻。上一世前期时，大家没有武器，一开始也是这么对付野猪的。张飞豹这时也看准时机，向着正在地上打滚的野猪扑去。啪啪咔嚓，武天行在远处看到张飞豹的骚操作，伸手扶住额头，一阵无语。你说你向着野猪冲去时那么的勇猛，那么的有气势，那么的视死如归，结果到了跟前却用手里的树枝抽野猪，2下子树枝就抽断了。断了之后你倒是躲开或者继续攻击啊，为什么就盯着手中的树枝露出不可思议的状态呢？
树枝断了不是正常的吗？有那么不可思议吗？武天行看不懂了，树枝抽打野猪有效果吗？就在这时，王图也睁大着眼睛看着战场。对的，就是一人一猪的战场。武天行面无表情，一脸肯定道：肯定有效果，没看见野猪身上掉了一层皮吗？王图看了眼武天行，张了张嘴，他真想说那是特么野猪身上的泥，可惜他不敢，他感觉很憋屈，所以他也向野猪冲锋了过去。轰，砰砰，嗷！武天行在一旁都不忍心看了，真的是惨不忍睹。然后他也冲了上去，上前就把手里的树枝插进野猪的鼻孔里。嗷！野猪爆发了，猪头猛甩，把武天行撞了出去。幸好刚才猪撞树上，把2颗野猪牙给撞断了，不然这么一撞，非得在他身上开个窟窿不可。王图两人看到武天行被撞飞，瞬间怒火满直。张飞豹抠野猪的眼睛，王图飞踹野猪的老二。嗷吼嗷！野猪的惨叫已经带上了音调。武天行缓了口气，站起来又冲了上去，对着猪头一顿踢。直到野猪毫无声息之后，武天行才松了一口气。虽然艰辛一些，但是万事开头难，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武天行看了看两人，关心的道：有没有受伤？两人呼吸絮乱，都摇了摇头。武天行确定两人都没什么事，才看向野猪旁边爆出的物品，一把黑色的匕首和5枚金币。武天行把匕首捡起来，凝神看去，野猪匕首青铜初级，属性锋利+3，不错。武天行脸上露出笑容，只要有了这把匕首就方便多了，基本上武力在3以下都可以破防了。武天行照着野猪一拍，把野猪装进空间戒指。三人休息了一会，武天行就又带着两人进入树林里。几分钟后，三人就又匆忙地跑了出来，后面紧追着一只土狗。一阵鸡飞狗跳的阴险偷袭和土狗热血的惨叫，在张飞豹付出了胳膊被土狗抓了一条伤痕的代价，最后土狗丧生在武天行的手中匕首上。这次爆出来一套皮甲和5枚金币，野狼皮甲，青铜初级，属性防御+2。荒谷里的衣服装备都是成套的，包括帽子、衣服、裤子、靴子、手套，这5件套是一整套，只要爆出来就是一起连着的。青铜级的装备又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人休息一会后，换了一个地方，又进入了森林里。就这样进进出出中，一直到下午快天黑时，三人才一身疲惫地搀扶着返回新武村。回到村庄时，只见这时村庄已经多了很多人，放眼一看都有100、10人。村子也建造出了很多木质板房，四周还有20几人提着木棒巡逻着。初一看见三人就走过来几人，大声喝道：是什么人？是主公回来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王图有气无力地摆了摆手喊道。这时王迅听见动静，也快步走了过来，一到近前就看见三人浑身染血，一身破破烂烂，不比要饭的强。王迅瞬间大惊，瞪着双眼冲着王图喝道：怎么回事？你就是这么保护主公的？王图抿了抿嘴，低下头没敢吱声。武天行拍了拍王图的肩膀：没什么大事，只是累了，没受什么伤，休息休息就好了。第8章资质的差距。也确实是，武天行看着很惨，其实他自己是穿了皮甲的，根本就没怎么受伤，只是有些疲惫而已。而王图和张飞豹两人因为没有护甲，倒是受了一些皮外伤，当然也都是皮外伤而已，休息一夜再服点药也就没什么大碍了。王迅狠狠瞪了一眼王图，也没再说什么，上前搀扶着武天行向村长屋走去。边走，武天行边看着四处忙碌的村民，他发现短短一个白天时间，整个村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让他很疑惑。正常来说，一天时间不可能有这么大变化的。我们现在村子一共多少人？王迅也许是看出了武天行疑惑，急忙介绍道：现在我们村总人口138人，木质板房40座。主公可别忘了我们神级剑村令的属性。武天行眼睛突然一亮，他把这事忘了。他说人口怎么突然多出这么多呢？神级剑村令可是有一个属性，领地对流民吸引力正300%。正常是青铜级剑村令每天能刷新出5人，白银级的10人，黄金级的15人，钻石级的20人。这么算的话，神级剑村令每天能刷新30人，加上300%的属性，就是120人左右，再加上张飞虎那个村子的人能有138人就不奇怪了。不错，没想到一天时间都比得上别人好几天时间的发展了，这让武天行一阵兴奋。对了，查一下 A 级资质有多少人？王迅早有准备，想也不想的就回答道：由于有领地的属性加持，所以 A 级资质有29人， S 级资质3人，特殊技能的有9人，炼器师2人，炼药师1人，酿酒师1人，建造师5人，都是初级的。武天行听后一阵大喜，
他没想到有了神级剑村令的特性加成 ，A 级资质会这么多。这如果没有剑村令资质加1的特性，这些 A 级资质也只会是 B 级而已 ，S 级的更是一个都不会有。这些有特殊技能的人才都要安排好，回头我们村子自治的时候都有俸禄可领。王迅微微一笑道：“主公放心，都已经安排妥当。看来让你当副村长还真没错。”武天行眼中闪过一抹喜色，有人替他分担这些琐事，他也会轻松很多。参见主公。这时张飞虎走了过来，躬身一礼。正好，张飞虎，你和张飞豹还有王图，你们3人把那32个 A 级资质以上的人挑出来，到村场门口集合。是，主公。等3人走后，武天行和王迅走到村场门口，大手一挥，砰！一小堆野兽的尸体被武天行从空间戒指里拿了出来，总共能有10多头。这些野兽你找人处理了吧？王迅一看这么多野兽，满脸大喜。是，主公。刚刚我还在想村民的食物不够怎么办，没想到主公这就把问题解决了。还是主公有办法。行了，可别拍马屁了，没看见我都累成这样了吗？武天行翻了翻白眼，接着手一伸，又拿出2个布袋子递给王迅。这是粮食种子，1袋稻谷，1袋玉米，明天找人种下去。接着又拿出来2张图纸，一张是初级炼器坊，一张是初级市场。这2样建筑找2个建造师学习了，尽快搜寻材料建造出来。说着，武天行把2张图纸也交给了王迅，然后又拿出1张图纸交给王迅，郑重道：“这是一张青铜初级武器图纸，你找个炼器师学习了。制式长枪，青铜初级，属性锋利+3。明天我带人4周搜寻下哪里有铁矿产，前期只要我们有了武器就好办多了。”王迅看着一样又一样的东西从武天行的手里变出来，心里也是越来越兴奋。我现在就去安排。王迅现在一心的干劲，他也没想到主公会拿出这么多村庄急需的物品。本来他都想跟武天行商量下接下来搜寻这些物品的事情了，没想到武天行都已经想到了，而且都已经准备好了。王迅刚走，张飞虎3人就领着32位青壮年急匆匆的走了过来，一到武天行的身前就都单膝跪地，大喝道：“参见主公！”武天行仔细的打量一遍这35人，心里就一阵激动。都起来吧。接着他深吸一口气，大喝道：“我不管你们是哪个朝代的人，原来又是什么人，那都是过去式，现在荒古给了你们一次生命，那就是全都获得了新生，一切重新开始。我们想要生活得更好，想要不再受到挨饿欺压，我们就必须共同努力，来打造一个我们自己的家园。荒古的世界不只有我们人族，还有各种野兽、妖族、修罗族和食人魔族，他们残暴嗜血，拿我们人类当食物。我们只有拿起手中武器，和他们血战到底，才能在这个吃人的世界建造出一个美好的家园。我们谁也不想自己的家人和孩子被怪物们当作食物吃掉，所以我们必须要强大起来，强大到他们看见我们就跑，强大到我们成为他们的噩梦。你们有信心吗？有。敢战吗？敢战。武天行看着身前35个热血澎湃的青壮年，心里也是一阵激荡。他这一世必登临世界巅峰。前世的领主们刚开始打造军团时，基本上都是 B 级资质，很少一部分才是 A 级资质。即使 A 级资质的军团，人数也没有多少。这一世他刚开始就全部用 A 级资质组建军团，他就不信谁有他好。要知道，差一个等级资质，升级的速度和修炼功法的速度都不是一个层次的，越到后期差距越大。同样的时间，武天行的 A 级兵5级，而别人的 B 级兵有可能才4级，还有功法上的差距。荒古里的设定是在每当有人当前等级经验100%时，必须要把当前等级的功法修炼成，这样才能升阶。比如现在武天行是星途1阶，即使经验满了也不能升到星途2阶，只能先把对应星途1阶的功法修炼成功，才能一举突破到星途2阶。现在大家的初始武力都是1，也就代表着有100公斤力量。当升到星途2阶时，那么武力自动增加1点，身体力量就能达到200公斤。同时修炼的功法突破后，也会带来自由属性点，属性点的多少主要看修炼是什么品级的功法。如果是青铜级的功法，那么突破到2星时就会带来1点自由属性点。白银级功法是2点，黄金级是3点，钻石级是4点。自由属性点是宿主本人，可以加到任意2条主属性上的，可以加到武力上，也可以加到精神上。所以说资质是体现在变强方方面面的，一步弱步步弱。别人都已经15点的武力值，而低资质的人却因为升级慢、修炼慢的问题才10点的武力值，这就是差距。第9章使用特级军团令。武天行缓了缓激荡的心情，随即手中一闪，从空间戒指里拿出一块令牌。这块令牌是建村时系统奖励给第1名的。
当时人数不够10人，他也就没用。荒谷设定军团令至少10人以上才能开启，现在人数够了，所以他才拿了出来。特级军团令青铜级，属性增加200武力，人数100人。武天行拿着军团令对着面前35人直接使用，军团令径直飞向35人头顶上方，刺眼的白色光芒笼罩着他们，几秒钟后又飞回武天行的手中。武天行又看了看手中的令牌，特种军团令青铜级，属性200武力，人数35100。上一世的这块军团令在谁手上？武天行不知道，因为上一世他也是5天后才进入荒古世界的，所以谁先建造的村庄他也不清楚。但是这一世，这块特种军团令却实实在在的落在他的手中。有了这块军团令，他前期只要不太高调，去作死也够他安稳一段时间了。看着对面一脸兴奋的35人，武天行挥了挥手道：“好了，你们都退下吧，先回去休息，明天早上集合。”叮嘱完，武天行也不再管他们，略显疲惫的转身走回村长屋里。坐在木板床上，武天行看了眼自己的数据：武天行，人族，称号村长，声望0，资质 S， 境界星途一阶52%，武力1，精神1，功法混沌神魔诀，混沌，技能无，装备荒古无极戒指，青铜，野猪匕首，青铜初级，野狼皮甲，青铜初级，金钱85，幸运10，灵魂100%，物品特级军团令青铜级。由于建村令的关系，原来的 A 级资质变成了 S 级，经验也升到52%，别的再没什么变化。该修炼了，否则明天升级都升不了。武天行心里想着，就盘腿坐在床上开始修炼起来。期间把王迅送来的烤野猪肉吃掉，就一直在修炼中度过。呼！清晨6点钟，武天行从床上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轻吐一口气。还不错。武天行凝神看着功法的进度，星途第1层功法已经修炼满了，只要今天经验够了，就可以直接突破到星途2阶。也该回现实世界看看了，顺便吃一顿饭，现实肉身不吃饭可不行。也不知道妹妹现在怎么样了，现在应该黑天了吧。荒古世界里和现实世界的时间比例是2比1，也就是说荒古世界过了1天1夜，现实世界也才一个白天。武天行凝神在脑海中道：退出。只见武天行瞬间消失，而现实世界中，武天行新租的房子窗户前，武天行的身形突兀的出现。当初他从哪里进的荒古世界，当回来时还是在原来的地方。哥！武天行刚一现身，妹妹吴小静一脸高兴的跑过来，武天行急忙接住她，一脸宠溺的揉了揉她的头发。在荒古世界怎么样？遇没遇到怪物什么的？吴小静一脸的兴奋，抱着武天行的胳膊，迫不及待道：里面太好玩了，我还加入了一个村子里面，我们一起去杀怪兽，我还分到了一本青铜级功法呢。武天行突然一愣，皱了皱眉头，接着又恢复平静，问道：是古人的村子吧？是的，而且领头的还是一个大帅哥呢。武天行一听妹妹吴小静夸别人是个大帅哥，他心里就有点吃味。接着吴小静拉着武天行坐到沙发上，就开始叽叽喳喳地讲起他在荒古世界的事情。武天行静静地听着，直到吴小静说完，他才突然道：你那个村里都是古人，如果遇见一种破虚珠的物品，你就花金币买下来，反正他们也用不上。如果有了破虚珠，你也第一时间用掉，而且是有多少收多少。破虚珠是什么东西？吴小静一脸好奇地问道。接下来武天行又给他解释一遍破虚珠的用处，还有要注意的问题，听得他一阵大呼小叫。哥哥，那以后我们是不是能成神仙啊？吴小静突然一脸震惊地问道。武天行翻了个白眼，抬手弹了下他那光洁的额头，净想些没用的，以后耐活着都是个问题，还想成仙呢。吴小静捂着额头，嘿嘿笑着，人不是得有个梦想吗？别做梦了，我先做饭去。武天行站起身，边走向厨房，一边道：你在那边先待着，千万别死了，等过一段时间有传送阵了，我再把你接过来。等两人吃完饭，已经是晚上8点钟了，但是站在窗户前，还是一眼就能望到天空中的那个高大光门。哥，我先过去了。吴小静吃完饭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进入荒古世界了。千万小心，还有每天早晨6点左右的时候都必须出来一趟。武天行还真怕他贪玩不出来了。要知道上一世有的人一开始也是无节制的在里面不出来，结果时间一长，荒古系统自动把人踢了出来，等人自动出来后就直接死了，还是饿死的。等吴小静消失在房间后，武天行却没有着急进去，而是在屋里又检查了一遍，看看有没有漏洞什么，他可不敢大意。这才1天时间，
外面顶多是变得混乱一些。再等2天，全世界停电停网，热武器报废，到那时会更混乱。然后再过几天，就是星球各种动物起智，有了智慧，疯狂攻击人类。更恐怖的是，他们也能进入荒古世界，吞噬各种生命来变强。他们自称妖族。武天行可不想，哪天刚一出来就被怪物给偷袭杀掉。他最后又检查了一遍各种物资，才放心的进入荒古世界。唰，光芒微微一闪，武天行就出现在村长屋里。当武天行从屋里出来时，发现整个村子都没有多少人了。王迅一看武天行出来，就急忙跑了过来。主公，张飞虎他们35人见您一直没出来，就没等您，他们去往你们昨天去的那个地方了。刚到近前，王迅就急忙说道。哦，武天行凝神看了眼系统，确实已经到中午了。至于村民们，很多我都安排出去伐木和采石去了。武天行微微一笑道，有王叔，我放心。我回了一趟我自己的世界，耽误了一会。王叔你先忙你的吧，我去找他们去。主公，你先吃完饭再走吧，给你准备的烤肉还一直在热着。武天行听得心中一暖，上一世哪有人关心他，他就像是一只老鼠一样东躲西藏。谢谢王叔了。武天行一脸温和地看着王迅，那我就吃完饭再去。2个世界不是同一个肉身，从昨天晚上一直到现在中午，他也确实有些饿了。第10章食人魔族。吃完饭后，武天行就独自一人向着北方那片森林快速行去。杀！呵，离老远，武天行就看见张飞虎领着一帮人，手中拿着各种武器，正围着几头野兽狂暴地围杀着。当他走近时，几头野兽全部被杀死。主公，主公！一看到武天行到来，35人都很高兴。有没有受伤？武天行看着大家，关心地问道。张飞虎站出来道：谢主公关心，都没什么大问题，都是一些皮外伤，主要是这些野兽尸体没法携带，正好主公您来了。还有这些是爆出来的物品。说着，张飞虎就从腰间解下来一个布袋子，递给武天行。武天行接过来查看了下，2张初级炼器方图纸，2张初级炼药方图纸，1张初级仓库图纸，1座初级箭塔图纸，2本青铜级功法，3本初级武技，剩下就是300多枚金币。不错，有了这些，再过几天村庄就可以升级了。武天行高兴地说道。还有5把武器，都是青铜初级的，我就让大家都先用着了。张飞虎看武天行查看完物品，又继续说道。武器本就是用的，你们自己决定就好。说着就把那2本功法扔给张飞虎。这2本功法你和王图先学了，剩下3本武技我刚才看了下，1本基础剑法，1本基础刀法和1本基础枪法。武天行看着手中的武技，想了想，把剑法扔给了张飞豹，刀法给了张飞虎。这本枪法我学了，剩下那2本武技你俩也都学了吧。接下来多练一练，把武技练圆满后，才能学习对应的终极武技。多谢主公赏赐。3人连忙单膝跪地喝道。都起来吧，以后比这好的东西多的是。武天行脸色不变，挥了挥手道。是，主公。王猛，你那把长枪先拿来，先让主公用着，一会再爆出来武器，优先给你用。张飞虎站起来后，回头冲着一个高达快2米的壮实青年说道。武天行也着眼看去，瞬间眼睛一亮，这身形如果再换上一个重型武器，在战场上简直就是推土机啊。王猛也不说话，急忙走过来，把长枪递给武天行。武天行接过长枪，拍了拍他的胳膊，一脸欣赏道：以后好好干，我很看好你。王猛一愣，没想到武天行会说看好他，这让他有些受宠若惊。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谢谢主公？张飞虎在旁边看王猛一脸呆愣的样，轻轻碰了碰他。啊，哦，谢主公夸奖。紧接着他又咬牙单膝跪地，大喝道：我王猛在此发誓，誓死效忠主公，有违此事，万事不得轮回。定。王猛忠诚加30。定。王猛成为死忠。我靠，没想到啊，真是没想到。他只不过是随口说了2句，却换来一位死忠的收下，这简直是撞大运了。上一世谁要是有死忠手下，那都是被人羡慕的角色。要知道，死忠的人是不可能背叛的，你即使让他去死，他也毫不犹豫。更主要的一点是，只有死忠的手下才能被带到现实世界去。但是现在不行，得需要一种万界石的物品才能把王猛带过去。即使现在不行，但是以后肯定是可以的啊。武天行急忙用双手扶起王猛，越看越是欢喜，随即高兴道：以后你就留在我身边，给我当侍卫吧。是，主公。王猛说完就低头站在了武天行的身后。恭喜主公，贺喜主公。这时张飞虎等人看到结果差不多了，也都躬身道贺。甚至这些人还都一脸羡慕地看着王猛，他们心里可是明镜的
跟在主公身边，好处肯定比当一个大头兵强多了。武天行也看出了这些人的表情，但是他也没在意。谁让这些人不是死忠呢？今天我们的目标是查探村庄四周地形和矿产，大家先都休息一会，然后我们一起出发，深入森林查探下。是，主公。休息了半小时后，武天行就带领着手下慢慢的深入森林里。整个北面的森林长宽不知多远，纵深也不知几里，从远处看只能看见深远处一座上接天地的大山横卧在天边。除了天边的一座大山，近距离还有一些高矮不一的光秃秃小山。武天行的目标就是这些小山，因为矿产一般都是出自这种山里。砰！咔嚓！武天行长枪如鞭，狂暴的把一只梅花鹿的头颅抽碎，掉落几枚金币。都小心些，越往里走，野兽越多，尤其是毒蛇，千万别被咬到，否则现在谁也救不了你们。一行人全都默默点了点头，示意知道了。吼！天天让我们吃这些野兽，他自己却吃人肉，我也要吃人肉。就在这时，只听前方一声粗犷的声音响起：“嘘！”这让武天行急忙停下脚步，示意众人停下。武天行神色镇定，眯着眼睛向前方看去。他知道碰见别的种族了。他一开始就知道早晚会碰见这些怪物，因为这个世界看着很大，但是生物也是很多。尤其是武天行现在碰见的种族怪物，他们的数量更是比人族多很多倍。吼，小点声，被首领听见了，小心把你煮了吃掉。他不给我们吃，我们就自己出来找。吼，还是盖鲁你聪明，只是随便找个借口，我们就跑了出来。我这次一定要吃个够再回去。武天行听着声音越来越近，回头摆了摆手，示意大家藏起来。刷刷！由于大家现在有了特级军团令的加持，每人都能发挥出3.5力的力量，所以每个人都是身手敏捷。武天行躲藏在一棵大树后面，静静地看着两个越来越近的身影。原来是两个食人魔。当看清两个身影时，武天行脸色一沉，心中暗道：上一世食人魔族可没少吃人类，就算妖族他们都不怎么喜欢吃，就喜欢吃人肉，也许这也是他们为什么叫食人魔的原因。武天行看着已经接近的两只食人魔，抬起手中的长枪就从树后闪出，寒光一闪，长枪笔直地刺进第一只食人魔的脖颈中。吼！人类！这时另一只食人魔看见同伴被杀，瞬间大惊失色，惊慌地叫着。但这也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咔嚓！因为与此同时，张飞虎从他旁边的树后迅捷地冲出，手中长刀毫不留情地砍掉了他的头颅。第11章，食人魔首领。武天行捡起食人魔掉落的物品，看了一眼，不错，又一本青铜级功法。主公，这是一张军营图纸。张飞虎手中拿着掉落物品，一脸兴奋地递给武天行。武天行接过物品，看了眼，初级军营，属性在军营里训练，缓慢增加经验，人数1000人。这可是个好东西，有了军营，即使不出来刷怪，在军营里训练也能缓慢地增长经验。虽然没有刷怪快，但也算是个升级的出路。收起掉落物品，武天行看着围过来的一行人，一脸凝重道：这里既然出现了食人魔，说明离这里不远处应该有个食人魔村落。我们摸过去，如果数量不多，就清除掉这个村落，否则让他们发展下去，对我们村庄也是一个威胁。是，主公。武天行看着大家都是一脸坚定地看着自己，心里一时也是热血澎湃，同时心里也有些压力。注意保护自己。武天行最后还是叮嘱了一句：战争就没有不死人的，武天行还是希望能够把损失降到最低。这可不是游戏，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上一世很多领主拿着当游戏玩，拿领民不当人，最后就有不少被领民杀掉，或者明星降落到20，领主石碑自动爆掉的。武天行以为没有多远，没想到走了1公里，才看见在一片空地上用木栅栏围着的一个村落。主公，你看。王图这时凑到武天行身边，伸手指着里边最大的木屋旁边。只见那边空地上躺倒着10多个人类，全身用树枝捆绑着。武天行叹了口气，在上一世这种事他看得太多了，每个食人族部落都会圈养人类，留着食用。甚至上一世有的食人魔大部落圈养的人类高达几10万人，甚至还让人类生孩子供养他们的口腹之欲。刷刷！这时张飞豹从旁边的丛林中跑了过来，轻声道：主公，我去到后边观察了下，后面再没有什么建筑物了，整个村落只有10间屋子，估计这里的食人魔最多也就50只。那就好，只有这些食人魔那就好办了，别说最多50只，就是100只我们也能解决掉。武天行一听，心里就有了底气。每人300公斤力量，打这些还没怎么升级的食人族不要太简单，1打5不可能，1打3还是没问题的。武天行吸了口气，神色猛然一凝，轻喝道：杀，一个别放过。刷
唰！武天行首当其冲，单手提枪，眼神冷漠，迅捷如风的向着食人族村落杀去。人族杀来了！武天行一行人刚一入村，就被一只食人魔发现，神色大惊的呼喊着：“哼！”武天行冷哼一声，长枪如龙，直奔食人魔头颅刺去。吼！食人魔张嘴一声大吼，脑袋后仰，双手抓向长枪。武天行嘴角翘起，手臂一震，长枪速度更快一分。嗷！噗嗤！食人魔低估了武天行的力量，没想到他的双手一点都没抓住长枪，所以被长枪直接爆了头。杀！张飞虎一行人犹如猛虎下山，手中拿着各种武器，狂暴地杀向在屋外的这些食人魔。噗嗤！嗷！砰砰！张飞虎一行人也都勇武过人，杀这些食人魔犹如砍瓜切菜一般。吼！你们这些侏罗，你们就是我们食人魔族的食物，竟然还敢反抗！这时，只见中间最大的屋里走出一个2米5高的一只食人魔，一出来就愤怒地叫喊着，手中举着一根粗大的木棍冲了过去。武天行双眼一凝，手提长枪急速奔去。食人魔首领看到武天行直奔他冲来，更是愤怒的狂暴，手中粗大的木棍抬手就砸向武天行。武天行身形一闪，长枪横扫，砰的一声，长枪扫中食人魔首领的头颅。嗷！食人魔首领的头颅肉眼可见的塌陷进去一块，疼痛使他瞬间惨叫起来。趁他病要他命，在食人魔首领还没站稳之际，武天行瞬间抱起长枪，笔直向着食人魔首领头颅扎去。食人魔首领急忙挥动手中木棍，企图挡住长枪。武天行变招，手臂一震，长枪往上一挑，砰！食人魔手中木棍终于握不住，被武天行的长枪挑飞。噗嗤！没了武器的食人魔首领最后也只能在惊恐中被武天行的长枪刺入脖梗中。说时迟，那时快，前后不到1分钟时间，食人魔首领就被武天行杀掉。这时张飞虎等人也杀戮的差不多了，毕竟他们都有3点的武力，杀这些还是初始武力的食人魔，基本上也是几招就能解决。武天行看了看四周，大喝道：“快速收拾战场，我们赶紧撤离！血腥味太浓重了，免得惹来不必要的麻烦。”众人的速度很快，钻进每个屋子里，能拿的都拿走，就连那几个捆绑的人类都被他们背了起来。等大家收拾的差不多了，武天行才大声喝道：“撤退！”直到跑出1公里后，武天行才松了口气。他倒不是怕别的，就怕附近有修罗族人。之前张飞虎送给武天行的破虚珠，可就是杀了一只修罗爆出来的，武天行可没忘。修罗族对血腥气味非常敏感，像这种几十人的伤亡，即使在5公里远，修罗族人都能闻到。修罗族人可比食人魔厉害多了，他们悍不畏死，厮杀起来像是疯魔一般。一般来说，同级别都得2人才能对抗一个修罗族人。当初张飞虎2兄弟能杀了一个修罗族人，也只能说2人确实有2把刷子。好了，休息一下吧，注意4周警戒。是，主公。听到武天行说休息，大家也都松了口气。主公，这次击杀42位食人魔，咱们只有2人轻伤，没有大碍。这时张飞虎走到近前，一脸微笑着汇报道。武天行也很是高兴，这种零伤亡的战斗也确实很让人提气。收获怎么样？金币856枚，青铜级功法18本，初级技能15本，青铜初级武器12把，青铜初级皮甲10套，电力系统图纸1套，白银级功法1本，中级武技1本，青铜级中级武器1把，青铜中级盔甲1套，剩下的还有5本初级建筑图纸。特殊物品倒是有1件，不知道是不是对主公有用。张飞虎一脸疑惑地拿出一块令牌出来。这不是建村令吗？武天行疑惑地看着张飞虎，这有啥特殊的？您自己看看吧。张飞虎也没解释，直接递给了武天行，因为他也有些不太明白。武天行疑惑地接过来，仔细看去，瞬间眼睛一亮。真建村令用于现实中建造村庄，这东西可是他心中必不可少的物品，他也没想到这么早就弄到了。这种前置带真字的建村令是能够在现实世界用的。第12章接连建村。以后的现实世界没电没网，各种设施都不能再用了，高楼大厦也不再适合人们居住，所以在上一世就有很多有能力的领主开始自己创建城市，用这种系统建村令建造的城市，只要材料足够就可以直接升级，根本就没有限制，各种建筑只要有带真字的图纸都可以一键创造。比如真水利系统图纸、真电力系统图纸，只要有图纸，在荒古世界里把需要的材料凑齐，就可以在现实世界凭空建造这些东西。主要是村庄一旦升级就会自带城墙，这样也能有效地挡住已经变异的妖族。建村令虽然有了，但是最好还得有攻击系统。
武天行低头看了眼手中的建村令，心里暗想道：这东西是我们那个世界用的，对我确实有大用。武天行把建村令收起来，一脸高兴地对着张飞虎道：对主公有用就好，我们去不了您的那个世界，也希望能帮到主公。张飞虎一脸笑意地说道：好了，告诉大家休息下，我们换个方向继续出发。主公，救出的人怎么办？我们带着他们也很不方便。张飞虎一脸为难地看着救出的10多个半死不活的人说道。就在这时，救出的人中，一个上身裸露、全身脏乱、脸上胡须浓厚的人冲着武天行大声喊道：你就是他们领头的吧？谢谢你们救了我，请问有吃的吗？给我一些，我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武天行皱了皱眉头，看着这人说道：你是哪个朝代、哪个民族的？我是哪里人，你就不需要知道了。如果有吃的就给我一些，没吃的就放了我，我自己去找也可以。满脸胡须的人一听武天行问他是哪里人，却是左右而言他，一脸傲气的回道。武天行眼中寒光一闪，沉声喝道：我在问你是哪个民族、哪个朝代的。张飞虎也看出武天行的表情不对，脸色一沉，上前抓住那人的后颈，按倒在地喝道：主公问你什么就说什么，哪来那么多废话？嗨，我是魏国人，汉族。武天行一脸深沉地看着他：你是匈奴还是羯人？那人一听，急忙慌乱道：我不是匈奴，也不是羯人，我是汉族人，真是汉族人。杀了！武天行看他的表情就已经知道答案了，直接下令道：你们敢杀我，我羯人族石勒首领不会放过你们的。满脸胡须的大汉一听武天行真要杀他，满脸狰狞的威胁着：你们就是一群四脚羊，有什么资格杀我？噗嗤！张飞虎没想到这人还敢威胁他们主公，一刀就把他脑袋砍了下来，鲜血直冲天空。呸！什么玩意啊！张飞虎撇了撇嘴。武天行也没说什么，仔细的看了看剩下的15人道：都是哪个朝代、哪个民族的都汇报一下。剩下的15人这时都噤若寒蝉，急忙把自己的身份汇报出来。我是唐朝的，汉族人；我是宋朝的，汉族人；我是鲜卑人，我是汉族的。一连15人，让武天行没想到的是，里面还有一个鲜卑人。鲜卑人杀了，剩下的人带回村庄，再仔细询问。武天行对着手下命令道：你们凭什么杀我？你们还有没有王法？那个鲜卑人一听武天行要杀他，急忙站起来咆哮着。咔嚓！张飞虎可不惯着他，在他想来，既然主公让杀，那他们就该死。武天行也不想解释，因为也没法解释。上一世匈奴人奴役汉人，羯人族吃汉族人，这都是人类的公敌，他可不想在自己的村庄留下这种定时炸弹。要知道上一世就有不少领地里混进了这2个种族的人，然后里应外合，攻破了很多领地。武天行既然知道这2个种族的劣根性，他就不可能留着这2个种族的人。武天行把青铜级功法19本，之前杀的2个石人磨爆出来1本，初级技能15本，青铜初级武器12把，青铜初级皮甲10套，全都拿出来递给张飞虎。你把这些分下去，然后让张飞豹带5个人护送这14人回村子，之后今天就不用出来了。是，主公。张飞虎躬身应道。武天行又把那本白银级功法拿了出来，回手扔给王猛。王猛脸色手忙脚乱的接住，急忙单膝跪地谢主公。狩猎长刀，青铜中级，属性锋利加6。武天行皱眉想了想，还是把长刀给了王猛。他不习惯用长刀，他上一世就是一直用的长枪。回旋斩，终极武技，限制学会初级刀法。得了，跟那把刀是一套的，随手也扔给了王猛。蛮牛盔甲，青铜中级，属性防御加6。这个不错，终于有一个自己能用的了。盔甲就是比皮甲防御高。武天行一脸满意的把盔甲换上，当时就感觉换了一个人一样，全身黝黑色，整个头都包裹在头盔里，一看就给人一种勇猛的感觉。换上盔甲后，武天行看了一眼大家，只见有了武器装备的人一脸高兴的东摸摸西摸摸的查看着，分到了功法的都盘膝在地，尝试着修炼着。其中10个人在四周警惕着。武天行看得暗自点头，手下的人越来越强，在这个世界他也就越有底气。就在这时，系统声音响了起来。叮！世界公告，修罗族阿萨加第2名建造村庄是神村，特奖励金币500，高级军团另1枚。武天行脸色瞬间一变，随即又恢复正常。修罗族就是修罗族，没想到是他们第2个建立村庄的。武天行对修罗族始终有一些恐惧，上一世的修罗族那可真是屠戮天下。叮！世界公告，食人族叶鲁第3名建造村庄10天村，特奖励金币100，终极军团另1枚。这可真是你追我赶啊！武天行脸色诧异地说道。
定。世界公告：食人族蒙图第4名，建造村庄食人村，特奖励金币50，初级军团另1枚。我靠，这是什么情况？怎么一个接一个的？要么不见，要么就全都一起见。武天行都看得无语了。砰！废物，你们就是一些废物，就差一点，就差一点啊！在一处木头搭建的高台上，一个3米高的食人魔正在大发雷霆，一脚把他面前的食人魔踹飞出去。明明高级军团令是我们的，结果现在却得到个低级的，你们这些废物，给我拉出去煮了！该死的人族，该死的修罗族！砰！高大的食人魔气的一脚把高台踹出个窟窿。第13章，开通排行榜。休息一阵后，武天行带领着手下29人换个方向继续探查过去。一路走来，一点也不平静，森林里的野兽很多，每走几十米就能遇见一只，给武天行等人造成不小的阻碍。唰！就在武天行又杀了一只野猴子后，身上突然闪现出一道亮光。武天行只感觉身上突然涌现出一股又一股的力量，来强化他的身体。呼，终于升级了！武天行凝神看向属性面板，眼睛瞬间一亮。武天行，人族，称号村长，声望0，资质 S， 境界星途2阶，武力2+， 200%，精神1，功法混沌神魔诀，混沌，技能初级枪法，装备荒古无极戒指，青铜级，黑铁长枪，青铜初级，蛮牛盔甲，青铜中级，金钱1262，幸运10，灵魂100%，自由属性点5，物品特级军团令，青铜级，电力系统图纸，初级军营，真剑村令，3张初级炼器方图纸，3张初级炼药方图纸，2张初级仓库图纸，3座初级剑塔图纸。不愧是混沌级的功法，升一阶竟然给了5点自由属性点。武天行按照3:2的比例，慢慢的把属性点加到武力和精神上，就变成了武力5， 200%，精神3。武天行捏了捏拳头，只感觉一拳就能打爆一头野猪的脑袋。要知道，他现在因为军团令加的200%的属性，算是有15点的武力。15点的武力就是1500公斤的力量，在现实中能抬起一辆小轿车，这是什么概念？荒谷里设置的升级慢也不是没有道理，如果升级快，还不都很快就成神了？至于为什么要加2点精神属性，武天行也是不得不加。荒谷的设定是2种属性不能差1倍，否则那滋味不是一般人承受的。上一世一开始人们就不知道有这种设定，都往武力上加，结果造成肉身和精神不匹配，不是肉身炸裂，就是灵魂熄灭，只能死亡后从头再来。后来大家一打听才知道，就他们人族玩家有这些设定，别的种族都是自动升阶，古人也是复生时就知道有这设定。恭喜主公升阶！这时张飞虎在一旁一脸微笑着躬身道。武天行也很满意，拍了拍张飞虎的肩膀道：你应该也经验满了吧，只要回去把功法修炼成了，也很快就能升阶了。张飞虎点了点头道：是的，不光是我经验满了，飞豹和王图经验也都满了。今天尽量让大家都把经验刷满。走吧，我们快到了。武天行看了眼前方不远处的一座光秃秃的山包，轻声道。说是山包，到了近前，武天行抬头看去，这座山怎么说也有几十米高。砰砰！张飞虎等人拿着手中武器四处劈砍着。半小时后，张飞虎从远处奔跑了过来，一脸兴奋道：主公，找到矿产了，是铁矿还有砂石矿。好！武天行一拍手，激动的大喝道：有了这些矿石，我们村庄就能快速的发展了。张飞虎兴奋过后却是一脸为难道：这里离咱们村庄太远了，都有20多公里了，还是在森林里，我们村庄的人根本就过不来。武天行微微一笑，轻松道：我也没打算把矿石全部开采出来，我们现在只需要一小部分，够我们用就行了。张飞虎皱眉想了想道：主公的意思是，我们今天开采一些矿石，够我们打造武器和生活用品就行了是吗？是的，我们现在只需要够用就行，去吧，多开采一些，我用空间戒指装一些，你们背一些。是，主公。张飞虎躬身行个礼后就转身跑了过去。定！世界公告：修罗族阿洛夫第9名建造村庄，修罗我为王村，特奖励50金币，低级军团令1枚。武天行皱着眉头，眼神凝重。他没想到才这么短时间就已经有9个建村的了，而且9个建村的有4个食人族，4个修罗族，只有他一个人族。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上一世人族会那么懦弱，真就是一步慢，步步慢啊。世界公告：人族项羽第10名建造村庄轮回村，特奖励金币50，低级军团令1枚。刷！武天行眼睛瞬间一亮，
他没想到第10名会是项羽。上一世人族中有几个顶尖势力，其中就有项羽的轮回。定世界公告，由于已经建立10个村庄，特开通世界排行榜、世界战力榜、世界交流系统。武天行微微一笑，上一世就有这些榜单，没想到今天就全部开通了。世界排行榜是排的领主创建的村庄，比的是村庄的繁荣度、人口、军团等级等综合评分。世界战力榜排的是个人战力，比的是技能、功法、等级等综合评分。世界交流系统是一个交流平台，一个字100金币，前期一般人用不起。世界排行榜：1. 低级新武村，人族武天行，评分380。2. 低级是神村，修罗族阿萨迦，评分300。3. 低级食天村，食人魔族叶鲁，评分295。4. 低级食人村，食人魔族蒙图，评分290。5. 低级鹿神村，修罗族阿奇古，评分283。6. 低级阿修罗村，修罗族阿图什，评分280。7. 低级食神村，食人魔族枯木，评分275。8. 低级轮回村，人族项羽，评分268。9. 低级吃遍天下村，食人魔族卡提诺，260。10. 低级修罗我为王村，修罗族阿洛夫，评分250。这项羽挺猛啊，最后建村却排到第8名。武天行看着排行榜，发现项羽比想象的还要厉害得多。别看都差不多，其实却差得很多。世界战力榜：1. 武天行，人族，评分26。2. 蒙图，食人魔族，评分16。3. 阿萨迦，修罗族，评分16。4. 项羽，人族，评分15。5. 白起，人族，评分15。6. 叶鲁，食人魔族，评分15。7. 阿图什，修罗族，评分15。8. 阿洛夫，修罗族，评分15。9. 阿奇古，修罗族，评分15。10. 阿奇斯，修罗族，评分15。武天行看完排行榜，嘴角不自然的翘起。2个排行榜他都是第一，这说明他这2天的努力没有白费。只要坚持下去，差距就会越拉越大。要知道，他修炼的可是混沌级功法，兵团也是特级的，前期的优势会非常明显。第14章，高顺的效忠。武天行又看了看交流系统，发现里面竟然有发话的。叶鲁，人族的武天行，等着被我吃。蒙图，他是我的。呵呵，这是看我好欺负啊。武天行冷笑一声。武天行把交流系统关闭，也不再看他们。在他看来，打嘴炮没意思，过一段时间真刀真枪的干一下，就知道谁厉害了。主公，开采的差不多了，您来装一下吧。王图这时在远处大声喊道。武天行急忙走过去，到了近前一看，好家伙，这么一大堆，他就10立方米的戒指，里面还有不少野兽的尸体，他也装不下。武天行无奈地摸了摸额头，看来得尽快把戒指解封了。武天行把野兽尸体扔出一半，剩下的空间全都装矿石，最后还是剩下一大堆。你们每人少背点，不要影响到行动，剩下的就先扔这里吧，这些暂时也够用了。大家行动都很快，来之前都带着一个袋子过来的，都是有准备的。武天行看着大家都装好后，才道：走吧，我们绕一下路回村。今天大家尽量把经验刷满。是，主公。大家躬身应道。武天行带领着手下绕了一个大弯，却没想到半路还有意外收获，杀了一只棕熊，爆出一块武将石。武将石初级，属性使用后增加 55% 力，自动领悟武将技。武天行直接给自己使用，双眼紧闭，脑海中各种信息汇聚，最后融合成一道金色符文。定！恭喜武天行领悟武将技狂暴。狂暴瞬间爆发出1倍的基础武力值，持续1分钟，结束后陷入虚弱，持续1小时，冷却时间12小时。武天行眼中金光一闪，有了武将技，有很多想法他就可以实施了。恭喜主公！张飞虎等人躬身道喜。武天行微微一笑，意气风发，挥手喝道：出发！刷刷！主公，前方有情况。一行人还没走多远，这时跑过来一个前方探查情况的士兵，一脸凝重道：好像是主公提到过的修罗族人。武天行眼中寒光一闪，大概有多少人？大概有200多人。武天行深吸了口气，想了想后沉声道：记好地点，绕过去。是，主公。士兵躬身应道。看来还是不强啊。武天行咂了咂嘴，过2天再来收拾他们。武天行抬头看了看前方，暗想道：武天行即使现在有了武将技，
也打不过对方200多的数量，毕竟他爆种的时间只有1分钟，过后就得被围起来杀。武将计也不是万能的，他再能杀，也架不住对方数量多。至于手下的29人，也就顶多能对付对方50人左右。修罗族的强悍可不是说出来的，而是杀出来的。直到快黑天时，武天行一行人才走回村庄，恭迎主公回村。武天行刚进屋，王迅就急忙走了过来，躬身说道：“不必多礼，坐下说。”武天行微笑道：“村庄没什么问题吧？”王迅坐下后恭敬道：“没什么大问题，只是今天村民去南方树林伐木，被野兽伤到了1人。主公，我看咱们明天是不是应该多派点人手，先把树林4周清理下，这样下去，村民们都不敢接近树林了。”武天行想也没想就说道：“今天是为了寻找铁矿，否则今天我就打算开始清理4周了。既然铁矿找到了，明天就分为几队，把村庄5公里内的4周都清理出来，为了咱们下一步升级村庄做准备。啊，对了。”武天行突然又道：“今天我看村民又多了100多人 ，A 级资质，能当兵的有多少？一共是30人。张飞豹之前回来时，我已经把人都交给他了，他带着人去了南方树林清理野兽去了。”武天行手指点了点桌面，沉思道：“人手还是不够啊，看村庄发展的态势，再有3天就差不多能升级了，到时军团人数也就150人左右。村庄升级时，方圆10公里内的生物脑海中会出现新武村的地址，到时候肯定会招惹来各个种族生物的攻击，人手不够，肯定是守不住的。看来只能先下手为强了，提前把方圆10公里的怪物杀掉，升级村庄时也就能轻松一些。”接着武天行又把今天得到的各种图纸都拿了出来，交给武训：“王叔，你把这些图纸安排下，材料够了就都着手建造出来，优先把军营和电力系统建造出来。”“好的，主公。”王迅躬身应道：“还有我回来时扔在门口的野兽尸体和矿石，你都找人处理下。”随后武天行又想了想，发现没什么事情后，才挥手让王迅退了下去。晚饭时，张飞豹却带了一个人过来，说是让武天行见一见。“带进来吧。”武天行也没多想，只是感觉疑惑而已，也不知道是什么人，还必须要自己见一面。参见主公。张飞豹一进屋就躬身行礼道：“不必多礼。”武天行看着张飞豹和带过来的人，脸色平静道：“小民拜见村长大人。”这时跟在张飞豹后面的人上前一步，躬身行了个礼，接着就道：“小民是大人在食人魔族的手里救出来的。”“哦，你是那14人中一个，你是有什么事吗？”武天行心里一动，脸色却不变地问道。这时他也看出了这人的不凡之处，虽然长着一张大众脸，却是往内一站，自然而然的有一股铁血军人的气质，一看就不像是普通人。“小民名叫高顺，曾领过兵，自问有一些身手，今看村长大人带领一众手下大破食人魔族，心生向往。虽今世界兴盛，每人都重活一世，都可以重新选择自己的生活，但曾经的热血还在心间环绕，所以特此晚间寻得张飞豹首领，求带领小民面见村长一面，望村长给顺一个参军的机会。”武天行当高顺说出名字时，心中就大喊着：“我的，我的！”可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微笑道：“正好，我们新武村新生，大家都缺乏领兵的经验，一会出去，让张飞豹把今天新加入的30人划给你，以后你为统领，为我新武村站出一个辉煌，有没有信心？”最后武天行脸色凝重地喝道。高顺在下方条件反射般身体笔直站立，沉声大喊道：“绝不辜负主公的信任。”定！恭喜玩家武天行收到高级武将高顺的效忠。高顺，人族，称号高级武将，声望0，资质黄级，境界星途一阶，武力1加 150%， 精神1，功法无极魔功黄金级，技能初级刀法斩魔高级武将技，装备无，金钱0，灵魂 20%， 自由属性点0，物品高级军团令青铜级。好，哈哈！看了高顺的属性，这时武天行再也掩饰不住心中的兴奋，大笑了起来。第15章变异地狼狗。历史武将果然够牛批，出道即巅峰，自带高级武将称号和一块高级军团令，功法也是黄金级的。这要是升到2阶，再把军团令用了，武力值都能达到16点，比武天行没用武将时还要高一点。要知道高级武将称号的属性加 150%， 高级军团令增加 150%， 这就是 300% 的增幅，比现在武天行还要高 50%。 不怪武天行兴奋的哈哈大笑。上一世的历史武将虽然也有人收服过，但那毕竟是很少数，基本上都跑到历史人物创建的领地去了。武天行能收到高顺，也是和他幸运有关，
还有第1名剑村和救了他一命都有关系，所以才会造成高顺来投，否则正常来说他们会隐姓埋名，直到他们离去投奔别的领地，你都不会知道有这么个人。好了，你们退下吧，早些休息。是，主公，属下告退。2人躬身应道。半夜时分，一声兽吼声打断了武天行的修炼。武天行瞬间睁开双眼，快步走出了出去。砰！吼！武天行站在门口，向吼叫声处看去，只见隐隐绰绰间，几个人正在围攻着中间一只3米高的野兽。嗷！砰！野兽来得快，死得也快，在王图几人的围攻下，不到1分钟时间就被强杀掉。当武天行走到近前时，才发现是一只大猩猩。王图看到武天行到来，急忙单膝跪地：“主公恕罪，让野兽惊扰到了主公。”武天行微微一笑，而后开口道：“无妨，你们没什么事吧？”“没什么问题，我已经进阶星图2阶，杀这只野兽没什么危险，还不至于受伤。”王图脸色轻松地说道：“那就好，你们轮流守着，千万别让野兽冲进来伤到村民。”武天行看了看漆黑的四周，随即又道：“等村庄升级到镇的时候，有了城墙就好了，现在只能辛苦你们了。”王图等人急忙大声道：“多谢主公关心，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武天行又叮嘱了几句，才返回去继续修炼。呼！早上6点钟，武天行从床上下来，神清气爽地伸了个懒腰，随即看了眼功法进度，发现 S 级资质就是比他原来的 A 级资质强不少。按原来的 A 级资质算，一晚上能修炼 30% 的进度就不错了，可现在却是已经过半，只要再修炼一晚上，星图2阶的功法就能够圆满了。该回去一趟了。武天行想着家里还有个可爱的妹妹，嘴角就不由自主地翘了起来。退出！武天行凝神呼唤道。新的出租屋里，武天行的身形突兀地闪现出，咚咚咚，咚咚咚。武天行刚一出现，就听见外边急促的敲门声。他看了眼屋内，没看见妹妹，应该是还没回来。随即走向门口，打开了房门，发现竟然是一个大美女，长得跟明星似的，此时却一脸的慌张。张笑笑看见房门打开后，猛然间一愣，他还以为不会有人开门呢，没想到还真有人给他开门。要知道他从1楼上来到现在的5楼，没有一家给他开门的。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吗？武天行脸色平淡地看着眼前的美女问道。张笑笑愣神，也就是一瞬间，听见武天行问话，也猛然反应了过来，急忙脸色慌张道：“你好，我能进你的屋里住一宿吗？明天我朋友来接我，我就走。”武天行皱了皱眉头，脸色不变道：“不行，我家里不许进陌生人。”虽然她长得很漂亮，但是武天行可不是见到美女就走不动路的了。他屋里那么多物资，现在正是混乱的时候，他可不想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一会他和妹妹还要进入荒古世界，留一个人在自己屋里，他可不放心。我就住一宿，我也不需要睡床，在沙发上对付一晚就行。张笑笑一听武天行不让他进去，顿时就急了：“咦，哥哥，这是谁啊？”这时妹妹吴小静也从荒谷里退了出来，看见门口站着个大美女，一脸的惊讶。武天行摇了摇头道：“不认识，想要在咱家住一宿。”“我真的就住一宿，求求你们了。”张笑笑看见吴小静，也许是同性的关系，像是看到了救星一样，急忙哀求道：“这一栋楼好几10户人家，你去别人家问问吧，我家真不适合你住进来。”武天行不想在这浪费时间，他吃完饭还要着急进入荒古世界呢，说了一句就想把门关上。“别人家现在都不敢开门，我已经跑了很多家了，你们就先让我进去吧，求求你们了。”张笑笑说着就忍不住的大哭了起来。武天行一脸的无语：“我好像没怎么地你吧，只是不让你住进来，你说你哭啥呀？”突然他神色一动，看向楼梯口处：“你先进来吧，但是不许乱动。”武天行伸手把他拽进屋里，就砰的一声把房门关上。张笑笑一进入屋里就瘫软在沙发上，轻声哭泣着。武天行也没管他，站在门口一动不动，用猫眼向外看去。吴小静这时也看出了武天行的不对劲，紧张的抱着武天行的胳膊。只见外边的楼梯口处突然窜上来一只牛犊子大小的狼狗，一嘴的血腥，嘴里还往下流淌着鲜血。武天行眼睛一跳，他没想到动物这么快就变异了。他记得上一世刚开始变异时应该是5天后的，彻底有了智慧是在10天左右的时候，没想到这一世好像动物变异提前了。武天行心中沉思着，这时他也知道那个美女为什么着急要进入他的家里了。不管这只狼狗为什么会提前变异，但是必须要解决掉。在他还没有建村时，他可不想放着这么一个危险生物在这附近。如果再让他变强一些，有可能他家的铁门都挡不住他的爪牙。想到就做，凭他现在的武力，对付这只狼狗还是很轻松的。咔嚓，刚一开门，武天行就冲了出去，原地只留下一阵狂风。狼狗也许是闻到了气味，
正在低着头缓慢地接近着武天行家的门口，却没想到武天行突然从门里冲了出来。他眼前只是闪过一道黑影，接着就听见嘎吱一声，然后就是天旋地转，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原来是武天行一瞬间抓住他的脑袋，生生把他的脑袋拧了2圈。砰！当狼狗的尸体倒下时，才闪现出武天行的身影。可见刚才的一瞬间，他瞬间爆发出的速度有多快。武天行看着脚下这么大一只狼狗尸体，一时间也犯了难，这么大该扔哪里去？要说吃，他现在也不缺吃的，更何况马上就停电了，没有冰箱，放不了几天就坏了。第16章，善良的吴小静。啊！就在这时，吴小静才在门口惊醒过来，吓得惊叫一声，叫到一半，急忙又捂住了嘴。他在荒古世界早已经面对过这种野兽，只是在现实中突然看见这一幕，短暂间有些震惊而已。但他反应也很快，急忙跑到武天行身边，一脸惊异的左摸摸右摸摸的看着武天行。行了，别摸了。武天行拍了下他的小脑袋，一脸的宠溺道：哥，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我只看见一道影子，你就嗖的一声把这么大一只的野兽打死了。吴小静一脸激动的看着武天行，你以后也会这么厉害的。行了，你先回屋去吧，我得把这尸体处理下。那你小心点。吴小静点了点头，脸上有些兴奋。他没想到他的哥哥在现实中竟然也这么厉害，呵呵，真是神经大条。武天行看着妹妹走回屋中，摇了摇头，有些好笑的说了一句：哪家女孩子看见这么血腥，不都是害怕的要死？他反而是有些兴奋的表情。随即他低头看着野狼的尸体，眉头皱了起来。他不可能随便把尸体扔到大街上，否则血腥气味会招来更多的野兽。他想来想去都没地方扔，就在他束手无策时，突然眼睛一亮，看了眼手上戴的戒指，试探着拍了下野狼的尸体。果然，野狼的尸体瞬间消失在他的眼前。他的空间戒指果然还能用，混沌级的装备就是不一样，虽然被封印了，但还是很特殊。正常的装备想要带到现实世界中使用，必须前置是带有真字的，如果没有，就带不到现实世界中。刚才他也是忽然想起手上戴的空间戒指，试了一下，果然和他的猜想的差不多。打家劫舍必带的神器。武天行高兴地拍了拍双手，得意地说道：当然，他是不能把现实中的物品带进荒谷中的。他一旦进入荒谷中，放在里面的狼狗尸体是取不出来的，也只是能看见在里面。回到屋中，武天行就看到吴小静和那个美女正在说着什么，叽叽喳喳的。两人见他进来，其中那个美女急忙站起来，有些害怕地看着武天行道：打扰你们了，谢谢你救了我，以后我一定会报答你的。他刚才也是从吴小静口中知道了，眼前这个看着和他差不多大的男人，徒手就把那只牛犊子大的野狼给杀了，所以一时间他看见武天行还真有些发怵。武天行摆了摆手，脸色无所谓道：报答就不用了，我想要的你也报答不了。吴小静在旁边狂翻白眼，他这个哥哥哪点都好，就是太直男了。这个场合不是应该关心一下，非常绅士的客气一下吗？他却直接来一句不需要报答，把天直接聊死了。果然，吴小静看着张笑笑一脸尴尬的处在那里，不知该怎么接话。武天行却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概念，说道：我去做饭，你们先聊。说完也不看张笑笑，直接向厨房走去。张笑笑这时也已经看出武天行确实不太喜欢他，更或者说不太喜欢他住进来。可这时他真不敢出去，要知道外边现在可不是只有一只狼狗，还有半米高的野猫，半米长的老鼠正在四处的吃人。虽然他看出武天行不太喜欢他，自己也对武天行这个人有些发怵，但是不妨碍给他带来的安全感。是的，他感觉在这里待着，武天行给他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要知道从早上开始，一天下来他东躲西藏，别提有多危险了，还算他心理素质可以，否则早就崩溃了。你能跟你哥说说吗？让我在这里住一宿就行，我真没地方去了。张笑笑满脸的苦涩，对着吴小静说道：我也不敢的，我怕他打我。吴小静虽然很想帮他，但他也不想去惹他哥生气，毕竟两人也只是第一次见。武天行做饭很快，没多长时间就从厨房端出来3菜1汤。吴小静一边吃着饭，一边偷偷的看了眼武天行，最后还是忍不住小声道：哥哥，反正再有2天时间就都知道进入荒古世界的秘密了，我看还是让笑笑姐留在这吧，把她赶出去，她说不定没走多远就会被野兽吃了。他最终还是忍不住开口了，毕竟他之前只是个学生，没经历过末世，还是有些不忍心。再说现在还指不定已经有多少人进入荒古世界了，只是现在还没有大量的传开而已。武天行平静地看了他一眼，其实吴小静说的他都知道，也懂他说的什么意思，但他是重生过来的，他知道很多超前的秘密。虽然3年的末世生活让他变得很谨慎，但那也是想得多而已，也没达到心思缜密、老奸巨猾的级别。他怕一不小心被人看出来他和别人的不同，
那样会给他俩带来灾祸。在上一世，他可是亲眼目睹过人类在面临死亡恐惧时的自私自利、贪婪、虚伪的一面，各种阴谋诡计，只为活得更好。所以他不是没有人性，也不是见死不救，而是怕给自己俩人带来危机。他虽然现在很厉害，但是他毕竟现在就一个人，再厉害也挡不住人多，也挡不住各种的阴谋诡计。看着妹妹那小脸纠结的样子，他突然有了些感慨，也许正是末世中有那么多心存善良的人，才会让人类一直坚持下去吧。如果每个人都黑化了，都自己管自己，没了善良，只剩下贪婪、自私，那么上一世也许早就没有人类了。人族是一个很神奇的种族，每逢大变时都能激起斗志，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所以人族才会像火种一样永不熄灭。你叫张笑笑是吧？我问你点事。武天行想了想后，还是打算问问再说吧。同时他也想明白了，这才只是末世刚开始，人们还没经历过末世的黑暗，他也确实有些谨慎过头了。再一个，他妹妹说的也没错，如果真就这么把他赶出去了，也许走不多远，对方就会香消玉殒，不知会被哪只野兽拖走吃掉。你之前是个什么情况？家里是哪的？武天行不想浪费太多时间，直接就开口问道。张笑笑也很识趣，看到武天行这个状态，心中不由一喜，连忙道：我家是京城的，来公主市这边是有些事要办，只是我这事情还没办完，就发生了这种事。而且我已经联系我的朋友，说是明天来这里接我，所以我只要在你这里住一宿就可以的。京城？武天行眉头微皱，他对这个地名可是很敏感的，但随即他也不再多想。那好吧，你先住下吧。武天行摆了摆手，感觉自己就是太多疑了，这又能问出啥来？至于对方说的住一宿，他只能说是呵呵了。怎么会有人来接他？这可不是和平时期了。接下来他也不再搭理对方，吃完后把卫生收拾了，端了一杯水就坐在沙发上看起了手机。第17章，弱势的人族。武天行知道明天过后就开始断网了。他看着手机中争相报道的新闻和各个聊天软件中键盘侠们的末世论，直看得他暗叹不已。这回不是假的了，恭喜你们猜对了，惊不惊喜，意不意外？随意的翻着手机，他发现已经有人发现了进入荒谷的秘密，甚至已经发到了网上，只不过信的人很少，没多久就被庞大的信息流给覆盖了过去。同时他的脸色也慢慢的凝重起来，他突然发现他对上一世的高层真是一无所知。按理说这么多人口，国家应该早就掌握了进入荒谷的秘密，可却是网上一点都没报道出来。而且上一世3年时间，他也很少听说过国家的事情，就像是国家的军队都在末世之初就消失了一样。上一世也确实有一个是国家建造的势力，但是却不怎么强大，在人类的势力中也就能排到中游。现在他想来，那有可能就是个幌子，国家的强大不可能就那点实力。想到这，他脸色有些不好看，看来上一世有很多秘密他都没接触到，这让他感觉有些事情并不是他看到的那么简单。不行，我得尽快强大起来，只要足够强大，即便不简单，他也有实力应变。他越想心里就越发的着急起来，但他也没乱了分寸，一点点的翻看着手机，同时他的脑海中也一点点梳理着众生前的记忆。可是过了一阵后，他的脸上突然露出一抹无奈的表情。他那3年的记忆真可谓是够简单的，只有一些大事件他记得一清二楚，剩下什么隐秘事情他是没一样知道的，知道的都是大众问题，荒谷中是个人都知道的。这也许就是荒谷底层人的悲哀吧。食不果腹，每天跟狗抢食，那都是夸奖他了，因为他连狗都抢不过。笑笑姐，你来公主市这里办什么事情来了呀？就在这时，坐在一旁的2人聊着聊着，突然声音大了起来。武天行听到，神色一动，不由看了眼，却发现吴小静偷偷地对着他眨了眨眼睛，看得他不由一乐。他知道他妹妹这是在帮他套话呢。这时只听张笑笑说道：我是京城的人，前天刚跟朋友到这边，打算考察下市场，在这边想要办个公司，结果刚到这边就出现了这事。我的朋友昨天出去后也失踪了，我今天上午实在是就打算出来买些饭，没想到半路上碰到了很多怪兽，他们见人就攻击，我慌不择乱的跑进这栋楼里，我挨家敲门都没有给我开的，就你家给我开了门，剩下的事你就知道了。说这些话的时候，张笑笑的声音也很大，仿佛就是在给某人听的一样。武天行听完后笑了笑，也不言语。这些信息其实对他一点用都没有，他只不过是想知道张笑笑在公主市这边有没有什么人，免得以后大家离得近出现什么事端。他可不喜欢整一些阴谋诡计，算计来算计去的，他可没那心思和时间。而很明显，张笑笑在这边是没什么人的，这样他也就不会太担心了，凭借他自己还是翻不起什么风浪的。接下来他也不在现实中逗留，
也不再管他们两人。回到自己的房间后，身形瞬间消失。回到荒古世界，武天行刚出门口，就看见王迅在等着他。主公！王迅见武天行出了门，急忙走过来行礼。耽误了一点时间，张飞虎他们呢？武天行摆了摆手，询问道：禀告主公，张飞虎、张飞豹和王图每人带领10人，分东西北3个方向探查情况去了，为了接下来升级村庄做准备。高顺带领30人去了南方清理野兽，好方便村民们伐木。武天行想了想，说道：今天的流民刷出来了没有？还没有，每天都是50刷新，应该也快了。王迅抬头看了看太阳，说道：那好，我再等等，等流民刷出来后，你把能当兵的都挑选出来，下午我带着他们出村。现在武天行一心想着练兵，他可是知道以后的世界那可真是弱肉强食，谁强谁就能为所欲为，谁强谁就过得好，否则只有死路一条。下午1点左右，武天行站在门口，看着面前歪歪扭扭站着的这33人，虽然看着有些好笑，但心中也有一股豪气升起。这可是33名 A 级兵，虽然现在还看不出来他们的强大，但以后这些可都是一打几的存在。武天行深吸口气，身上气势猛然升腾而起，大喝道：出发！接下来2天时间，武天行早出晚归，一直带领着手下清理村庄四周，为村庄升级做准备。同时这2天内，建村的也如雨后春笋般不停地涌现出来。晚上7点钟，武天行坐在主位上，下方王猛、王迅、王图、张飞虎、张飞豹、高顺坐在两侧。武天行脸色凝重地看着排行榜，一段时间后，他才深深地叹了口气。排行榜上只记录前100名，但是武天行在世界排行榜的前100名中，只看见15名是属于人族的，而且还都是古人建造的，除了他，没有一个是现代人的。战力榜更是只有10名是人族的，这也能看出来人族确实是比食人魔和修罗族弱小。武天行上一世就知道是这样，即使心里还有一些期待，这一次还是没有改变。武天行知道这才是开始，再过几天后，妖族起制才是残酷的开始，因为妖族的数量太多了，大的堪比恐龙，小到蚂蚁都属于妖族，即使人族、修罗族、食人魔族加起来都没有妖族1%的数量。但妖族也有一样，那就是散乱，能称王的毕竟是少数，可一旦称王也是非常强的存在，手下数量也会非常多。妖族不建村，但他们会组建族群，称王称霸，数量铺天盖地。上一世人族很多领地就是毁灭在妖族手中。第18章村庄升级。武天行揉了揉太阳穴，才看向下方几人道：现在村子总人口是612人，不同的初级建筑5座，各种材料也都已经准备好，明天准备升级。到时肯定会有生物来攻打我们村庄的，因为只要把我们村庄攻打下来，参与攻打村庄的都会有荒古系统的奖励，而且还很丰富，所以我们不要心存侥幸，时刻准备好。是，主公。下方张飞虎几人一听，满脸坚定地喝道：敢问主公，明天几时升级村庄？这时张飞虎站起来道：我们现在特级军团兵有100人，高级军团兵50人，但是高级军团中有30人还没有升阶，我打算明天起早出去，带着他们刷级升阶。武天行微微一笑道：不用了，现在只是升级村庄而已，有我们120个升阶的已经够了，我让你们好好准备，只是希望我们的兵不要有伤亡。可不是，前期120个星途2阶的兵升级个村庄已经够奢侈的了。武天行可知道，上一世很多升级村庄的人手下也就50个2阶兵就都能升级了，他们120个2阶兵如果还升级失败了，那只能说他们倒霉。武天行看张飞虎还想说什么，摆了摆手说道：放心，如果真的失败了，那也不会差这30人。行了，你们都回去吧，好好休息，明天早晨起来集合。等大家都走了后，武天行坐在主位上，低头沉思着，他来来回回的思考着，想想还有没有纰漏。武天行，人族，称号村长，初级武将，声望0，资质 S， 境界星途3阶，武力9加 250%， 精神5，功法混沌神魔诀，混沌，技能初级枪法，初级剑法，初级刀法，狂暴，初级武将技，装备荒古无极戒指，青铜级，迅捷长枪，青铜中级，蛮牛盔甲，青铜中级，金钱7805，幸运10，灵魂100%，自由属性点0，物品特级军团令，青铜级，真剑村令。不错，2天后的武天行已经是星途3阶，战力全开能达到31的武力，全力攻击能达到3100公斤的力量。可以说现在的他一拳能把人打透了，只是短短几天时间而已。这就是荒古世界魅力，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第2天早晨，武天行回了一趟现实中，匆忙吃完饭就又回到荒古世界。
值得一说的是，张笑笑说的第二天有人来接他，确实如他所想，并没有人来，但他也没问，无非就是联系不上那个人了。只不过吃饭时，他看着他的眼神有些怪异。武天行差不多也能猜到他在想什么，也就是在排行榜上看见了他的名字，不确定是不是他。但武天行可没有给他解释的必要。吴小晶问了2次，他都没承认那人是不是他。在他还没有自保时，他可不会去炫耀什么，越少人知道他的事情越好。走出村长屋，武天行直奔军营走去。军营在外面看也就占地500平方米左右，但是当武天行进入里边时，空间极大，差不多有5000平方米。虽然武天行不是第一次进来，但每次进来都有一种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感觉。主公！张飞虎等人见武天行进来，急忙走过来躬身道：“无需多礼。”武天行摆了摆手，接着就走到150名士兵前方站定，拜见主公。150名士兵轰然一声，单膝跪地，大喝道：“都起来吧！”武天行深吸一口气，脸色严肃地看着这些士兵道：“今天是我们新武村升级的日子，也是我们真正开始走向世界舞台的日子。这个世界很大，也很危险，但是想要生活得好，我们就要必须拿起手中的武器去争，为了我们自己争，也是为了我们家人争。荒古世界刚刚开启，无论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还是为了我们整个人族，我们都要奋力的在这个我们一无所知的世界重新打下一片天地。”武天行缓了口气，语气高昂道：“我希望你们不要掉队，能够和我一起去见证这个世界的奇迹，一起去攀登这个世界的顶峰。你们有信心吗？”最后，武天行大喝道：“有！”轰！武天行气势冲天起，须发飞舞，继续大喝道：“有没有信心？”轰！下方150人笔直站立，气势凝成一股，冲天起，全都瞪大着眼睛，暴喝道：“有！有！有！”张飞虎等人在武天行身边，一时间也是热血沸腾，也跟着大喊着。武天行看着手底下这150个狂暴的 A 级兵，一时间也是信心十足。张飞虎！武天行喝道：“在！装备拿出来，让大家换上。”是。张飞虎点了20个士兵，急忙带着跑了出去。没多长时间，就见张飞虎一行人一箱子一箱子的往里搬着。打开箱子，放眼看去，都是整整齐齐的一套套盔甲和兵器。武天行看着这些兵器盔甲，嘴角不自觉地翘了起来。有了这些东西，他就不信还会有士兵牺牲。是的，武天行的打算是不需要牺牲一兵一卒，就要把村庄升级起来。制式长枪，青铜初级，属性锋利加3；制式盔甲，青铜初级，属性防御加3；制式长弓，青铜初级，属性锋利加3。每人一套，都换上吧，没学相应的基础武技也没关系，以后再慢慢学，先都装备上。武天行摆摆手，平静道。看着士兵都排着队领取自己的装备，武天行也不再停留，转身走出了军营。整个村子的村民也都知道了，今天是升级村庄的日子，很多人神色凝重，在王迅的指挥下忙着各种工作。武天行在整个村子四周来回走动着，看到了村庄每个方向都竖立着2座高10米的箭塔，整个村子四周都用原木围了起来。只可惜初始的村庄没有围墙，只有升级后才会有围墙，现在用原木围起来的是没有系统承认的，所以防御方面很脆弱，但是有也总比没有强就是了。走一圈，回到村长大厅，武天行看向领主石碑，伸手一点：新武村初级村庄，品级神级，封印中，明星75，属性领地明星正 50%， 领地对流民吸引力正 300%， 领地农作物产量增加 100%， 特性领地内修炼速度增加 100%， 特性领地村民资质加1，特性每10天吸引一个 S 级资质流民，村民数量612-500，村庄面积1平方公里，金钱1000金，村庄的钱和个人钱是分开的。建筑村长大厅、初级军营、初级仓库、初级市场、初级酒馆、电力系统、初级炼药方5，初级炼器方5，初级箭塔8，木屋100，材料木材12000，铁矿2200，石材8000，粮食2200。升级条件村民500名，不同建筑物5座，明星70。解封条件虚空石。武天行看着村庄的属性，深吸口气，升级定。是否需要花费800金币升级建筑？武天行眉头一皱，他上一世可没建造过村庄，他也不知道升级还需要金币。第19章市场。他仔细看了看介绍，才咧着嘴笑了起来。原来是花金币，在村庄升级时，整个村庄的建筑也跟着升级。比如说现在的箭塔，射出的箭支只能射死3、5粒的生物，超过3、5粒值的射中后，顶多受点小伤。如果升级后，箭塔射出的箭支就能够射穿6、5粒值的生物。
还有武器方和炼药方，直接就是翻新，建筑更加高大，能容纳的人也会更多。升级，这也没什么好犹豫的，虽然不花金币升级也可以，但是后期肯定是跟不上村庄的运作的。唰，一阵白光亮起，映射的武天行自然反应的闭起了眼睛。时间很短暂，也就短短几秒钟时间，白光消失，一切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定，世界公告：人族武天行第1名升级终极村庄新武村，特奖励金币1000，特级藏书阁图纸1张。食人魔族10天村的叶鲁站在一座山谷中，带领着几十只食人魔，正在快速的前行着。突然，世界公告的响起，让他瞬间停下了身体。食人魔族10天村的叶鲁脸色瞬间狰狞起来：人族的武天行，别让我知道你在哪，我一定会让你看着被我吃进肚子里。修罗族弑神村的阿萨加一脸的冰冷，暴喝道：杀！一片丛林中，一个身穿军装的年轻人抬头看了看天空，语气平静道：尽快查，一定要知道他是古人还是现代人。是，头。一座小岛上，一个身高1.6米左右的年轻人大喝道：八嘎，愚蠢的支那人！一个山谷中，一个身穿全身雪白礼服、满头金色长发的中年人看了眼天空，满脸的阴郁，沉声道：加快速度，我们才是世界的主宰。一个村庄里，张笑笑一身盔甲，手中提着一把长剑，站在一个英姿飒爽的女人身边。突然响起的世界公告让他的身体瞬间颤抖了下。怎么了，笑笑？与他站在一起的女人侧头看了看他，问道。张笑笑缓了缓神，摇头道：没什么，只是没想到咱们人族还有这种厉害的人物，竟然这么快就开始升级村庄了。英姿飒爽的女人抬起头看着远方，喃喃道：是啊，真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英雄，如果有可能，真想见一见他。武天行手中拿着藏书阁图纸，满脸的激动，他没想到现在就有了这种图纸。这种图纸在上一世都是有价无市的，主要是爆率太少了，而且需求量大。只要是建村的都需要藏书阁图纸，只有了藏书阁，才能证明你的领地有发展的前景。因为藏书阁建造出来后，只要拿出一本功法或者武技放在里面，只要花金币就可以让人无限制的学习，不用再每本功法只能让一个人学习，以后就消失了。毕竟现在士兵人少，还看不来，以后人多了，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武技功法供士兵学习。但是只要有了藏书阁，一切的问题就都解决了。这也是之前武天行对于功法也没太在意的关系，他一开始就知道领地想要发展，就必须要建造藏书阁。可以说藏书阁是每一个领地的心脏，没有藏书阁的领地最后肯定是被淘汰的。而且他这个还是特级的藏书阁，可以说一步就到位了。特级的藏书阁是可以作用到钻石级功法和特级武技的，如果是初级藏书阁，那也只不过是作用到青铜级功法和初级功法而已，即使有白银级功法放进去也不起作用。所以武天行才会这么兴奋。藏书阁的建造条件不难，难的是得不到。武天行一脸兴奋地把藏书阁图纸放进空间戒指中后，才打量起四周。只见原本几十平方的村长大厅，这时已经扩大了很多，大概能有200平方了。走出屋，武天行出现在门口，放眼望去，只见整个村子的建筑都变得比之前高大漂亮了很多，同时围墙也变成了3米高的木墙。突然武天行眼睛一亮，他看见远处有一座红木建造的建筑，门上方挂着的牌匾上写着2个大字：市场。他这几天都忙忘了，市场建造起来他都忘了看了，他急忙向着市场走去。这时四周的村民也都小心翼翼地打量着改变的村子，一个个都好奇地看着各种建筑。武天行没有管他们，走进市场大门，向里看去，入眼的是500平方米的大厅，四周是一个个几平方米的隔间，正前方是一块大屏幕，像是现代的电视屏幕一样。屏幕下方有一个平台，平台上画着各种各样的符号。武天行知道这个平台是传送物品用的，他也没去隔间里，因为隔间里也都是一个个小屏幕和一个平台，方便交易时的隐私，与外边这块大屏幕和平台没什么区别。武天行走进屏幕，用村长的权限打开了这块屏幕，只见屏幕闪烁间亮了起来，上面显示着各种各样的选项，有武器，有药剂，有杂物等选项。屏幕的中间还有一块选项是系统拍卖行，别的武天行也没看，因为在现在这个阶段根本就没几人建造出市场，所以正常交易区里也不会有东西，他主要还是看系统拍卖行。他点开系统拍卖行，果然就看见里面有5种物品。系统拍卖行里的物品是荒古系统自主放上去的，每星期更新一次，每次卖出去一样，系统就会更新一次物品放上去，1星期后就会全部刷新。武天行仔细的看去，只见上面有初级武将石、白银级武器、白银级功法、破虚珠、制式轻弩图纸。靠，也都太贵了。武天行看了半天，每样他都想要，关键是他基本上都买不起。初级武将石起拍价5000金币，一口价5万；白银级武器起拍价1000，一口价1万；
白银急功法起拍价2万，一口价20万；破虚珠起拍价5000，一口价5万；制式轻弩图纸起拍价1000，一口价1万。一口价看来是不行了，只能竞拍了。武天行咂了咂嘴，嘀咕道：“主要是竞拍不把握，如果他竞拍了某样物品，只要24小时内没人竞拍，那就属于他了。如果有人出高价，他还得重新竞拍，而且还得重新等24小时，除非要到每星期更新时，不用等那么长时间，但是也得是价高者得，谁手快谁竞拍到还是个问题。钱不够，武天行也没办法。他看了眼下次更新时间还得2天，他也无奈了。2天后黄花菜都凉了。他用最低价竞拍了白银级武器、初级武将石和制式轻弩图纸，然后他就转身走了出去。拍不拍得到，也只能看运气了。他就这点钱，他也没办法。第20章，白虎。低级村庄升级中级村庄时，方圆10公里内的生物脑海中都会显示升级的村庄位置，持续12个小时。因武天行最近2天基本上已经把方圆5公里内的野兽清理差不多了，所以如果有攻打村庄的生物，也不会这么快到来，他也不着急。走出市场，这时只见张飞虎已经带领着士兵奔向村庄的4个方向的大门处。武天行不紧不慢地跟在后方，也往东大门处走去。他感觉如果有危险，也许会是东方，因为这2天他探查四周时就发现了东边野兽是最多的。150人的士兵，张飞虎带领60人驻守东门，张飞豹带领30人驻守西门，王图带领30人驻守南门，高顺带领30人驻守北门。时间慢慢流逝，武天行站在东大门口，向远处望去，只见零零散散的野兽，这时已经慢慢的向村庄这边聚拢。主公，南方北方也陆陆续续的出现了野兽，但是没有东方这边多，至于西方到现在还没出现野兽。这时武天行的禁卫王猛从村里跑了过来，喘了口气，汇报道：果然和武天行猜的没错，西方是山谷的出口，基本上都是一片平原。前几天他就是从那里进来的，所以他也想到那边可能没有野兽，但是为了安全起见，他还是在那边安排了人。时间1点过去，这时也到了中午。由于是4月份，阳光照射到人们的身上，暖洋洋的，让人有一股犯困的感觉。野兽越聚越多，也越来越近，黑压压一片，有天上飞的，地下跑的，粗略一看大概有上千只。武天行这时也神色凝重了起来，他没想到会有这么多野兽，这还是一个方向的，这让他有些措手不及。上一世他记得升级中级村庄时，4个方向总共加起来也就300左右只野兽而已，他这次不知道什么原因会出现这么多野兽，有可能是这个山谷里本来野兽就密集有关系。弓箭准备，天上的飞禽。这时前方领兵的张飞虎暴喝一声，唰！50个士兵整齐划一地拉开手中的制式长弓，斜指向天空中腾飞而来的飞禽。轰轰！这时地面的野兽也开始聚集在一起，向着村庄狂奔而来。张飞虎神色凝重，眼睛微眯，仿佛呼吸都停止了一般，猛然间大喝道：射！嗡的一声，50支箭支犹如雨淋一般冲向天空中飞禽群中。一瞬间飞禽就被射杀70多只，要知道这些士兵可都是2阶兵，还有特级军团令的加成，每个人都有600公斤的力量。射杀70只飞禽算是少的，这还是很多人没有学过基础剑法的问题，否则射杀数量还能翻一番。没看见有几个学过基础剑法的士兵射出的弓箭都是瞬间穿透射杀3只飞禽。继续射！一波箭支过去，张飞虎继续大喊着：嗡嗡！一片片的箭支冲天起，一片片的飞禽被射杀，尸体从天空中掉落而下。武天行脸色严肃地看着前方奔腾而来的野兽，地面犹如肋骨般的震动，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手中提着的长枪也瞬间握紧。这时竖立在幕墙旁边的2座箭塔也同时射出了安装进去的箭支，每秒钟1支的箭支连续不断的射出，一时间天空中的飞禽被射杀的犹如雨下。看着地面的野兽距离还有200米左右时，武天行身形闪烁间就突入到士兵的前方。张飞虎这时也急忙喝道：前方40人换长枪，2人一组，挡住野兽的冲撞。说话间也提着长枪挡在了士兵的前方。杀！看着野兽还有50米左右的距离时，武天行猛然间一声大喝，提着长枪，身形犹如箭头般的扎进野兽群里。同一时间，张飞虎和王猛2人也带领着40名士兵跟着冲进野兽群中。嗷！吼！滋滋！各种各样的野兽，大的小的什么种类的都有，见武天行等人冲来，也都狂暴的尖叫起来。轰！武天行犹如一枚炮弹般，一进入兽群中，手中长枪就横扫而出，一时间挡在他前方的野兽全部倒飞而回。轰轰！长枪抽打在兽群中，发出爆炸般声响。张飞虎等人也在武天行撕裂开的口子处扎进兽群中，40多人长枪舞动，
犹如一堵城墙，霎时间挡住了急速冲来的兽群。武天行抽空看了一眼身后，发现张飞虎等人挡住了兽群，心里也忍不住舒了一口气。他就怕一瞬间被狂暴的兽群冲破士兵们的防线，那样幕墙是挡不住兽群的冲撞的。如果被兽群冲入村庄里，就会很混乱，伤亡也会不可避免的增大。这时武天行也心中大定，嘴中大喝一声，手中长枪如长鞭如幻影，身形辗转腾挪之间就是10多米的距离。凭借他全身31的武力值，行走在兽群中，他走到哪里的野兽就犹如破布袋般抛飞出去。一时间，他就像是行走在兽群中的恶魔，一路血腥，真就是擦着伤碰着死。砰！吼！张飞虎与王猛两人也是非常的狂暴，除了挥动手中的武器，双脚也不停地踢出。没多长时间，两人的四周就堆满了野兽的尸体。身后跟随的40个士兵也是两两一排，一脸坚定地厮杀着，手中长枪不间断地挑、扎、砸。身前的野兽尸体也是越积越多，一时间竟没有一头野兽冲过他们的防线。身后留守的20名弓箭手双手不间断地拉弓，直射的天空中一片清明。同一时间，南北两个方向也开始厮杀了起来，西方却是一直还没出现野兽。虽然两个方向的野兽比东方少了很多，但由于人少的问题，也是阻挡得很艰难。持续的厮杀，时间慢慢过去。王迅站在东方的幕墙上，向远方看去，脸色却越来越凝重。野兽像是无穷无尽一般，从远方的树林中陆续的冲出来，加入野兽群中。噗嗤！武天行一枪捅死一只野猴子，稍微喘了口气，也向远方看了一眼，脸色瞬间难看了起来。高强度的厮杀也让他开始疲惫，他没想到这次升级村庄会这么艰难。从开始到现在，短短半个小时，他自己就已经杀了300多只野兽，没想到现在野兽没有减少，还有越来越多的趋势。他回头看了眼，只见这时士兵们的脚下已经堆了厚厚一层的野兽尸体，他都不用查，也差不多能估算出来，杀死的野兽也有500-600只。呼！武天行侧身躲开一只白花的老虎袭击，惊出一身冷汗，急忙抬起手臂，手中长枪如电，急速地向白虎刺去。当的一声，武天行没想到老虎灵活地翻过身，挥动爪子挡住了他的长枪。第21章陆续升级。吼！白虎被长枪的力量带动着甩出3米多远，瞪着一双虎目，冲着武天行吼叫一声，紧接着就弓着腰，挥舞着双爪，张着血盆大口窜向武天行。武天行神色凝重，野兽现在还没有起质，所以不上排行榜。一时间他也不好判断这只白虎有多厉害。唰！寒光凛凛，白虎的速度非常快，刹那间双爪就直奔武天行的脑袋划来。武天行急忙侧身后撤，手中长枪横扫向白虎头颅。吱嘎！一串火星冒出，武天行抓着长枪后退几步。他没想到这只白虎不光是速度快，就连力量也会这么大，而且爪子也犹如钢铁般。吱嘎！白虎落地，轻如鸿毛，四爪一蹬地，又毫不迟疑地跳起，攻向武天行。武天行还没稳住身形，只能提起长枪挡住白虎的袭击。吱嘎！一时间，一人一虎杀得难解难分。武天行基本上都是在防守着，主要是这只白虎的速度太快了，力量也就与他差不多而已。没多长时间，武天行身上穿的终极盔甲就被白虎用爪子划得破破烂烂。砰的一声，武天行终于抓住机会，抽中了白虎的后腰处，把白虎抽飞了出去。呼呼！武天行拄着长枪大口呼吸着，幸好有盔甲，不然真就被开膛破肚了。他心中暗想着。吼！白虎被武天行一枪抽中，伤得也不轻，后腰处明显凹进去一块，四爪翻腾了半天才站了起来，起身就狂暴地吼了起来。2米多长的身体，腰部微弓着，露出寒光闪闪的虎牙，愤怒地看着武天行。一时间，白虎四周的野兽都吓得瑟瑟发抖。武天行也知道白虎愤怒了，但是他也不惧，上一世多少次的生死厮杀，这种场面还吓不住他。他提起长枪，直指白虎，深吸一口气，猛然向着白虎冲去。是的，这次他要主动进攻，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他之前一直都是被动的防守着，没有攻击的机会，可把他憋屈坏了。唰！吱嘎！砰！武天行犹如一头暴龙，横冲直撞，只要白虎不是攻击他的要害，他就不管不顾的攻击，全力的攻击。噗嗤！短短几个回合，武天行的长枪就贯穿白虎的脖颈中，从另一边透出。呲！砰！抽出长枪，一股鲜血喷了出来。白虎最后眼神涣散的躺下了身体。呼呼！武天行也累得够呛，大口的喘息着，全身也是破破烂烂，顺着破烂盔甲处还能看见里边的身体冒着鲜血。毕竟才是防御6的盔甲，还挡不住白虎利爪的攻击。也许是武天行杀掉了最厉害的白虎，所以
短时间四周的野兽都绕着他走。武天行四周看了一眼，发现野兽的数量终于慢慢的减少了，心里才稍微松了一口气。他也知道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提起长枪继续厮杀起来。当武天行杀掉白虎时，远处的张飞虎和王猛两人也同时松了口气。刚刚他俩的心都提了起来，不顾一切的要冲过去，但是野兽太多了，短时间根本就冲不过来。看见白虎被杀掉，两人才慢慢的撤回了士兵的前方。这时天空中的飞禽在20名士兵和2座箭塔的辅助下，终于清理的差不多，剩下为数不多的也都吓得匆忙往回飞去。空出来的20名士兵急忙换上长枪，帮助张飞虎等人厮杀。刷刷！就在这时，张飞虎和王猛两人身上闪烁出白光，没想到两人这时升级了，突破到星途3阶。杀！两人一升级，就都暴喝一声，轰轰！一时间，张飞虎前方的野兽犹如被卡车撞到一般，全都抛飞出去。王猛手拿长刀，犹如砍西瓜般，血腥一片，碎尸满地。霎时间，两人身边就清空一片。尤其王猛学习的还是白银级功法，比张飞虎还狂暴。身后的40个士兵看见两人升级后的勇猛，也都打起了精神，奋力的厮杀着。随着时间慢慢流逝，两人身后边的士兵也都陆陆续续开始升级，野兽的数量也慢慢的减少。又是半小时过去，终于在最后一只黑猩猩死在武天行长枪下，厮杀才停止。呼呼！60个士兵，张飞虎、王猛和武天行一时间全都坐在地上大口呼吸着。太艰难了，数量也太多了，幸好最后大家都陆陆续续的开始升级，否则能不能守得住还真是两说。后期他们都没有力量了，全都是靠着毅力硬坚持着，稍一松懈有可能就被野兽扑倒，倒下就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恢复了几分钟，武天行又急忙站起来往村庄走去。他现在还不知道另3个方向什么情况呢。张飞虎等人一看他站起来，也都急忙跟着站起来。武天行摆了摆手道，你们先休息吧，我回村子看看情况。王迅这时已经从城墙上下来，急忙跑过来搀扶住武天行。他也知道武天行想问什么，没等武天行问他，就急忙道，村庄另3个方向都没问题，在5分钟前就都结束了战斗，我看这边也快结束了，就没让那边的人过来。主公你怎么样？我已经找人去叫小静了，您先休息下。呼！武天行听后松了口气，走到幕墙下坐下，吩咐道，那就好，告诉他们都别松懈，持续时间12个小时，保不准后期还会有战斗。还有，安排一些可靠的村民打扫战场，首先把爆出来的物品收起来。王迅凝重的点点头，接过村民送过来的水递给武天行，然后道，主公放心，我刚刚已经安排下去了。武天行咕咚咕咚把一碗水喝掉，才微微一笑道，有王叔，我也确实省了不少心。这时王静带领着10个人，每人都背着一个小木箱，匆忙的从村中跑了出来。王静直奔武天行跑来，看到武天行全身破破烂烂，鲜血淋淋的，差点没吓得哭出来。没事没事。武天行看他这样，急忙安慰道。王静强忍着颤抖的手，帮着武天行慢慢的把盔甲脱下来，疼得武天行直咧嘴。当盔甲脱下后，王静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只见武天行里边穿的一身白色麻布衣，这时已经被鲜血染成了红色。旁边的王迅也瞬间眼睛通红一片，双手紧握着，显示出他心里的不平静。第22章修罗线。没事，别哭，我这也就都是皮外伤，休息1、2天就好了。武天行就怕女人哭了，急忙安慰着王静，但是微风一吹，瞬间就感觉伤口处撒了一把盐一般，疼得他倒吸一口凉气。王静也知道正事要紧，急忙擦了擦眼泪，慢慢的给武天行擦拭上药包扎起来。武天行受的伤也不算是太重，伤口也不算深，都是那只白虎找伤的，血流了不少而已，只是看着吓人。武天行一边被王静摆弄着，一边转移注意力，问王迅道，我们有没有人伤亡？死亡的没有，受伤的有5人，但是也得休息几天后才能战斗。王迅回道。武天行神色一喜，脸色高兴道，不错，只要没有伤亡，我们这次就是稳赚，而且还能让我们村庄往前跨越一大步。王迅这时也微笑了起来，缓缓道，确实是，不说爆出的物品，光是这些能吃的野兽肉也能让我们大赚一波了。我们吃不了就都放到市场里卖掉，我估算光是野兽肉就能给我们带来几万金币的收益。哈哈！武天行越听越是高兴，忍不住大笑了起来。要知道市场里还有几样物等着他竞拍呢，这次如果金币够了，他就都拍下来。王静看着武天行激动的样子，来回晃动着身体，虽然他心里也跟着高兴，但是也弄得他手忙脚乱，气急的他急忙道，哎呀，你别乱动啊。嘿嘿，不好意思。武天行看着王静又要哭出来的样子，赶忙道，我不动，我不动，谁动谁是王八。王静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抿着嘴道：“一动不动的才是王八。”武天行看着王静一笑倾城的样子，还愣了愣神，但他的下一句话却是让他满头黑线：“你个丫头跟谁学的这些？以后学点好的，不许削贫嘴。”武天行咬牙切齿地瞪着他道：“还不是跟你学的？”王静小声嘀咕着。武天行抬头望天，思考着，他什么时候说过“一动不动是王八”这句话？好了，就在这时，王静也终于给他包扎完了。最近2天别再动手，过2天就好了，否则伤口还得崩裂开。武天行也不再乱想，抓起旁边王迅叫人拿过来的一套衣服就套在了身上。王叔，你叫人再给我拿一套盔甲过来，我这套不能再用了。武天行穿好衣服，冲着王迅道：“不行，你现在不能再用力了。”王静一听，急忙在旁边喊道。王迅也脸色焦急道：“是啊，主公，下午应该没什么事了，你就别穿盔甲了。”没事，我先把盔甲穿上，以防万一。如果没大事，我也不会下场的。武天行也知道两人是为他好，但是他也得以防万一，伤口崩裂开，大不了再包上就是了。王迅与王静也知道劝不住他，王静跺了跺脚，跑开帮助别人去了。王迅无奈，也只能安排人给他送来一套盔甲。10点升级的村庄到现在已经1点了，必须要坚持到半夜10点钟才能算是村庄升级成功。武天行坐在幕墙底下，看着忙碌的村民，有收集爆出物品的，有收集野兽肉的，也有送水送饭的。吃过饭后，武天行等人就都仰躺在幕墙的下方，慢慢的睡了过去。时间缓慢的过去，当一声兽吼声响起，武天行等人才醒了过来。武天行站起身，向远处看去，只见远方稀稀落落的几十只野兽正在四处徘徊着，看样子一时间也不敢冲过来。武天行看了眼时间，发现已经下午5点钟了，没想到一觉睡了4个小时，看来是真的累到了。主公，情况有些不对劲。这时王迅走了过来，脸色凝重地看着远方说道。武天行一听，眉头忍不住挑了挑，什么情况？我之前在幕墙上好像看见了修罗族，但是我也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离得有些远，看得不太清楚。王迅语气有些迟疑地说道。武天行脸色瞬间大变，转身轻身一跳，就跳到了3米高的幕墙上。由于他的身体素质比王迅高的太多了，就算是眼睛的视力也不是王迅能比的。站在幕墙上，他向远方看去，脸色瞬间就难看了起来。果然如王迅所说，只见在树林边上，这时一个又一个的修罗族人在四周走动着，现在大概的数量已经达到了200多个，还有源源不断的修罗从树林中走出来。这可麻烦了，虽然现在士兵已经有一些升级到星途3阶了，但毕竟还有一部分没升级的，修炼的也都只是青铜级功法。要知道修罗族人最低修炼的功法都是白银级的，大多数都是黄金级的，少数是修炼钻石级的。这也是之前武天行一直不愿意招惹修罗族的关系。其实现在武天行手下的士兵1对1修罗族也不虚，虽然修炼的是青铜级功法，但有特级军团令加持，2阶兵也有6点的武力值了。修罗族人即使修炼的黄金级功法，也大多数是2阶兵而已，军团令都不一定有，也就是4点的武力值而已。就算是3阶的修罗兵，因为武力属性和精神属性不能相差一半的关系，顶天了也就6点武力值，他倒也不怕，主要怕的是3阶修炼钻石级功法的修罗和数量。一旦这种修罗数量一多，他手下的士兵肯定就会有伤亡，这可不是他愿意看到的。武天行咬了咬牙，从幕墙上跳了下来，吩咐道：“王叔，你安排人去令3个大门处，告诉高顺等人视情况而定，支援东门。”是，主公。王迅也知道时间紧急，也不废话，急忙反身跑进村中。这时旁边的张飞虎和王猛2人也看出了事情的严重性，连忙开始组织士兵进行准备。10多分钟后，就见到高顺、王图、张飞豹3人带领着大批手下从村庄中跑了过来。参见主公。一到身前，一帮人就都单膝跪地，大声喝道：“都起来吧！”武天行看着3人基本上把人都带来了，疑惑道：“你们那边不用防守了吗？”王图一身盔甲，满身的狼狈，却也掩饰不了他那骚包的气质，手中挽了个枪花，满脸微笑道：“我驻守的南门暂时连一个野兽都没有了，我留下了10个士兵，如果有情况会及时的汇报过来的，没什么大问题。”张飞豹也道：“西门也同样，一开始就没多少野兽，我也留下了10个士兵。”高顺也点了点头，沉声道：“北门总共击杀600多只野兽，一时间也没有野兽再赶过来了，也是留下10名士兵防守，剩下20名士兵我都带过来了。第23章，主公懂他们。行，你们安排好就行。”武天行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武天行查看了下3人和手下士兵的升级进度，他发现高顺3人都已经是星途3阶，60名手下其中也有20名是3阶兵了，这让他很高兴。要知道不同的等阶可不光是武力值的差距，而是整体的差距，比如气势和精神都是一方面。就像是武天行手下这些3阶兵，
如果遇见比他们武力值高1-2点的二阶兵，他们也不惧，都能打个平手，这就是等阶压制。噔噔噔，这时王迅又从村中跑了出来，手里拎着个布袋子，跑到武天行面道：“主公，你看下，这里边的东西都是刚刚爆出来的物品，我查看了下，应该对接下来有用。”武天行接过布袋子，挨个看了一遍，脸色瞬间大喜，真是瞌睡来了，有人给送枕头。里面装着的是3颗初级武将石，1本初级武技。他把3颗武将石掏出来，随手扔给了张飞虎两兄弟和王图。至于王猛，只能等下次了，或者等市场里拍卖的那颗。而高顺本来就是高级武将，也用不上，毕竟张飞虎3人可是第一天就跟着他的老人，率先给他们也没毛病。张飞虎3人慌忙接过武将石，都是满脸的兴奋。多谢主公！3人连忙躬身道谢。武天行不在意的摆了摆手，都用了吧？3人点头，迫不及待的把武将石用掉。武将石可是不容易得到的，要知道他们杀了好几千只的野兽，还是在攻村期间也才爆出来这3颗而已。如果是平常运气不好，杀1万只野兽能爆出1颗就不错了。而且能爆出来这3颗，武天行甚至都怀疑是不是他杀野兽爆的，毕竟他可是有10点幸运属性的。紧接着武天行又把那本初级武技拿了出来，装部初级身法。他想了想还是没学，随手把身法武技放进了空间戒指中。他打算等藏书阁建造起来后，把这本武技放到藏书阁里，花钱让大家一起学。他现在自己学就浪费了，身法武技可不是那好得的。他上一世3年时间遇见的人很少有学习身法武技的，可见身法武技的稀少。还有就是谁幸运的得到了高级身法也学不了，因为没学过初级身法。这就像是说还没学会走就想跑，那是不可能的，最后只能无奈放进市场里卖掉，或者和谁做交易。刚才有没有爆出高级的盔甲？武天行抬头看着王迅道：“有，我都带来了。”王迅明显早有准备，微笑着伸手往前一挥，身前空地上就多出一堆武器和装备。这也是他刚才为什么后出来的原因，他刚才就是去装这些东西去了。至于他手上的空间戒指，是昨天武天行杀的一只大猩猩爆出来的，回来就扔给了他，让他方便使用。高级装备1件，中级装备7件，中级武器4件，今天爆出来的中高级的武器装备都在这了。王迅看着地上的这些武器和装备，一脸的无奈道：“他感觉太少了，杀了那么多的野兽，高级点的东西就爆出这几件。”武天行苦笑了下，道：“这就不错了。其实荒谷设定的爆率本来就低，我们以后主要来源还是要自己打造。我也知道，但还是感觉太少。”王迅摇了摇头。武天行挑选了1件高级装备和1把中级长枪后，冲着张飞虎等人招了招手：“剩下这些你们自己选。”之后也不再管他们，他把高级的装备穿上。钢铁盔甲，青铜高级，属性防御加10。看着手中这套装备的属性，他感觉穿上后，现阶段还真没有多少人都够破防的。穿戴整齐后，他又上了幕墙，向远方看去，发现修罗的数量已经达到了骇然的400个左右，正在一个领头的修罗人带领下，向着村庄方向狂奔而来。全都准备好，修罗人已经过来了，3阶兵堵在前方，2阶兵站在后面。武天行站在幕墙上，一脸的凝重，向着下方喊道：“是，主公。”武天行其实倒不怕自己的安全，凭借他现在的武力值和钢铁盔甲，还真没有谁在现阶段能杀了他。他主要是怕自己手下的士兵伤亡，毕竟培养士兵不容易，每一个士兵都是从新人一点点升阶的，牺牲一个都是村庄的损失。120名士兵在张飞虎等几个武将的带领下，井然有序地分布好站位，短短1分钟就都整齐划一地准备好，看得武天行点了点头。要知道前2天这些士兵还都是松松垮垮的样子，没想到2天时间就都像模像样了。不用想，他也知道肯定是高顺的功劳，毕竟只有他当过兵，也只有他有这个能力。武天行跳下幕墙，看向王迅道：“你们都先回去吧，把大门关上，防止修罗冲进村庄造成伤亡。修罗人可不是没有智商的野兽，一旦冲过士兵的防线，看见大门大开着，真有可能冲进村庄去。”王迅点了点头，急忙带领着剩下的人返回村庄。吱嘎，木质的大门从里面被缓缓地关上。武天行走到士兵的前方，面对着他们，脸色凝重地把每个士兵都看了一遍，才缓缓道：“这次来的是400名左右的修罗族人，他们不是没有智商的野兽，相反，他们甚至比人类还聪明。他们普遍都是修炼的黄金级功法，他们嗜杀成性，要比野兽难对付得多。所以我们在战斗时，同时也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虽然说战争就会有不可避免的牺牲，但我还是希望尽量不要有伤亡，因为你们都是重活一世的人，每个人的生命都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兄弟。”这时下方120多人，每个人都是眼眶微红。武天行把话说到了他们的心坎里去了。是啊，他们都是重活一世的人，每个人都真很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没有死过的人是不会懂得他们对这片天空的眷恋，但是武天行懂，他们的主公懂，这就够了。第24章，修罗族阿布。武天行沉默地看着他们，给他们一些消化的时间。过了一会，他的声音才又缓缓地响起，所以我们要拿起手中武器，为了保护自己，也为了保护我们身边的兄弟和朋友，与敌人战斗到底。武天行的声音突然增大，你们说，有人想要毁掉我们好不容易建造的家园，我们该怎么办？能怎么办？下方120多人猛然间举起长枪，大喝道：杀！有人不想让我们活，我们怎么办？杀！轰！这时武天行也突然间气势爆发，长枪斜指向天，瞪着通红的眼睛暴喝道：长枪所向，一切敌者杀！杀杀！轰！120多人气势爆开，一时间压抑的空气仿佛都静止了一般。长枪所向，一切敌者杀！杀杀！长枪所向，一切敌者杀！杀杀！杀杀杀！正向村庄突进的一群修罗族人，这时突然听见前方人族的暴喝声，一时间脚步都有些凌乱。领头的修罗族首领抬头看向村庄方向，心中也不由得一沉，脸色也稍微凝重了起来。不愧是人族第一名建村的首领，果然有些能耐。修罗族首领心中暗想道。修罗族人的速度很快，仅仅10多分钟就接近了村庄，离村庄500米时停住了脚步。这时武天行也带领着手下，人手一剑长弓，遥指着对面一群修罗族人。只见对面的修罗族人全身血红，面部一张占据着半个脑袋的血盆大嘴，任谁第一次看见都会吓一跳。上一世就有很多现代人，尤其是女人，一见到修罗族人就吓得逃跑，不管打不打得过，先跑再说，主要是太他妈吓人了。对面400多的修罗族人都是一身皮甲，人手一剑长刀，全员都是井然有序地站立着，一看就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这时只见前方的修罗族首领向前走了几步，大声喝道：人族武天行是吧？第一个建村的人族，遇到我阿布算你倒霉，以后这个村庄属于我了。如果放弃抵抗，我会让你们死得舒服些，否则我会让把你们碎尸万段。呵呵，不吹牛逼你会死，排名56的垃圾也敢来我新武村找事，你是嫌死的慢吧？武天行冷笑一声，满脸的不屑道。刚刚阿布报出姓名后，他就在排行榜上查到了他的村庄排名56，低级血屠村修罗族阿布，评分808。虽然血屠村的评分有808分，但是现在他的新武村的评分已经达到了1346分，比血屠村强的可不是1点2点。阿布看样子也不着急攻村，同时也听出了武天行语气中的不屑。他手中随意的提着长刀，语气嘲讽道：别以为排行榜的评分比我高就感觉比我强了，上面的评分是综合村庄的一切来评估的，无论是资源还是村民都算在内。你别告诉你的村庄没有领名，就你们这120多人，如果真要是这样，那我可真要想想是不是该逃走了。哈哈！说着说着，阿布就哈哈的大笑了起来，同时身边的修罗族人也跟着大笑了起来。他们感觉武天行这个人族第一人很可笑，只是带领着120多人就想挡住他们400多名修罗人，简直就是个傻子。武天行嘴角微微翘起，也不说话，只是静静的像是看傻子一般看着他们。阿布说的村庄评估的分数他也知道是怎么回事，无非就是他的村庄没有村民，全民皆兵，所以他们村的800多评分实打实的都是战力分数，不像新武村那么高的评分，大多数都是村民和资源评估出来的。武天行也不屑和他争论，虽然排行榜上的评分也确实只能作为参考，但是他的800多评分还真就没让武天行看得起。阿布一帮修罗人笑着笑着，慢慢的就尴尬了起来。他们发现人族都静静的像是看傻子一样的看着他们。阿布突然感觉像是吃了苍蝇一般的恶心，脸色瞬间狰狞起来，虽然本来就很狰狞了。好，很好。阿布恼羞成怒道，真希望一会你们还能这么平静。杀，给我杀，我要让他武天行成为历史，成为人族的笑话。阿布挥舞着长刀暴喝着，同时也身先士卒的向着武天行等人狂冲而来。射！武天行眯起眼睛，看着对面修罗族人进入射程后暴喝道。同一时间他也拉开长弓，向着阿布射去，箭之如电，直奔阿布的脸面。阿布正在狂奔，500米的距离，他感觉凭借他的武力只需要10多秒钟就能到达武天行的身边。没想到刚跑到一半，心中就闪出强烈的危机感，同时眼前闪过一道亮光，他急忙脑袋向侧方歪去。可惜为时已晚，武天行射出的箭支速度太快了，瞬间就到了他的面前。噗嗤一声，箭支从他的脸颊处穿过，幸好他稍微闪躲一下，只是左脸部被贯穿了，否则就这一下他就要凉了。这时他的心脏一阵跳动，太危险了，就差那么一点。阿布瞬间狂暴了，不顾脸上的伤口，大吼一声，身形如幻影般
短短几秒钟时间就冲到了武天行身边，长刀当头就劈了下去。武天行射出一箭后，看见没射死阿布，就把弓箭收进空间戒指里。他也知道阿布不可能给他射第二下的机会了。他身边的士兵也只是射出了2箭，就扔掉长弓，换上了长枪。当，武天行长枪举起挡住阿布的长刀，手臂一震，就把阿布弹了出去。阿布忍不住的后退，踩踏的地面砰砰震动，脸色瞬间就变了。他没想到武天行的力气这么大。武天行脸现嘲讽，就这样的武力还跟他装逼，刚一接触他就差不多估算出阿布的武力了，顶天了20点的武力值。当然在现阶段20点的武力值也算是顶级了，他如果没有特级军团令，也许还不如阿布呢。阿布这时也看出了他和武天行的差距，他知道弄不好他今天就要交代在这了。他怎么也没想到武天行会强到这个程度。其实他也确实是估算错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武天行现在修炼的是混沌技功法啊！阿布越想越是绝望，武天行可不会给他时间在那乱想。长枪如龙，狂暴地向着阿布的头颅刺去，1寸长1寸强。阿布慌忙地用手中长刀格挡着。当，砰！虽然他用手中长刀挡住了长枪，但是长枪上传来的力量却是让他瞬间抛飞了起来，砸在了后方的修罗兵身上。阿布的手臂颤抖着，看着武天行又向他冲来，急忙起身，猛然凝聚起全身的武力，大喝道：“狂刀斩！”高级武将技狂刀斩，凝聚全身武力，爆发出3倍的战力，连续斩出5刀，结束后陷入虚弱，持续1小时，冷却时间12小时。第25章死神高顺。武天行见阿布全身凝聚起来的气势，心中一惊，急忙停下前冲的身体，同时也是大喝一声：“狂暴！”初级武将技狂暴，瞬间爆发出1倍的基础武力值，持续1分钟，结束后陷入虚弱，持续1小时，冷却时间12小时。武天行早就知道阿布作为一个首领不可能那么容易被杀死，所以他也一直都在防备着。果然阿布爆发了，但是武天行也几乎是同一时间爆发了武将技，两人一起爆发的气势一时间让四周的地面都是一震。阿布双目怒瞪着武天行，手中长刀快如雷霆，闪烁着一道道银光，霹雳般的向着武天行落下。武天行这时也脸现惊悚，双手托起长枪，全力格挡。轰轰轰轰轰，咔嚓！长刀连续劈砍在武天行的枪杆上，震天般的响声，一时间两人四周烟尘漫天。在后方的张飞虎等人这时也都看过来，脸色骇然，他们也没想到两人会造成这么大的声势，一时间心中都是担忧不已，就连双方的厮杀声都不知不觉间小了很多。烟尘慢慢散去，首先露出的是阿布，只见他的长刀丢在一旁，无力地坐在地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前方。嗨嗨！就在这时，一阵咳嗽声响起，同时武天行的身影也慢慢地显露出来。只见这时的他双腿陷入大地里，直到腰处，长枪断成2截，被他抓在手中。左边肩膀处的盔甲有一道长长的刀痕，但幸运的是还没破防。他的嘴中咳嗽2声，吐出2口鲜血，这才抬起头看向阿布。武天行扯了扯嘴角，他确实是失算了，没想到对方会有高级武将技。要知道，即使用了武将时，也不一定就会领悟武将技的，而且还是高级武将技，这一下差点让他翻盘。使用武将时，只有30%的几率能够领悟出武将技，更不要说还是高级武将技了。阿布看到武天行只是吐了2口血，略显狼狈而已，他就知道自己没机会了，眼神也瞬间的暗淡了下去。武天行慢慢的把身体从坑中拔了出来，拿着半截长枪，慢慢的走向阿布。他不是不想走快，而是全身都麻了。保护首领！这时，对方的修罗族人也反应了过来，焦急的大喊着向武天行冲来。杀！给我挡住！张飞虎等人见主公没事，也都士气大振，暴喝一声，向着对方杀去。你！阿布看着慢慢走到近前的武天行，张嘴刚要说话，扑哧一声，断了一半的长枪被武天行毫不犹豫地刺入他的头颅中。武天行可没兴趣听他废话，而且还是一个要死的人废话。捡起阿布死后掉落的2件物品，他就猛然地向张飞虎等人奔去。这时他用武将技狂暴的持续时间快到了，他可不敢自己单独地站在战场中间，那样是很危险的，到时随便来一个修罗族的小兵都能把他杀了。武天行刚跑回到张飞虎等人的后方，就感觉全身像是被抽空了一般，酸软无力，不由得脚下一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修罗族首领的死对于修罗族人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他们满腔怒火无处发泄。这时见武天行全身无力的坐下，全都怒不可遏的瞪着血红的双眼向武天行冲来。杀掉武天行，他陷入虚弱了，我们要为首领报仇。张飞虎等人也知道他们的主公用了武将技，
现在正是虚弱的时间，所以也都是拼了命的阻挡。武器碰撞和武器入肉声不间断的传出，短时间就进入惨烈的厮杀中。由于人族这方的人数只有120多名，所以只能一人对付3到4个修罗族人。虽然他们人数少，但也阻挡住了修罗族人的进攻，而且还在不断的击杀对方。毕竟两方对比下，还是武天行手下的士兵要强一些。时间缓缓的流逝，修罗族人不断的死去，却不见人族数量减少。一时间，修罗族人都露出了恐惧的神色。他们拼尽了全力去进攻人族的士兵，却每每都是被一枪击退。无论是力量还是速度，都和人族的士兵差得太多了。即使他们4人围攻1人，也是不断的被击杀。他们也是智慧生物，也怕死。看着身边不断被击杀的族人，都恐惧了，害怕了，就连攻击都开始畏畏缩缩的。终于有一个修罗族人忍不住心里的恐惧，转身就向回跑去。有了一个就有2个，又过了几分钟后，终于修罗族人全都转身四散而逃。张飞虎全身沾满了鲜血，犹如在血海中洗了澡一般，伸手抹了把脸后，抬脚就向前追去。给我杀，一个都别放过！高顺一脸的冷漠，一言不发，手中的钢刀如死神的镰刀追在修罗族人的身后，一刀一个，真是吓得修罗族人肝胆俱裂。这一战要说修罗族人最怕的是谁，不一定是武天行，但绝对是高顺。因为高顺全程都是一言不发，冷漠如冰，即使对战10多个修罗族人，也基本上就是几刀一个，真如死神降临一般，一点一点的收割着他们的生命。战斗的时间很短，也就是10多分钟而已，400多修罗族人就被杀了3/4。可见武天行的手下在前期也确实是武力不俗了，尤其是用了武将石的几人，更是武力爆表，杀的修罗族人也是最多的，基本上每人都最少杀了30个左右。尤其是高顺，他一人就杀了50多修罗族人，可见在这个前期，高级武将有多么逆天。士兵去追击修罗族人后，这时村庄大门也吱嘎一声从里面打开，王迅带领着一帮村民和药师，急忙跑到武天行身边。快，小静快给主公看看！刚刚王迅在幕墙上可是看到了武天行与对方修罗族的首领对战，真是吓得他心脏一直在提着。这时的武天行脸色也确实不好看，一脸惨白，就像是要死了一样。没大事，只是脱力了而已。武天行看王静吓得六神无主，急忙摆了摆手，示意无大碍。王静神色充满担忧，慢慢的帮他把盔甲脱下，只见之前新换的衣服又是鲜红一片。脱掉衣服，把之前缠的绷带解开，王静轻柔的把鲜血擦去后，只见武天行之前的伤口这时又都崩裂开，而且伤口的四周更是已经青紫一片，这让王静看得心疼不已。而武天行这时心情放松下来后，也是感觉头晕目眩，实在是今天血流的太多了。第26章，高顺的当头棒喝。时间缓缓流逝，半个小时后，张飞虎与高顺等人才带领着士兵返了回来。这时他们都是一身血红，仿佛从血水里捞出来的一般，互相搀扶着。一到近前，武天行就急忙道：“情况怎么样？”“跑了20多修罗族人，剩下全歼。”张飞虎咬着牙恨声说道。“伤亡呢？”张飞虎抿了抿嘴，红着眼睛道：“轻伤32人，重伤5人，牺牲2人。”武天行的眼角不禁跳了跳，他知道会有人牺牲，但是不知道有几人而已。虽然有人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但还是让他心里有些难受。也还好牺牲的不多，只是2人，这也在他承受的范围之内。由于我们的士兵都是穿的盔甲，所以没有太大的重伤，基本上休息2天也就都好了。也许是看出了武天行心中的不好受，这时高顺在旁边安慰了一句。武天行深吸口气，抬头看了眼王迅道：“牺牲的士兵要厚葬，如果有家人的，就多给他们家人一些帮助，名字记录下来，以后我会有安排。”“放心，主公，一切我都会亲自安排。”王迅一脸坚定地说道。“您还是先回去休息吧，剩下的事交给我们就行了。”王迅看着一脸苍白的武天行，满脸的担忧。“是啊，主公，接下来应该没什么问题了，您先回去休息吧，有我们就够了。”“主公，您先回去吧，放心，这里交给我们就行了。”张飞虎和高顺也在一旁劝说着，他们也看出武天行的脸色不对，现在最需要休息。“那行，先让受伤的兄弟们都回去休息，剩下几个小时就交给你们了。”武天行想了想，也没再坚持，在王静的搀扶下返回村长的屋中。他现在也确实需要休息，失血过多导致他现在一阵眩晕，全身都提不起力气。他躺在床上没几分钟就睡了过去。黑夜慢慢降临，张飞虎等人虽然也是一脸疲惫，但还是坚持着守在村庄的大门口。时间缓缓流逝，果然剩下的几个小时再没出现神妖意外，有也就是几只或者10几只野兽而已，很快就被他们清理干净。直到半夜10点钟，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哈哈！守在四周的士兵这时都激动地跳了起来，嘴中大喊大叫着：“我们成功了！愿你们下辈子不再有战争！”
高顺看着旁边又蹦又跳的士兵们，嘴中喃喃道：“他想到了死去的2个兄弟，心里一时也不知是什么滋味。他原本就是军中大将，见过太多死去的人了，心中都快麻木了。他只能希望死去的兄弟们下辈子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这时，张飞虎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不要想太多了，以后这样的事会很多，我们应该往前看，跟着主公去打造一个我们心中完美的家园。”高顺点了点头，收起心中的情绪，说道：“留下几个人，让他们都回去休息吧。”武天行一觉睡到天亮，从床上慢慢坐了起来，嘴中忍不住吸了口气，他一时间只感觉全身酸痛。砰！也许是听见了屋中的动静，王静从屋外急忙推门跑了进来，见武天行坐了起来，脸色焦急道：“你别动，伤口还没愈合，容易裂开，今天就先躺着吧。”“行吧。”武天行本来是打算回现实世界中的，看样子今天是回不去了，他就怕他妹妹见他没出来会担心他。王静看他不再折腾，脸上也轻松了些。“你饿了吧？我去给你拿饭去。”说着就又要跑出去。“等等！”王静疑惑地回头看着武天行。武天行缓了口气，说道：“你把你父亲和张飞虎他们叫过来一下。”“哦，好的。”没多久，王迅一行人鱼贯而入。“参见主公。”“不必多礼。”武天行点了点头。“王叔，你一会整理一下昨天的收获，把我们用不上的东西带着，一会跟我去一趟市场。”王迅脸色担忧的看了看武天行。“没事，不必担心。”武天行知道王迅担心他，不在意的摆了摆手。上一世比这重的伤他都总是经历，这点伤他还没放在心里。“张飞虎，你们几人把没受伤的士兵都集中起来，再加上昨天新来的新兵，继续练兵。虽然我们村庄已经升级，但是我们不能自满，不能浪费一点时间。要知道一步先步步先，我们必须要领先别人，比别人强大，才不会有人随意的赶来攻击我们。”“是，主公，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主公的厚望。”张飞虎一脸坚定地喝道。“高顺，你有带兵的经验，有时间多教一教张飞虎他们。我们现在一切都是百废待兴，人手不足，只能让你多操心了。”“主公放心，您不说我也知道该怎么做。你这2天放心休息，过2天我会让您看到一支焕然一新的兵团。”他昨天晚上回去很久才睡，一直在想着死去的2个士兵。他这几天跟在武天行身边，看着每天都在成长的士兵，感觉这些人已经非常的厉害了，一般人根本就不可能打得过他们，一时间也感觉成就满满。但是昨天死去的2个士兵却如当头棒喝，让他清醒了过来。现在这里已经不是他生活的时代了，这里的人轻轻松松就能达到上千公斤的力量，所以他不能再用他之前的眼光来看待现在的士兵。所以在睡觉之前，他就决定开始练兵，只有打造出一支无敌的兵团，才不会再有士兵伤亡。要说战争就必会有伤亡，他是不信的。如果把士兵培养成以一敌百，或者以一敌千，他就不信还会有人伤亡。这个世界一切皆有可能。所以武天行刚一说完，他就一脸坚定的保证，因为他本就想这么做的。武天行看着高顺，一脸的欣赏，话不多，能力强，高顺投靠他，他感觉自己真的很幸运。好了，都去忙吧，一会王叔忙完再叫我。把事情交代下去，他也不再管了，他不可能事事亲为，那样还要手下干什么？他也相信他手下这几人都能把事情办好。如果现在这么大点的村庄都处理不好，他真该想想是不是需要换人了。第27章，幸运值的重要。等人都走后，才在王静的伺候下，慢慢的把饭吃掉。等王静收拾完走后，无聊下，他突然想起了什么，挥手从空间戒指中拿出2样东西。当时情况紧急，他把杀死修罗首领阿布爆出的物品匆忙放进空间戒指中，当时他也没细看。这时他拿出来，仔细看着手中的2样物品，心中猛地一跳。破虚珠，连接虚拟现实，虚拟同步。煞兵是天诀，钻石级功法。破虚珠就不用说了，只有沙修罗族人才能爆出来，任何一个现代人都想要的一样物品，这东西如果卖出去也能值不少金币。主要还是钻石级功法，他没想到会幸运的爆出这么高级的功法。等到藏书阁建造出来，把钻石级功法放进去，那么他手下的士兵就全都可以修炼钻石级功法了。要知道星途阶段修炼的功法越好，说明打的基础也是越好，对后期的战力增长就越大。难道真和我身上的10点幸运值有关？武天行心中暗暗想着，否则实在解释不了他为什么这么简单就爆出了钻石级功法。要知道上一世3年后，钻石级功法也不是谁都有的，100个领主能有1家有的就不错了。可见越是高级的东西，爆率就越是低下。咚咚咚，这时一阵敲门声响起。主公，我这边都准备好了，现在就过去吗？王迅的声音在外面传来。进来吧。武天行把2件东西收起来后，高声道。王迅搀扶着武天行，身后还跟随着20多名抬东西的村民，慢慢的向市场里走去。很明显，东西太多，
储物空间放不下，只能让人帮抬着。一路走过，遇见的村民都是一声声的问好。武天行微笑着，一边走一边点着头。走到市场大厅前方，武天行熟练地打开大屏幕，然后让村民把物品一样样的放进传送平台上。他快速地设置每样东西的价钱，只见传送平台不时地闪出一道白光，他每设置完一样物品，平台就会把物品传送走。一直忙了半个小时才把这些东西都放进去，武天行也长长的呼了口气。我这次给你做个示范，以后这活你自己弄就好了，价钱什么的你参考着定就行，有特殊物品的话你再问我。武天行侧头向着王迅说道。王迅点了点头，没说什么，但是他一直脸色惊奇地看着前方的大屏幕，可见他心中的不平静。武天行心中一乐，古时候哪有这么先进的东西，确实让人第一次看到都会感觉不可思议，也没再管他。武天行接下来又进入系统拍卖行里，他发现里面已经有人竞价了，而且每样东西都竞价了。他就知道随着时间过去，慢慢的都已经开始了适应，也都在快速的发展着。我们现在一共有多少金币？武天行可不想这么慢慢的竞拍，那样太费劲了，而且还不确定能拍到。上一世也是，只要出现好东西，可没人慢慢的竞拍，即使贵也无所谓，因为能遇见就是运气，谁还在乎贵不贵，能变强是真的。王迅想也没想就到，算上村庄原有的，还有这次爆出来的，一共有86800金币。主要是修罗族人死后爆的多，应该是智慧生物的关系。武天行看了看自己的身上，也有7805金币，这样算下来一共能有94605金币。他想了想，花了1万金币直接把志士青弩拍了下来，紧接着又花了5万金币把初级武将石拍了下来。至于白银级功法，他已经有了钻石级功法，白银级功法就没用了。白银级武器只能用在一个人身上，而且还是把刀，前期这么缺钱，他不打算要了。破虚珠他现在也不急需，也不在考虑范围内。等着藏书阁建造起来，帮助手下学习功法和武技也是一大笔钱，那才是吃钱大户，他打算还是省着点花的好。看着屏幕上只剩下3样物品，他也没了兴趣，转身带领着王迅等人走了出去。至于缺失的2样物品，还得等24小时后才能刷新出来。回到村长屋中，他把手中的藏书阁图纸和制式短弩图纸交给了王迅，尤其是藏书阁，叮嘱他尽快建造出来。然后让王猛来了一趟，把武将石交给他，这让他一时激动莫名，急忙单膝跪地，大声道：“谢主公，我王猛在此发誓，誓死保护主公，有违此事，就让我魂飞魄散。”行了，起来吧，好好修炼，以后强大起来了，比这好东西多的是。武天行微微一笑，脸色轻松地说道，接着又开玩笑道：“还有，你小子有那心眼，就赶紧修炼去，别动不动就发誓，发誓有个屁用，还保护我，现在我保护你还差不多。”王猛一脸的尴尬，低着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他这人长得人高马大的，却也不是头脑简单的傻子。他虽然不会拍什么马屁，但是发誓他会啊，所以他就来来回回的就这几句来表忠心。没想到被主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武天行翻了个白眼，没好气道：“下去吧，多跟高顺学一学。你虽然是我的侍卫，不一定要领兵，但是多学一些经验，以后也许就能用上呢。”“是，主公，那我退下了。”王猛赶紧跑出去，他感觉再待下去，只能找个地缝钻进去了。王猛走后，武天行也没什么事干，只能盘膝坐在床上修炼起来。饿了吃饭，累了睡觉，醒了继续修炼。一晃就一天过去。第二天早上，武天行醒来，下床走了走，感觉身上的伤好了很多，也不疼了，只是有一些痒痒，应该是伤口在愈合导致的。荒古的世界可不是现实世界，受点伤多少天才能好？这里的药物功效非常强大，而且空气中也有一种能量，能加快身体的恢复，所以他才能在仅仅2天时间，伤口就已经开始愈合了。看样子再有1-2天时间，就应该可以全部恢复了。也该回去了，还不知道妹妹该怎么着急呢。现实世界中这时应该也停电停网了吧？武天行一想到妹妹和现实中的情况，也不再停留，急忙退出，返回现实中。第28章，仙武帮。白光一闪，武天行的身影就出现在他自己的卧室中。哥！武天行刚一睁眼，就见妹妹吴小静向他扑过来。停！武天行脸色惊恐，急忙大喊道：“死！”可惜他还是说晚了。吴小静一扑进他的怀里，他就倒吸一口凉气，疼得他脸部肌肉直抽抽。这时在旁边的张笑笑看出了武天行的状况不对，急忙上前拉开吴小静：“小静，快松开，你哥哥好像受伤了。”啊！吴小静这才后知后觉地松开他，紧接着一脸紧张地看着武天行：“哥哥，你哪里受伤了？我看看重不重啊？”武天行呲了呲牙，然后一脸凝重道：“受伤倒不重，就是刚才差点被一只树袋熊给撞死。”啊，树袋熊这么厉害吗？吴小静一听树袋熊差点把他哥哥撞死，真是让他一脸不可思议。
非常厉害的一只树袋熊，可以说前后500年都找不出另一只比它还厉害的了。它还没啥技能就会撞人，而且就找我撞。吴小静一开始还满脸的愤怒，可是越听越不对劲。噗嗤，哈哈！张笑笑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见吴小静那一脸的纠结样，实在是太逗了。啊，哥哥你个大骗子，我咬死你！吴小静这时也反应了过来，一时间满脸羞红，气急下一口咬在武天行的胳膊上。嘶！武天行咧了咧嘴，苦笑道：“我刚才说错了，树袋熊还会咬人？哼，我不理你了，亏我还一直担心你，一回来就欺负我。”吴小静也没真咬，松开他就撅着嘴，一脸生气的样子，背着他坐在了床上。武天行微微一笑，揉了揉他的小脑袋。他之所以回来就搞怪，就是怕他妹妹刨根问底，害他担心。武天行走到窗前向外看了看，现在是早晨7点多钟，所以外边已经天亮，但是却不见一个人影，反而有不少动物在公路上跑来跑去。武天行又拿过手机看了看，发现手机已经关机。他又开了下灯，果然已经停电了。哥哥，你伤到哪了？用不用去医院？吴小静也不是真的生气，他见武天行在屋里走路都有些小心翼翼的，他实在是担心，还是忍不住问道。武天行走了一圈，返回坐到床上，微微笑道：“没事，只是皮肉伤，过2天就好了。昨天到今天有没有什么情况？”接着他又转移话题问了一句：“昨天外边有人敲门，你没在，我们就没开。我看那3人不像是好人。后来我俩等了你半夜，之后又停电了，我俩才又进入了荒谷中。”这时在旁边一直站着的张笑笑开口说道：“他只是随口问一句，没想到还真有问题。那……咚咚咚。”咚咚咚，武天行刚要说话，没想到真是说啥来啥。他走出去，趴在门口的猫眼处，向外看了看，发现是3个社会青年，戴着耳钉，头发整得5颜6色的，手中拿着棍子和西瓜刀，其中一个小个子的正在敲门。武天行想了想，还是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这时只见外边的3人听见武天行说话，都是一脸的高兴。其中染着一头白发的小年轻急忙道：“你好，我们是仙武帮的人，我们想要邀请你加入我们。”武天行听后心里一阵哑然失笑，没想到是拉帮结派的，而且名字起的还挺霸气，真不知道是哪个小说迷起的名字。不好意思，我可没兴趣加入你们帮派的想法。他是谁？他以后可是要争霸世界的存在，加入这种小帮派，那不是开玩笑吗？白头发的小青年一听就急了，急忙道：“我们可不是什么小帮派，我们是有组织的，不知道你现在知不到荒古世界？”这回武天行可真是惊讶了。没想到这帮人已经开始进入荒古世界了。他记得大批人进入荒古时应该是在明天啊，怎么这一世已经有很多人开始进入了呢？看样子还是有一些事情与上一世不一样了。想到这里，他突然心里一动，在上一世前期好像确实有一个叫仙武的领地，一开始发展的还进入过排行榜，只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从排行榜里消失了，再也没出现过。因为上一世被攻破的领地太多了，如果不是今天提起来，他都忘了。外边的白发青年见武天行一直不说话，又接着道：“我们是在荒古世界里建造村庄的势力，现在我们的世界野兽都疯了，见人就攻击。你只有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大家抱成团才能保证安全。没兴趣，你们走吧。”武天行撇了撇嘴：“安全个屁！过几天野兽起质后变成了妖兽，人越多的地方就越吸引他们，如果没有一些武力震慑，早晚得被妖兽给吃了。”白发青年看武天行油盐不进，一时间也很无奈，想了想又咬咬牙道：“你如果答应加入我们，我告诉你一个荒古世界的秘密，你看怎么样？他们现在虽然已经有了100多人，但是他们很多人在荒古世界里就没在一起，而且今天他们出来找人，发现攻击人的野兽变得越来越多了，所以他们现在迫不及待的想多找一些人加入他们，人多了，他们才会感觉更安全一些。”武天行听着心中一笑，不紧不慢道：“你说的秘密该不会是在荒古世界里变强，回到现实世界也能变强的是吧？”“啊，你是怎么知道的？”白发青年是真的震惊了，猛然跳了起来喊道：“他们现在100多人，但是知道这个秘密的也只是核心的几人而已。他没想到随便遇到个人竟然也能知道，没见他旁边的2人也都是一脸不可思议的看着他吗？”武天行满脸的无语，无奈道：“我说兄弟，你能知道，我怎么就不能知道？再说了，这种事大家知道也是早晚的事，这算啥秘密啊？”可不是，对于武天行来说，这根本就不算是什么秘密。上一世武天行刚进入荒古世界没多长时间，交流系统里就被爆出这事了。第29章真白银级皮甲。门外的白发青年压下心中的震惊，想了想又道：“既然你知道这事，那你应该也知道一个人在里面想要得到那种物品是多么难吧？但你要是加入我们，只要我们互相帮助，得到那种物品就会轻松很多。你们走吧，
我是不会加入你们的。武天行现在饿得前胸贴后背的，实在不想跟他们磨叽，说完也不再理他们，去厨房弄吃的去了。破虚珠他现在已经有8颗了，都被王迅放进仓库里了，对于他来说可没那么难弄到，都是这次沙修罗族人爆出来的。现在他领地的仓库中可是有不少好东西，光是各种图纸就有几十张，他都没卖出去，打算以后留着还有用。当然他自己感觉不难，但是对于别人来说，想要弄到这么多东西，没有1个月时间是别想了。要知道光是训练士兵，再到杀戮这么多修罗族人和几千只野兽，可没那么容易。别的庄村每天刷新的村民可没有那么多，而且资质也没那么好。这次也就是他在现在这个阶段换一个领地，这次都得被野兽推平了，更别说后期的修罗族了。外边3人又喊了一会，发现武天行不理他们了，也很无奈，只能去寻找下一家。武天行在厨房中耳朵动了动，听见3人远去，才嘴角翘起，算你们识相。如果3人真要是敢破门进来，他定会让3人知道现在和以前的区别。原来有法律不能怎么样，现在可是杀人都没人管的。把饭做好，3人吃完饭后，武天行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有一句没一句地问着吴小静在荒谷里的事情。哥哥，你说荒谷里的人既然都是古时候的人，为什么说话和我们没有什么区别呢？不应该都是文绉绉的吗？这时吴小静突然想起了什么，看着武天行一脸疑惑地说道。武天行皱眉想了想，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应该是荒古系统弄的，就像是食人魔族，我们不是也能听懂他们说的话吗？再就是如果古人都说话文绉绉的，我们怎么能听懂？语言都有障碍，还玩个啥？干脆让古人自己玩算了。其实上一世就有人提过这个事，最后大家也是归结于应该是荒古系统弄的。也是啊，吴小静认同的点了点头。随后2人又随意的聊着荒谷里的事情，基本上都是武天行在问，吴小静在说。慢慢的武天行也得知了，吴小静在的那个村庄叫复生村，领主是一个叫秦琼的人。武天行听后是一脸的震惊，他没想到吴小静的领主还真是个人物。他说为什么前几次问他的领主叫什么一直没说，弄得神神秘秘的，整了半天还真是个历史人物。要知道秦琼可是唐朝的猛将，那最少也是一个高级武将。吴小静一脸洋洋得意地看着武天行，就好像在说我厉不厉害，那可是秦琼啊。武天行确实没想到，但也只是震惊一下而已，但是他可不能表现出来，只能装作惊叹的样子。妹妹你也太厉害了，历史武将啊，没想到你会加入到这种人的村里。那是必须的，我们领主昨天一人对战15只食人魔，你是没看见，当时真是飞沙走石，比电影演的还要厉害。吴小静一脸的骄傲，比比划划的都快把秦琼吹到天上去了。听得武天行都开始嫉妒了，黑着脸道，行了，知道秦琼厉害了，先说你弄没弄到破虚珠呢？吴小静被他打断话语，脸色明显的不乐意，没好气道，哪有那么好得到，我已经跟我们秦琼首领说了，他说得到了就会给我。武天行摸了摸鼻子，也不再惹他，转头看了看张笑笑，问道，你在里面怎么样？之前2兄妹聊天，张笑笑一直在旁边安静的坐着，犹如一只骄傲的孔雀，看得武天行一脸意外，看来他的家庭很不一般，一般人可没有这种气质。张笑笑见武天行问他，犹如孔雀开屏般，气质瞬间一变，脸上微微一笑道，我也是加入了一个村庄，名叫忠魂村，至于首领是谁，他没说。武天行也识趣的没问，主要是他也不太在意，爱谁谁，反正没他厉害就是了，毕竟现在2个榜上他都是名列第一。随即又问了他几句在里面的情况，帮着他解答几个问题，就不再看他。主要是他发现张笑笑看他的眼神有点不对，一直猛盯着他看，让他有点受不了了。随后没什么事，几人都先后进入到荒古世界中，出现在村长屋中。一时间武天行也没什么事，走出房门就在村中溜达起来，顺便去了一趟市场里，发现他昨天放上去的物品已经卖出去1半了，金币也卖出了7万多。他估算了下，如果把这些物品都卖出去，差不多能卖出去15万金币。这些大多数都是一些野兽肉和初级武器，还有一些等级低他们自己用不上的物品，所以看着是卖了很多，但是却不值多少钱，毕竟像是各种建筑图柱和破虚珠这种物品，他是不会卖出去的。接着他又看了眼系统拍卖行新更新出来的2件物品，东西是好东西，主要是他买不起。一件是终极军团令，拍卖价50万金币，一口价500万金币；一件是真白银级皮甲一套，拍卖价10万金币，一口价是100万金币。这种带真字前缀的装备是可以带到现实中使用的，所以比正常的装备要贵很多。这种装备爆率极低，就像是他们这次杀了这么多野兽和修罗族人，也没爆出一件。接下来连续2天时间，武天行都没出村庄，基本上都是在屋中修炼。修炼到星图3阶后，再往上修炼就慢了很多，好几天时间他才修炼到本阶段90%，看样子想要满阶还得1天时间。
把王静叫进来，把身上的绑带全部拆开，果然身上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只是还有一些疤痕而已。第30章，国王都能成乞丐。穿好衣服，吃了早饭，武天行直奔军营行去。昨天他就通知了高顺等人，今天让他们在军营集合。村庄升级后，军营也明显的大了一些，里面更是比之前大了1倍。一进入军营中，就看到将近300人在高顺的指挥下，正训练着各种排位和走位。一会3人一组，一会2人一组，一会10人一组，各种各样的站位组合。立正，向前看！高顺看到武天行到来，立刻大声喝道。这时士兵们也都看到走进来的武天行，轰的一声，全都单膝跪地，大喝道：参见主公，恭迎主公！都起来吧！武天行看着精神面貌都不一样的300来人，心里也是一阵满意。跟我说说现在士兵的情况。武天行脸色温和，看着高顺问道。现在我们士兵总人数是290人，100名特级军团兵和100名高级军团兵，全部都是星途3阶，剩下90名新兵，因为没有功法的情况，暂时还都是1阶兵。不错。武天行一脸微笑着，拍了拍高顺的肩膀。这几天辛苦你了。不辛苦，幸得主公信任，这是我应该做的。高顺得到武天行的承认，心里也很是高兴，一时间紧绷着的脸色都轻松了下来。至于功法的事，我这边已经安排好了，一会就可以都去学习功法。昨天晚上的时候，王迅就已经告诉他藏书阁建造完了。藏书阁作为特殊建筑，建造是不限制等级的，只要材料充足，建造起来很快。以后领地升级，只要准备好金币，藏书阁也会跟着领地升级而变化。只要有功法，给他们1天时间，他们就会升阶，但是由于没有军团令的加持，他们会弱很多。高顺一脸可惜的说道。放心，都不是问题。武天行一脸神秘的说道。走吧，带着他们跟我来，先让他们把功法学习了。等等，主公！高顺叫住他，从旁边拿过来一套皮甲，递给武天行。这是昨天我们在东方树林中杀的一只野兽爆出来的，我看与别的装备有些不一样，我就留了下来。由于昨天太晚了，就没打扰主公。武天行疑惑的接过来，看了看，登时满脸的惊讶。真蛇鳞皮甲，青铜高级，属性防御加7。他前2天刚在系统拍卖行里看见这种装备，没想到这么快自己就有了，干得不错。武天行满脸的高兴，这种装备是能够在我那个世界使用的，而且这种装备非常稀少，以后再遇到这种装备就都留下来，就算我用不上，放在市场里也能卖出不少钱。高顺之前只是以为特殊而已，没想到这种装备还有这么大的用处，一时间也是庆幸，幸好没随便分给手下。走吧，一会学习完功法，我们一起去东方深处查看下。王迅把藏书阁就建造在军营的旁边了，所以出了军营，没走多远就看到占地200平方左右，高有4层的藏书阁。武天行进入藏书阁中，一时间也很是惊讶，他上一世可没进入过藏书阁，他没想到与他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他现在只是在第1层，里面并没有想象的书架，刚一进门就能看见旁边是一个长宽1米的4方小平台，平台上面刻画着各种花纹，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再往里看去，就是一面面的大屏幕，每块大屏幕都是被隔离开的，从不同的通道口进入。只见每个通道口都标示着不一样的区域，有功法区、武技区、历史区、杂技区等各种各样的分类，数量高达10多种。他研究了半天，也没明白怎么操作，最后他还是取出一本青铜级功法，放在旁边的小平台上。这回有了反应，只见平台上的花纹散发出微弱的白光，把功法包裹了起来。仅仅是1秒钟，放在上面的青铜级功法像是粒子一样粉碎成光，消失在平台上。武天行也不着急，想了想走到功法区，只见在大屏幕上的一角显示出蛮牛诀3个字，正是他刚放在平台上的一部青铜级功法。他用意念操控，果然他的眼前出现了蛮牛诀功法的介绍，同时也显示着是否学习，学习需要10金币。武天行只感叹先进，简直太先进了，和他想象的藏书阁简直就是天地相隔。接着他又回到平台处，把各种功法武技都放入平台上，然后他又走向武技区，看着上面显示着10多部初级武技。装部初级身法武技，学习10金币。学习。只见屏幕上突然射出一道亮光，连接到他的脑海中。武天行同时也闭上眼睛，消化着屏幕上传来的信息。几秒钟后，他才睁开眼睛。呼！武天行缓缓吐了口气，嘴中不自主地喃喃道：真是不可思议，简直就是与原本学习没什么差别。随后他又往上层走去，2层与1层没什么区别，简直就是一模一样。接下来的3、4层都是一模一样的结构。他直接走向4层的功法区，果然见到上面有一部功法，正是煞兵式天诀。他打开功法，只见上面是功法的介绍，下面是学习的选项和需要学习的金币数量。等等，武天行揉了揉眼睛，又重新看了一遍。
怎么会这么多？武天行涩声说道。他赶紧捂住心脏，不然真怕受不了暴毙。学习一次竟然需要1万金币，他那点金币才够学几个人的。他满心欢喜，信心满满的，还以为可以让手下的士兵都能学习钻石级功法了呢。没想到现实直接给了他一记电炮。看来就算是有了钻石级功法和藏书阁，也不是说可以让人随便学习的呀。武天行越看越憋屈，奶奶个腿的，这不是坑人吗？1万金币学习一个人，啥家底都得搞破产了。以后士兵多了，谁能受得了？国王都得成乞丐。这要是有10万个士兵，这得需要多少钱？越算武天行心越疼，他现在只感觉不想玩了，太他妈吓人了。10亿金币啊，我靠了！再就是也不只能学习功法呀，还有武技呢，武技更是坑人，还得需要一点一点的往上学习，需要的金币更多。再说了，以后攻城略地可不是只有10万人就行的，到那时可都是上百万和上千万人的战争，完犊子了！这得干啥能养得起这么多兵啊？他算是知道为什么上一世人族那么穷了，不光穷，还特么凶。第31章，腹黑的武天行。人家修罗族和食人魔族天生有传承功法，只是功法等级不同而已，但是人家的功法可以随便教啊。哪像人族，想学可以杀怪爆吧。养兵需要大批量功法，可以啊，只要建造出藏书阁，有了功法随便学，但是得需要钱，好多钱。这特么啥家底能养得起兵啊？上一世人族没被灭族，真特么顽强啊。他算是知道上一世的人族为什么兵少兵弱了，不弱就怪了。完犊子了，总不能让手下士兵卖身去吧？这特么的造孽啊！武天行满嘴的苦涩，他从没想过制约他发展的会是钱。算了，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只能让他们先学习青铜级功法了。武天行走出藏书阁，面无表情地看着90名没学习过功法的人道：“你们排好队，跟着我进去学功法。”走到功法区，拿出9000金币给了高顺，让他每人给发10个金币，让他们自己上前学习，就不再管他们。然后又走出去，看着剩下的200个兵团的士兵，平静道：“你们都是学习过功法的人，所以也不需要再重新学习功法了。但是得把武技学习了，很多人还没学过武技，所以你们这次每人都把基础枪法、基础步法和基础剑法学习了。”接着又带领着200人走到武技区，拿出9万金币给张飞虎，让他给士兵们分下去。看着越来越多的人高高兴兴地学会武技，同时金币也如流水般花出去，他心里就像是被割了肉一般疼痛。他一开始可没想到会需要这么多钱，人一多，这可真是花钱如流水。1个小时后，290人终于都学会了功法和3种武技。他看了下手中的金币，一共花掉了9万多，之前20万的金币缩水快一半了。他上一世都没见过这么多钱，这一世他以为这么多钱已经很多了，但是他现在却是只感觉穷，他太他妈穷了。他想了想，最后还是又拿出5万金币，让高顺、王图、王猛和张飞虎2兄弟上去把钻石级功法学了。当5人学习完功法下来，都是一脸激动，同时还有眼中的惊异，他们也被吓到了。学习1人1万金币，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这时他们也知道为什么他们的主公一直都是一脸便秘的样子了。虽然他们感觉用1万金币学习一部钻石级功法还是很划算的，就算是5万他们也愿意学，但如果要是想让整个军团来学习，他们还真不敢想象，谁能负担得起这么一笔庞大的支出？不算不知道，一算真是吓一跳。走吧，到外边集合。武天行实在不想在这地方待着了，这地方给他的压力太大了。是金钱的压力。随意的扫了眼自己的账户上剩下5万多的金币，他感觉还是留下一些金币备用的好。不对，不是剩下5万多，而是8万多。咦，不对啊！武天行一脸的懵逼，他之前明明给了高顺5人5万金币，应该还剩下5万多才对啊，怎么多出来3万？他连忙翻开系统记录，我靠，还有这操作！武天行眼睛睁得大大的，只见记录上一排排的文字：系统学习初级武技，收入10金币，扣除80%维护藏书阁，剩余2金币。系统学习初级武技，收入10金币，扣除80%维护藏书阁，剩余2金币。系统学习钻石级功法，收入1万金币，扣除80%维护藏书阁，剩余2000金币。系统学习钻石级功法，收入1万金币，扣除80%维护藏书阁，剩余2000金币。我这算是收提成的吗？武天行一脸的苦笑。不对啊，如果我要是让外人学习，他自己掏钱，然后我不就能赚到20%的金币了吗？武天行一脸的兴奋，他感觉这个有可操作性，虽然有资敌的危险，但要是操控好了，还真有可能大赚一笔。比如回头把他妹妹那个领主秦琼忽悠过来，让他自己花钱给手下学习功法武技，他不就能大赚一笔了吗？嘿嘿，让你忽悠我妹妹去你那破领地，回头早晚把你榨干要饭去。武天行心中腹黑的想着，
他对于妹妹夸别的男人，心中还是有些意见的。风风火火的忙了一上午，也已经到饭点了。等大家吃完饭后，武天行才带领着200名军团兵向东方行去，剩下90名新兵，他让张飞虎带领着在村庄四周继续升级，顺便也能守护村庄。毕竟这次武天行打算去深处探查情况，1、2天都有可能回不来，所以还是留下一些士兵保证村庄的安全。路途中，你们这2天探查了有多远？武天行一边小跑着，一边问向身后跟随着的高顺。虽然已经跑了半个多小时，但是高顺却呼吸一点都不乱，声音稳定道：之前我们探查最深的地方能有20公里左右，再往深处我们没有去，主要是怕晚上回不来。晚上在树林里过夜会很危险，因为野兽一般都是晚上活动最频繁。武天行了然的点了点头。我们这次的目标是100公里之内，探查其中都有哪些势力，顺便查找下有没有荒兽。荒兽是什么？高顺一脸的奇怪。荒古世界里有野兽，野兽就是没有什么智慧，只知道生存的生物。但是野兽是可以进化的，再过一段时间，野兽就会进化为妖兽或者是荒兽。妖兽是有智慧的，而且能够组建族群，甚至境界高了还能够变化为人形。当然，就算是变成人，他们的本质还是妖兽。妖兽狡诈嗜血，拿人类当美食。再就是野兽进化成荒兽的，荒兽也是有智慧的，但是他们分血脉，血脉越高，智慧也就越高，血脉低的智慧也就比野兽强点。但是他们性格温顺，不随便攻击别人，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生态系统。他们去了不吃肉，基本上吃什么的都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可以被驯服。被驯服是什么意思？高顺这时插话，急忙问道。武天行微微一笑，回头看了他一眼道：就是字面的意思。荒古的世界很大，你以为我们以后打仗都要靠双腿跑吗？那还没到地方，我们有可能都累死了。至于你想的马这种动物，在荒古里是不能用于当坐骑的。难道这里的马还成精了，不让人骑了？这时在旁边跟随着的王图一脸惊讶地说道。第32章，地底下地领地，还真就成精了。武天行挑了挑眉头，接着又解释道：等级高的马都会成为妖兽，等级低的我们抓来也没用，骑着它有可能还没冲到近前就被气势下趴下了。只有很少一部分进化成荒兽的马才是我们的选择。当然，现在的野兽还没开始进化，所以我们也不是要找进化的荒兽，而是找荒古世界原有的荒兽。那我们怎么才能分辨出哪个是荒兽，哪个是野兽呢？王图疑惑地问道。荒兽很好分辨的，每只荒兽的脑门上都有一个指甲盖大小的一个荒字，这也是大家为什么把它们叫做荒兽的原因。武天行看着王图还想要发问，急忙道：至于为什么脑门上有个荒字，别问我，我也不知道。其实上一世也有人猜测过，最后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在蜕变为荒兽的那一刻，荒古系统给印上去的。至于原因，大家讨论了很多种可能，到最后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但武天行却总感觉荒兽的出现很不简单，因为荒兽只修炼肉身的原因，所以一般同境界的人根本杀不死他，即使杀掉他也什么东西都不报，而且吃肉也不好吃。所以荒兽在荒古世界里就像是一种无害的生物，它不打扰别人，别人一般也不惹它，因为惹到它不光得不到好处，还有可能打不过它。一行200人都是3阶兵，武力值最低的人都有10点，所以行进的速度很快，无论是平原还是树林都挡不住他们的去路。这里差不多就是我们上一次来的最远的地方了。一直走了3个小时，这时一旁的王图突然说道。武天行四处看了眼，点了点头后说道：接下来我们速度放慢一些，让大家都小心，别被毒蛇什么的给咬到。还有把画地形图的2个兄弟保护好了，别因为画地图分心把命送了。是，主公，我这就安排。高顺急忙点了点头。又走了大概5公里左右，武天行一行人跨过一条小河，对面是一片又一片小山包，树木稀稀落落，地面全是山石。武天行刚要迈步向前走去，突然一声大喝声传来：都别动！你们是哪里来的人？来我们这里干什么？武天行侧头看去，只见在旁边的一个小山包的底部，一个大洞的洞口处，从里面走出10多人，拿着武器正对着他们。我们是路过的，你们是什么人？怎么都跑洞口里边去了？你们又不是老鼠！武天行一脸惊奇的样子，看着对面10多个人说道。对方领头的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身上的气质与他旁边的人明显有一些不同，给人的感觉他站在这些人面前总有一些不伦不类。翟心凌一听武天行的话语，鼻子都气歪了。什么叫他们都跑到洞里去了？他们又不是老鼠，意思就是嘲讽他们是老鼠呗。但是他看到对方200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心里就是一阵不安。他只能强装着镇定，大喊道：这里是我们的村庄领地，如果没什么事情，希望你们远离我们这里，否则我们两方要是闹出什么不愉快的事，也不是我们想要见到的事吧。武天行嘴角翘起，
看着领头的年轻人，一时间心中也感觉有些亲切。之前说的话，他只是在逗对方而已，因为他一眼就看出了对方是现实中人。武天行毕竟也是现实中人，他再怎么样也脱离不开现实群体，所以刚刚见到这个年轻人，他才会随口而出逗弄对方的话语。你不会是骗我吧？这里一眼就望到了尽头，哪里有村庄啊？武天行四处打量一眼，脸色一沉，看着对方道。翟心凌被对方盯着，只感觉心脏一跳，仿佛被猛兽盯住了一样，咽了咽喉咙，声音都有些发颤。我们领地在地底下，在上面，所以你才没看见。武天行眼睛突然瞪大，一脸夸张的大喊道：地底下？你们疯了吗？翟心凌气得满脸通红，嘴角抽搐着，不满道：你管我们把领地建在哪里？如果没什么事，你们赶紧离我们远一点。别看你们有200人，我们可是有500多人呢，比你们还多，别在这找不自在。武天行是真的震惊，这次还真不是逗他，他可真没听说过谁把领地建到地底下的，那不是找死吗？要知道人的武力越来越高，有可能跺几下脚都能把地下空间干塌了，他可不信对方的领地建造到地底几百米的深处。武天行一脸同情地看着对方，还真是无知者无畏啊。他想了想，还是带领着手下向前方走去，毕竟都是人族，他也不能没什么理由就把对方灭了。本来人族就比别的种族弱势，他也不想削弱人族的势力。当然，如果对方敢惹他，就另当别算了，多一个势力少一个势力也无关紧要。对了，武天行突然回头喊道：你们的领地叫什么名？翟心凌看到对方已经走了，他刚松下一口气，突然又听到武天行的问话，心脏差点没吓出来。主要是他看对方这200人，真是把他吓到了。人数先不说，光是气势他就判断出对方没有一个人是低于星途2阶的。他虽然也是2阶，但是他感觉这些人随便出来一个他都打不过。他现在一心的想把这些煞星送走，所以也不隐瞒，急忙道：我们领地叫仙武村。武天行眼睛眨了眨，突然感觉好特么有缘。今天早上他还遇见仙武村的3个人敲他家的门，没想到下午就遇到了这个村子。他也没再问什么，转身就走，但是他的眉头却皱了起来。要知道上一世这个势力曾经还登上过排行榜的，但是看现在的情况，一个建造在地底下的势力真有能力登上排行榜吗？他可不信，除非这个势力遇见了什么机缘。算了，下次回来路过这里再看看，如果真的有什么机缘，我还真不能错过。武天行一边走一边心中想着是。主公小心！砰！就在这时，王猛一声大喝，手中长刀挡在武天行的身前。武天行瞬间一个机灵，急忙抬起长枪看向前方。第33章怒火。只见前方一个小山丘的后方，正有一只食人魔露出一个丑陋的脑袋看着他们。武天行的脚下还有一根短矛，正是他刚刚射过来的，被王猛用长刀砍落在地。武天行一时间只感觉懊恼无比，他竟然走神了，看来这几天太安逸，让他放松了警惕心，这可不是好征兆。同时也让他愤怒起来，幸好身边有人帮他挡了下来，不然他不死也得重伤。这时山丘的后方，一只又一只的食人魔走了出来，很快就达到了上百只。也许是他们数量的增多，给领头的那只食人魔带来了信心。只见他手中拿着一根大腿粗的狼牙棒，扯气高昂的大喊道：对面的人族放下武器，投降不杀。他却不知道，这时他惹到的是一个煞星，还在那呼哈的大喊呢。武天行脸色漆黑，眼中寒光一闪，咬牙喝道：杀！留几个活口，问出领地在哪，今天我要屠了他们。砰！说话间，武天行脚下就已经发力，冲了出去，一步5、6米远，地面都被他踏出一个深有5、6公分的脚印。短短200多米远的距离，武天行只用了几秒钟时间。身后的200名士兵也都一言不发，犹如死神降临，一身盔甲紧随在武天行的身后。即便是在快速前冲中，200名士兵也没有一人乱了阵型，都是脚步一致，距离一致，动作一致，犹如一人般。武天行冲到这只食人魔首领的身前时，他还没反应过来，主要是他被武天行这帮人吓到了，一言不发就冲着他们杀了过来，而且这帮人的气势也吓到了他。直到武天行长枪向他刺来时，他才慌忙举起狼牙棒格挡。武天行正在气头上，手中力量灌注到长枪中，一枪就把食人魔首领的狼牙棒挑飞。这时食人魔首领是一脸的惊恐，他没想到武天行这么大力气，他的胳膊都被武天行一枪震断了。武天行长枪反转，轰的一声，一枪抽中食人魔首领的头颅上，砰的一声，头颅犹如西瓜一般爆碎一地。恐怕这个食人魔首领到死都不会想到，因为自己的一根短矛葬送了他的生命。砰！噗嗤！高顺带领着手下配合无比默契，一个照面间，对方100名左右的食人魔就被杀掉90%。士兵们不抢攻不掉队，配合的犹如机器般，一人也就出手了一次就结束了战斗，
只是留下2个吓傻的食人魔。武天行看的也是悚然动容，他一开始还真不知道高顺竟然能把士兵训练成这样，简直太可怕了。就现在这些士兵的表现，如果碰见同样战力的人，武天行敢肯定，对方即使有3倍的人数，也只能被屠戮的份。这已经不光是武力值的问题了，这简直就是一帮杀戮机器。他真不知道高顺是怎么做到的。他上一世也不是没见过大型兵团作战，虽然也很强，但是和他手下这些人一比，他感觉那些兵团只能算是散兵游勇，他手下的这些才是真正的兵团。太强了，简直太强了！他们到底是什么人？这时还在洞口处站着的翟心凌吓得满脸大汗，嘴中不自主地呢喃着。因为武天行等人还没走多远，所以全程都被他看到了。翟心凌这时很想去方便，这帮人简直就是魔鬼，太他妈吓人了。他想到之前自己说的话，只能庆幸对方看不起他，留了他一条命。打扫战场，逼问出领地的地址。武天行这时可没心情理会翟心凌他们，他现在是一腔的怒火，想要找到食人魔族的领地灭掉。也是，放谁身上差点被杀死都会暴怒无比，别说武天行这个排行榜第1人了，对于他来说，差点被一个不知名的食人魔首领干掉，简直就是耻辱。掉落物品很快被收拾起来，放到武天行身前。武天行看着一堆物品，图纸、装备、武器一大堆，一时也犯了难。主要是他空间戒指没那么大空间啊，虽然没有什么好东西，但是拿回去卖也能贴补一下家用不是？他现在恨不得把金币掰成2半用，主要是他穷啊。对了，武天行突然想起了什么，急忙看向空间戒指。荒古无极戒指，空间戒指，品级青铜级，封印中，特性 1.10 分立方米空间，特性2幸运加10，解封条件需1万金币可解封到白银级。靠，他竟然把戒指能升级的事情给忘了，主要是他原来也没接触过需要升级的装备，一时间把这事忘脑后了。他连忙用掉1万金币，把戒指升到白银级。荒古无极戒指，空间戒指，品级白银级，封印中，特性1比1000立方米空间，特性2幸运加10，解封条件需100万金币可解封到黄金级。武天行挥手间把地下的物品全部装到空间戒指中，他感应着戒指里长宽高各10米的空间，心里的怒火也不由得平息了不少。有了这么大的空间，他以后也会方便不少。至于再升级需要100万金币，他也不在乎了，那都是小钱。他现在满心的都是上亿金币，没有上亿金币的买卖他都不放在心上。主公，已经打听出来了，他们的领地在前方15公里处的一片树林中，领地内还有400多名食人魔，刚才被您杀的不是领地的领主，他们只是其中一队出来搜查的小兵。他们之前探查到这里有人族出没，所以他们今天是过来查探情况的。高顺这时走到武天行身边，脸色平静地汇报着，只是没想到遇到了我们，更没想到我们这么强，所以他们凉了是吧？武天行呵呵一笑，眼中却是冰冷一片。搜查的小兵搜查什么？武天行不用细想都知道，肯定是搜查人族，然后抓回去养着吃。食人魔最愿意干这事了，他们天性如此。把那2个食人魔也宰了，我们出发，今天把这个食人魔领地平掉。武天行手臂一挥，脸色冰冷一片，省着以后我们领地升级后来攻打我们，以后外族领的碰见一个灭掉一个。武天行想到上一世的惨烈战争，心中就升起一股无名怒火。第34章庄13的高顺。15公里对于武天行等人来说也不算近了，毕竟这里不是现实中根本就没有公路，基本上都是土路，还有的地方遍地杂草，一路上也不是很安全，不时的窜出一只或者一群野兽，甚至还路过一片沼泽地，让武天行等人不得不绕了一段路。当找到食人魔的领地时，已经是下午6点钟了，眼看着就快要黑天。武天行趴在一棵大树上，向着距离500米远的食人魔村落看去，只见里面的食人魔正一群又一群的聚在一起，中间点燃着一堆柴火。武天行皱着眉头，仔细看去，发现上面烧烤的正是人类。这种事他也不是一次见到过了，上一世比这还残忍的他都见到不少，所以他也没表现出什么，只是心中的怒火却是越加的旺盛。同样在旁边的树上趴着的高顺等人也看到了里面的情况，他们可没经历过这么残忍的事情，一时间都咬牙切齿，恨不得现在就杀进去。武天行四处扫视着，他必须摸清楚村里的情况，才会考虑怎么灭掉这个食人魔领地。食人魔也是一种智慧生物，也有可能在村庄四周布置一些陷阱什么的。武天行虽然相信手下的士兵可以屠掉整个村庄的食人魔，但是他也不想因为自己的大意损失哪怕一个手下士兵。果然，这个村庄布置了陷阱，而且就在村庄的大门口布置的。这种陷阱武天行上一世就见过，只是把一些树木一头削尖，削成尖刺，然后一排排的绑在一起，埋在村门口。在村中没有食人魔进出时，只要在村中用绳子一拉，就能把这些尖锐的木刺立起来。
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从上面走过去，一瞬间就能把人的脚掌刺穿。武天行嘴角露出一抹冷酷的笑容，小把戏而已。初级村庄连幕墙都是简陋的，对于他们这些三阶兵，轻轻一跳就能过去，根本就挡不住他们，也不必从门口进入。武天行从大树上轻轻跳了下来，摆了摆手。等高顺都集合过来后，他才脸色冰冷道：“村门口有陷阱，不必从那里进入，直接从幕墙处跳进去。你们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不留。”最后，武天行咬着牙一字一句的低声喝道。高顺等人也是一脸的冰冷，一言不发，只是郑重的点了点头，转过身，大手一挥，嘴中冷硬的吐出一个字：杀。刷刷，真是静如出子，动如脱兔。200人瞬间犹如野狼般张开獠牙扑了过去。武天行不紧不慢地跟在200人身后，他只需要拦住食人魔的首领就可以了，剩下的食人魔小兵还是让手下练兵用吧，所以他也不着急。短短500米的距离，对于有着军团令加持的三阶兵还是急行军的情况下，10来秒的时间就到了幕墙底下。高顺带头，脚下毫不停留，轻轻一跃就从幕墙上空跳了过去，身后200人也是毫不逊色，一时间竟产生鲤鱼跃龙门情景。当高顺跳过幕墙后，村中的食人魔才反应过来，其中有一个食人魔的头目刚要站起来想要大声呼喊，突然看到高顺身后一个接一个的人影从幕墙上跳进来，瞬间脸色狂变，一时间竟忘了呼喊。不好，有敌人，是人族。这时旁边终于有人反应了过来，急忙大声喊叫起来：人族来报仇了，都快迎敌！一瞬间整个村庄就大乱起来，嘴中呼喊着什么的都有。杀！高顺突入到一个食人魔近前，手中长刀犹如死神镰刀，闪电般的把这只食人魔头颅削了下来，同时嘴中也是一声大喝响起。杀！身后跟随着的军团兵也都是开启了杀戮模式，嘴中也同时冷酷的大喝一声。噗！砰！一声接着一声的武器入肉声响起，食人魔族人快速的减少着，他们根本就挡不住军团兵的一招两式，差距太大了。而且军团兵看着是随意的杀戮着，其实还都是在互相帮助着。就像是一个食人魔小头目看到一个士兵向他杀来，立即满脸愤怒的想要杀掉军团兵，但他没想到刚对拼了一记，突然旁边又闪过来一个士兵，快速无比的一枪解决掉他。他到死都是一脸的不解，他都不知道这个士兵到底是从哪里过来的。武天行在后方看得眼睛直冒光，这帮军团兵被高顺训练的简直神了啊！你们是谁？竟然敢屠戮我族人，我要把你们都吃掉！这时从村长屋中跑出来一个身高有2.5米的食人魔，刚一出屋就看到正在被屠戮的族人，瞬间就愤怒起来。他实在不敢相信，短短不到1分钟时间，族人就被屠戮了一半。武天行一直在盯着村长屋那里，看到这个食人魔首领出来，他就要冲过去，没想到他还没动，高顺就几步跨了过去，长刀如风，无声般向着食人魔首领脖颈处砍去。食人魔首领正在暴怒中，看到高顺向他杀来，想也不想就拿起手中一柄大铁锤砸了过去。高顺也不跟他硬碰硬，脚步忽左忽右，初级武技装步用出，瞬间闪到食人魔首领身后，长刀嗡的一声，劈砍的空气都发出声音，快如闪电般从食人魔首领脖颈处一划而过。食人魔首领眼中闪过一抹骇然，随即暗淡下去。砰的一声，高大的身体突然倒了下去，脑袋也从脖颈上滚了出去。高顺一刀过后，身形都没停留，哪怕1秒，就向着逃跑的食人魔追去，好像杀了食人魔首领没什么大不了一样，与杀一个食人魔小兵没什么区别。武天行在远处看得一阵无语，他呲了呲牙，感觉高顺太能装了，他都没这么装过。反正他不会承认他嫉妒了。战斗来得快去得也快，也就10来分钟就结束了战斗。这还是为了追击逃跑的食人魔，否则也许不到3分钟，高顺他们就能把食人魔全部屠掉。武天行走进村长大厅，伸手点在领主石碑上，只见上面有3个选项：1. 摧毁， 2. 占领， 3. 掠夺。摧毁后村庄什么都不会留下，只会剩下一片废墟。占领后说明这个村庄会成为新武村的附属村庄。掠夺后整个村庄一切的东西都可以被拆除拿走，即使是建造好的木屋都可以把木头拆下来带走。当然什么都不选也可以随便把东西拆下来带走，但是选择掠夺却是会把这个村庄的建村令显示出来带走。第35章不甘心。武天行当然选择掠夺，摧毁了毛都不剩，他才没那么傻。至于占领，他更是不会选择，现阶段这里离他的新武村太远了，他也顾不过来。选择掠夺后，只见领主石碑闪烁出一阵白光，白光过后，在武天行身前漂浮着一块黑色的建村令。武天行伸手抓住建村令，看了眼，发现只是青铜级的，随手让他扔进空间戒指中。主公，后方有个地牢，里面有很多人类，
被他们关在里面。武天行刚一走出村长屋，王猛就跑过来，一脸愤怒地向他汇报道：“走，看看去吧。”武天行心中叹了口气，他也知道王猛因为什么愤怒。果然，一进入地牢，就听见里面传出一声声嘶哑的痛苦。地牢很大，是在地底下挖出来的一片空间，里面被隔出几大间和几个小房间，房间四周都用碎石和木头加上泥土浇灌成的，防止人类逃跑。武天行走到近前，只见里面犹如地狱一般，里面有老人，有孩子，有男人，也有女人，但是他们都被木刺穿透肩膀，绑在监牢里的一根根木柱子上。武天行紧咬着牙，一言不发，双手不自觉地捏起了拳头。虽然他早就知道是这样的结果，但是亲眼看到后还是忍不住的愤怒。你们是来救我们的吗？这时地牢的这些人看到来了人类，全都激动起来。救救我们，求你们了！公，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快不行了，只要救了我的孩子，让我做什么都行。一时间，武天行耳边全是求救声，都是声音嘶哑着，想来也是疼痛让他们痛苦的喊叫，嗓子都喊哑了。主公，先把人救下来吧。王猛这时在旁边提醒道。武天行这时也反应过来，急忙道：“大家把绷带都拿出来，让人出去多找些干净的布。现在我们不能动他们，如果我们把他们肩膀处的木刺拔出来，没有东西包扎，他们会大出血流血过多而死。”高顺等人一听，脸色都是一变，心中都在庆幸刚才没有胡乱救人。高顺等人出来时，每人都带了一些物品，比如绷带、疗伤的药物，还有干粮和水，都有一个小布包。毕竟这次需要在外过夜，而且每天都有厮杀，这些必需品多少都得带一些，这也是武天行要求的。很快，大家把绷带和药物都拿了出来，武天行拿出的最多，因为他有储物戒指，所以也带得多。武天行看着东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才道：“救人吧！”高顺等人急忙上前，一人快速地拔出刺进人们身体内的木刺，一人快速上前拿出药物和绷带使用，一直忙活了半个小时，才把人都救了下来，总人数达到300多人。这时天色也黑了下来，武天行等人也没想到杀食人魔只用了10分钟，救人却用了半个小时。武天行让士兵把救出来的人安排到各个民房中，然后又安排士兵出去猎杀10多头野兽回来，把村中的食人魔尸体扔出去，用水大概冲洗了下，就在村中央架起了大火，烤起野兽来。烤熟后，让士兵们把肉送到民房中，之后他们才自己烤肉，自己吃起来。至于受伤不适合吃烤肉，武天行只能呵呵了，有的吃就不错了，没有条件的情况下，树皮都能吃，别说现在还有肉吃就不错了。主公，刚才打扫战场时爆出来2样有用的物品。这时高顺走到武天行身边坐下，伸手递过来2样物品。武天行接过来一看，神色不由一动。正气诀、白银级纹饰功法、铺路石机器图纸。他没想到这次还真有大收获，这2样东西正是现在新武村最急缺的。正气诀是纹饰需要的功法，纹饰不需要上阵杀敌，只需要把功法修炼满后就可以自动升阶，每升一阶精神自动长一点，不像是武者功法，每升一阶都长到了武力上。但是修炼纹饰功法资质必须要好，否则资质低的人修炼会很慢。而且纹饰的武技都是他们自己领悟出来的，都是与他们自身有关。比如说，有的人领悟出来纹饰武技，有可能施展出来会加快粮食生长周期；有的人领悟出来的武技能给士兵加状态，反正是五花八门。纹饰不像武者有武将技和军团令加成，他们厉不厉害，主要看他们领悟出来的技能和精神力的多少。比如2人领悟出来的技能一样，但是精神力高的人肯定碾压精神力低的人。厉害的纹饰，上一世武天行就听说过一人，三国中的诸葛亮。他听说当时是2方对战，诸葛亮只是释放了一个纹饰技能，顿时狂风大作，原地卷起5道龙卷风，直接把敌方上万士兵卷上天，简直是神仙手段。至于铺路石机器，也是每个领地必不可少的一样东西。领地升级后，虽然领地中的地面都会被平整，到那也必定还是土路，但只要有了铺路石机器，整个村庄甚至是村庄外面都能够铺上10块地面。与此同一时间，现实中这时是上午11点钟，一座大厦中10多个人正坐在一间会议室中。还没有消息吗？坐在主位上一个中年人，满眼血丝，一脸的疲惫，像是几天没有休息过一般，涩声问着下方坐着的10多人。还没有，就像是突然间消失了一样。坐在中年人下手方，一个身穿军装的人摇了摇头，满脸痛苦地说道：“现在不光是我们在找，漂亮国和大和国等10多个国家也都在找，但是都没有一点消息。”坐在首位上的中年人眼泪瞬间流了下来，痛苦道：“800万军人啊，我怎么与人民交代？我怎么与他们家人交代？”下方10多人也都是低下头，一时间神色悲戚。过了一会，首位上的中年人缓了缓情绪，面色悲哀，轻声道：“把我们的人都撤回来吧，留下一小队人在那边守着就行了。”“那怎么行？
难道我们就这样放弃了吗？君主！下方老人听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笔直的身躯都瞬间弯了下去，嘴中喃喃道：“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可是真的不甘心啊。”说着，眼泪也忍不住的流了下来。第36章会议中的争吵。坐在主位上的君主呼吸急促，看着老人一阵，随即语气一缓：“陈老，我知道你也担心，但是我们真的不能再拖了。昨天调查显示，全世界的动物都发生了变化，短短几天时间，正常的家猫现在攻击人类都可以轻松把人杀死。这还只是一只猫，要知道还有狗、老鼠，各种各样的动物。这几天光是京城被动物袭击而死的人类已经多达3000多人，更不要说在一些偏远地区，有可能死得更多。不错，我们不能再拖了。”坐在君主另一侧下方，身穿军装的一个脸色刚毅的中年人，闻言也是凝重的点了点头。这几天我们也出动了很多士兵去绞杀这些袭击人类的动物，但是成效甚微。我们发现这些动物每天都在快速的成长。截止到现在，在我们现在热武器因为不知名原因都不能使用的情况下，凭借身体素质不错的士兵，连一只猫都打不过，甚至还有可能陷入危险。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拿出一套方案来，否则我们人类真有可能在这些动物的攻击下被灭族，这是整个人类的末日。守卫上的君主这时转过头，对着他旁边站着的一个身穿军装的女军人道：“小文，把资料给他们发下去。”女军人小文连忙从文件包中掏出一摞资料，一份份的发到在座的美人面前。大家都先看看吧，然后我们再讨论接下来的事情。同一时间，大和国、大英国和漂亮国等国家也在上演着相同的一幕，都在讨论着相同的事情。10分钟后，君主用手敲了敲会议桌，把大家目光都吸引过来，才缓缓道：“资料你们也看了，说说你们的想法吧。”“这是真的吗？”这时，下方的陈志国老人一脸不可思议地举着手中文件，看着君主道：“难道我们以后还会像小说里一样飞天遁地，长生不老？”之前最开始说话的身穿军装的中年人叫秦书康，他接过陈老的话语，脸色凝重道：“以后什么样暂时还不知道，但是我们这几天送进去的5万士兵陆续反馈回来的信息，确实证明能让人达到超越极限的力量。”君主这时发话道：“你们手上拿的资料里面全都是真实的，这点我们已经证实，不用再怀疑。这个荒古世界的情况，我们现在也是在一点点摸索中，但就是我们现在掌握的情报，也已经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了。最难的就是我们5万士兵，在里面到现在也只是才得到35颗破虚珠，这才是制约我们的最大的难题。只要我们的士兵都用了破虚珠，那么就能把荒古世界里的武力带到现实中，那么现在这些袭击人的动物也就不足为虑。5万人才得到35颗破虚珠，而且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建立村庄的10几人手上，个人得到的更是没有几个，这概率也太低了吧？甚至可以说，我们虽然进去了5万人，但是起到作用的反而只有10多人。”这时，坐在末尾的一个叫林正泰的30多岁青年放下手中资料，皱着眉头说了一句：“而且我看里面着重的提到几次武天行这个人是谁。”君主看着林正泰，心中点了点头，还是年轻人看问题角度干脆利落。武天行这个人也是我们重点观察对象，我们现在可以肯定他是我们现实中的人，但是之前由于人口太多，后期网络断掉，所以没有查到这个人具体是谁。但是这个人是第一个建造出村庄的人，也是现在排行榜上的第1名。我们分析这个人很有可能知道一些什么秘密，所以务必要联系上这个人。只要从他口中得到一些对我们有帮助的情报，我们就会在荒古世界中少走很多弯路。当然，我们也不会让他白出力，有什么要求他都可以提。但是我们直到现在还没联系上他，即便是在交流系统中喊了几次话，也不知道是他没看到，还是不想联系我们。呵，我看他就是故意不联系我们的。作为一个华夏人，一点都没有集体荣誉感，这种人以后碰到就应该直接抓起来，无论什么秘密都要让他吐出来。这时，坐在林正泰对面的一个50多岁，名叫李明泽的中年人，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身穿西装，突然拍了下会议桌，脸色义愤填膺的喝道：“哼，你们老李家真厉害，没联系我们就是没有集体荣誉感了，还抓起来，人家什么罪也没犯，凭什么抓人家？”林正泰看李明泽这种作风，一时间就气不打一处来，满脸的嘲讽：“凭什么？你说凭什么？他作为一个华夏人，不知道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危机中吗？他守着自己的秘密，却不肯分享出来，他这就是在犯罪，拿整个人类的生命当儿戏。他这种人已经算是反人类了。”林正泰气的眉角一阵跳动，忍不住讽刺道：“呵，这就反人类了？你老李家那么有钱，怎么不见得给吃不饱穿不暖的人捐点？那你这算不算是反人类？”林正泰说到这里，也不给李明泽说话的机会，继续道：“你别把你的土匪思想强加到我们现在的年轻人身上。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机遇，难道我们看到别人有好东西，就给人随便安个罪名，然后据为己有吗？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华夏人，不是特么土匪。如果就你这种心态去接触这个叫武天行的人，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凭借他现在的势力和实力，他敢杀了你，你信不信？还有，你最好别动什么歪心思。还有在座的各位，我虽然年龄小，比不上在座的各位阅历和权力，没有我说话的份，但是我还是要说，我们现在千万别去惹这个叫武天行的人，如果去接触，也要带着诚意去，不要去试图强取豪夺，那样很可能会适得其反。我们现在整个国家都是乱象纷呈，如果真要是我们扛不住了，也许这个武天行就是我们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君主在主位上一直没有说话，这时等林正泰说完，他才啪啪的鼓起了掌。不错，非常不错，还是你们年轻人看问题的角度一针见血，而且看得透彻。第37章，查探武天行。紧接着他又狰起脸色，一脸严肃地看了眼李明泽，继续道：我们研究团队测算，现在的武天行在战力排行榜上达到62分，也就是说真实武力值有可能达到30点左右。那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他一拳现在能够打出3000多公斤的力量，这已经不是人力能做到的了。所以我们分析后决定，对于武天行这个人，我们应该先尝试着接触，如果实在不行，我们也不再强求，任其发展。就像是刚才林正泰说的一样，即使武天行什么都不告诉我们，那也是他个人的机遇，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君主缓了口气，语气充满无奈道：还有就是，我们也不得不这么做。现在整个星球扩大了100多倍，我们现在与整个华夏国的各个城市都断了联系，除了我们京城，别的地方上的情况，我们现在一无所知，即使我们想管也管不了。秦叔康这时也叹了口气，满脸苦涩地说道：当初末日未爆发时，我们调遣了整个国家的80%的兵力，现在每个地区只有少量的士兵驻守，真不知道现在每个区成了什么样了。行了，秦统领，丧气话就不要再提了，我们现在主要谈一谈需要多少人进驻荒古世界。坐在首位上的君主眼中痛苦神色一闪而过，摆了摆手打断秦叔康的话语：我们现在士兵还有20万人，是当初为了增兵聚集起来的，后来末日爆发后就没过去。我们在荒古世界里面的士兵已经有了5万，我看再派进去5万就够了，剩下15万士兵在外面守护京城。这时坐在秦叔康旁边的一个胖乎乎老头，身高也就1.65米左右，他叫吴少谷，这时开口说道：我看不妥，既然荒古世界能够让人超越人的身体极限，我想整个世界的人都会争先恐后的进入，以后的世界也会有很多都是武功高强的人，我们进入的人数少了，有可能还没民间的人发展快，和谈以后能够管理整个华夏国。秦叔康听到吴少谷的意见，急忙否定道。吴少谷提了一次意见后，就安静地坐在那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接下来整个会议室都吵闹了起来，各说个有理，一时间也没确定下来安排多少人进入。坐在首位上的君主一声不吭，眯着眼睛看着下方争吵的一帮人。林正泰也一句话不说，他属于小辈，这种事他一般不会插嘴，也只是低着头不知在想什么。争吵的时间一直持续了半个小时，才确定下来人数，但也只是再派进去10万人而已，气得秦叔康脸色通红。君主看到有了结果，也不再废话，拍板决定下来后就散会了。当人都走后，只剩下君主和那个小文时，君主慢慢地走到落地窗前，看着外面的高楼大厦，声音充满了疲惫：小文，林正泰应该没有走，你出去把他叫进来，尽量别让别人看见。小文虽然一脸疑惑，不知道君主怎么知道林正泰还没有走，但他也没问，只是点了点头，就轻声走了出去。果然没过5分钟，小文就带领着林正泰走了进来。林正泰上前敬了个军礼，才微微一笑道：君主怎么知道我还没走？君主转过身，仔细地看着身前这个1.8米个子的青山，一时间也是心绪起伏。你小子从小一撅屁股拉什么屎我都知道，你有什么事还能瞒得过我？君主这时脸色也柔和了下来，打趣地看着他说道：皇叔，小文还在这呢，你怎么什么都说呢？林正泰一脸的无奈，苦笑着看了眼旁边站着的小文。行了，你小子也别岔开话题，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小文也不是外人，你俩本来都要结婚了，没想到出了这种事。君主摆了摆手，不在意的说道，接着又叹了口气：你父亲，你也别太伤心，现在局势不稳定，下面人各有各的打算，就像今天这些人，他们其实很多人早就知道荒古世界的秘密了，只不过是都在装傻充愣而已。我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我让你查的武天行，你真的没有查到吗？林正泰脸色闪过一抹伤心，马上又掩饰过去，然后认真的看着君主：您是希望我查出来还是查不出来？君主深吸口气，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说这个人吧，我必须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否则我真不敢下定决心。林正泰点了点头，接着缓缓说道：姓名武天行，公主氏人，今年22岁，有个妹妹叫吴小静，今年18岁，两人父母是在造船厂工作，7年前在海上失踪。林正泰这时语气顿了顿，才又继续道：失踪的地点也是那里附近。君主皱了皱眉头，是巧合吗？还是什么？应该不是巧合，
上次的事件我们这里有备案，离那里不远，那艘船也确实至今没有找到。你继续说。武天行因为父母出事后，船厂那边赔了一笔钱，当然中间也是被别人贪污了不少，所以到武天行的手中就没有多少了。所以两兄妹这些年过得也不怎么好。武天行一边打工一边维持着两人上学的费用。后来武天行毕业后没有找到好的工作，就一直在家玩游戏赚钱来维持着两人的生活。武天行的信息被林正泰查得一丝不差，可见在这个2120年这个时代，国家信息网络的强大。直到林正泰讲完后，君主才揉了揉太阳穴，轻声道：依你看，武天行是个什么样的人？林正泰想了想，道：从他妹妹角度看，他这人对于感情看得很重，但是他又经历过父母失踪，看到了社会黑暗的一方面，所以我也不敢确定，毕竟人心最难测。这时小文在旁边插嘴道：其实你们都想得太复杂了，他既然对他的妹妹那么好，就说明他这人不是什么大恶之人。我们现在应该想的是对于以后与他接触的问题。如果我们现在对他强硬，那么无论他是什么人，对我们都不再会友好，更何况我们现在也没能力对人家强硬，所以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林正泰与君主两人对视了一眼，都是苦笑一声。虽然两人考虑的没有这么简单，但是小文说的也不算错，无论他们怎么想和怎么做，对于现在的武天行来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听见了吗？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林正泰正色的点了点头，然后伸出五指，尖声道：给我这些人，我今天就出发。君主一脸的郑重，看着他，虽然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危险，但是我听说死后会损失灵魂力，一连2天都会头疼欲裂，想来也不是什么好事，你要多加小心。而且这些士兵是你父亲和小文父亲两人留下的后手，把他们交给了你，也就代表着我们已经无路可退，所以你们只能成功，不许失败。林正泰听后啪的一声敬了个军礼，一脸坚定道：只会成功，不会失败。随后看了一眼小文，一句话没说的就转身走了出去。第38章成了动物园。荒古世界。休息一晚上的武天行这时还不知道他的信息已经被上面人查了出来，当然他就算知道也有可能不会在意，天高皇帝远的，就像是小文说的一样，他们也不能拿武天行怎么样。从床上下来，走出房门与高顺交代了下，他才又返回屋中，然后身影消失，返回现实中。刚一显出身形，他就急忙向旁边闪去，只见他原来站立的地方一道黑影闪过。武天行看了眼四周，眼中寒光一闪，身体瞬间移动起来。滋滋滋滋，一时间一声声老鼠的尖叫声响起，血红着眼睛向武天行扑去。武天行身形如幻影，手掌连拍，砰砰声不绝于耳。当他停下时，只见满屋子的老鼠尸体，屋中一片狼藉。武天行脸色阴沉，他没想到一天没回来，家里被老鼠给霍了，只见房门也被老鼠咬得破破烂烂的。啊，老鼠！就在这时，突然一声尖叫响起，武天行瞬间冲了出去，直奔他妹妹的房间。他情绪激动下，把地板都踩出一个大窟窿。一进入吴小静房间，他就看见张笑笑正拿着一把长剑挥舞着，把吴小静保护在身后。他也不敢迟疑，身形忽左忽右，手掌连续挥动着，一声声闷响传出，老鼠的尸体犹如雨点般砸落在地板上。短短半分钟不到，他就把屋中20多只老鼠拍死。接着他又跑出去，把大厅的老鼠清理掉，然后把整个屋中都检查了一遍，他才停止。当武天行停下后，吴小静急忙跳到他的身上，一脸后怕的委屈道：吓死我了，没想到咱家进来这么多大老鼠。武天行拍了拍他的后背，心中也是一阵后怕，要知道现在的这些老鼠，一个成年人都有可能被一只老鼠杀死，更不要说有20只了。而且由于吴小静到现在还没有破虚珠，所以在现实中也没有一点武力，但是张笑笑却是让他很诧异。多谢你了。武天行看着拿着长剑站在一旁的张笑笑，连忙道谢。没事，幸好是我先出来的，当时突然看见老鼠我也是吓了一跳。张笑笑一脸后怕的拍了拍自己那壮观的胸部。武天行却仿佛没看见一般，诧异道：看来你在的那个村庄发展的不错呀，竟然让你用了破虚珠，而且还给了你一把能在现实中用的长剑。张笑笑这时也反应过来，他的动作有些不雅，连忙恢复正常状态，解释道：我们今天偷袭了一个修罗族的村庄，所以爆出了这2样物品，由于整个村子就我是现实中的人，所以就分给了我。武天行深深的看了他一眼，也没说什么。他可不信他们村庄的首领会无缘无故的把这2样物品随便给人。要知道这2样物品即使放在市场里也能卖10多万金币了。他猜想张笑笑在那个村庄肯定认识高层，而且关系还不错，否则这个时期绝不会分到这种物品。但他也没再多问，只是2件物品而已，还代表不了什么。更何况刚刚也是救了他妹妹一命，这个情他得领。张笑笑见武天行只是问了一句，就不再询问他，略显诧异。其实他说的都是真的，并没有骗武天行，
只是没想到这次武天行会这么好说话。他哪里知道武天行对于他这点东西根本不在意，再加上救了他妹妹和现场的凌乱，所以才懒得搭理他。武天行站在大厅中，看着四处散乱的食物和被破坏的家具，一时间也有些无奈。他刚才已经检查过了，老鼠是从外边的水泥墙盗洞进来的，这也是他没想到的。他之前租房子时故意租的是铁大门，所以门倒是没坏，但水泥墙却没有挡住老鼠。你俩先把屋子收拾下，老鼠咬过的东西都堆在一起，不要了，我出去看看。武天行打算出去看看情况，顺便把整栋楼都清理下，否则他不安心。谁知道下次回来会不会又有什么野兽跑进来？他自己倒是不怕，就怕他妹妹遇见了会有危险，到时他后悔都来不及。看来得尽快把村庄建立起来了。武天行一边往出走，心中一边想着。整栋楼有10层，他自己家是在5层。武天行首先是往上清理，还别说，他不出来还不知道，由于都是铁大门，房门紧闭，走廊中还真有几只野兽在四处乱窜着，都是猫和狗。一看见武天行就都狰狞着向他扑来，他也不惯着他们，一拳一个直接锤爆脑袋，然后挥手把尸体收进空间戒指中。要说这空间戒指也怪，荒古世界里的东西在空间戒指中，武天行在现实中根本就拿不出来，都像是影子一般，看得见摸不着，而且还占用地方。等武天行要是回到荒古世界中，从现实中收进去的物品也是一样，也看得见摸不着，还占用地方。但是里面有一套皮甲装备和一块剑村令，还有10多张图纸，却是能够拿出来，因为都是带有真字的，都是这些天爆出来的。还有2张是他在市场里买到的，他打算现实中建村的时候用，所以也没放在村里的仓库中。武天行的速度很快，一层层跑上去，碰见野兽就是一拳杀死，收尸后就继续。5层楼10多分钟他就跑了1来回，接下来他又往下清理，下层的野兽多了很多，尤其是1层简直都成了动物园了，不光有猫狗，还有老鼠、兔子、猴子和猪。刚下了楼梯，把武天行都吓了一跳，这些野兽在这里安家了，而且还泾渭分明，一个族群一块地方。这时这些野兽听见了动静，都突然转过脑袋向楼梯口处看去，一见到是人类，都突然间站起，冲着武天行龇牙咧嘴，甚至离得近的2只猴子已经挥舞着爪子向他蹦来。武天行身形晃动间躲开袭击，2只大手一探就捏住2只猴子的后脖梗，双手微一用力，咔嚓一声，2只猴子瞬间全身无力，眼神暗淡下去。吼！滋滋！武天行皱着眉头看着这些向他冲来的野兽，他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但这时他也没时间思考，脚下装步武技用出，双脚如幻影，忽左忽右，同时双手握拳，连连砸出。一时间整个1层的楼道里砰砰声不绝于耳。滋滋！嗷！武天行犹如杀神，眼中毫无波动，双臂连挥，野兽被一只只爆掉脑袋，溅射出红的白的，都被他闪动身体躲了过去。第39章生死兄弟。整个1层的楼道里，算上老鼠得有几百只野兽，却也架不住武天行的杀戮，基本上每秒钟都要倒下一具尸体。要知道他现在可是有31武力值的人，杀这些最高3.5力值的野兽简直不要太轻松，这还是他连1半的力量都没用出来的结果。杀戮一直持续着，这时剩下的几十只野兽也有了恐惧，甚至后方的野兽毛发炸起，嘴中发出呜咽声，一点一点的往后退去。武天行冷漠的看了一眼，神色毫无所动，手中继续不停的杀戮着。野兽是什么？之所以为野兽和妖兽而不是灵兽，就是因为他们也和妖，骨子里带着野蛮、妖异、狂暴、狡猾。上一世人类为什么300多亿的人口后来只剩下1/10，就是因为现实中这些野兽变异成的妖兽，他们嗜血、狂暴，拿人类当食物。要知道人类在荒古世界一开始就有5条命，即使死了，大不了在现实中休息几天，回头进入荒古世界又是一条好汉。但很多人根本没有重来的机会，都是在现实中被妖兽杀掉、吃掉。就在武天行杀戮时，2层和3层里的住户也都听见了楼下的野兽吼叫声和惨叫声，一时间很多人都吓得脸色惨白。这几天他们根本就不敢出门，因为他们都见到过这些吃人的野兽。这时听见野兽的吼叫声，心中都有一股恐惧涌上心头。当然很多人害怕恐惧，但也有人胆大。2楼3楼都有人打开房门，从房屋中走了出来，慢慢的向楼下1层走去。武天行疯狂的杀戮着，这时剩下的10多只野兽终于恐惧爆发，转头就向外跑去。武天行眼中寒光一闪，身体瞬间前冲，既然遇到了，他就不会让这些野兽继续跑出去害人。就在这时，突然他心中一紧，前冲的身体猛然一停，身体后仰，躲开一道绿影的攻击。他眼睛微眯，侧头看去，只见是一条手臂粗的碧绿色眼镜蛇，这让他心中一凛。眼镜蛇一击未见功，身形如电般向门外窜去，速度非常快，
眨眼间就到了大门口。武天行眼神一缩，右脚一跺地，身形狂暴地向眼镜蛇追去。这时武天行也终于知道，为什么刚下楼时看见这么多野兽，他会感觉不对劲了。原来这只眼镜蛇已经变异成妖兽，所以才会让这些不同的野兽在一起而不争斗。就在武天行去追击眼镜蛇时，这时也从2楼走下来2个人，两人正好看到武天行去追击眼镜蛇的速度，一时间两人都是满脸的骇然。两人对视一眼，都是咽了咽喉咙。其中瘦高个子那人看着另一人，色声道：“你刚刚看清楚了吗？确定是人吗？”旁边那人也是身体消瘦，但是个子却没有对面的人高，稍矮一些，闻言也是不确定道：“应该是人吧。”武天行的速度太快了，毕竟31点的武力值不是开玩笑的。眼镜蛇还没跑出10米远，就被他强势追上，手掌如刀，砰的一声劈砍在眼镜蛇的7寸上。轰！死！眼镜蛇一声凄惨的鸣叫，前半部分整个被灌入水泥街道中，7寸处血肉模糊。轰轰轰！紧接着武天行抬起大脚，照着蛇头就踩下去，一连3脚，整个蛇头都被踩爆，他才罢休。武天行抬头看了眼四周，发现之前剩下的10多只野兽已经跑得没影，他才收起眼镜蛇的尸体，返回楼中。当他返回楼道中，也正好看见站在楼梯口处的两人，瞬间他的眼睛睁大，一脸的不可思议。对面两人见到武天行，也是满脸的紧张，刚刚他俩可是见到过这人的厉害，一时间两人都不敢吱声。武天行这时可真是心中五味杂陈，这两人他认识，而且还是上一世认识的，上一世他和这两人在一起待了2年时间。高个子的叫吴海军，稍矮一点的叫高兆杰，上一世几人在躲避追击的妖兽时碰见的，后来就一起结伴行。当时他们一共是5人。等荒谷中开通传送阵后，5人也在荒谷中聚到了一起。就这样，5人无论是现实中还是在荒谷世界里，一起度过了2年时光。他们的感情也是因为一次次的生死杀戮结下了友谊，不是亲兄弟，却是胜似亲兄弟。可惜后来因为他一直在调查他妹妹的死因，连累了他们，被熊哥的人抓到折磨而死。他当时因为出去调查事情，所以没在现场。等他回来时，正好看到熊哥的手下把折磨得不成人样的4人砍掉脑袋。当时的他真是恨欲狂，但是他不敢出去，因为他打不过他们。也是从那之后，武天行独自一人，犹如隐藏在黑暗中的孤狼，各种暗杀熊哥的人。你好，我叫高兆杰，刚才听见下面有声音，所以出来看看情况。这时稍矮的高兆杰见武天行一直盯着他俩看，实在是忍受不了这种气氛，紧张的出声道。武天行被打断思绪，也反应了过来，看着两人微微一笑道：“你们好，我叫武天行，很高兴认识你们。”“你好，我叫吴海军。”这时高个子的吴海军也闷声介绍了下自己。武天行点了点了头，见两人都是脸色惨白，嘴唇干裂，一副虚弱的样子，就知道两人肯定是长时间没吃没喝导致的。也不再废话，摆了摆手道：“看你们样子应该是没吃没喝的了，我这里有不少，正好我也有些事跟你们商量下，你们谁那里方便？去我那吧。”“我那里方便？”一听见有吃的，两人都是满脸的激动，都恨不得让武天行去他们呢。“别急，都有吃的，这四周这么多野兽尸体，随便拿几具都够你们吃的了。一会你们上楼挨家告诉一声，让他们下来领野兽尸体。我想现在大家都应该没有什么吃的了。”高兆杰听见吃的是这些野兽，只感觉喉咙一阵难受，脸色更是惨白了。武天行翻了个白眼，也知道他在想什么，无非就是这些野兽吃人，让他感觉恶心。上一世一开始大家也是这么想的，但是饿了几天都快饿死了，谁还会想这些野兽吃不吃人，不吃自己都快饿死了。所以他没好气道：“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想那些没用的，又不是让你们吃人，大不了把内脏扔掉，难道你们都想饿死吗？”吴海军虽然也是脸色难看，但是他却没说什么，上前就去拉一头300多斤的家猪。高兆杰看到吴海军已经行动了，也只能无奈地挑了一头家猪，毕竟在他想来，一般猪是不吃人的。第40章联盟。武天行在旁边看着两人用力的要把猪往楼上拽，无奈地翻了个白眼。“行了，我帮你们带着吧。”武天行上前伸手一挥，把2只猪收进空间戒指，也不管两人的懵逼状态。“走吧，先去你们谁家，我有事问你们。”“去我家吧，我家就在2楼。”吴海军压下心中的震惊，反应过来说道。咚咚咚，上了2楼，吴海军走到自己家的门口，敲起了门，这让武天行脸现诧异。他没想到吴海军家里不只是他自己一个人，他上一世可没听说过吴海军还有家人。当然他们也没问，上一世死的人太多了，所以大家都很少提自己的过去，都选择性的遗忘。咔嚓，这时铁门从里面打了开来，露出一个漂亮的女人。吴海军把两人带进屋中的沙发上坐下，才看了眼旁边的漂亮女人一眼，介绍道：“这是我妻子，叫谷雨晴。”武天行冲着谷雨晴点了点头：“嫂子您好，多有打扰，
实在不好意思。吴海军的妻子长得很漂亮，身穿一套运动装，身上有一种女强人的气质，看样子也不是个简单的人。他看了眼吴海军，随即对着武天行两人笑了笑，道：没什么打扰的，你们有事先聊，我去看看孩子。武天行心中一动，他没想到吴海军还有孩子，可上一世他可没提到过。吴海军可不知道武天行心中的想法，等古雨晴走后，就问道：不知道兄弟想说些什么？这时高兆杰也眼巴巴看着武天行，也是一脸的疑惑。武天行也不废话，脸色这时也凝重起来，缓缓道：你们现在知道荒古世界吗？荒古世界是什么？高兆杰一脸的懵逼，突然又惊喜道：难道是另一个世界？现在我们的世界变成这样，就是因为这个什么荒古世界和我们的世界融合造成的，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说我们的地球怎么变大了，原来是这个荒古世界造成的呀！一边说着还比比划划的一脸兴奋，看得武天行真是目瞪口呆，他心里只想说一句：你是逗逼吗？我他妈就问了一句，你就挠不出一片世界了？武天行看了眼吴海军，发现吴海军也是一脸震惊的样子，很明显的是他还特么相信了。武天行拍了拍脑门，无语道：什么乱七八糟的，不知道就不知道，哪来的世界融合？你是小说看多了吧？高兆杰一脸的尴尬，他发现好像搞错了，挠了挠脑袋，不好意思的笑了笑，不敢再说话。吴海军这时也有些不好意思，恼怒的瞪了眼高兆杰，这货就是搞事的。你们不知道也正常，这2天你们都没出去过，还断了网，也情有可原。接着武天行就开始给两人介绍起荒古世界，听得旁边高兆杰双眼直冒光，恨不得现在就想要进入荒古世界大杀四方。直到半个小时后，好了，暂时我知道也就这些，接下来我跟你俩说的是我们自己的事。武天行缓了缓语气，接着凝声道：荒古世界很大，具体有多大我也不知道，但以后绝对是群雄争霸的时代，所以我想让你们2个加入我的阵营中。你们进入荒古世界后，也都尽快获得一块建村令，建造自己的领地。以后开通传送阵后，我们能够守望相助，尽量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争取一片属于我们的家园，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生存，和想要保护我们自己想要保护的家人。其实武天行只是想让他们这一世活得更好一些，想要帮帮他们而已。毕竟上一世2人也是因为他才会惨死的，否则凭借他现在的势力，根本不用和他俩弄什么守望相助。可是事情的发展往往会让人意想不到，后来吴海军和高兆杰还真就让他大吃一惊。行，我看挺好，等我以后在里面发达了，就去找你俩去，谁敢欺负你们，我都给他们灭了。高兆杰听完后就迫不及待地答应下来，还一脸的兴奋，看得武天行眼角一阵跳动。他记得上一世高兆杰是个很是沉默的人，这一世怎么变成个逗逼了？难道他找错人了？他这是真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搞错了。吴海军也许是年龄大一些，也或许是有什么顾虑，一直低着头不知在想着什么。等高兆杰说完后，他才抬头看向武天行，皱着眉头道：荒古世界我还没进去，暂时还不知道情况，就算我们现在加入你了，但是就像你说的，暂时也不能在一块，短时间也看不出成果，所以我对于加不加入无所谓。我现在主要考虑是怎么生活下去，毕竟进入荒古世界也是要出来的，但现在我们现实中这么多野兽，我可不想出来后我的家人都已经丧生在野兽的口中。武天行微微一笑，吴海军毕竟比高兆杰大了几岁，已经27了，而且还有妻子和孩子，所以考虑的也更多一些。不像高兆杰，今年才22岁，还没有成家，只是考虑一时爽而已。这个你就放心吧，我刚才也说了，荒古世界中带前缀真字的物品是可以带出来的。明天早晨我们3人出去找个地方，把现实中的村庄建造出来。你说的村庄能够挡住外面这些野兽吗？高兆杰表示很不靠谱，毕竟一听就像是农村一样，哪有高楼大厦来的安全。武天行微微一笑，肯定的说道：放心吧，我家里还有2人呢，我也不可能拿我家人的生命开玩笑。那就行，你说的加入你，我同意了，不管在荒古世界里以后会怎么样，我都会和你共同进退。吴海军听到生命有了保障，立马就表示了自己的决定。我也是，以后无论怎样，我们都要共同进退。高兆杰也站了起来，一脸坚定地说道。这时的他乃还有一副逗逼的样子，看得武天行是一愣一愣的。说实话，我刚看到武天行时，就感觉对你有一种熟悉的感觉，甚至现在对吴海军也有了这种感觉。也许我们上一辈子就认识，也说不一定。这一世相聚，也许是上天的安排。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武天行眼中闪过一丝惊骇，猛然看了一眼高兆杰，他感觉高兆杰这小子有些邪门。吴海军却是没什么感觉，只以为高兆杰在开玩笑而已，听后只是跟着点了点头。好了，我先走了，你们回头通知一下别的住户，让他们把下边的野兽尸体分掉。如果有什么事情，去5楼501房间找我。当然我一般都是早6点和晚6点从荒古世界出来。说着伸手一挥，放下一头猪后，就拉着高兆杰去他的家里。高兆杰家里就他自己一人，
把一头猪放下，他就跑了回去。他现在不想看到高兆杰这小子，太他妈邪门了。第41章，妖族的强势。武天行却不知道，他和高兆杰走后，吴海军的妻子从屋里缓缓地走了出来，一出来就说道：“我也要进入荒古世界中。”不行，你也进去，那孩子怎么办？吴海军想也不想的就拒绝了他。古雨晴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只能不甘地跺了下脚，跑回了卧室中。吴海军看着古雨晴的房间，嘴中喃喃道：“放心吧，我会帮你的，有我在，我怎么会忍心让你进去冒险呢？”武天行返回家中，这时吴小静两人已经把屋里大概收拾了下。吃完饭，武天行就迫不及待返回荒谷中。身影刚一出现在房屋中，耳边就听见外面传来的厮杀声，他脸色瞬间大变，急忙跑了出去，站在门口向四周看去，只见高顺等人正在与一群修罗族人厮杀着。武天行大概扫一眼，发现修罗族人的数量差不多有500多名，但是现在正被高顺等人疯狂地屠戮着。虽然数量多，但是两方的战力差距太大了。高顺正对战着对方的修罗族首领，两人一时间打得不可开交，这让他刚刚提起的心也悄悄放了下来。刚才他可真是吓了一跳。紧接着他也不再看热闹，从戒指中拿出长枪，就向着对方首领冲去。修罗族首领这时正满脸凝重地与高顺厮杀着，突然眼角余光看到向他杀来的武天行，瞬间让他脸色大变。他没想到对方还有高手，而且看那浑身气势比正与他对战的这人还要恐怖。他急忙向后撤退，脸上也瞬间布满了恐惧。可是武天行会让他退走吗？只见他的速度突然间加快，身形如一道闪电，瞬间就追上修罗族首领，手中长枪犹如一根通天之柱，向着修罗族首领捅去。无论他怎么躲避，都感觉长枪在跟随着他移动。其实不然，那只是他的错觉而已，主要是武天行的速度太快了，造成的视觉效果。扑哧一声，长枪从修罗族首领的脖颈处一穿而过。到死时，修罗族首领还是一脸的恐惧，随即眼睛慢慢的暗淡下去。主公！高顺刚要开口，武天行急忙挥手打断道：“先解决了他们，尽量一个不留。”是，主公。高顺猛然深吸一口气，大喝道：“主公有令，一个不留，一个不留，杀！”200名军团兵听见高顺的声音，也猛然大喝一声：“轰！”气势冲天起，200名军团兵猛然间狂暴起来，瞬间一片武器入肉声响起，修罗族人也一片片躺倒下去，犹如割麦子一般。杀戮很血腥残酷，但是种族间从没有仁慈，不是我灭你就是你灭我。就像这次一样，他们在这里好好的，偏偏就有修罗族人来攻打他们，所以说战争就不可能有仁慈，只有你死我活。砰！武天行提着长枪挡住一个想要逃跑的修罗，却没想到他身上突然闪烁出一道白光。武天行瞬间大喜，他没想到自己升级了，之前忙来忙去都把自己升级的事情忘掉了。他凝神看了眼自己的信息：武天行，人族，称号中级村长，初级武将，声望100，资质 S， 境界星途4阶，武力13加 250%， 精神7，功法混沌神魔诀，混沌，技能初级枪法，初级剑法，初级刀法，初级步法，狂暴，初级武将技，装备荒古无极戒指，白银级，金刚长枪，青铜高级，金刚盔甲，青铜高级，特级军团令，青铜级，金钱17万，幸运10，灵魂100%，自由属性点0，物品真剑村令，真蛇鳞皮甲，青铜高级，真图纸15张。武天行握了握拳头，感觉全身都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这让他嘴角忍不住的翘了翘。他随即又看了眼2个排行榜，眼神瞬间凝重了起来。世界排行榜：1. 终极新武村，人族武天行，评分2858。2. 终极食人村，食人魔族，蒙图，评分2825。3. 终极弑神村，修罗族，阿萨加，评分2815。4. 终极食天村，食人魔族，叶鲁，评分2805。5. 霸天族，妖族，虎王，评分2790。6. 终极鹿神村，修罗族，阿奇古，评分2783。7. 啸天族，妖族，哮天犬，评分2780。8. 终极轮回村，人族，项羽，评分2765。9. 狮王岭，妖族，狮王，评分2682。10. 天鹰族，妖族，鹰王，评分2680。武天行没想到这几天没看世界庞行榜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而且各个紧逼与他的评分都没有差多少。更让他不可思议的是，妖族竟然出现了，
他记得上一世妖族出现时是在现实中10天左右的时候，这一世却提前了好几天，这让他有种不受控制的感觉。而且这妖族刚一出现就开始霸占排行榜，排名前100，光是妖族就占据了1/3，上一世可没有这么疯狂。妖族只要哪个妖兽得到一块族群令牌，就可以组建族群，但是首先也得有强压一切的实力，否则可不会有妖兽服你，任你当妖王，整不好还会被杀掉，为别人做了嫁衣。个人战力排行榜：1. 武天行，人族，评分85。2. 蒙图，食人魔族，评分62。3. 阿萨加，修罗族，评分62。4. 项羽，人族，评分61。5. 鹰王，妖族，评分61。6. 叶鲁，食人魔族，评分61。7. 虎王，妖族，评分61。8. 阿奇古，修罗族，评分61。9. 狮王，妖族，评分61。10. 白起，人族，评分61。战力排行榜虽然也有了很多变动，但是暂时武天行还是要强势很多。呼，武天行吐了一口气，脸色一片凝重。他前期的优势照这么下去，也许过不了几天就要被超越了。就说现在，如果排名第5的虎王霸天族全力攻打他的村庄，他能不能守住都是两说。因为妖族可没有什么平民和建筑，还有材料什么的作为评分，他们的评分就是有一个算一个，实打实的战力评估。看来得要加快脚步了，否则被超过了，那可真是白白作为一个穿越人士了。武天行心中暗想着，他虽然有了一些紧迫，但也不是太担心，毕竟他这个穿越人士知道的东西可不是这些摸瞎前进的人能比的。第42章军团升级令。主公，已经全部解决，我方伤15人，无死亡。这时高顺走过来汇报道。武天行点了点头，随即疑惑道，这些修罗族是怎么回事？是从哪里来的？高顺苦笑了下，无奈道，他们是追着一批人过来的，那批人一开始是从旁边路过，也许是看到了我们这里守着很多人类，所以就向着我们这里跑来，身后追着他们的修罗族也被他们带了过来，我们也只能无奈迎战。他们这也是受了无妄之灾，幸好他们有点实力，否则真要损失大了。武天行听后脸色瞬间一沉，语气冷硬道，那他们人呢？刚才你们战斗怎么没看见他们？高顺就知道武天行会生气，急忙道，其实也不怨他们，是我让他们不要参战的。武天行疑惑地看着高顺，他们在那呢，您看看就知道了。高顺也没办法解释，直接带着武天行向后方走去。到了后方，武天行也终于知道高顺为什么没让他们跟着战斗了。只见这一片空地上躺满了人，大概得有200多人，全身破破烂烂，像是逃难得一般，每人都是面色苍白，四仰八叉的躺在地上睡着了。武天行看了看，也只能无奈的叹了口气，看样子这些人早就精疲力尽了，如果不是遇见了他们，有可能都会被累死。走吧。武天行拍了拍高顺的肩膀，主公，这次我们可真是大丰收了。武天行刚走了回来，王图就一脸兴奋地跑了过来说道。哦。武天行一听，心中也是一喜，急忙道，带我去看看。跟随着王图走到一堆物品面前，武天行第一眼就看到了摆在一边的一杆银色长枪，瞬间让他心中一动，他急忙拿了起来。真银蛇长枪，白银级初级，属性锋利加30。哈哈！武天行瞬间大笑了起来，这把长枪来的还真是及时。要知道他马上就要在现实中建村了，到时肯定少不了厮杀，有了这把长枪，他可就会省力很多。还有呢，主公，您再看看啊！王图一脸无语地看着兴奋不已的武天行，又催促一声道：还有。武天行疑惑看了眼王图，随即又在一堆物品中查看了起来。越看他就越是兴奋，他没想到这次还真是一个大丰收。初级武将石2枚，破虚珠12枚，各种属性13枚，真字青铜级装备5件，真字青铜级武器2件，各种真字图纸6张，青铜高级装备和武器图纸5张，最主要的是一块青铜级军团升级令牌。他之前就打算这次出来想要弄一块军团升级令，但是他的方法却不是沙修罗爆出来，而是上一世人人都知道的秘密，那就是找到一个龙类荒兽，不是东方神龙，而是西方那种像是蜥蜴的那种龙。找到那种荒兽后，然后用物品与它交换，当然你得有它相中的物品，否则它是不会和你换的。这种龙类荒兽，他们手上有很多好东西，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弄来的，只要你有让它相中的东西，那就能从他那里换到好东西。这也是之前武天行为大家介绍荒兽的原因，虽然有想要找坐骑的想法，但也是希望能找到一只龙类荒兽。如果荒兽的智商够高，他甚至能够从别的荒兽那里打探出哪里有龙类荒兽。
接下来，武天行又翻了翻这一堆物品，发现剩下的都是一些等级低和一些不太重要的东西后，才挥手都装进空间戒指中。武天行是一脸的满意，他感觉这些修罗族人是来给他送礼的。恭喜主公，有了这些物品，我们的领地肯定又能前进一大步。高顺这时也是一脸的高兴，急忙道贺道：“其实咱们这次最大的收获就是这块青铜级军团升级令，有了它，制约着我们发展军队的拦路石就算是搬开了。”武天行抛了抛手中的军团升级令，一脸微笑的说道。高顺也是认同的点了点头，他之前就与武天行说过军团令的事情，这次也算是机缘巧合得到了。主公，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先不说刚刚跑过来这200多人，就是之前从地牢中救出的300多人，我们也不能不管吧？高顺看着武天行说道。我们先吃饭，一会等那200多人醒来后，问问他们是什么情况，然后再做打算。武天行想了想，看了眼后方说道：“主公，有人想要见你。”在房屋中刚吃完饭，外边就响起了王猛的声音：“进来吧。”吱嘎，武天行坐在椅子上，抬头看去，只见王猛带着一个全身破破烂烂、满脸污垢、披散着头发、身材魁梧的大汉走了进来。参见主公。一进入屋中，王猛就走上前，躬身行礼：“不必多礼。”武天行看着王猛身后的大汉，平静道：“说说的你的来历吧，把敌人带到我们驻扎地，这可不是大丈夫所为。”大汉闻言，身体猛地一颤，双拳忍不住捏了捏，随后又松开握拳的双手，声音充满了苦涩道：“我是光明村的村长，昨天本来还好好的，但是晚上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群修罗族人偷袭了我的村庄，我们毫无抵抗的就被屠戮了，最后整个村庄1000多人也就跑出了我们这200多人。之前之所以向你们这边跑，也是我们确实跑不动了，从昨天晚上一直跑到今天快要中午，当时我也是累得糊涂了，看到你们就像是溺水的人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也没多想就跑了过来。”其实他不说，武天行也能猜出个大概，但是武天行可不想就这么算了，面无表情的说道：“你们的遭遇我也深感同情，但是并不能代表你们可以随意的冲撞我们驻扎地。幸好我们的士兵都是战力无双，否则就你们这一下，我的士兵很可能会损失惨重。即使这样，我们也还是伤了15人，你说该怎么办吧？”王猛站在一旁，低着头看着脚下，斜眼看了眼旁边的大汉，心中只能为这位默哀。看样子主公这是要敲诈的节奏啊！大汉也知道理亏，但是他也不是傻子，也听出了武天行的话外音，就是想要好处。但是他也没办法，谁让他们做错了呢？同时他也知道武天行这还算是好说话的，不好说话的，即使把他们都斩了，他们也无话可说，毕竟冲撞别人的军营驻扎地可不是小事。第43章，韩擒虎效忠。大汉眼睛转了转，装作无奈的看了一眼武天行，然后说道：“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这200多人，也没有什么赔给你的，要不把我们这200多人赔给你算了。”武天行嘴角抽搐了下，特么的看着这人一身彪悍的样子，原来也是个人精。虽然他一开始就是这么打算的，要不然他也不会一直拿冲撞驻地说事，但是现在他感觉自己多此一举了。说说你自己吧，叫什么名字？哪个时代的人？武天行没好气的看了大汉一眼，也没再说赔偿的事。大汉见武天行没有顺着他的话说，心中也是叹了口气，暗叫可惜。他其实早就已经知道了坐在椅子上的人是谁了，世界排行榜位居第1名的武天行。他摇了摇头，心中也不再多想，随即拱了拱手道：“小名叫韩擒虎，字子通，隋朝时代人。”武天行眼中亮光一闪，表面上却是不动声色，轻声道：“隋朝时代的人啊。”说着就皱起了眉头，像是在思考着什么一样，看着对面的韩擒虎，一脸紧张的看着他。武天行顿了顿，才道：“我还真不熟悉。”噗嗤，王猛突然间忍不住笑了起来，看到武天行杀人一般的眼光，急忙又憋了回去，但是2个肩膀却一直的在颤抖着。韩擒虎抬头看着武天行，一脸的不可置信，他怎么说也是隋朝的名将啊，难道历史把他给忘了？武天行看着韩擒虎一脸懵逼样，也不管他，平静说道：“行了，你们的来历我也大概都知道了，我也不要求你们赔偿了，毕竟都是人族，一会你们休息好后就离开吧，我们还有自己的事做。”韩擒虎一听急了，就他们这些散兵游勇还能去哪呀？在这个一无所知的世界，整不好就溜达人家驻地去，让人给灭了。等等！韩擒虎急忙叫道：“那个我叫韩擒虎，曾经也是隋朝时期的名将，我带领手下投靠你，你看怎么样？”“哦，你还是个名将啊！”武天行一脸惊讶道：“那你混得也太惨了，既然这样，那你们就留下吧，怎么说你也是个历史名将，混成这样我看着都不忍心。”韩擒虎听到武天行终于让他们留了下来，心中不自觉地松了口气。至于武天行那一脸可怜的眼神，韩擒虎自动忽略了。他其实自己倒是无所谓的，毕竟曾经也是一个将军，心中的傲骨还是有的，但是他不得不考虑一直跟着他的那些士兵，所以他才低声下气地投靠武天行。
其实武天行也是在欲擒故纵，他这也是无奈的做法。历史名将太多了，以后也可能还会有名将投靠他，他不能一见到名将就迫不及待想把对方收入麾下。要知道每个名将都是一身傲骨，总不可能让他们去做小兵吧，那根本就不可能的事。那样时间长了，每一个来到他手下的名将就会有一种骄傲的心理，看不起没有名气的人。那之前跟着他的这些手下岂不是都会心寒？所以武天行才会对韩擒虎做出这种姿态，意思就是来我麾下可以，但是你自己要来的可不是我求着你来的，在这里可没有什么特殊优待，也别因为自己是名将就让别人高看你一眼。属下韩擒虎参见主公。事情确定，韩擒虎躬身行礼道：叮！公告，恭喜玩家武天行收到高级武将韩擒虎的效忠。韩擒虎，人族，称号高级武将，声望0，资质黄级，境界星途3阶，武力6+， 150%，精神4，功法沧浪破晓诀，黄金级，技能初级枪法叠浪，中级武将技，装备虎纹皮甲，青铜高级，骨枪白银初级，金钱21580，灵魂20%，自由属性点0。武天行看到韩擒虎的属性面板，只能说活该他这么惨。看看高顺的，同样是高级武将，这差距可真不是一般的大。高顺，人族，称号高级武将，声望0，资质黄级，境界星途3阶，武力8+， 300%，精神4，功法煞兵噬天诀，钻石级，技能狂风斩，中级刀法，初级剑法，初级步法，斩魔，高级武将技，装备破魔刀，青铜高级，心灵皮甲，青铜高级，高级军团令，金钱0，灵魂20%，自由属性点0。高顺的属性加成高达300%，能爆发出32的武力值。再看看韩擒虎的，顶多也就是15的武力值，差了一半还多，还有武技上的差距。怪不得被打得这么惨，没有军团令的加持，真是谁见谁都能欺负。武天行这时也不再伪装，站起身微笑道：你手下的200多人等回到村庄后再统一安排，能当兵就当兵，不能当兵的也会有别的安排。韩擒虎这时眼中却是一片震惊，他刚刚加入到武天行的麾下，没想到他的资质就突然变了。这时听见武天行说话，急忙反应过来，点了点头道：任凭主公安排。主公，我刚才看我的资质变了，是不是？韩擒虎想了想，还是问出了心中疑问。可他还没说完，武天行就挥手打断他的话语：你自己知道就行了，这是我们新武村的特性。接着武天行看向王猛道：你去把高顺几人叫来。几分钟后，几人接连走进了屋中。参见主公。高顺几人一进来就躬身行礼道。武天行坐在椅子上摆了摆手，指了指韩擒虎道：这位叫韩擒虎，已经加入了咱们新武村，以后也是我们自己人了。接着武天行又把高顺等人一一的介绍给韩擒虎认识了下。等几人都见过礼后，武天行才继续说道：由于我们增加了500多人，不适合带着他们继续的探查，所以接下来的行动我决定分为2组。主公，这样分兵会不会太危险了？高顺这时急忙出声道：我也想过会有危险，但是问题应该也不大，主要是这些人必须尽快送回去，否则那些受伤的不尽快救治，有可能会死人的。武天行也很是无奈，他总不能把这些人就这么扔在这不管吧。你带着你那100名高级军团兵保护他们回去，我带着特级军团兵继续向前探查。武天行看着高顺，安排着说道：是，主公。高顺也知道这么安排是最有效率的，只能无奈的领命。第44章战力全开。杀！轰！厮杀声震天，武天行带领着100多名士兵强势地冲进这一片山谷中。山谷中密密麻麻的一片野兽，各种品种都有，放眼一看的有上千只。尤其是在一块平台上，一群妖兽正围绕着一只孤傲的雪白色狼王。妖兽和野兽是不同的，妖兽身上有一种浓浓的妖气，打眼一看就能看出与野兽的区别。现在虽然已经有妖兽建造了族群，但带领的手下还是野兽居多。唰！就在这时，紧随在武天行身边的王图身上闪出一道升级的白光。砰！王图眼睛一亮，手中长枪向前一扫，挡在他前方的一片野兽瞬间抛飞了出去。武天行看得心中一喜，没想到王图升级这么快，看来这一段时间大家都在快速的成长着。这时已经是下午4点多钟，武天行与高顺分开后，就带领着100名特级军团兵和张飞豹、王猛还有王图3人一直向东方探查，期间也是厮杀不断，大多数都是野兽拦路，他们一路走一路杀，直到这个山谷面前。
本来武天行是打算绕过去的，他这次的目的主要是探查和找荒兽为主，也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可是偏偏就在他要走时，突然看见了山谷中的那座平台，所以才有了他们杀进这个山谷中的这一幕。王图升级后没多长时间，王猛与张飞豹两人也陆续的开始升级，这也让他们前进的速度更快了。算上武天行，总共104人，在这个山谷中犹如一台推土机般向前缓慢的行进着，一路杀，一路的血腥，尸体遍地，鲜血流淌出一条小水沟。武天行100多人，全身血红，犹如地狱来的魔鬼。时间慢慢的流逝，随着山谷中的野兽越来越少，站在平台上方的妖兽们也都开始按耐不住，张开满是獠牙的大嘴，冲着下方嘶吼着。武天行手持银白色长枪，或刺，或挑，或扫，一时间他身前的野兽犹如破布袋一般四处翻飞。他抽空看了一眼平台上方，嘴角慢慢翘起，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杀！武天行收回目光，手中银白色长枪在空中闪过一道道幻影，嘴中也是同时大喝一声，扑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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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间武器入肉声持续传出，瞬间他身前的野兽倒下一大片，只把后方的野兽害得停下脚步。野兽虽然没什么智慧，但是也有害怕的情绪，一时间都是满眼恐惧之色，嘴中发出一片呜咽声。王图等手下看到武天行这么勇猛，也都开始爆发起来。轰的一声，100多人气势全开，身前的野兽都是瞬间四肢一软，忍不住趴在了地上。扑哧扑哧，王图等人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手中毫不停留的快速挥动武器，一时间血腥一片，野兽犹如麦子般一片片倒下。吼！嗷！这时平台上的一群妖兽终于忍不住，在狼王的带领下，吼叫着从平台上跳跃下来，向他们狂暴的冲来。武天行眼睛一眯，看向冲来的一群野兽，脚下重重一跺，身体瞬间跳了起来，砰砰砰，脚下踩着野兽的身体，向着一群妖兽杀去。吼！一群大概50多只妖兽见到武天行竟然只身一人向他们冲来，瞬间都愤怒了起来。武天行眼中闪过一抹冷酷的神色，身体如陨石般砸落进妖兽群中。轰的一声巨响传来，地面都是一阵的颤动，一时间烟尘漫天。砰砰，吼！碰撞声和妖兽的吼叫声从烟尘中不断传出。轰轰！突然从烟尘中飞出2个黑影，王图等人仔细看去，发现是2只猪形妖兽。只见这2只妖兽的身体血肉模糊，身体都已经不规则的扭曲着，看样子是被重器撞击导致的。烟尘中的武天行脸色冷厉，手中长枪上下翻飞着，击杀掉一只又一只的野兽。短时间四周的妖兽根本就不能近他身，真就是一寸长一寸强。吼！剩下的野兽见武天行这么强，一时间都狂暴了起来，所有的妖兽身体瞬间膨胀了一大圈。砰！武天行手中长枪抽中一只黑熊的身上，脚下却忍不住后退了一步，手臂也被震动得不停颤抖。妖兽狂暴，用全身的体力换取短时间力量暴增。武天行抖了抖手臂，一脸不屑地看了一眼这些狂暴的妖兽。他之前可还没用全力呢，还真以为狂暴了就能拿他怎样，那他这个战力排行第1人真就不用当了。武天行心中一动，全身气势猛然冲天起，四周的烟尘都被气势冲到了天空中。这时他们的身影也从烟尘中显露了出来。只见武天行四周已经躺下一半的妖兽尸体，还剩下20多的妖兽正一脸恐惧地围在他的四周。王图等人见武天行完好无损，妖兽却已经被杀掉一半，顿时间也都是气势大盛。杀！103人一时间如同杀神，直杀的野兽两股战战，后方有的野兽已经夹着尾巴向山谷外跑去。嘿嘿，送你们去轮回！武天行长枪斜指，冲着妖兽们咧嘴一笑。吼！站在他前方的野兽身体忍不住恐惧，猛然后退了一步。轰！武天行身体猛然前冲，原地被他双脚踩出一道深达5、6公分的脚印。长枪如棍，一招力劈华山，犹如泰山压顶，一股恐怖的压力作用在前方一排的妖兽身上。轰的一声巨响后，只见大地都被砸出一道1米宽半米深的大坑。之前站在这里的5只妖兽更是碎尸满地，连一块完整的残肢都找不到。可见武天行现在战力全开下有多么恐怖，剩下的妖兽更是在这一击之下，心中只剩下了恐惧。剩下的妖兽毫不犹豫地转身向四处逃去，他们是真的害怕了，这家伙就是一个魔鬼。哼，现在跑晚了。武天行心中冷哼一声，脚下速度全开，身形如电，原地拉出一排长长的幻影。扑哧，砰，轰，一声声响起，也证明着一只只妖兽的死亡。这时狼王再也没有之前的狂傲姿态，
犹如一只丧家之犬，夹着尾巴躲藏在一群野兽中，企图蒙混过去。岂不知武天行一直都在盯着他，直到武天行把四周逃跑的妖兽杀完后，才不紧不慢地走到狼王这群的野兽面前。他脸上一片戏谑的笑容，直直地看着躲藏在野兽群中的狼王。吼！狼王也知道武天行发现了他，也不再躲藏，瞬间向远处跑去，同时也给野兽下了命令，阻挡武天行。看着一群狰狞着獠牙向他扑来的野兽，武天行连看都没看，身体猛然跳起，一跃7、8米高，身形如大鹏一般向狼王扑去。狼王听见上空动静，忍不住抬头看了一眼，瞬间一脸惊恐。轰的一声巨响传来，狼王的整个头颅都被武天行的长枪刺爆。第45章蓝星矿石。狼王死后，剩下的也就是小猫3、2只，在王图等人的追击下四处逃跑。武天行捡起狼王的掉落，脸色一喜。武将石终极属性，使用后增加150%武力，有一定的几率领悟武将技。限制初级武将可用。武天行也没收起来，直接使用，瞬间他的眼睛闭了起来。过了几秒钟，武天行才缓缓睁开眼睛，一脸的遗憾。靠，点背啊！武天行一脸的郁闷，30%的几率领悟武将技，这次他就没有了上次的幸运。摇了摇头，他也不再多想，这玩意就是靠脸，没得到，只能说明他运气不好。他这还算好的，已经有了一个武将技。上一世他可是听说有个倒霉蛋，用了4次武将时都已经是特级武将了，却一个武将技都没领悟出来。武天行走到平台下方，抬头向上看了一眼，发现差不多有4米高，他轻轻一跃就跳到了平台上。整个平台都是天蓝色，上面有着一道道黑色的纹路，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平台整体很大，差不多有300平方米。其实武天行看中的可不是这个平台，而是这个平台里面出产的东西。这个平台其实就是一种矿石，叫做蓝星矿石，是能够打造白银级武器的一种材料。这种矿石在上一世很少，但只要出现，泄露出了消息，都会掀起一片血腥的战争，无论是什么种族都会参与进去。主要的就是因为这种矿石中会出现一种物品。武天行强忍住激动的心情，慢慢等待着王图等人到来。他上一世曾经看到过一次因为这东西的战争，当时的那一块也就有这块1/5大而已，但却也是引动了上百万人的大战。主公！王图在下方喊了他一声，打断了他的思绪。砰！武天行从上面跳了下来，脸色凝重地吩咐道：“把这块平台围起来，一会我把它击碎，别让一块碎石飞出去。”王图等人虽然不知道这个平台有什么作用，但是他们也知道很重要就是了，否则他们也不会都要走了。就是因为这个平台，却又回来硬是把一个妖兽族群屠戮掉。武天行等到100多人四散开，把这块平台围起来后，他才凝聚起全身力气，双手握枪，猛然向着身前平台砸去。轰的一声，只见一大块平台沿着上面的纹路崩裂开，碎块瞬间崩飞出去，散落四处都是。轰轰轰！武天行手上不停，一枪又一枪的攻击着，直到把这个高4米、300平方的平台全部砸得崩裂成碎石才罢手。呼！真不是人干的活。武天行大口的喘着气，一直全力的攻击10多分钟，砸了上千下，他也有些受不了。毕竟蓝星石矿也是炼制白银级武器的材料，本身还是很坚硬的，也就是他有白银级武器和超高的武力值，否则还真砸不碎这个平台。王图等武天行停下，才走了过来，递给他一个水袋。主公，你这是受刺激了还是咋的？这个平台看着还挺漂亮的，砸了多可惜啊！滚犊子！武天行踢了一脚王图，没好气道：“赶紧干活！”说着，弯腰从脚下捡起一块大拇指大小的石块。这个石块整体有黑色，多边形，像是被机器切割过一般，整体非常平整。万界石用于100%中心的手下，可带入到现实世界。这就是让任何生物、任何人都疯狂的物品。妖兽得到了，也能够把荒古世界的妖兽带到现实中。食人魔和修罗不知什么原因，也是对万界石疯狂无比，想来也是对他们有很大的用处。武天行把手中万界石扔给王图，说道：“让大家看一遍，然后把这一片地方掘地3尺，也要一个不留的给我把这种万界石都找出来。”王图接过万界石看了眼，瞬间双手一颤，差点把万界石扔出去。他没想到会有这种物品。这时他也终于知道武天行为什么对这块平台这么执着了，这东西简直就是他们这些古人的命。有了这个东西，他们就可以跟随着武天行去现实世界，到了那里后，他们就会和武天行一样，可以来回穿梭于2个世界。试问谁不渴望？毕竟荒古世界看着与真实世界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谁不想去现实中看看呢？其实他对于万界石还是不太了解。武天行可是知道，当古人进入现实中后，就说明他们和武天行没有什么区别了。在进入荒古中，
也是需要肉身分离，必须要用破虚珠虚拟链接现实的肉身，才能同步增长实力。而且他们20%的灵魂也会在境界突破时跟着增长，这才是上一世那么多人疯狂的原因。100多人看了一遍，都是压抑着心中的兴奋，干劲十足地寻找着万界石，甚至有的士兵趴在地上找，很怕落下一颗。其实现在万界石的秘密大家还不知道，当有一天万界石的秘密真正被公布出来后，那时才是荒古世界疯狂的时刻。别说趴在地上找了，用扩大镜找都不是没有过。要知道在上一世，前期一颗万界石在市场里能卖出500万金币，那还是有价无市，基本上没有卖的，可见大家对于万界石的疯狂。毕竟万界石等同于好几条命，真正有钱的大有人在，谁还在乎钱不钱的？尤其是那些古人领主，只要有现实中人愿意带着他们去现实世界，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忠诚度，这也是荒古世界对这些领主的一些特权。所以真正疯狂的还是荒古世界的原住民领主最是疯狂。上一世就有几个古代领主被人带到现实中，然后在现实中建成，带领着一批同样用了万界石的手下称王做祖。而3年后，万界石更是已经达到了天价，即便他努力一辈子都挣不来一颗万界石。虽然他不知道具体原因，但他也知道一点，那就是万界石越是后期就越值钱。100多人犹如蚂蚁搬家一样，一点一点地寻找着万界石，时不时的还传出砰砰的声音，那是遇到了大块的蓝星矿石，用武器敲碎，查看着里面有没有万界石。天色慢慢的黑了下来，大家连晚饭都没有顾得上吃，点起火把继续寻找着，直到半夜12点来钟才把这一片地方翻了一遍。第46章，王猛使用万界石。好了，吃完饭都去休息吧，明再找一遍。武天行拍了拍手，冲着大家说道。他看着戒指中堆着一小堆的万界石，数量有12万多颗，心中也是一阵兴奋。这么多万界石，就算是卖出去，都够他培养几百万修炼钻石级功法的士兵了。当然，他还没那么傻，这些万界石也是他需要的物品，他可不会给卖出去。一群人随便的吃了一口自带的干粮，就找了一片空的休息去了。武天行也是抓紧休息，从空间戒指中拿出一张兽皮躺了下去。他明天还要去找地方建造村庄呢。一夜无话，早晨6点钟，武天行把王图几人叫到跟前，吩咐了几句，然后拿出一颗万界石递给王猛，让他使用。看得王图等人都是一脸羡慕，但是他们也只能眼馋，谁让他们不是忠诚度100呢？王猛选择使用万界石后，万界石就缓慢地融化成一片水滴。这时的王猛是不能被打扰的，如果被打扰，融化成一片水滴的万界石就会消散在空气中，彻底消失。这时化为一片水滴的万界石猛然笼罩向王猛，融入进他的身体中。王猛的身体快速抖动了几下，才停止下来。谢主公恩赐！王猛一脸狂喜地看着武天，单膝跪地大喝道。武天行摆了摆手，接着又拿出一颗破虚珠扔给他，让他用掉。这时武天行也换上了一身带针字的装备，手中拿着真银蛇长枪。不要反抗！武天行抓住王猛的手臂，心中一动。在王图几人的眼中，王猛和武天行两人身上白光一闪，很是突兀地消失在他们面前，直看得他们面面相窥。看来我们也要尽快把忠诚度搞到100了，否则我们也太失败了。王图看着张飞豹，眼中充满了坚定。武天行和王猛两人直接出现在现实中他的卧室中。这时他的卧室中，张笑笑和吴小静已经在这等着他了。突然看见武天行还带着一个人出来，两人都是一脸震惊的状态。回神了！武天行看着两人的样子，微微一笑，走到吴小静面前，拍了拍他的小脑袋。哥。吴小静回过神，瞪大着眼睛指着王猛，这是我的护卫，叫王猛，以后由他来保护我们的安全。武天行也知道把荒古世界的人带到现实中是有多么惊世骇俗，但是他也没有解释太多，这种事情解释起来太麻烦，而且这种事现在阶段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王猛，这是我妹妹吴小静，那位是我妹妹的朋友张笑笑。武天行指了指吴小静和张笑笑两人，为王猛介绍了一遍。见过公主，见过大小姐。王猛急忙上前躬身行礼道：啊，你好。两人一时间还是接受不了从荒古中带人出来，见王猛一头长发，古人的样子出现他们面前，还是很不自在。武天行看着两人一脸纠结的样子，就是一阵好笑。行了，咱们先吃饭，一会我们就离开这里，找个地方建造村庄去。吃完饭后，武天行把家里能用的东西都打包装进空间戒指中，然后带着3人去找高兆杰和吴海军。当武天行找到高兆杰时，他早就已经准备好，正在家里等着他们，这也是他们昨天商量好的。听见敲门声，就背着个背包走了出来。看样子他这个孤家寡人还真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连东西都没有多少。接着又下楼敲开吴海军家的门，吴海军把门打开，把几人迎了进去。
一进入里面，武天行就见到客厅中间堆着一堆物品，大包小包10多个。武天行一脸无语看着吴海军：“你这是要举家搬迁啊？”吴海军也有些不好意思，一脸的尴尬。主要是孩子的东西多，哪样不带着感觉都有些可惜。我俩的东西也没带什么，如果实在不好拿，我就再扔下一些。这时，谷雨晴牵着一个可爱的小男孩走过来解释道：“来，小凡，跟叔叔阿姨们问好。”小凡身穿一套运动装，让人一看见就感觉又帅气又可爱。叔叔阿姨们好。小家伙看见这么多人，也是有些怕生，小声的叫了一声，就急忙躲到了谷雨晴的身后。哎呀，不能叫阿姨，要叫姐姐。吴小静这时从后边走出来，满脸的喜爱看着小凡。叫姐姐就给你好吃的，说着还从兜里掏出一块巧克力递给小凡。武天行看了眼去和小凡玩去的吴小静，也没管他们。没事，东西我帮你们收着吧。这点东西放在他的空间戒指中，也不会占用多大地方。他只是惊讶两人会带这么多东西而已。说着，他又挥手从空间戒指中拿出一堆装备和武器。这些装备和武器一人一件，喜欢什么样的自己挑选，换上后我们就出发。武天行不想在现实中浪费太多的时间，荒谷中还有王土等一帮手下在等着他呢。要知道，在现实中一天，荒谷中都过去2天了。看到武天行挥挥手就能变出这么多东西出来，虽然吴海军几人上次已经看见过了，但这次又看到，还是一脸的惊奇。由于王猛已经来到了现实世界，已经算是和武天行等人没什么区别，所以这次刚从荒谷世界出来，也只是身穿一套系统自带的麻布衣。这时见到武器装备，也是一点也不客气，第一个走上前挑了一把长刀。至于装备，他只是拿了一套最低级的皮甲。张笑笑已经有了一把长剑，所以也只是拿了一套皮甲。但是他看着武天行的眼神却是一片震惊。别人不知道这些武器装备有多么珍贵，但他可是知道的，每一件在现在这个阶段都是几万金币起步。他没想到武天行会这么大手笔，一拿就是10来件，这也让他更加确定排行榜上的那个武天行就是身前的这个人。他看着刚认识的这几人，还一脸无知的在那挑挑拣拣，就是一阵无语。真是无知者无畏啊！张笑笑心中暗叹着，真不知道武天行为什么会愿意带着这几人。想当初他还是在吴小静的帮忙下才留了下来。这几人看刚才的介绍，和武天行也不算太熟悉，却偏偏武天行愿意带着他们，这让张笑笑心中一阵不解。第47章，现实剑村。一行7人带着一个5岁左右的孩子，全都身穿古装，行走在大街上，看得各个楼层中的人们一脸惊诧。武天行走在最前方，一头长发，身着皮甲，看着就像是古代将军样子的王猛，手提着长刀，警惕地走在最后方。由于地球的增大，也同时把整个地貌改变了很多，遍地都是建筑残骸，时不时的还有各种野兽从角落处窜出来袭击武天行等人。对于在现实中建造村庄，其实武天行也没什么经验，他只是想要一块空地就行。其实由于地貌变化，这种一片片的空地还是很多的，但是武天行想要找一个四周开阔、尽量大一点的空地。毕竟以后领地是要升级的，会越来越大，地方小了，以后大门要是顶到高楼大厦面前，那可真是欲哭无泪了。所以他也只能尽量往出城的方向走去。由于高兆杰几人还没有武力，所以走得很慢，一直走了1个多小时，几人才走出公主室。武天行向远处看去，只见视线所及一片绿色，犹如来到了另一个世界一般，再也看不到现代化的建筑。这时已经快到5月了，所以各种植物也已经开始复苏，宽阔的水泥路也已经断掉，在很远处才能看见断掉的另一段水泥路。武天行身边的众人也是目光发愣的看着这一切。这还是我们的世界吗？原来这里的高架桥呢？还有水泥板路呢？吴海军手指着前方，一脸震惊的大喊着。就算是张笑笑听过武天行讲解过，这时看见这一片空旷的苍茫大地，一时间也是满脸的茫然。因为地球变大了100倍，所以你说的那些建筑也不是消失了，只是大地增长，不知道挤到哪里去了。武天行看了眼众人，轻声的给大家解释了一句：走吧，我们尽量走远一些，然后就可以建村了。虽然说是一片空旷的地方，但是还有各种杂草，四周稀稀落落，还有着一些大树，所以开阔的地方也有很多野兽，比市里还要多，甚至还有几只妖兽来袭击他们。当然，他们最后的结局就是被武天行和王猛2人杀掉，抛尸荒野。直看得一旁高兆杰等人心惊胆战和热血沸腾。心惊胆战是他们何从看见过这么凶残的野兽，甚至有一些变异成妖兽的，他们根本就看不出是什么种类了，一时间都感觉像是来到了莽荒时代。热血沸腾的是武天行和王猛2人的强悍表现，那种力量和速度，还有各种超越人类身体极限的动作，简直比电影里演的还要夸张。谷雨晴紧紧地抱着小凡，小凡的眼睛被他用一条毛巾给蒙了起来，不让他看见外边。
而他却被吴海军拉着往前走。这时的他也没有了女强人的气质，只剩下一个柔弱的女人样子。武天行带领着大家又走了半个多小时，才在一片四周开阔的地方停下。这时他们也已经离市里够远了，差不多也有3公里左右了。好了，就这里吧。武天行让大家站在一旁，从空间戒指中把那块真剑村令拿了出来。这时众人也都是一脸好奇地看着武天行，虽然知道他要干什么，但大家还是感觉不可思议，所以都是睁大着眼睛看着他，不敢发出一声响动。唰！一道白光突然从武天行手中的剑村令上闪现出，把方圆100米内都笼罩进去。然后大家就眼睁睁地看到白光中一座木屋从虚幻到真实的过程。紧接着就是脚下的土地开始变得平整和凝实，然后四周又出现了4道高1米的幕墙。直看的众人连呼吸都快停止了，心中只感觉这简直就是神仙手段。武天行打开村庄属性面板看了看，真心武村低级村庄，村庄面积1万平方米，建筑村长大厅，升级条件荒古世界村庄达到中级。武天行咂了咂嘴，真干净，比荒古世界里的新武村属性简单多了，就有个面积和建筑名称。同一时间，荒古世界的新武村仓库中有些材料瞬间消失一部分。厉害，太厉害了！高兆杰在白光消失后一脸震惊的大呼小叫着，这简直就是凭空造物。吴海军两夫妻虽然没有像高兆杰那么夸张，但也都是一脸的不可思议。吴小静和张笑笑两人显然都经历过建村的过程，所以也还算是镇定。武天行也没管他们几人，接着又从空间戒指中拿出10多张图纸，挥手间扔出一张，只见这张图纸散发着光芒，包裹住一块空地，几秒钟光芒消散，原地凭空出现一间小木屋出来。紧接着武天行手下不停，连续挥动着，扔出一张又一张图纸，一时间光芒万丈，把整个村庄都包裹了起来。几分钟过后，光芒散去，呈现在众人眼中的是一个错落有致、各种建筑物都有的村庄。民房整齐的一间间排放在一起，坐落在村长屋的东方。西方是样式不同的3种建筑，每个建筑的房门上方都有一个牌匾，上方分别书写着炼器阁、炼药阁、市场。村长屋的后方是一座长宽20米的仓库和一座军营，4个方向的幕墙旁边分别竖立起2座箭塔。在众人看不到的地底下，还有着纵横交错的水管和电缆，连接到整个村庄中的建筑里。哇，哥哥，这是啥情况？怎么全都直接建造出来了？吴小静跑到武天行身边，抱着他的胳膊，一脸震惊地看着四周建筑物问道：正常不是需要大家学习图纸，然后一起建造吗？武天行微微一笑，揉了揉他的小脑袋，柔声解释道：在现实中没有那么麻烦，我们只要有图纸，然后荒古世界的村庄中材料足够，是可以直接建造出任何建筑物的，不需要再另外学习图纸，然后再一点点建造。那以后我们只要有图纸，我们不就是可以随便建造了吗？这可比在荒古里建造方便多了。这时旁边的张笑笑也走了过来，一脸惊叹地说道：哪有那么简单？武天行苦笑着摇了摇头，以后我们村庄人多了，民房根本就不够住，到时还是得需要我们亲手建造的，直接用图纸建造不就行了吗？你刚才也说了，只要有图纸就可以随便建造。张笑笑皱着眉头，一脸不解地看着武天行。武天行翻了个白眼，没好气道：你也知道需要图纸啊？那你说如果1万间房屋，你能拿得出来1万张真字图纸吗？啊，怎么会有那么多呢？张笑笑惊讶地说道：我这还是少说的，以后村庄升级到镇、城，你可别说就咱们这几个人就能守得过来。张笑笑脸色微红，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看来还是他想的太简单了。第48章守护系统。咦，哥哥，你这手里怎么还有一张图纸没用呢？这时吴小静突然看见武天行手中竟然还拿着一张图纸没有用，一脸疑惑看着他问道：而且这张图纸怎么和之前的图纸不一样，还是金色的呢？武天行抖了抖手中的金色图纸，微微一笑道：这可不是一般的图纸，我们以后的安全基本上可还要靠它呢。一听见这东西是守护他们安全的，高兆杰几人也都连忙靠了过来，一脸惊讶地看着武天行手中拿着的金色图纸。好了，你们在这等我一下，我去就来。武天行拿着图纸走进村长屋中，点开领主石碑，把图纸贴到领主石碑上。武天行只见金色图纸光芒一闪，融入进领主石碑里，同时石碑上也多了一条设定选项。武天行看着石碑上多出的这条守护系统选项，心中也是一阵庆幸。这张图纸还是在他受伤的那2天时王迅交给他的，当时他看见这张图纸时可是一脸的震惊，要知道这玩意印爆率可是非常低的，而且还是带真字的图纸，当时别提他有多兴奋了。接着听到王迅说出得到这张图纸的方法，他当时可是一脸懵逼，不知道是哪个山炮领主作价2万金币
给扔到了市场上，才会被王迅捡个漏。其实武天行还真是误会了，这玩意还真不是领主放上去的，没有哪个领主会那么傻。阿 T， 在一个山洞中，一个全身漆黑，犹如在煤堆里滚过的一个瘦弱的男人，揉了揉鼻子。哎，肯定又是我那母老虎找我了，我哪知道那东西会那么值钱，我只是想买点酒喝而已。看来最近是不能回去了，现在回去那母老虎能砍死我。瘦弱男人嘴中嘀嘀咕咕着，声音中充满着无奈和悲愤。武天行可不知道卖图纸的那个倒霉蛋正躲避着一个母老虎的追杀呢。他点开守护系统，选择开启。正在外面等待着武天行的几人，这时突然发现每面幕墙上方凭空出现5座非常科幻的炮台。炮台全身都是金属构造，整体亮银色，炮管很短，也就30公分长，像是玩具一般。四面幕墙排放着20座这种小炮台，而村长房屋上面也有一个炮台，但是这个炮台却是比幕墙上的大很多。武天行在里面设定完守护系统后，接着又点开村庄升级。定，是否需要花费56000金币升级建筑？靠！武天行急忙看向介绍，发现光是升级守护系统就需要5万金币，而且别的建筑都是按照荒古世界的10倍来算，这也太多了。武天行咧了咧嘴，要知道这还是中级村庄，以后升级镇的时候还不得几10万金币啊！升级花再多也得升啊，不升级还完了蛋了。武天行一脸肉疼的喃喃道。唰，一片光芒闪现出，包裹住整个村庄，慢慢的向四周扩散而去，一直持续了5分钟左右，光芒散去，才露出整个大变样的村庄。武天行待着的村长屋这时也变大了很多，里面有卧室，有厨房，有洗手间，中间是客厅，总体下来的有200平方左右。武天行满意的看了看自己的新屋，心中也有一种成就感。点开村庄属性，真心武村中级村庄，村庄面积10万平方米，建筑村长大厅，守护系统，水利系统，电力系统。升级条件，荒古世界村庄达到高级。村庄整体的面积扩大了10倍，剩下的也就是建筑跟着升了下级，再也没什么变化。他点开守护系统看了眼，守护系统特性 1.20 分座小型中级激光炮，每秒钟1发炮弹，每发炮弹300金币，笼罩方圆3米，最大战力30。特性2:1座重型中级激光炮，每3秒钟1发炮弹，每发炮弹3000金币，笼罩方圆10米，最大战力50。噗！武天行一口老血差点没喷出来，这他妈简直就是烧钱的系统！这要是火力全开，光是20座小激光炮，每秒钟就得6000金币，再加上重型的，平均每秒8000，1分钟48万金币。武天行现在只感觉他好穷，这要是真打起来，秒秒钟就能让他破产。他看眼自己的账户上，发现还有9万金币，还是强忍着心痛赚了8万到领地的账户上，然后就转身急切地走了出去。他不敢再看这玩意了，太他妈打击人了。上一世他只知道这玩意牛逼，但他却是不知道这么费钱。他发誓能用手解决的绝不用这玩意，这哪是守护啊，这简直就是吃大户来了。外面几人见到武天行走了出来，都急忙的跑到武天行跟前，吴小静更是一脸慌张的抓着他的手道：哥哥，你怎么把村庄升级了？你是不是忘了村庄升级会有怪物攻村的呀？张笑笑也是一脸的急切，要不我们先去荒古世界躲一躲吧。哪来的怪物？什么怪物攻村？武天行还沉浸在守护系统的打击中，这时突然听见他们说话，神色一怔，就是村庄升级，然后怪物攻村啊！完了，看来你是真忘了。张笑笑看到武天行的样子，就知道他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顿时心中那一丝的希望都破灭了。高兆杰几人也是刚刚听张笑笑两人解释的怪物攻村，这时也都是一脸的慌乱。武天行此刻也终于反应过来，看着大家一副绝望的样子，也是一阵摇头失笑。我啥时候说有怪物攻村了？这里是现实中，现实建村是没有怪物攻村的啊！吴小静傻眼了，张笑笑也是愣愣的看着武天行，紧接着两人就是一阵气恼，吴小静更是咬着小虎牙，瞬间用出夺命剪刀手。那你出来一副受了打击的样干什么？死！停！武天行倒吸一口凉气，急忙向后跑去，一边跑一边解释道：我哪知道你们是怎么事，我只是在想事情而已。还说，吴小静在后面紧追不舍，一双小手在武天行眼中简直就是魔爪，女人的必杀技可不是开玩笑的，哪个男人见了都得退避三舍，武天行也不例外啊。第49章大海。打闹一阵后，武天行才看着众人说道：暂时一共有5间民房，你们自己一人挑选1间，然后就都赶紧返回荒谷中去吧，毕竟现实中1天，荒谷都过去2天了，太耽误我们的发展了。等等！这时古雨晴喊住武天行，抱着小凡看着他，
一脸为难的说道：“武兄弟，我想问下，我们接下来吃的怎么办啊？”哦，武天行拍了下自己的脑门，不好意思道：“看我这记性，放心吧，嫂子，我一会把东西放进仓库中，吃的还够我们吃一段时间的，有什么需要你自己去取就行。”那就好。谷雨晴听后也是放下心中的担忧，毕竟孩子还小，他自己饿2顿倒也无所谓，但是孩子可受不了。这时张笑笑皱了皱眉头，担忧道：“我们现在还有一些食物，倒是不用担心，但我们过一段时间吃完后该怎么办呢？”没事，吃完了我再想办法。你们现在主要的目的就是都尽快在里面强大起来，别的你们都不用管。武天行摆了摆手，叮嘱他们说道：“那我们都走了，我老婆和孩子自己在这里，不会有危险吧？”吴海军有些担忧地问道：“放心吧，军哥，只要嫂子不走出这个村庄，就一点危险都不会有的。”武天行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着他说道：“可不是，现在这个阶段最强的也就是武天行他本人，如果让他来攻击新武村，他都不敢，一炮就能送他上西天。”接下来武天行又叮嘱大家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还有商量好每天荒谷早晨的6点钟，大家都必须要出来一趟。然后武天行把他们的东西都从空间戒指中拿了出来，又把一些东西放进仓库里，才与王猛2人返回荒谷中。主公！武天行刚出现在荒谷世界，王图就急忙走了过来，递给他一个兽皮袋子，这是上午又找了2遍才找到的万界石，一共是128克。有没有什么情况？武天行点了点头，接过袋子收进空间戒指中后，随口问道：“也没什么大事，只是我早上派出去探查情况的士兵，之前返回来带回来一个消息。”王图一脸纠结的样子，迟疑的说道：“什么消息？”武天行看着他的样子，皱了皱眉头问道：“他说再往东走10公里左右，就是大海了。”武天行脸色凝重的接过话道：“他是不是说海岸边有一片白骨？”王图猛然惊讶的抬头看着武天行，点了点头道：“对，这也是我想不明白的事。没什么想不明白的，陆地上有各种野兽和妖兽，海中也可以有海兽，那些白骨都是他们互相吞噬，然后剩下的骸骨被海水冲到岸边的而已。”武天行揉了揉太阳穴，给王图解释道。随即他的眼中光芒一闪，看向王图，吩咐道：“把人集合起来，我们现在就去海边看看。”是，主公。集合很快，当武天行把蓝星矿石装满了戒指，100人就在王图和张飞豹2人的组织下站在了他面前。走吧。武天行一脸可惜的看了眼还剩下一半的蓝星矿石，只能无奈的放弃。一行104人都是身手敏捷，快速的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奔驰着。半小时后，跨过一片高低不平的小山包，武天行等人向远望去，见到海天一线那碧蓝如洗的天空，让他们这些天的躁动紧张的心情仿佛都平静了下来。呼，一时间100多人都不约而同的吐出一口气，一瞬间都感觉全身轻松无限。主公，这地方太舒服了，以后咱们在这里建造个领地，我们搬这边来住怎么样？张飞豹一脸的轻松样，看着远方，嘴中轻声说道。武天行看了他一眼，随即嘴角翘起：“你确定？”王图在旁边听见，却是一副眼观鼻鼻关心的样子，但是嘴角却忍不住抽了抽。别人不知道，他可是知道这地方可没那么简单。没见到海岸边那白茫茫的一片吗？张飞豹被武天行看得浑身不得劲，张了张嘴，还是没敢再说话。他可是知道自己这个主公，虽然看着人畜无害，但有时候还是很腹黑的，他可不想掉沟里。特么的，这是都学聪明了啊！武天行略显遗憾地叹了口气，走吧，上海岸边看看去。张飞豹眼角余光看见武天行叹了口气，心中直是大喊庆幸，还忍不住地偷偷抹了抹额头上的虚汗。但是当他走进海岸边时，张飞豹额头上的冷汗就流下来了。只见整个海岸边一片片白骨，长达上百米，两侧更是看不到有多远，这里简直就像是地狱，再也没有了之前的轻松，只有冷森森的感觉，看得让人心里发毛。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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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天行脚步不停，毫不犹豫地走到白骨上，一边走还一边用手中长枪来回挑动着脚下的白骨，看得身后100多名手下都是一愣一愣的。虽然他们也已经杀戮了很多生命，但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白骨，一时间还是感觉不适应。但是大家的脚步却也没有停止，而是毫不犹豫地跟随着武天行走了上去。武天行一边走一边查看，他看白骨的结构，看白骨的厚度和白骨的数量。大海可不是那么好遇到的，上一世靠近大海的领地，整个人族也没有多少。在大海附近建立的领地，可以说是灾难，也有可能是机遇。上一世他就听说过，有几个靠海的领地，一开始发展的还不错，最后都被海兽给毁灭了。但是却也有2个领地，因为靠海的原因，赚得盆满钵满，发展的非常不错，一直都在排行榜前100名，没掉下去过。武天行的新武村离这里有70-80公里远，不算远，但也不算近。一般海兽攻击的距离也就是50公里之内而已，再远他们就不愿意攻击了，因为他们不喜欢陆地。但是新武村以后升级，领地笼罩的地方也会大增，
早晚会接触到这边，所以一开始他听到这里有海才会一脸的凝重。他现在查看这些，也只是在判断这一片海域的海兽强度。武天行慢慢的走着，眉头也是皱了起来。他发现这一片海兽的强度虽然不算太强，但也不算太弱了。上一世有人研究过查看海兽的方法，如果岸上的白骨太多，大型的白骨也有不少，就证明海里的海兽不一定太多，但是绝对都是超级厉害的。如果岸上的白骨少，甚至连大型的白骨都没有多少，就证明这一片的海兽没有多少，甚至都不怎么厉害。但是他刚刚查探，虽然白骨的数量也不少，但是大型的白骨却没有几个，这证明这里的海兽数量也许不少，但是厉害的却不多。但是他也不敢大意，数量多了也会是一种灾难。第50章欺负人。武天行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遍，最后才在岸边停下了脚步，面向大海沉思了一会，才缓缓吐出一口气。一直跟在武天行身边的王图这时终于忍不住疑惑道：主公，您是不是发现什么了？飞豹不是说这地方好吗？我想着在这里建造个村庄，以后让他来当村长。武天行看了眼身后的张飞豹，随意的说道。王图一脸呆滞的看着武天行，他从没想过武天行会这么腹黑。后方的张飞豹也是一脸的欲哭无泪，他真想知道他哪里得罪主公了，他改不还行吗？武天行无声的笑了笑，小样，吓不死你。他也只是看着大家一脸的紧张，缓和下气氛而已，他可没那么无聊，没事吓唬自己手下玩。主公，这里什么也没有，就是一片大海，在这建村没什么必要吧？而且这里还有这么多的白骨，还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呢。张飞豹实在是忍不住了，他感觉自己还能抢救一下，否则这地方他可真不想待。大海，武天行神秘一笑道，这地方可不止就是大海，以后有可能别人都会抢着来。张飞豹却是一刻都不想在这待，顺着话就道，那就让别人抢着来吧，我还是感觉咱们新武村里最好了，这地方看多了有一种想回家的感觉，就像是现在我就想要回家。王图一脸帅气的脸庞在旁边都快纠结成一团花卷了，没好气道，你不来我来，没人逼着你来，你个怂货。武天行好笑的摆了摆手，哭笑不得的打断两人道，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我们离开村庄也有几天了，这边也已经探查完毕，该回去了。100多人返回到发现蓝星矿石处休息了一晚。第二天早上，武天行回到县市中，随便吃口谷雨晴做好的饭，就急忙的返回荒谷中，继续向新武村前进。当下午路过一条小河时，武天行才想起这里还有一个仙武村的秘密等着他呢。他看了眼那个坑洞口处，两个一脸紧张的看着他们的士兵，想了想，还是走了过去。他总感觉这个仙武村有些秘密，否则上一世他们不可能进入排行榜的前100名。要知道，荒谷中的领地可是很多的，虽然上一世具体有多少没统计出来，但是大概也算出有100多万的领地。能从100多万个领地中进入前100名，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他还是想探查下情况。停下，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们。看着武天行带领着100多人走过来，守着洞口的2个士兵都是一脸的紧张，颤声喝道。武天行脚步不停，走到2人面前，语气不紧不慢道，回去把你们领主叫出来，我有些话要问他。2人中的其中一人咽了口唾沫，抬起武器指着武天行道，我们领主不见人，奉劝你们赶紧离开，这里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大胆！王猛见一个小小的士兵竟然敢用武器指着他们主公，顿时大怒起来，身形瞬间冲了出去，原地留下一道幻影，身体却已经到了小兵面前。砰！王猛一巴掌拍在小兵的肩膀处，小兵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身体就瞬间倒飞出去，撞进山洞中。住手！这时另一个士兵也反应过来，急忙大喊道，可是已经晚了，他的同伴都被拍没影了。武天行也没阻止王猛的行为，继续面无表情道，把你们领主叫出来，别挑战我的耐心。剩下的这个士兵本来也是一脸的愤怒，但是听见武天行的话后，愣是一个字不敢说。武天行给他的感觉比刚才攻击他同伴的那人还要恐怖，虽然武天行什么也没做，但是他却一点脾气不敢有，脸色的冷汗都不知不觉地流淌了下来，他一脸的恐惧，急忙点了点头，转身就从洞口跑了进去。武天行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上一世3年的悲惨经历早已让他的心冷若寒冰，只有面对自己人时才会嬉笑怒骂而已，至于面对外人他可没那么好说话。如果刚刚那个士兵还敢唧唧歪歪，他绝对会一巴掌拍飞他，只要不死都算是他有良心了，真以为什么人都可以拦着他了，他没闯进去已经算是给他们面子了。踏，没几分钟就听见山洞里面一阵密密麻麻的脚步声响起，迅速的接近着洞口处。武天行脸色平静的等待着，静静的看着洞口处。首先跑出来的是一个身穿白色盔甲的帅气年轻人，旁边跟随着一个一身皮甲的美女，身后紧跟着还有3个年轻人，
甚至上一次武天行见过的翟心凌就是3人中的1人。在后方的就是拿着各种武器的士兵，等人都从洞中走出来后，数量大概有400多人。虽然人多，但是各种武器装备却乱七八糟的，队形也是散乱无比，与武天行身后的100名士兵一对比，简直没法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一队是散兵游勇，一队是真正的军队士兵。刚开始出来的领头年轻人看到武天行身后的士兵，眼中也是闪过一抹惊艳的神色，同时也让他心中一动，紧接着感应了下对方的气势，心中更是一颤。最低都是星途3阶，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星途3阶，简直比他这个初级武将的星途3阶还厉害。这也让他的心更是一沉，可以说这100多人没有1人是他能打得过的，这就有些恐怖了。同时跟着他出来那些人也感应到了武天行等人的强势，脸色都是瞬间难看了起来。本来他们听说有人来找事，所以都是气势轰轰的跑了出来，可看到对方的气势都有些举棋不定起来，一时间气氛凝重，谁也没敢出声说话，都是紧张的看着对面武天行等人。你们是什么人？来我们这里干什么？最后还是领头的年轻人忍不住开口问道。你是这里的首领吧？我想要问你一些问题，问完我就走。武天行没有回答对方的问题，而是神色毫无波动地看着对方说道。对面的帅气年轻人脸色瞬间一片涨红，他没想到对方一点面子都不给，他都不认识对方，而且对方是什么人都不告诉他，还要问他什么问题，真当他好欺负了。如果不是看到对方的士兵厉害，他真想一枪捅出去，让对面那人知道他也不是好惹的。他脸色难看地握了握手中的武器，啪！一只白皙的小手突然抓住他的手，帅气年轻人的身体一颤，侧头看了一眼旁边一身皮甲的美女。美女对着他摇了摇头，随即看向武天行，声音清脆，正色道：看阁下也不像是籍籍无名之人，欺负我们这种小领地，对阁下来说应该没什么必要吧。第51章挖土。挖石头。武天行略显诧异地看了看他，无所谓道：话可不要乱说，从你们出来我只是说了一句话而已吧。那你一来也不说自己是谁，就强硬的让我回答你的问题，你凭什么呀？你以为你是武天行啊？领头的年轻人见武天行还是一脸平淡的样子，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还不是仗着你身后的这些士兵欺负我们。武天行嘴角抽了抽，他自己都没想到自己已经这么出名了，听这意思武天行就可以欺负他了。而旁边的王土等人也都是表情精彩的看了眼武天行，就好像是在说要不要欺负他。所以武天行想了想后，感觉还是可以满足对方这个愿望的，所以他身躯一震，气势冲天起，一脸严肃道：自我介绍一下，新武村领主武天行，今天特来此询问一些事情，不知可否？我操！靠啊！真的假的呀？武天行话落，对面400多人瞬间一阵骚动，领头的几人更是一脸的不可思议，就连那个美女一开始的镇定也早已消失不见，同样张着小嘴，一脸懵的状态看着武天行。这回你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吧？武天行看着领头的年轻人继续说道：我都没想到我自己的名字可以用来欺负人，要知道一开始我就把我的名字报出来了。听得对面领头的几人都是一脸懵逼，甚至身后的翟心凌3人更是看了眼他们的领主。领头的领主更是眼角一阵跳动，他也只是那么一说，谁能想到来个真的，这让他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他强行压下心中的震惊，看着武天行无奈道：我说大佬，我好像没得罪你吧？你倒是没有得罪我，但是一会就不知道了。武天行收起身上的气势，继续道：介绍介绍你自己吧，我真想知道你是怎么会想着把领地建到地底下的。领头的年轻人听后一脸的尴尬，他身后的那些人也都是脸色通红，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这看得武天行更是一脸惊奇。唉，那个，一开始没打算把领地建到地底下，只是因为我们几个被食人魔族追杀，逃到了这里，然后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通到地底下的山洞，在山洞里得到了一块建村令，所以就顺便把领地建造在下面了。翟心凌看到自家领主一脸的尴尬，急忙站出来解围说道。武天行嘴角抽了抽，讽刺道：是被食人魔追杀怕了吧，然后躲在下面不敢出来了。你……翟心凌一脸的气愤，虽然是事实，但这话说的也太气人了，即便你叫武天行也没有这么欺负人的。他刚要继续说话，却被他的领主给打断了话语。我来说吧。年轻领主这时也收起了心中情绪，拍了拍翟心凌的肩膀，脸色平静地看着武天行说道：我叫顾青哥，是这个仙武村的领主，而我旁边的这位是我表姐宋廷玉，我身后的3人分别是翟心凌、李晓峰、张世武。由于我们在现实中都是一个市的，所以我们就聚在了一起。至于我表姐，只能说是运气，进来后我们第2天碰到的。既然排行榜第1的大佬来我这里，面子我肯定是要给的。你要问什么，我也会知无不答，毕竟我们也对抗不了你。顾青哥语气有些嘲讽，
也有无奈的继续道：“但也希望大佬不要再拿我们开玩笑，都是人族，刚开始谁也不容易，只是躲避到地底下建造领地而已。我感觉这也不值得大佬来嘲笑我们吧？你小子特么什么意思？”王猛听着顾青哥那略带嘲讽的语气，登时就暴怒起来。武天行挥挥手让王猛退下，眼神略微诧异的看了看顾青哥。他一开始见到这人，还以为他是一个没用的小白脸呢，没见刚开始出来时一脸愤怒难当的样子吗？没想到现在能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来，这也让他高看一眼。看来上一世这人能把领地达到前100名，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好吧，刚才的事情就算过去了，现在我问你点事。武天行也只是随口讽刺了一句，没想到却打击到对方的自尊心了。武天行脸色突然凝重了起来，盯着顾青哥道：“我想知道你们在下面挖出了什么东西。”是的，武天行想来想去，还是感觉他们在下面挖出了什么东西，因为他们连地面都不敢上来，那么他们的机缘也只能是在地下。顾青哥一脸懵逼地看着武天行，嘴角抽搐着道：“挖土，滚犊子！”武天行瞬间爆了粗口：“特么的，挖土我问你干屁！”顾青哥更懵逼了，喃喃道：“石头。”武天行气得只想骂娘，特么的挖石头和挖土有区别吗？脸色漆黑看着顾青哥道：“你除了挖石头还挖出了什么？”顾青哥这时也是大脑宕机，特么这问题好奇怪的好不好？在地底下不挖土不挖石头还能挖出来什么？大哥，之前我们还挖出来一窝屎壳郎，他是不是要找那玩意？这时顾青哥身后的小弟张世武突然眼睛一亮，上前冲着顾青哥小声说道。顾青哥脸色纠结，抬头看了眼脸色更黑的武天行，急忙摇了摇头，他真怕说出来会被现在的武天行给打死。武天行高达50多的武力值，张世武以为自己很小声，却不知都被他听到了。武天行现在甚至感觉是不是自己怀疑错了？难道他们只是自己发展起来的，而没有什么机缘？他看着对面全都是面面相觑的人，也知道现在问不出什么了，因为对方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他皱着眉头想了想后，冲着顾青哥道：“我跟你去你们地下看一看吧，也许有些东西你们不认识，而我却认识呢。”不行，虽然你是排行榜第1人，但是我们的领地绝不能让你进去。顾青哥一听武天行想要进入他们领地，脸色瞬间大变，毫不犹豫地出声阻止道。武天行也有些为难，机缘这东西只要有一点机会，按他的想法，说什么也要弄个明白的，毕竟机缘可不是那么好遇到的。可无缘无故进入别人的领地也确实不方便，他还不好意思强闯，毕竟都是人族，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的，他又不是杀人狂魔。真要那样，以后自己的手下都会不愿意跟着自己，谁愿意跟着一个灭绝人性的领主啊？我想要知道你是怎么知道我们挖出了什么东西呢？一直站在旁边不说话的宋廷玉这时却是一脸奇怪的看着武天行问道。武天行深吸了口气，无奈道：“你们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只能明确的告诉你们，今天你们不让我进去弄个明白，有你们后悔的一天。”第52章神龙。是的，武天行其实也没法解释，他总不能说自己因为上一世的关系，所以都是猜测的吧？宋廷玉皱了皱好看的眉头，很明显对于武天行这个解释不满意。他盯着武天行看了半天，才又缓缓的说道：“如果东西找到了，你们是直接拿走还是怎么办？这要看是什么东西了，总之是不会白拿你们的，这个你们放心好了，我又不是强盗。”武天行看了眼宋廷玉，没好气的说道：“东西还没看见，有没有还不知道呢，就怕他抢了，看不起谁呢？那好，但只许你一人进入，他们不许进去。”宋廷玉指了指武天行身后的王土等人。姐！顾青哥一脸急切不可置信的看着宋廷玉，张嘴刚叫了一声，就被宋廷玉一眼给瞪了回去。不可，主公！不行！王土等人这时却也不干了，他们怎么敢让武天行自己进入别人的领地？那不是找死吗？没事，我心里有数，你们在这等我回来就好。武天行却是无所谓的摆了摆手，叮嘱了手下几句后，就跟着宋廷玉向山洞里走去。山洞并不是垂直向下的，是有着阶梯的，七拐八拐的斜着向下，里面能并排走3人，也不算窄了，比他想象的还要宽敞一些。深度倒也没有多深，武天行大概估计了下，也就10多米深，就走出了洞口。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中级村庄，但是由于地方不大，所以很多建筑都没有建造多少，大多数都是民房。你想要找什么，从哪里找，我们都会带你去。宋廷玉一走出洞口，就看着武天行淡淡的说道：“先去你们现在挖地道的地方看看吧。”其实武天行也不知道怎么找，只能随意的先找个地方看看再说了。宋廷玉点了点头，也没说什么，把身后的400多人打发走后，就剩下他们5人时，才带着武天行向侧方走去。一边走一边看，武天行突然问道：“你们是怎么把木头弄进来的？”因为武天行忽然想起来，这里很多建筑是都需要树木的，但是进来时的洞口他也看见了，明显是运不进来这么大的木头的。大家一听武天行的问话，都瞬间闭紧了嘴巴。
武天行疑惑地看了众人一眼，这时顾青哥却是摇头一笑，也看出了武天行那疑惑的眼神，大方道：“其实也没什么不能说的，既然你来了这里，就算我不说，你一会也能知道。”大哥，领主，顾青哥摆了摆手，示意他们不要说话，才继续道：“我们之前进来的那个洞口，其实只是我们仙武村的其中一个而已，我们还有另一个出口，但那个洞口是我们万不得已避难的洞口，因为那个洞口通向一处四面环山的山谷里，除了我们村庄这个洞口，那里是没有出口的，所以只能算是个后路。至于你说的这些树木，也是从那里运进来的。”武天行听后一阵疑惑：“那你们为什么不把村庄建造那个山谷里呢？”我也想，主要是不敢啊。顾青哥满脸的苦笑，揉了揉眉心后叹了口气，继续道：“山谷里有一群野兽，还有一只像是西方的飞龙一样的野兽，还能口吐人言。当时我们进去时，差点没把我们吓死，我们哪敢在那里建领地啊！”飞龙！武天行突然打断顾青哥，一脸狂喜地看着他：“你确定是西方那种像是蜥蜴的飞龙？”顾青哥不知道武天行又发什么疯，却急忙地劝道：“你最好别去打他的主意，虽然他一般时候不攻击我们，但是真要攻击起来，即使你再强大，也只能凉凉。那飞龙可不是我们能惹得起的，当初我可是看见过，他一爪子把山豆抓出一个宽5米、深5米的大窟窿，那已经是神龙了。”顾青哥一边说着，眼中还泛起了一抹恐惧，显然他是被那飞龙吓坏了。不光是他，其余几人也是一样，都是一脸的惊魂未定。武天行撇了撇嘴，他正要找的就是飞龙，至于他说的飞龙是神龙，更是让他嗤之以鼻。神龙个屁，只是现在强大而已，以后他也能那么厉害？难道他还成神了？顾青哥看见武天行不说话，以为他也被吓住了呢，也不再提飞龙的事，然后又继续道：“我们跑出来后也不敢去地面，只能恐惧的在这里躲藏着。过了1天后，我们发现里面的野兽没有追出来，才放下心。后来我们几人一合计，就把建村令用在了这里。但是让我们没想到的是，想要村庄发展，却需要树木和各种材料。石头还好，但木头这地底下哪里有啊？最后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又偷偷的进入到那个山谷中去偷树木。后来一来二去的，我们也知道了，那里的野兽只要我们不攻击他们，他们也不会主动攻击我们。所以从那以后，那个山谷就被我们作为一个躲避灾难的地方。但那也是最迫不得已的时候，我们一般的时候没事还是不喜欢进入那里，看着那些野兽就害怕，尤其是那只飞龙。”武天行也没打断顾青哥的话语，直到他说完，才摸了摸鼻子道：“带我去那个山谷吧，我现在已经肯定问题就出在那个山谷中了。”顾青哥猛然看向武天行，差点没气得背过气去，合计他说了半天白说了，这货竟然还想要去那里。你确定那里有你要找的东西？宋廷玉这时一脸凝重地看着武天行，那里可不是闹着玩的地方。武天行泰然自若道：“放心，我心里有数。如果你们不说那地方，我还不敢肯定，现在我敢确定就是那里。而且……”武天行扫了几人一眼，嘴角一挑道：“你们说的那可不是野兽，那是一种名叫荒兽的物种。”顾青哥惊奇地看了他一眼，心中暗道：看来排行榜第1人果然名不虚传，知道的信息果然不是他们能比的。他在这里这么多天，也一直还以为那是野兽呢。武天行也看出他们对于这些事情不太懂，所以也不介意给他们介绍介绍野兽、妖兽和荒兽的区别。只听得他们一阵惊叹，他们一直把这些变异了的动物叫野兽，却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区别。第53章作死无极限。那照你的意思，是想要把这些荒兽驯服走当坐骑吗？顾青哥沉思了一下，皱着眉头看着武天行说道：“到时再看吧，有那只飞龙在，我想驯服的机会不大。”武天行也很无奈，没想到荒兽倒是找到了，却与飞龙在一起，这就让他作辣了。说话间，几人走到了那个山谷的入口处。这个洞口可要比之前那个大多了，宽度得有5米左右，笔直的斜向下延伸而去。我一直怀疑这个山洞就是对面那些荒兽自己盗出来的。顾青哥一边在前方领路，一边向武天行说道。武天行借着几人用火把照出来的光亮，摸了摸洞壁，发现确实不像人为，有点像什么动物的爪子抓出来的。这条洞可要长得多，几人走了100多米才走出来。刚一出洞口，就把几人吓了一跳。只见几人前方正有几个大家伙瞪着眼睛看着几人，几人一动也不敢动，包括武天行也是一样。虽然荒兽一般时候不攻击人，但是那也说了是一般的时候。这玩意也并不是一点脾气没有的，如果真惹得他们生气了，也会要人命的。武天行虽然一动不动，但是眼睛却是一片锃亮，就差高兴的蹦起来了。主要是他前方的这几个大家伙，简直就是理想的坐骑，体型与马差不多，不算是太高大，但是却与老虎长得很像，一身白色条纹的毛发，看着就非常的漂亮。这玩意他认识，上一世他就看见过，但他也只是看过几人骑过，大批的却没看到过。这种坐骑速度非常快，而且奔跑起来的声音非常轻，还能与主人一起攻击，无论是它的尾巴还是牙齿、爪子都是它的武器，攻击起来凶残的简直毫无人性。
这种荒兽还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叫荒猫，响亮的萌萌哒名字。几只荒猫盯着几人一会，见几人一直不敢动，也许是感觉没意思，才慵懒的一步一摇晃的走进树林中。这就是猫祖宗啊！每次看见这玩意都是心惊胆战的。翟心凌见几只荒猫走后，才一脸后怕的拍了拍胸脯吐槽说道：“你确定这玩意就是猫？”一直板着一张脸的李晓峰突然接话道：“我看这玩意就是老虎和猫窜中了，猫的样子，老虎的体型，应该叫虎猫。你俩够了呀！”顾青哥听得一脑门子黑线，什么乱七八糟的，还虎猫？我看你俩像是二虎。武天行却是嘴角翘了翘，好笑道：“这是荒猫，可不是什么虎猫，你可小声点，荒兽是能听懂人话的，要是让他们听到了，小心把你揍成虎人。”几人一听这玩意竟然还能听懂人话，都是吓得脸色惨白。武天行疑惑地看着几人，迟疑地说道：“你们不会当着他们面说了什么吧？”顾青哥满嘴的苦涩，轻轻地点了点了头道：“我有一次带人来这里，遇见了这种荒猫，以为他听不懂我说的话，所以就在士兵面前装了一把。说到这他都想哭了。”翟心凌几人也是一样，都是苦着脸，就连宋廷玉都是脸色羞红的低下了头。武天行咂了咂嘴，他真不知道几人是不是脑残，虽然几人没说他们说了什么话，但一想也不会是什么好话，特么的这几人能活下来还真是命大了。他现在甚至怀疑是不是上一世几人就是这么跳脱的作死，最后把自己玩死了。他现在有80%的肯定，没准还真是这样的结果。要知道荒兽虽然不会说话，但也算是智慧生物了，越是等级高，智慧就越高，他们没事就跑人家面前装个逼，简直就是在花样作死。你们几人在这等我吧，或者你们先回去等我也行，我去里面转一转，查看一下就回来。说完，武天行也不等几人，急忙向前跑去。说实话，他现在也有点不敢再跟几人在一起了，他还真怕走着走着被突然跑出来的一只荒猫给一爪子拍死。刚才他可是看到了那几只荒猫的气势，最少也是星途7、8阶的，战力也比他高多了，他现在可惹不起。武天行的速度很快，根据顾青哥几人的指点，他直奔飞龙处奔去。整个山谷本来也不大，也就是10多分钟，他就在一个靠着山壁的平台上看到了那只飞龙。飞龙只是趴在那就有3米多高，全身黑色，犹如一座小山一般。看到武天行到来，慢悠悠地睁开那2只灯泡大的眼睛向他看来。武天行却是瞬间就感觉一种大恐怖降临到他的身上，他急忙稳住心神，声音尽量平静地说道：“您好，我听说您这里有一些好东西，所以我特地从远方而来，希望能从您这换取一些我们双方都喜欢的物品。”好！飞龙一听武天行竟然想要换取他身上的宝贝，顿时大怒起来：“小子，想要我手中的宝贝，你是想多了吧？就凭你这弱不禁风的样，能拿出什么好东西来？我看你是想要骗我的宝贝吧。”武天行被气势一冲，脚步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退。他急忙从空间戒指中拿出一颗万界石，举起来大声喊道：“我有万界石，这东西你应该知道有多珍贵吧？”“什么？你竟然有万界石？”飞龙那庞大的身影瞬间就到了武天行面前，瞪着2只大眼睛，低着头颅，一脸兴奋地看着武天行的手中万界石。武天行一脸的惊恐，特么的，这只飞龙不会要吃了他吧？他感觉自己还是有些莽撞了。荒兽也是兽啊，这玩意特么哪有诚信可言？他现在真想把上一世那些说能与飞龙交易的人找出来，一个个的掐死。好，你想要换什么？飞龙张大着嘴巴，一口气差点没把武天行熏晕过去。他强忍着恶心的冲动，憋着气粗声道：“我想要换一枚青铜级军团升级令和一枚军团升阶令。”好，小子，你可不要狮子大开口，这2样东西都是我的宝贝，不可能都一起都换给你，只能换给你一样。武天行心中一喜，他只是随口一问而已，没想到这2样东西他还真都有，表面却不动声色道：“万界石这东西有多珍贵，你是知道的，而且还是对你有用的，有钱都买不到。而你那2样物品，你拿着也只是收藏而已，却对你一点用处都没有。我现在也是急需，否则我也不会拿万界石这种无价之宝来换你那有钱就能买到的物品。”其实武天行也只是忽悠而已，万界石虽然难求，但是那2样物品也都是有价无市的，想买可没那么容易，每样物品的估价也是都不会少于万界石的。好！砰砰！飞龙听后也是一阵烦躁，来回在武天行面前走动着，震得武天行那是一阵摇晃。给你！飞龙狂躁了一会，最终还是答应了与武天行交换。翅膀一扇，2样物品也不知他从哪里弄出来的，飞射向武天行。武天行也急忙伸手接过，看了眼后，心中激动的简直无以复加。好，把万界石给我！武天行也不食言，随手也把万界石扔了过去。当然了，他也不敢食言。东西到手，武天行也不再停留，与飞龙道了声谢，就一溜烟的跑了。他却不知道，等他走后，飞龙又飞回那个平台上，随手就把万界石扔在了旁边，连看都没看一眼。
嘴中却嘀咕着：“奸诈的小子。”第54章，星石。武天行离开飞龙后，心神也是放松了下来，随即就是一脸的兴奋，把2块令牌收进空间戒指中。青铜级军团升级令是能够把青铜级军团令升级到白银级，就像是他现在的特级军团令。特级军团令，白银级。属性：增幅200武力。人数：104-10000。原来的特级军团令只能容纳100人，自从升级到白银级，现在却能容纳1万人了。而军团升阶令却能把高顺的那块高级军团令升阶到特级军团令，然后再使用1块青铜级军团升级令，也是与他这块平级了。同样是能够容纳1万人，而且也都是特级军团兵。他越想，心中就越是有一种现在就想回到领地中的冲动，回去尽快打造自己的军团。有了2万特级军团兵，他不信谁还敢惹他。尤其是在交流系统里成天叫嚣的那几个食人魔，别让他遇到，否则他绝对会让他们知道花儿为什么会那样红。要知道，他可从来不是一个大度的人，谁惹他，他可都是记得一清二楚。同一时间，新武村北方一片领地中，你确定那是武天行的领地？坐在守卫上的一个高大修罗人，一副吃惊的样子，看着站在他面前的手下。已经确定了，我们几人一直跟踪着他们的村民，是从他们的嘴里听到的。修罗族士兵一脸的兴奋，大声回答道。修罗族首领家楚猛然从主位上站了起来，在屋中来回走动中，沉思一会后才道：“你确定武天行带人出去一直没回来吗？还有，他们现在确实只有100名高阶军团兵守护领地吗？”“确定，我们是在那里蹲守了2天，反复确定的信息，但没有领主大人您的命令，我们也没敢轻举妄动。”哈哈！家楚首领咧着一张血盆大嘴，猛然大笑起来：“真是天助我也！只要把武天行的领地打下来，有了战后的物资，我们就能够快速的崛起。什么阿萨加、阿奇古之流，以后修罗我为王，全都要跪伏在我的脚下。”下方的修罗士兵听得也是一脸狂喜，嘴中不由自主的大喊起来：“恭喜家楚领主！领主一出，万物伏诛，大军所向，跪伏称王！”哈哈！家楚听后更是一声狂笑，大手一挥，喝道：“整军备战！我要天下人都记住这历史的一刻。”却说武天行这边离开飞龙那里后，他就四处的探查起来。他一直感觉仙武村能发展起来没有那么简单，肯定不会是因为荒兽的原因才发展起来的，因为他们没有那个能力驯服荒猫。但是他在这个山谷中逛了半个多小时，四周都看遍了，也没看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倒是荒猫看到了几百只，而且每次荒猫盯着他，他都有一种毛毛的感觉，总感觉荒猫看着他的眼神有些诡异。武天行摇了摇头，不再乱想，急速的向出口跑去。他总感觉这些荒猫不好惹。刚到出口，他就看见顾青哥5人正小心翼翼地躲在洞口处，四处的张望着。看到武天行回来，更是心中松了一口气。他们也担心武天行的安全，毕竟武天行要是在这里出了事，外面那100名士兵可不是吃素的，绝对会把他们整个村庄屠掉的，这一点他们毫不怀疑。走吧。武天行走到近前，回头看了一眼，就招呼几人往回走去。怎么样，找没找到？顾青哥走在武天行的旁边，一脸期待地看着他。其实他也想武天行耐够把那个未知的东西找到，至少他们也能分一分不是。武天行摇了摇头，无奈道：“暂时。”突然他的眼前闪过一道蓝光，让他前进的脚步猛然一顿。他眼睛死死盯着旁边一片黑暗的地方，嘴中快速道：“快，给我一支火把！”顾青哥疑惑地看着武天行着急的样子，也不迟疑，急忙把手中的火把递给他。武天行舔了舔有些干涩的嘴唇，拿着火把，心中紧张地慢慢靠近旁边的一处山壁。他把脸凑近看去，甚至还用手摸了又摸，同时呼吸也开始急促了起来。特么的，不会真是他吧？真要是那东西，事情可真就要大条了。武天行心中忐忑不安的看了又看，强压下心中的悸动，从空间戒指中拿出一把匕首，手臂用力，猛然向那抹蓝色旁边处刺去。手臂连连挥动，当当声不绝于耳。扑哧一声，最后一块巴掌大的石头被他切了下来。随后又从戒指中拿出一把铁锤，把石头放在地面，砰的一声砸碎。果然，被砸碎的石头里面正躺着一颗玻璃珠大小的蓝色石块，小石块呈现不规则的形状，散发着微弱的蓝光。武天行嘴角抽搐下，这回他是终于知道仙武村为什么会发展那么快了。低级星石用于修炼，能够加快修炼速度，同时每一枚低级星石等同于1万金币。旁边几人一直看着武天行忙活，这时见他竟然从里面弄出一块蓝色的石头，都很是惊讶。这是什么东西？看着还挺漂亮的，不会是钻石吧？旁边的宋廷玉看着被武天行拿起来的星石，眼中一亮，出声问道：“钻石不是透明的吗？”顾青哥看了眼自己的表姐，小声嘀咕了一句。武天行也没管两人，
这时他一门心思都放在星石上了，随手拿起火把，贴着山壁，又继续查看了起来，看得旁边几人都是面面相窥，不知道武天行又发什么疯。武天行发现往洞里面走，星石就看不到多少了，但是山谷这方星石却是有不少颗。你们在这里别动，我出去看一下，马上回来。武天行把火把交给顾青哥，也没和几人解释，就快速的又钻进山谷中。一进入山谷，武天行就贴着山壁一点点的查看起来，然后又到了另一侧看了一会。这时他眼中一片震撼，他没想到这里会是一个新石矿。他之前见这四周的山壁都是黑黝黝一片，他也没在意，却没想到这里另有玄机。这也能够解释了为什么这些荒兽要在这四处无出口的山谷中停留了。武天行回到通道中，看了几人一眼，随手把手中的星石扔给顾青哥，示意他看一看。顾青哥一开始也只是疑惑，当他看过后，瞬间就震惊了，甚至连手都开始抖了起来。这里都有吗？顾青哥语气颤抖着看了眼四周，说道：“我看看。”宋廷玉见顾青哥的样子，也迫不及待地把星石抢过去看了眼，瞬间他也震惊了。之后几人都轮班的看过后，就都不吱声了，一时间都是一片沉默。第55章偷袭新武村。武天行摇了摇头，叹了口气道：“我知道你们什么意思，但是你们真就确定这不是祸根，而是机缘吗？”顾青哥抬起头，茫然地看着他：“什么意思？”武天行扑笑一声：“你们真的以为自己能守得住这一片财富？别说你们了，就是我都不敢保证能守得住。那只要我们不说，谁又能知道我们这里有这东西？”翟心凌脸色有些难看的反驳道：“呵呵。”武天行冷笑一声：“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们难道就一直都不出去了？不出去，你们怎么发展？只要出去了，就有暴露的一天。真要暴露了，别说在荒谷里，就是在现实中，你们都会有危险。”什么？宋廷玉猛然抬起头，一脸惊愕地看着武天行道：“荒古世界的事怎么会牵连到现实中？这不是和你们开玩笑，也不是我危言耸听，所以说不要心存侥幸。你们还真的以为现在是以前有法律的世界吗？那我只能告诉你们想多了。”武天行脸色冷冽，看着宋廷玉说道。顾青哥虽然不确定武天行说的是不是真的，但只是能把荒古世界的武力带到现实中这一条，这也就表明古荒世界没有那么简单，所以他也不得不选择相信武天行，现实中有可能还真会有危险。他想了想后，脸色有些难看道：“那这里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领地就在这里，也不可能把地方空出来给你吧？”“那倒不至于，我只是说以后的危险，现在不还是没危险的吗？”武天行微微一笑，胸有成竹道：“你们也放心，有我在，只要没有几个领地一起来攻打你们，我就能保你们无忧。你们也不要着急，现在这里也只是我们几人知道，回头你们找几个信得过的手下，把这里封锁了，然后先慢慢的开采这些星石。那开采出来的星石怎么分配？”顾青哥点了点头，也同意了武天行的安排，但是开采出来的星石，他可不相信武天行会不要。武天行脸色突然郑重起来，看着几人，语气不容拒绝道：“开采出来的星石我要8成，你们2成，回头我也会派一些人过来这里开采。你们也不要想着私藏，要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倒是真要发现了你们私藏，可别怪我不客气。”“什么？就给我们2成？你怎么不去抢？”李晓峰听到武天行才给他们2成，顿时就愤怒了，一脸气愤的大声喊道：“行，2成就2成，但是你们要保证我们的安全，我可不想危险我们自己来承受，而你却坐享其成。”顾青哥看也没看李晓峰，脸色从始至终就没变化过，当即就决定了武天行的分配方案。武天行眼神跳了跳，看了他一眼，心中也是暗叹一声，是个人物。当然你们也放心，现实中我也会保证你们的安全的。武天行略显玩味，看了几人一眼，微笑着说道：“什么意思？你难道还能在现实中找到我们？”顾青哥脸色诧异地看着武天行，现在现实中地球变大，地质也变了，想要找到我们那里可不容易。武天行微微一笑道：“不需要找你们，我也知道你们在哪。”接着他语气顿了顿：“因为我们都在一个城市里。”“什么？”这回顾青哥几人是真的震惊了，全都不可置信地看着武天行，一脸的懵。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武天行竟然和他们就在一个城市中。顾青哥却想到了很多，吞咽了下喉咙，只感觉一股凉气冲上脑门。这时他也突然庆幸没和武天行起冲突，这要是真惹到这个疯狂的家伙，说不定不光是荒谷中被杀，就连现实中也有可能被杀死。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在公主室的？我们好像没见过你吧？”翟心凌直直地盯着武天行，一脑门的冷汗流了下来，颤抖着问道。这时他也想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不光是他，另外几人也都已经想到了，在如今这个没有法律的时候，被武天行这种大佬盯上，简直就是插翅难飞。你们是没见过我，但是见过你们的人就是了，这一点你们也不用怀疑。武天行微微一笑道。武天行看几人也想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就也不再吓他们，他
他也只是希望几人不要自作聪明，做一些傻事，比如私藏星石什么的。行了，我要走了，你们这边自己安排，过2天我会派人过来，如果有什么事就去西方50公里处的新武村找我。武天行摆了摆手，云淡风轻地说道。顾青哥压下心中的震惊，急忙道：我送你出去。主公，主公，有没有什么事？武天行刚从山洞里出来，王图几人就急忙走到近前，担忧地问道：走吧，回家。武天行呼吸一口气，脸上露出一抹笑容，挥了挥手道。一连2天，武天行一群人片刻不停地往回赶，就在他们还离村庄5公里时，武天行却不知道他的村庄正在激烈的战斗着。杀！今天之后我要称王！哈哈！家楚手中提着一把厚重的大刀，一刀劈死一个新武村的士兵，大声狂笑地看着厮杀在一起的2方士兵。高顺脸色阴沉，看了一眼家楚，瞬间向他狂冲而去，同时嘴中也厉声喝道：给我杀！今天一个也别放跑了，我要拿这帮修罗惦记我们的军团。高顺怎么也没想到，竟然有修罗胆敢偷袭他们，幸好他们早有准备，否则今天非得吃个大亏。家楚看到高顺向他冲来，甚至听到他要把他们全部留在这，那是一脸的不屑。武天行来了还差不多，就你们一帮垃圾也敢口出狂言。高顺神色冰冷，也不搭话，手中长刀闪出一片片银光，向着家楚攻击而去。噔噔噔，武器急速的碰撞声瞬间连成一片，花火更是四溅。家楚一开始也没太在意，但是当一接触后，他就没那么自信了，身体更是忍不住的连连往后退去。枪！高顺却是脚下装步用出，身形快速的变动着，从各种不同角度快速攻击着。家楚手中厚重大刀连连挥舞抵挡，同时他的脸色也是越来越难看。他没想到，只是武天行的一个手下首领就能杀得他不断防守，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耻辱。不光是他自己这里，他带来的800多手下，这时也没有了刚开始的气势。只因新武村这时正涌出一批又一批的士兵，很快就达到上千人，而且每个士兵都是全身武装，配合默契的加入战斗，直杀的修罗兵不断喋血。这时之前给家楚汇报情况的修罗，看着眼前的情况，更是一脸的灰暗。他知道，这次即使不死，等回去了，家楚领主也会杀了他的。这哪里是100名军团兵，都已经有上千人了。这种错误的情报，简直就是他的失职。另一边的家楚也看到了手下那里的情况，心中简直狂怒到了极点。啊！家楚终于忍不住爆发了，终极武将继世血用出，全身的肌肉都猛然紧绷起来，脸上更是通红一片，全身气势涌出，手中厚重大刀嗡的一声，速度突然加快。高顺神色猛然大变，瞳孔一缩，脚步快速变动，身体更是扭动成不可思议的角度，才堪堪躲过家楚这爆发起来的一刀。第56章，狂暴的武天行。轰！一声爆响，高顺身前的脚下地面都被家楚这一刀劈出一道深坑。嗡！高顺身形刚一站稳，家楚就狂暴的继续一刀横扫而来。高顺只得匆忙抬起长刀，格挡住对方攻击。枪！砰！却没想到他的身体瞬间被长刀上传过来的力量崩飞了出去。这时的家楚用出了武将技，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都已不是高顺能抵挡的了。噗！高顺身体还没落地，就忍不住一口鲜血喷出。家楚却是不给高顺反击的时间，一击建功，更是的礼不饶人，手提厚重大刀，犹如一只愤怒的黑熊，狂暴地追着抛飞出去的高顺杀去。砰！噗！高顺落地，忍不住又是一口鲜血喷出，但这时他也不敢迟疑，单手撑地，猛然一拍，身体猛然冲天起，双手紧握长刀，眼神冰寒，气势更是狂暴起来，嘴中一声大喝：斩魔！嗡！一抹刺眼的亮光猛然从高顺的长刀上升起，他的身体都仿佛在空中停顿了一下。家楚身体突然顿住，一脸骇然地看着半空中的高顺，心脏更是忍不住的快速跳动起来。嗡！高顺双手紧握长刀，猛然向下一挥，同时他的身体也消失在原地，在出现时已在家楚的脑袋上方。家楚眼中只来得及闪过一抹绝望。轰！一声震天般声响，家楚整个身体都被高顺狂暴的劈碎，血肉翻飞，地面更是被劈砍出一道深3米的鸿沟，即使正在战斗的士兵们都感觉地面一阵震动。同一时间，武天行这时也已经接近了新武村，猛然听见这声巨响，心里突然一颤，身体犹如幻影般消失在原地，只留下一声出事了，去北门。武天行全力的速度下，身边的空气都摩擦出一阵嗡嗡声，短短2公里的距离，只用了10多秒钟就一冲而过。刚一入村庄，他就听见北门处的喊杀声，速度更是一提，身体带动起来的狂风更是把一路上的物品吹得四处翻飞。他刚一跨出北门，就见到遍地血腥一片，
自己村庄的士兵正与一批修罗族人狂暴地厮杀着。他急忙四处扫视了一眼，果然就见到在一处大坑边缘，手拄长刀单膝跪地的高顺，这让他瞬间狂怒了起来。尤其是看到还有几个修罗族人正向着高顺那里冲去，眼中更是冰冷一片。轰！这时的他早已怒不可遏，连力量都懒得控制，身体狂暴地冲到高顺身前，单手一握，一杆长枪突兀地出现在他的手中。几个修罗族士兵还没反应过来武天行是怎么出现在这里的，就被愤怒的武天行抽飞出去。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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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连4声爆炸的声响，只见几个修罗族士兵瞬间飞起，在空中的身体肉眼可见的崩碎开来，鲜血和碎尸洒落的四处都是。主公！这时一身鲜血的韩擒虎满脸焦急地冲过来，猛然见到武天行，一脸的惊讶。武天行冷着脸点了点头，然后吩咐道：把高顺先送回去，我今天要让他们有来无回。说完，身体就向着两方厮杀的战场杀去。扑哧！砰！砰！轰！轰！韩擒虎回头看了眼狂暴起来的武天行，杀修罗族如杀鸡般的屠杀，身体也忍不住的抖了抖。太吓人了，几秒钟时间就清空了一大片。他这个主公简直就是杀神，真就是碰着死，擦着也是死。要是能在武天行的攻击中活下来，那简直就是他们修罗族的祖宗在保佑他。太血腥了，也太残暴了。武天行一入战场，修罗族人就被一批一批的屠戮着。修罗族这时有的士兵已经在后方逃跑了，实在是被突然出现的武天行给吓到了，一枪就能把人抽爆，一枪刺出，甚至能够穿死2个，而且速度奇快无比，几秒钟他的身前就一地尸体，这简直就是杀神。杀！这时的王图等人也赶了过来，一出北门，眼睛就都血红了起来，大喝一声，一群人犹如猛虎下山。扑哧扑哧扑哧，一入战场就是一片武器入肉声，瞬间修罗族士兵就一片一片的倒下，直杀得他们心中胆寒无比。王图等人毕竟都是特级军团兵，即使同样的等阶，也不是新武村其余士兵可比的。而且这时的新武村，也就是高顺的100名高级军团兵强力一些，其余的也还只是普通士兵而已。所以之前虽然厮杀不断，但也并没有杀掉对方多少。修罗族人单兵甚至比新武村的士兵还要强力一些。也幸好是高顺一直坚持不断的训练士兵，士兵们都是配合默契，所以才能压制住对方。有了武天行和王图等人的加入，就像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修罗族的士兵呈现出一片片的死亡。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修罗族的800多人就被屠戮掉，只剩下200来人。这些剩下的修罗族人终于忍受不住恐惧，转身就向回跑去。武天行脸现嘲讽，眼中却一片冰冷，寒声喝道：一个不留，给我杀！杀！武天行把手中的长枪猛然射了出去，同时身形如电，急速地向前奔去。扑哧！长枪射穿一人，扎入到地下。武天行这时也正好到来，拔起长枪就快速地向四周攻击，一路追，一路杀。武天行整个身体都被鲜血染红，犹如从血里捞出来一般。可他根本就不在意，追上一个杀死一个。他打定主意要让这些赶来攻打他新武村的这些修罗人付出代价。武天行一直追了3公里，才把最后一个修罗士兵杀死。他的身后更是犹如用鲜血铺就而成。呼呼！武天行大口的呼吸着，他这一路狂暴的杀戮也是把他累得够呛。虽然时间很短，但是他却没有留一点力，每每都是全力攻击，这也让他短时间内损失大量的体力。他也是没办法，现在的新武村士兵还都只是普通士兵，单兵根本就打不过这些修罗族士兵。他越是快速杀戮，自己手下的士兵也就能少一些伤亡，这才是他不顾一切的全力攻击的原因。主公！参见主公！这时王图等人也追了过来，身后更是跟着1000多新武村的普通士兵，一到近前就全都单膝跪地，双眼放光的看着武天行。他们有很多人都是最近加入新武村的，根本就没见过武天行本人，第一次见到，没想到是在这种场合。更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他们主公会这么神勇，所以一时间都是双眼崇拜的看着他。都起来吧，这次真是多亏了大家，过后都重重有赏。武天行深吸了口气，看着面前这些手下士兵，大声说道：第57章报仇不隔夜。随即话音一转，疑惑道：谁知道这些修罗是从哪里来的？主公，我知道。王图一脸的愤慨，看着武天行大声说道：刚才追击时，我审问了一个修罗兵，他们正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寻找矿脉时回来发现的那一股修罗族人。武天行一听，突然他也想起了那次的事情。那次回来时发现的是200多修罗族人，当时他们人少，也就没敢去主动招惹，后期因为建村就把这事耽搁了下来。竟然会是他们！武天行双手不由得一握，脸色难看的说道。这时其中一个高顺的手下脸色悲愤，走出来道：
从昨天开始，高顺首领就说北方有些不对劲，打算今天带我们去那边查探下情况。但是今天上午因为有些事耽误了，所以就没有过去。下午我们本来打算要出发的，却没想到突然一群修罗族人偷袭了过来，把我们杀了一个措手不及。当时我们就损失了10多个兄弟。说着，这个士兵就哭了出来，同时下方也有很多人无声地流下了眼泪。高顺的这些手下都是高级军团兵，很早就加入新武村的一批人，大家每天在一起，早就有了感情。这次死伤这么多人，他们怎么可能不悲伤？武天行看着这些士兵们默默无声的哭泣，心中也是无比难受。他知道是自己大意了，高顺是遇到那些修罗族后加入的，他的这些手下士兵也全都是后来加入新武村的，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那里有一个修罗族的领地。只有他和他带领的这些特级军团兵知道那里的修罗族领地，否则也不会让高顺一点防备都没有。这让他很是懊悔，但是事情已经出了，他也无法挽回，他能做的也只是帮他们报仇而已。这让他只感觉一股怒火从心底升腾而起，尤其是看到手下士兵们眼中的悲痛，更是让这股怒火烧到了顶点。武天行眼中闪过一缕寒光，突然对着王图等人喝道：“你们100人跟我走，我今天就去把那领地屠了，为我们死去的士兵送行。”王图等人身上的气势轰的一声爆发而起，怒瞪着一双眼睛，暴喝道：“为我们死去的兄弟送行！主公，我们也要去，我们也要去送兄弟们一程，恳请主公恩准。”这时，高顺剩下的那几10名高级军团兵看到武天行等人要走，都大声恳求道。武天行看了他们一眼，只见他们满脸的疲惫，身上穿的装备早就遍布伤痕，但却掩饰不了他们眼中的怒火。他知道不让他们去是不可能的，所以也没阻止，沉声道：“跟在后方就行，剩下的人留下打扫战场。”说完就毫不犹豫地向前狂奔去。王图100多人，还有高顺手下的70多人急忙跟上武天行脚步。而武天行不知道的是，在这1000多人中，有2个人一直是都站在最后方，静静地打量着武天行。而这2人很是特殊，都是一身长袍，手拿长剑，虽然身上也是沾满了鲜血，但身上的气质却与身边的人很是格格不入。当武天行等人走后，其中一个身形消瘦，脸色苍白，面貌普通，而眼睛却很是明亮的年轻人看着旁边的另一人，轻轻一笑道：“爱兵如子，一感情用事，不太像是个民主。”而另一人体型更是消瘦，面貌堪称完美，非常英俊，一双眼睛灿若星辰，犹如现实中的明星一般。听后却是嘴角微微翘起，冷酷无情，杀伐果断，能够成就霸业，你去吗？说完，2人对视一眼，同时摇了摇头，哑然失笑。武天行速度并不快，由于之前大战过，大家体力都不是全盛时期，所以他故意放慢了一些速度，让身后的士兵能够跟得上他。20公里的路程不算远，也不算近。当他们到地方时，天色已经要黑了起来。借着月光，武天行简单的查探了下领地的情况，发现在外面的也就几10名修罗兵，也不再犹豫，大挥一挥，寒声道：“给我杀，一个不留，给死去的兄弟报仇！”轰！武天行的身体如脱了弦的箭枝，快速如风般的冲到领地大门口处，手中长枪竖起，狂暴的落下，一声巨响后，3米高的木门被他一击轰飞出去。啊啊！碎木四溅，守在领地门口的几个修罗兵被碎木撞到，身体瞬间被撞得变形，凄惨的哀嚎声响起，让整个领地都突然一静，紧接着就是大乱起来。嫡喜，快跑！人族杀来了！别跑，守住，等领主回来。王图紧跟在武天行的身后。这时大门已破，黑暗的夜色下，全都犹如幽灵般鱼贯而入，手中武器如死神的镰刀，无情地收割着见到的每一个修罗士兵。他们疯魔，他们癫狂，在这个黑暗的夜里，都仿佛放开了心中的杀戮欲望，肆意地杀伐着。时间慢慢的过去，整个领地中的声音越来越小，直到消失不见，到最后只能听见武天行的手下呼吸急促声。武天行自从攻破木门就没再攻击，一直在静静地看着手下们的发泄。他知道他们需要发泄，经过这次的蜕变，也许他们会变得更加强大。武天行慢慢地走进领主屋中，找到领主石碑，选择了掠夺。亮光一闪，就出现一块青铜极剑村令。收起令牌，走出领主屋，把王图喊过来，打扫战场，把能带走的东西全部带走。当武天行等人回到新武村时，已经是半夜凌晨，100多名士兵身背各种物品，简直就像是逃荒一样。这时的新武村王训他们还都没睡觉，都在北门处翘首以盼地等着他们。当看到他们回来时，全都大声呼唤起来，犹如看到了主心骨一般。也是，如果不是这次武天行回来的及时，就算守住了村庄，损伤也会不知多少。一夜无话，第2天早晨，武天行回了现实中一趟，就急忙的又返回荒谷中。这些天他都没在村中，很多事情还是要他来把握方向的，毕竟他知道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情。第58章，领地步入正轨。
吃过早饭后，王迅等人也陆续的来到领主屋中，行了一礼，就默默的坐在两旁等待着。当众人都到齐后，武天行才和声道：“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但由于我们新武村初建，可用人手太少，所以只能大家多辛苦一些。”“不辛苦，这没什么好辛苦的，大家新生也都是为了以后的生活，所以这些也都是大家应该做的。”王迅等人急忙出声，不敢领功。好了，那就先不说这些。武天行摆了摆手，打断众人的议论声，随后正色看着王迅道：“王叔，说一下昨天的战损吧。”王迅连忙站了起来，正了正脸色说道：“昨天由于情况紧急，但是我们也幸好早有准备，支援的还算及时，但损失还是避免不了的。普通士兵牺牲45人，重伤24人，高级军团兵牺牲23人，没有重伤。”随后王迅又叹了口气，重伤就代表不能再上战场，已经残疾了。呼！武天行听后呼吸一紧，他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但没想到还是会牺牲这么多人，尤其是高级军团兵没有重伤是什么概念？意思就是说受伤了也有可能和敌人同归于尽了，所以才会造成无一人重伤。也就是说我们这次伤亡了92人。王图脸色难看，咬着牙说道：“我们上次守村时也才伤亡7人，没想到这次会栽在这里。”王迅看了一眼王图，他发现儿子变了很多，不再像以前一直吊儿郎当的样子，现在只是往那一坐都给人一种铁血军人的气质，这让他心里也是一阵欣慰。再说说村庄的情况吧。事情既然已经发生，武天行也只能记在心中，没必要再揪着不放，毕竟他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王迅看了眼武天行，也是心中会意，继续道：“村庄现在人数达到4685名，领地资金24万，各种建筑设施差不多都已经建造完成。我们现在随时可以升级领地，但是由于我们领地的人数不断增多，现在也有了很多麻烦，比如村民之间争执，还有各种生活上的问题，现在急需我们来解决。”武天行理解的点了点头，领地的发展出现这种问题是必然的事情。他沉思一会又道：“这样吧，正好今天有时间，我们把以后的框架搭建起来，剩下的以后再慢慢完善。”“主公，不可，现在是不是太早了一些？我想我们最好还是等到领地升级到镇的时候最合适，否则我怕会把咱们拖垮的。”王迅一听急忙阻止，他感觉还不到那个时候。“稍安勿躁。”武天行抬起手压了压，脸色平静道：“放心，虽然前期会压力大一些，但也能带动着领地快速的发展，而且这样也免除了我们后期的很多麻烦。可我还是感觉太早了，主要是我怕咱们的资金不充足。”王迅想了想，还是坚持着说道，后来更是有些不好意思。武天行脸上微微一笑，他只是提了个话题，而王迅就已经猜到了他想要做什么。看来古人也并不是就那些历史人物有能力，有很多人也很聪明，他们只是缺少一个平台而已。而王迅就是这种人，就看下面的几个人却都是面面相觑，不知道两人到底在说什么。“好了，我意已决。”武天行摆摆手，坚定地说道。紧接着武天行脸色庄重地扫了一眼下方的几人，缓缓道：“下面我颁布几点，你们都记好了。第一点，先说士兵的问题，现领地共有1400名左右士兵，2个特级军团各分700名士兵，一支王图带领，封号为新武军团，一支高顺带领，封号为耀日军团。”随即他又看向张飞虎两兄弟：“你们两兄弟过后，在领地中挑选出1000名 B 级资质村民，组建成卫兵，封号为银月军团。军团内设置5长、10副长、100副长、1000副长等，以后军团人数增多，再延续增加职位，人选由你们军团内部自己选拔。以后领地取消大锅饭，士兵会每月派发军饷，职位越高，军饷越多，军团的收入80%归入到领地中，20%由军团内部消化。好了，军团暂时就这些，接下来说一下领地内部。主公，那我呢？你把我忘了？”韩擒虎从头听到尾也没发现有自己的职位，顿时有些急了。“你等下会有安排，先听着。”武天行看了他一眼，接着道：“第二点是领地的内部问题，可以说领地内的一切都与我们息息相关，所以领地无比的重要。”他语音停顿了下，皱眉道：“我想说下我的方案，如果大家有不同的意见，都提一提。首先，领地内的各种人才，我打算分为9大部门。建造阁归纳所有建筑人才，过后集体投选出一个领导人，由他领导建造部。炼器阁归纳所有炼器人才，炼药阁由王进管理，归纳所有炼药人才。卫生部招收一些村民，主要维持领地的一切卫生。教育部招收一些有文化的人，以后需要教书育人，我们不能让自己领地内的孩子长大后成为一个文盲。治安部招收一些心思正直的人，主要维持领地内的治安。后勤部分为2部分，一部分主要为了领地服务，一部分是为了军部服务。管理部由王叔你来带领，你自己在领地中挑选一些人来辅助你管理整个领地的大小事务。”武天行一口气说完，
端起水杯润了润喉咙，才又说道：“算上军部，一共是3阁6部，暂时我就想到了这么多。你们如果有什么意见，现在就提出来，说出来，我们大家一起参考。下面几人都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摇了摇头，让他们打架还行，这种属于政治的东西，他们可不懂。主公，现在这些也基本上囊括了方方面面，对于我们现在的领地也已经绰绰有余，主要是你要的这些人才，我看我们领地根本凑不出来。”这时，王迅放下手中笔和本子，一脸苦涩的抬起头看着武天行说道。武天行微微一笑道：“这倒是无所谓，我也说了，我们现在也只是把框架搭起来而已。如果你要现在就把这些人找齐，我们也发不起工资啊。”第59章崩溃的王迅。主公，我们现在取消大锅饭，恐怕很难实行吧？主要是村民们连做饭的工具都没有，最主要的是他们收支来源从哪里来？这时，王猛却是聪明了一回，提出了自己的问题，这也许也和他的出身有关。他首先想到是村民的生存问题。武天行心中早有算计，想也不想就道：“厨房用具让炼器阁尽快打造出一批，这些东西简单，不需要图纸就能打造，而且还很快。至于你说的收入来源，我们现在整个领地都在高速发展期，用人的地方太多了，只要他们肯出力，就能领到工资。而且回头把领地4周的土地也分出去，让他们自己种地去，收了粮食上交领地一半，剩下的无论是卖还是自己吃都随意。如果太懒不想干，那饿死了也怨不着我们了。那前期呢？现在他们一点钱没有，总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干活吧？”张飞豹疑惑地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武天行翻了个白眼，没好气道：“你就不能提一提有点档次的问题？这种事还用说？大不了村庄再供应几天的大锅饭，不就解决了吗？”张飞豹讪讪地笑了笑，他也感觉自己问了个愚蠢的问题。“主公，我们前期资金不充足，我还是感觉不太够。”王迅这时已经有些烦躁起来，无论他怎么算，都感觉领地那24万金币有些杯水车薪。就说军部的1400人吧，现在是1金币的购买力，也只是能买1斤的粮食。就算军不管吃住，每人每月也最少得要100金币啊！更何况还有每个阶层，最少算也得20万金币，这还是往少了算。武天行却是胸有成竹，淡定无比道：“领地那24万金币确实不够，就算单是给军部发军饷都不够，我也没打算就用那24万金币。”“什么？主公，你可别吓我呀！”王迅听后，嘴角一阵抽搐，满脸的苦涩道：“您打算给军部的军饷定为多少啊？竟然24万金币都不够1个月的。特级军团兵普通阶层每人300金币，武长600金币，十夫长900金币，军团长1万金币，每高一个阶层增加300金币，而且还是暂时的，等以后他们等阶高了后还会是情况增长。”噗！王迅听后，郝玄梅一口老血喷出，他现在只想问问他的领主是不是发烧，把脑袋烧坏了。这么多金币，短时间根本就凑不出来，除非抢去，关键是抢也得有地方啊。“主公，这个副村长我不想当了。”看着坐在那里一脸了无生趣的王迅，武天行哑然失笑道：“王叔别急，金币的事我来想办法。而且以后领地的金币如无必要，我也不再随意动用，主要用于领地的发展就好。对了，我这还有昨天灭掉修罗族领地得到的12万金币，一会我也会转入到领地中。”听到武天行竟然不需要用领地的金币，这让王迅有些诧异，但是他心情也舒服了些，否则真需要这么多钱，打死他也拿不出来啊。武天行安慰了王迅一句后，接着又道：“我打算2天后升级村庄，本来我们村民达到2000名时就已经可以升级了，但由于我一直没在，就耽误了。这2天你们都好好准备，等高顺恢复过来后，也就是我们领地升级时。”随后大家又提出了几个问题，就都退出了领主屋，忙着武天行交代下去的事情。武天行叫住王迅，带着他走到仓库，把空间戒指中的蓝星矿石和这一段时间得到的各种物品都放了进去，然后又把白银级纹饰功法拿了出来，交代道：“把这本功法放进藏书阁中，然后你自己也学习了吧。以后藏书阁那边你也安排人守在那里，藏书阁以后也会对领地村民开放，只要他们有金币就可以进去随便学习，但也仅限新武村的人。”王迅皱了皱眉头，有些担心地说道：“主公，这有些不妥吧？要知道侠以武犯纪，以后村民都是飞檐走壁的人士，这对我们管理可是很不利的。”武天行霸气一笑道：“修罗族和食人魔族都可以全民皆兵，也没见不好管理，我们人族为什么就不能全民皆兵？”紧接着武天行嘴角微微一挑，说道：“至于你说的不好管理，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难道你觉得这些村民还能对抗得了我们的军团兵？”王迅张了张嘴，想了想，武天行说的也对，难道一些野路子的还能干过系统的？除非他们的军团兵在外出了意外，无法再压制他们，否则他们永远不可能反叛新武村。真要到了那时，就算村民不反叛，外面的领地也会攻破他们的领地了。武天行看王迅明白了他的意思，就继续往出拿东西，把各种武器装备图纸和那个铺路石机器图纸都交给了王迅，
让他分配下去。把王迅打发走后，他就独自一人向市场走去。这里他已经很多天没来过了。虽然他让王迅一直盯着这里，但是王迅对于一些东西还是不如他了解的深，有可能会把一些真正的好东西漏掉。武天行走到大屏幕面前，点开系统拍卖行，发现里边就只有3件东西，但是这3件东西中的其中1件却让他眼睛突然一亮。竞技台图纸，投入与本阶相应的金币，一直进入竞技台中，随机匹配对手，打赢对手获得相应的经验值。拍卖价10万金币，一口价100万金币。这可是个好东西啊！武天行眼睛放光的看着这张图纸，就差进去抢了。他看了眼上方，竟然已经有人出价了，已经达到了30万金币。默默的看了眼自己的账户，却只有3万多金币。他之前已经把12万金币转移到了领地中，所以他现在的所有资产也就剩下这3万多金币了。这还是他这些天攒出来的，之前为了升级戒指用掉了10万金币，后来又给现实中的领地赚了8万金币，所以他现在就剩下这点了。武天行无奈的叹了口气，嘴中嘀咕着买不起啊，这可咋办啊？这东西也是很稀有的，现在大家也都是刚开始，所以都没什么钱，以后有钱了这东西别说100万了，就是1000万也有很多人抢着要。他看了眼拍卖的时间，发现还需要3天时间才会刷新。武天行咬了咬牙，狠狠地看了眼大屏幕上的竞技台图纸，转身就走了出去，在军营中找到王猛，交代了他几句。王猛郑重地点了点头，回自己的屋中稍作准备，就在大家毫无所知的情况下离开了新武村。第60章，炼药师和炼器师的功法。2天一晃而过，这时的排行榜已经有很多领地升级到了高级村庄，但由于新武村的评估值太高，只是中级村庄的级别依旧占据着排行榜第1名，显得非常刺眼。这2天的交流系统里很是热闹，很多都是在谈论新武村的。食人魔族石天村叶鲁，哈，武天行这个废物，不会是被人干掉了吧？修罗族弑神村阿萨加，你被干掉了他都不会有事，没看见他的新武村还占据在排行榜第1吗？人族炎黄村林正泰，新武村是发生了什么问题吗？如果有需要，武天行随时找我。人族轮回村项羽，食人魔族的畜生，竟敢拿我人族当食物，准备受死吧！食人魔族骷髅村家业，武天行给我等着，胆敢屠戮我2弟的领地，毁我家世大计，早晚我会找到你，让你后悔所做的一切。人族大秦村嬴政，哈哈，武天行杀得好，一群畜生也胆敢拿我人族当肉食，见一个杀一个。修罗族弑神村阿奇古，哼，武天行的新武村活不长的，竟敢屠戮我修罗族人，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兵临新武村下。人族天女村花木兰，新武村是我人族的一盏明路灯，若要战，要问我天女村答不答应。而妖族不知是什么原因，一直沉默着。武天行随意地翻看着交流系统里的发言，心情毫无波动。只有炎黄村的出现却让他眼睛一亮。要知道炎黄村是上一世唯一的官方组织，但不知什么原因却一直没有发展起来。而且炎黄村对于维护人族却总是不留余力，死伤也是最惨烈的，这也是他上一世唯一佩服的领地。如果可以，有机会他也会帮帮他们。他想了想后，嘴角翘起发了一个语言。人族新武村武天行，无论是食人族还是修罗族，有胆就来，我武天行何惧一战，犯我人族者，虽远必诛。当武天行把这句话发出去后，果然交流系统里就炸开了。无论是修罗族还是食人魔族，全都是义愤填膺，恨不得把他大卸8块。人族也是强势回击，有很多说要与新武村联盟的。当然了，有正义的人就有邪恶的，也有人说武天行太能装，不懂得收敛，早晚会被干掉。武天行又随意的看了几眼，也不再关注，只是耍嘴皮子的事，他可不会太认真。有能耐就真刀真枪的干一把。凭借他现在1400名特级军团兵，全部都是3阶兵，甚至已经有一小部分是4阶兵了，他会怕了谁？就当下这个时期，即使排行榜前100名的领地，没有5、6个来攻打他，也就是来送资源的命。咚咚咚，进来吧。就在这时，敲门声响了起来。主公，我回来了。武天行抬头，只见王猛风尘仆仆的走了进来。怎么样，一路上还顺利吗？王猛走到近前，把身后背着的一个背包递给武天行后，才喘了口气道：还算顺利，只是有些太着急。顾青哥那边只能加派人手，但他怕暴露，所以希望主公能尽快派人过去。武天行点了点头，打开背包看了一眼，里面全是一颗又一颗蓝色的星石，数量是800颗。由于主公要得太急，所以顾青哥那边一点没留，这人还算有些魄力。王猛想到当时顾青哥力排众议的决定，也是不得不赞叹了一声。武天行却是神秘一笑道：种什么因，结什么果，既然顾青哥有那魄力，我怎么会让他输？王猛了然的点了点头，心中也是暗叹，也许顾青哥遇到主公还真是他的幸运。好了，有了这些星石，我们前天提出的计划也可以实施下去了。
武天行不得不感叹一座新石矿的价值，短短几天就能为他带来这么庞大的财富。当别人还在为几十万发愁时，而他却已经拥有快要上千万的财富了。这也是上一世大家为了新石矿疯狂的原因。虽然这里是荒古世界，但是也与现实世界一样，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没钱也是寸步难行的。你去把王迅叫过来吧。武天行感慨了一句，随即吩咐王猛道。很快，王猛就把王迅叫了过来。一进门，王迅就苦着一张脸，发牢骚道：主公，我们的告示都发出去2天了，什么时候实行计划？现在已经有很多村民在议论了。哈哈，别急，这不是来了吗？武天行看着王迅那一副怨妇的样子，就忍不住大笑了起来，随即把手中的背包递给王迅，说道：这里面一共是800星石，换算成金币就是800万，你拿着存入领地账户中，然后带着100万去把市场里的那张竞技台图纸拍下来。至于前几天定下的计划，今天就可以实施下去，正好明天我们村庄也该升级了。王迅看着手中的背包，手指不由得一紧，他没想到这里面会有这么多的财富，同时他心里也兴奋了起来，有了这些钱，他就能肆意的实施他的想法了。之前他可是有太多的想法想要实行，但由于没有钱财的支撑，处处掣肘，这让他憋屈够呛。他也没问武天行是从哪里弄来的这么多星石，如果武天行告诉他，他就听着，不告诉他自然是有原因的，他还没那么无知的去打听主公的秘密。王迅走后，武天行就带着王猛去到军营中，带领着王图等700名新五军团兵向着南方行去。这2天时间他也没有闲着，每天都会带着王图他们向四周查探一遍。而由于高顺还没恢复好，所以他把韩擒虎安排到高顺的手下，给他做了副手。这2天韩擒虎也是早出晚归，带着手下700名耀日军团兵四处横扫。光是这2天被捣破的领地就有了8个，修罗族3个，食人魔族2个，妖兽种族3个，只要被他们遇到的外族，命令就只有一个，杀无赦。而这2天也遇到了几个人族的领地，但是武天行也没让人接触他们，就是放任不理会。这几天的领地收入也是爆发式的上涨，光是金币就收入了48万金币，这还是分了士兵2成后的收入。各种建筑图纸、装备武器，还有破虚珠等物品都有了一些存货，被放入了领地仓库中。甚至一直没有修炼功法的炼器师和炼药师都已经有了各自的功法。断打归一诀、青铜级功法，炼器师专属功法；星云36手、白银级功法，炼药师专属功法。至于建造师是没有专属功法的，只需修炼文士功法就可以。而张飞虎2兄弟这2天也没有闲着，紧锣密鼓的组建城卫军，现已经招收500人了，还在招收中。第61章荒兽县。武天行带领着新五军团兵快速地奔跑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他们这2天已经把领地方圆40公里内肃清了，所以他们今天的目标就是40公里外的地方。因为升级到高级村庄时，方圆50公里内的生物都会感知到新武村的位置，这也是武天行这2天的目标。只要把方圆50公里内肃清，等他们村庄升级时就会安全很多，甚至可以说毫无波澜的就能度过攻村的过程。主公，我发现高顺军团长那里这2天有些诡异，不知道当不当讲。奔跑中的王图这时加急几步追上武天行，语气有些迟疑的说了一句：哦。武天行侧头看了看他，疑惑道：高顺那里我这2天也去看了2次，他能有什么事情？我这2天总是能看见2个行为诡异的人出入高顺军团长那里，至于主公没看见，我想他们有可能是在躲着你也说不定。王图虽然觉得打小报告这种事有些不妥，但出于为了新武村考虑，他还是说了出来，毕竟高顺作为一个军团长，他那里要是出了什么事情，可是要命的。武天行神色一动，虽然他感觉高顺不会背叛他，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的道理他还是懂的。毕竟是人就有7情6欲，谁也不敢保证谁就能真心。而且高顺现在的忠诚度也只是90点而已，只要没到100点，就还是有背叛的可能。更何况那2人还一直偏偏就躲着他，这让他一时间也有些摸不准事情的准确性。武天行摇了摇头，不再乱想，看了王图一眼道：这事还有谁知道？还有我父亲知道，但我父亲说让我不要管，他说他心里有数。王图一脸的纠结，他虽然相信他父亲，但是他也怕他父亲被人骗，做了什么危害新武村的事情，到时可就麻烦了。武天行听后心中顿时松了一口气，随即就冲王图翻了个白眼，没好气道：既然你父亲都知道，你还跟我说个屁啊！我都信任你父亲，你有啥不信的？你父亲才40多岁，还能老糊涂了怎么地？要说高顺背叛他，也许是因为上一世有认识人来找他，情有可原，但要说2人都背叛他，武天行是100个不信的。王图脸色有些尴尬，同时也有些感动。他没想到主公这么信任他父亲，而且还把他批评了一顿，这让他感觉自己倒成为了那个小人了。行了，这事你也不要管了，既然你父亲知道，肯定有他的用意。武天行看着王图那一脸的尴尬，随后又补充了一句道：
整个新武村都是我和你父亲还有你们几个人建造起来的，可以说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你们几人哪个不是在新武村管事的？谁会没事吃饱了撑的玩背叛？你感觉你会吗？武天行不解释还好，解释完王图更是尴尬了，急忙顿了顿脚步，拉开了和武天行的距离。他这主公说话太刺激人了，他也就是担心而已，用得着一直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吗？你干什么去？给我回来！王图脸色讪讪的，又加快脚步跑了回来。武天行看了眼他的头顶，忍住笑问道：我还没问你怎么回事呢，你这一头泰迪头型是怎么弄的？啥是泰迪啊？王图摸了摸脑袋上那胡巴乱啃的头型，一脸疑惑的看着武天行。日天日地日空气的一种神兽。武天行一脸严肃的说道。王图感觉武天行说的不像是好话，但是他找不到证据，只能哭丧着脸道：我妹妹这不是有了炼药师的功法了吗？从昨天修炼了以后就开始研究炼什么丹，但她老是炸炉，所以就抓我过去，让我挡在她前面。你之前找我时，我这是刚被炸完，还没来得及收拾，所以就成这样了。哈哈！武天行终于忍不住大笑了起来，笑得王图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一个新图阶炼什么丹，把药材都浪费了，回头让他别炼了，等突破了新图阶后再学着炼丹。武天行看着王图一脸悲愤样，强忍住笑意，才缓缓地说道：我哪知道他抽什么风，搞了一张白银级炼丹配方，说是要给您炼制什么急速丹，还说不帮他就来你这打小报告。王图一脸悲愤地控诉着自己那个恶魔妹妹，这2天别提他是怎么过来的了，天天整得跟主公说的那个泰迪式的头型。两人一路上笑骂不断，不知不觉就到了昨天止步的地方。到了这里，两人的脸色都开始郑重了起来，脚步都放慢了很多。以他们现在的武力，虽然不惧一般的危险，但还是怕被偷袭，哪怕损失一人也不是他们想看到的。王图冲后方摆了摆手，700多人马上迅速散开，5人一队向四周扩散而去。700多人横跨3公里，向前缓缓推进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野兽层出不穷，向着士兵们袭击，但士兵们也早有准备，往往野兽还没到近前，就被士兵们用手中弓弩射杀掉。甚至不时的还有妖兽出没，但妖兽都已经有了智慧，见到这么多士兵都是慌忙的逃走，士兵也没追击，保持着阵营稳步的向前推进。刷刷刷！1个小时后，突然武天行的左方向跑过来一个士兵，还没到近前，就一脸兴奋的大叫道：主公，我们发现了荒兽。武天行脸现惊讶，看着士兵道：是什么样的荒兽？是猪类的荒兽，而且还是一群，在那边一个小山沟里。士兵急忙答道：猪。武天行咧了咧嘴，幻想着一群骑着猪的士兵高举武器向着敌人杀去，他就身体一颤。那种画面真的很美，而且还辣眼睛，这可不是他想要的。真要整一群猪当坐骑，他这个排行榜第1人真要出名在整个荒古世界了。继续前进，猪类荒兽我们不需要，最好是马类和牛类的。武天行摇了摇头，不再乱想，对着身前的士兵说道：报，主公，我这边发现了一群荒兽。就在身前的士兵刚要转身走时，左边方向又跑过来一个士兵，大声汇报道：你那也不会是猪类荒兽吧？武天行看着跑到身前的士兵，略微打趣的说道：猪？什么猪？后来的这个士兵一脸懵，愣愣的看了武天行一眼，随即道：不是猪，是一群我不认识的一种荒兽。第62章魔龙马。哦，说长什么样，竟然会连种类都分不清。武天行心中惊奇，脸色诧异的问道。士兵咽了咽口水道：是一种长得很吓人的荒兽，身长有马大，但全身布满有黑色鱼鳞甲，四肢像是牛蹄子，尾巴有2米多长，肩部甚至还缀着一个大圆球。说到这里，士兵脸上闪过一抹震惊，接着又道：尤其是脑袋，很像是咱们华夏的神龙。武天行眼中金光一闪，他已经知道那是什么荒兽了。魔龙马荒兽，上一世这种荒兽可是项羽的专属骑兵。魔龙马的攻击可是很狂暴的，尤其是它尾巴上的那个大圆球，那就是魔龙马的武器。战斗时尾巴一甩，攻击到谁都够喝一壶的。走，带我去看看。这回武天行可是不淡定了，真要得到了这些荒兽，接下来有一个重要的活动，他也可以好好的谋划一番了。一路狂奔，途中也经过了先前那个士兵所说猪类荒兽的地方，他只是随意的看了一眼，就收回了目光，他对这玩意可没兴趣。士兵带着武天行和王图、王猛3人跑到一个离河流不远的地方停下，示意武天行向前看去。果然，武天行就见到了一群魔龙马正在河岸边喝水嬉闹着。武天行认真感受下魔龙马身上散发的气势，发现基本上都是星途4阶的级别，少数是3阶的，这让他感觉有搞头。武天行查探了下数量，发现数量还不少，大概能有500只左右。王猛，你去找一个落单的魔龙马试试武力，如果打不过就尽快退回来。武天行想了想，还是打算先试一试他们的武力强度再说，如果太强他再想别的办法，
反正这些魔龙马他是不会放过的。王猛凝重的点了点头，看了眼四周，就快速的向远处跑去，绕了一圈后，锁定一只在最外圈的魔龙马，装步用出，身形快速的向这只魔龙马冲去。魔龙马正躺在河流边的草地上，悠闲的晒着太阳，根本就没想过会有人来攻击他。当他发现时，王猛已经一拳重重的捶到他的屁股上。好！魔龙马的身体瞬间翻滚了3米多远，还没站起来就狂吼了一声。王猛得理不饶人，身形贴着魔龙马的身体紧随而去，随即又是一拳砸出。魔龙马瞪着大眼珠子，身体轻微一个颤动，2米多长的尾巴带着那个大圆球，就呼的一声向王猛抽去。王猛脸色一变，吓得急忙闪身躲过，随即右脚踢出，砰的一声，魔龙马又被他踢飞出去几米远。这回魔龙马是真的怒了，吼叫声不绝，身体站起就四蹄狂奔，身后的尾巴也竖立起来，向着王猛砸去。武天行等人在远处也是一脸凝重的看着王猛，身形忽左忽右，辗转腾挪，借助身形小的优势，不时的给魔龙马一击，打得魔龙马吼叫连连，身后的尾巴来回抽动着，轰轰声不绝于耳，大地很快就被锤出一个个大坑。这时别的魔龙马也发现了这边的情况，都赶了过来，瞪着一双好奇的大眼睛看着一人一马打斗。而武天行这时已经全身紧绷，只要情况不对，他就会瞬间冲过去把王猛救出来。好！就在这时，从一群魔龙马群中走出一只很是特殊的魔龙马，冲着里面打斗的魔龙马吼叫着，而里面打斗的魔龙马也是回应着吼了几声，这也让这只特殊的魔龙马停住了脚步，没有冲进去。武天行这时却是双眼放光的看着那只特殊的魔龙马，只见这只魔龙马虽然也是全身黝黑色，但却比别的魔龙马高不少，而且主要的是4只蹄子却是金黄色，看着就有种霸气感觉。轰轰轰！一人一马这时也打出了真火，里面一时间杂草四射，泥土飞溅，攻击的震动声也越来越重。主公，王猛不会有事吧？王图看得一阵啧舌，有些担忧的说道。武天行眼神一眨不眨的盯着，闻声回道，只要4周的魔龙马不上，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但是他想要打服这只魔龙马也得需要一些时间。武天行不知道的是，现在的王猛已经想要逃跑了，主要是4周围着的一群魔龙马把他吓住了，他现在攻击都开始畏首畏尾起来，他怕把这只魔龙马打急眼了，再叫帮手给他群殴了。王猛现在有些欲哭无泪，一开始他还以为几招就能把这只魔龙马打趴下呢，毕竟他感觉这只魔龙马也就与他同阶，都是星途4阶，但他可是有特级军团令和武将10加成的呀，他哪会想到他这么强力，也只是比这只魔龙马强点而已。主要是这家伙太皮糙肉厚了，看他那样子打在他身上也只是让他感觉疼而已，根本就没有实质性的伤害。时间慢慢过去，半个小时后，王猛一脸汗水，出拳的速度也慢了许多，脚步也不再那么迅捷，而魔龙马却正好相反，依旧生龙活虎的上蹿下跳，尾巴上的大圆球轰隆隆的快速锤击着。这时两者的战斗已经扩大到了方圆50米，地面坑坑洼洼，一片狼藉，4周围着的魔龙马也不得不一退再退。武天行无奈的摇了摇头，他知道肯定是4周的魔龙马影响到王猛了，否则他估算王猛是可以在20分钟之内就能打服这只魔龙马的。你们几个退远一些，一会我把王猛救出来。武天行侧头吩咐王图和5个士兵，他必须要把王猛救出来了，再不救他，有可能一个不注意就被魔龙马那个大球给爆头了。等几人走远后，武天行身体猛然冲了出去，路过魔龙马时右脚一踏，身体瞬间跃起5米多高，犹如一只大鹏鸟一般向着战场扑去。而在下方一直在掠阵的魔龙马首领见到又一个人类冲来，瞬间嘶吼一声，人力而起，后蹄子一蹬，竟然也跳起5米多高，向武天行追来。武天行神色一凛，身体在空中猛然扭动了一下，右腿狂暴的抽出，砰一声震响，武天行的身体在空中被无情的抛飞出10多米远，他强行调整着身体，才踉跄着落在地上。武天行低头看了眼腿部的盔甲，眼角一阵抽搐，只见上面的一片地方已经开裂，要知道这可是高级的盔甲呀。第63章王图的计谋。同时他心中也是庆幸，幸好穿的是盔甲，要是穿的皮甲，这条腿都有可能被锤断。这也让他领教了魔龙马尾巴上那个大圆球的威力。好！魔龙马身体一落地就狂吼了一声，四蹄狂奔，继续向武天行狂冲而来。武天行脸色凝重，深吸一口气，身形也瞬间冲了出去。砰砰砰！武天行可不像王猛那么畏首畏尾，手脚并用，装步踩出，身形忽隐忽现，快速的围绕着魔龙马狂暴攻击。虽然魔龙马的力量确实不是武天行能比的，但由于体型的关系，辗转腾挪之间可没有他灵活，所以一时间只能被武天行一拳接着一拳锤着。好！好！好！魔龙马狂吼着，眼睛都开始变红了起来，
力量也是越来越狂暴。而武天行却是不为所动，频率一直保持着一致，拳拳到肉的轰击着他。砰！噗！就在这时，另一边的王猛终于坚持不住，一个不注意，被魔龙马尾巴上的圆球砸中，身体瞬间被砸飞出去。落地后就忍不住张嘴喷出一口鲜血。武天行眼角余光看到后，心中不由一急，同时脸色也是一狠，双拳猛然张开，心中大喝一声：终极武技破浪！只见他双手瞬间如幻影，接连拍出，层层叠叠般印在魔龙马的腰腹处。轰！一声巨响传来，魔龙马整个身体都被他这一招拍飞出10多米远，甚至口鼻中都流出了丝丝鲜血。武天行一掌拍飞魔龙马首领后，身体就向王猛冲去。砰！路过与王猛战斗的魔龙马时，一脚就把这家伙踢飞，扛起王猛就向外围跑去。路过围起来的魔龙马，武天行身体忽左忽右，脚下不停，连连踢出，一路狂暴地冲了出去。而魔龙马群只是在他后边吼叫了几声，也没追赶他。主公，王猛怎么样？王图见到武天行竟然是把王猛扛着回来的，脸色瞬间一变，焦急地问道。武天行把王猛放在地上后，才舒了口气，无奈道：受了点轻伤，休息2天应该就没事了。这时王猛咳嗽了几声，也缓过劲来，连忙坐了起来，捂着疼痛的胸口，羞赧地道：属下办事不力，还请主公责罚。武天行摆了摆手，柔声道：也不怪你，是我考虑的不周，你先安心养伤就是。说完他就低头沉思起来，他发现凭借着他现在的手下战力，还真驯服不了这些魔龙马。想要驯服荒兽有2种方法，一种是单对单打服对方，这样荒兽就会愿意跟随着你；还有一种就是需要驯兽师沟通驯服，这种驯服能够帮助别人。但他们新武村现在根本就没有驯兽师，驯兽师是一种非常稀少的职业，这种职业是天生的，后天根本就修炼不出来，因为他们天生就亲近荒兽，能够听懂荒兽的语言，荒兽也对这种人很是友好，信任这种人，所以他们被称为驯兽师。而上一世也是由于驯兽师的稀少，所以大家驯服荒兽基本上都是一拥而上，单对单的对战，把荒兽打服了也就算是驯服了。可他们现在是打不过魔龙马，这就有些尴尬了。而他还不想放过这些魔龙马，毕竟这种最佳坐骑可不是那么好遇到的。他自己倒是能打得过那只魔龙马首领，但是对方还有好几百的小弟呢，他们可不会一直看热闹，真要是一拥而上，他也要凉凉。王图，你去把士兵都集合过来，我们今天不探查了，想办法把这些魔龙马驯服掉。武天行想了半天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先把人召集过来再说。王图却没动，皱了皱眉头，轻声道：主公，我倒是有一种办法，不知道行不行。哦，说说看。武天行看着他，有些意外地说道：我们出来时不是每人都带了一些麻醉药吗？留着受伤时用的，我们只要在外边做一些陷阱，然后把魔龙马引诱过来，只要抓一只就把麻醉药给魔龙马灌进去，然后再让士兵们单对单的对战，这样不就能打得过魔龙马了吗？武天行嘴角抽了抽，这招还真特么损，随即眼神有些诡异地看着王图道：你就不怕魔龙马过后恢复了，一个大球子把你们爆了头？不能吧，主公，都已经驯服了还会报复吗？王图身体打了个哆嗦，只要心中一想，魔龙马恢复后站起来第一时间抡起大圆球就把身边站着的士兵砸爆，那画面简直不忍直视。你说呢？你用卑劣的手段对付人家，不报复你才怪了，毕竟他们也是有智慧的生物，但要说打死还不至于，只能说以后在士兵干不过魔龙马之前，挨揍肯定是少不了的。武天行没好气地说道，他心中想着以后领地中的士兵没事就被魔龙马拖出来揍一顿，他就感觉一阵荒谬。王图这时也是一脸的诡异看着武天行，然后呲了呲牙，他也感觉那画面很美好，而且还很和谐。你先把人都叫回来吧，然后让他们尽快制造陷阱，今天务必要把这些魔龙马驯服了。既然有了办法，武天行也不再墨迹，反正魔龙马揍的也不是他，现在主要的目的是把这些魔龙马弄回新武村是真的。半个小时后，700人全部集合到一起，王图才把办法与大家讲了讲，然后就是热火朝天布置各种陷阱，甚至有的家伙更是出新招，把蒙汗药都拿了出来。看得武天行更是一阵感叹，这可真是在作死的边缘越走越远啊！这以后魔龙马要是揍得轻了，他都为魔龙马感觉不值。1个小时后，700多人甚至把这一片地方都给翻了个新，整个环境都改变了很多。万事俱备，只欠东方。武天行随即让王图带几人，他带几人从2个方向去吸引魔龙马。河边的魔龙马这时都围在一起，把魔龙马首领拱卫在中间，一声声的吼叫不断响起。第64章驯服魔龙马。武天行看到这种情况，毫不犹豫冲到近前，手脚并用，一瞬间就被他打飞10多只魔龙马。好，好，好！
这回武天行算是捅了马蜂窝了。魔龙马首领见他又返了回来，顿时就是一声大吼，魔龙马群似是得到了命令一般，一时间都调转身体向他冲来。而同一时间，另一个方向，王图也是冲到魔龙马近前，一顿手打脚踢，然后就往回跑。魔龙马群瞬间就乱了起来，有追武天行的，也有去追王图的。追武天行的魔龙马最多大概有300多只，而追王图的就只有不到200只，可见魔龙马首领还是对他恨意多一些。武天行带着几个士兵迅速往回跑去，而几个士兵还不时地回头嘲讽一句，气得魔龙马4只蹄子翻飞，狂暴地向他们紧追不舍。跳！跑到陷阱处时，武天行嘴中轻喝一声，几人的身体一跃3米多高，身形瞬间跳跃出20多米距离，而身后的魔龙马却不知道情况，直直地扎进地下挖出来的大坑中，瞬间一片尘土飞扬。大坑有3米多深，宽就有20来米，只是这一下就有一半的魔龙马掉了进去。好，好，好！后面紧随而来的魔龙马首领急忙停下脚步，瞪大着双眼，大吼了起来。而同一时间，另一个方向也是突然塌陷进去一大片地方，王图那边也是建功了。武天行也不管魔龙马首领的吼叫，猛然抬起头大喝一声，放！嗡！就在这时，剩下完好无损的魔龙马四周和天空中突然袭来一片黑影，里面石头、绳索、木头还有药粉，简直就是应有尽有。魔龙马群瞬间狂躁起来，眼中一片惊恐，四处奔跑着。一阵轰隆声响起，魔龙马瞬间倒下一片，等他们还没站起来时，又是一片攻击袭来。一连3波过后，这时的魔龙马已经没有几个站立的了。武天行站在大坑的另一边，看着还站立着的魔龙马首领，也不意外，毕竟这个魔龙马首领的武力值可是比他还高呢。而魔龙马首领看着倒下一批又一批的族人，眼中不由得露出一抹悲伤。武天行眉头一皱，也看出了不对劲，猛然想起什么，急忙大喊道：有的只是被下了药，过一段时间就好了，没有死亡。武天行知道荒兽能听懂他说的话，他可是对魔龙马首领眼馋已久了，可不想因为这种误会失去他。果然，魔龙马首领闻言，抬起狰狞的头颅，眼神复杂地看了武天行一眼。武天行见到魔龙马首领的情绪变动后，心中也是一阵后怕。这要是魔龙马首领想不开，跟他拼死或者独自逃跑，以后报复他，他可真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别说驯服了，即使抓到了这些魔龙马，也只会对他们不死不休。我们没有恶意，只是想要让你们成为我手下的伙伴，可没有伤你们的心。武天行冲着对面的魔龙马首领解释道。好！魔龙马首领眼中突然露出愤怒神色，大吼了一声。可惜武天行听不懂，他只得继续道：你就说你们同不同意吧，不服我们2个再打一场，我赢了你们做我们的伙伴，我输了我放你们走，不伤你们一员。好！魔龙马首领终于忍受不住武天行的挑衅，后肢一蹬，一跃5米多高，横跨陷阱向武天行冲来。武天行嘴角微微翘起，他知道计划成功了，嘴中却大喝一声：一战决胜负，输了就当我的坐骑，以后陪我征战天下，赢了我放你们走，不伤你们一员。如果需要，我也可以给你们划分一片领地，让你们自行繁衍，不打扰你们分毫。轰！两人刚一接触，就是狂暴的厮杀，大地一片震动，深州更是飞沙走石，狂风呼啸，树木都弯了腰。只是交手几分钟时间，武天行就被魔龙马首领一蹄子蹬飞了出去。武天行站起身，脸色一片凝重。魔龙马毕竟是星途5阶的级别，在暴走后更是让他武力值爆表，一时间竟让他有些疲于应付。轰！轰！轰！魔龙马首领不给武天行喘息时间，狂暴地追上来，就连续不断的攻击。而武天行这时也只能用身体的灵活性与魔龙马首领对抗着，拳脚并用，与魔龙马首领一次又一次的碰撞。10多分钟后，两者身下的地面就被轰平了一层，可见武力一旦超高时，没有什么是人力不可达到的。半个小时后，魔龙马的攻势开始减弱，武天行看到这眼中金光一闪，身体突然加速一分，双手摊平，化拳为掌，双手瞬间犹如幻影一般，连连拍出，刹那间双掌之间就仿佛涌出一波波海浪，被他用双掌推着，猛然印在魔龙马首领的脖颈处。轰！一声震天响，魔龙马瞬间抛飞出去，武天行却得理不饶人，紧追不舍。轰！轰！轰！身体紧贴着魔龙马身体，双掌连连拍击，终极武技破浪被他接连使出。砰！好！魔龙马落地后就焦急的吼叫一声，四只蹄子呈跪伏状，一脸痛苦的看着武天行。呼！武天行看到魔龙马首领终于屈服，身体也猛地一屁股坐在地上，全身大汗淋漓，呼吸急促着，接连用出终极武将技，也让他的身体到了极限了。终极武将技太消耗体力了，如果魔龙马首领还不屈服，他自己可能就要屈服了。
魔龙马首领看到武天行的样子，也是眨了眨大眼睛，一脸懵逼，看得武天行嘴角抽了抽，没好气道：“看什么看？我休息一会不行啊？你信不信我还能大战3小时？”魔龙马眼中充满了不屑，他就是不会说话，如果会说话，肯定会说不吹牛逼你会死啊！恭喜主公，大战得胜！王图这时一脸的高兴，跑过来看了看趴在地下的魔龙马首领，说道。武天行无力的摆了摆手，吩咐道：“快让士兵们抓魔龙马，挨个的揍一顿。”啊，不是，挨个的驯服一下。武天行看到魔龙马首领眼中的愤怒，急忙改口。王图了然的点了点头，急忙跑回去吩咐士兵驯服魔龙马。接下来就看到一群士兵把魔龙马抓到一边，然后先灌一口麻醉药，过几分钟后让其他人放开魔龙马的压制，然后其中一个士兵就开始暴揍魔龙马，然后就简单了，哪个魔龙马也逃不过这种酷刑，满眼的屈辱的屈服在这帮毫无人性的士兵手下。第65章救人。时间缓慢的过去，直到天色快黑时，一共552只魔龙马才被全部驯服。但由于魔龙马都被灌了药，还有的受了伤，暂时无力行走，大家也只能慢慢的等待着。直到半夜时分，魔龙马已经能够勉强行走时，大家才向新武村返回。由于速度不快，等大家回到新武村时，都已经是早晨5点钟了。武天行让王迅找一块空地，划分给魔龙马群，然后独自回到屋中，也没停留，就返回了现实中。这时的现实中还是白天，下午4点钟。武天行从自己的屋中走出，一出门就看见谷雨晴带着小凡在村庄空地上玩耍着。谷雨晴见到今天武天行这么早就出来了，也有些诧异，不由道：“武兄弟今天怎么出来的这么早啊？”武天行微笑道：“昨天忙了一夜，没睡觉，眼看着就天亮了，也没再睡，就出来看看情况。嫂子，今天外面有没什么情况？”这时小凡也看到了武天行，眼睛瞬间一亮，喊了一声叔叔，就跑到武天行身前。武天行急忙把他抱了起来，出声道：“小凡今天乖不乖啊？有没有听妈妈的话？”小凡这几天也已经和大家熟悉了，也不再怕生，闻言急忙道：“小凡可乖了，就是人太少了，天天就我和妈妈2人，好没意思。”武天行尴尬的笑了笑，人少他也没办法呀，就算人多也都会进入荒古世界去，没人会愿意停留在现实中。谷雨晴听后眼睛一红，急忙走过来把小凡抱过去，轻声埋怨道：“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过一段时间人就多了，以后不许再打扰你武叔叔了，听见没？”“哦，知道了。”小凡抿了抿嘴，很明显的不信他妈妈说的话。谷雨晴眼睛有些微红，深吸了口气，才略微歉意看了看武天行，随即说道：“今天倒没有什么情况，但是我看咱们仓库中的食物快不够了。”“武天行点了点头，这我知道，回头。”“好，好，好。”砰砰砰！武天行话还没说完，就隐约的听见村庄外面一阵野兽的咆哮声，甚至还有打斗声响起。武天行急忙向北门处跑去，而这时幕墙上方的守护系统也已经启动，瞄准过去。“警告！警告！远离领地！远离领地！警告！警告！若再前进，炮火攻击！”武天行从大门处出来，就见到远处一行10多人正在慌乱地向村庄这里逃跑着，后方一群100多只野兽疯狂地追赶，幸好有2个男人在后方抵挡着，否则这10多人早就被野兽追到了。武天行看到是人类，急忙操作守护系统停止攻击。当时守护系统设置时，如果是人类就先警告，警告不听才会攻击；如果是野兽就会直接攻击，根本就不会警告。否则就凭这些人已经进入领地范围中，守护系统早就攻击了，几炮下去都得成渣渣。其实这几天来，守护系统也攻击过很多次，都是路过这里的野兽和妖兽，现在领地中的金币都减少了一大半，就剩下3万多了。武天行把系统关闭后，手掌虚空一握，手中就凭空出现一把银白色长枪。这时谷雨晴也抱着小凡跑了过来，正好看到武天行的一通操作，眼中闪过一抹异色。“嫂子，别跑出去，我先去把人救出来。”武天行侧头叮嘱了一句谷雨晴后，身体就如猎豹般的向战斗处冲去。这时向着村庄冲来的10多人，本来听见警告声都已经停下了脚步，但突然又看见从这个小村庄中冲出来一个身穿盔甲的人，都是脸色一喜，尤其是看到这人的前进速度，心中更是一震，这速度都赶上120迈的汽车的速度了。而这10多人中，其中一个戴着鸭舌帽的女子抬起头看着武天行的身姿，眼中更是异彩连连。武天行速度很快，短短几秒钟就跑到几人面前，他只是随意的扫了10多人一眼，就向着后方艰难抵挡着一群野兽的2人冲去。扑哧扑哧扑哧！武天行一进入战场，手中长枪就犹如灵蛇吐信一般，灵活地刺穿一只只野兽的头颅，瞬间一片地方的野兽就扑倒一片，
直看得抵挡野兽的两人眼角一阵跳动，太狂暴了，也太帅气了。在他们的眼中，武天行犹如武侠电影里的人物，武功简直绝顶了。武天行看也没看两人，手中不停，长枪被他耍出一阵阵残影，各种杀戮手法从他手中不断用出。唰！突然一道亮光从他身上一闪而出，嗡！武天行手中长枪骤然间速度加快，扑哧扑哧扑哧，野兽瞬间一片片倒下，直看得旁边两人一脸骇然，血液四溅飞射，而武天行身体却诡异的扭动躲避着。杀戮来得快，去得也快，从武天行到来再到停止杀戮也仅仅用了2分钟而已，可见武天行杀戮速度到底有多快。武天行停止攻击，急忙凝神看向自己的属性信息。武天行，人族，称号中级村长，中级武将，声望1280，资质 S， 境界星途5阶，武力17+， 300%，精神9，功法混沌神魔诀，混沌，技能初级枪法，初级剑法，初级刀法，初级步法，狂暴，初级武将技，中级武技破浪。装备荒古无极戒指，白银级，真银蛇长枪，白银初级，真黑鳞盔甲，青铜高级，特级军团令，白银级。金钱23800，幸运10，灵魂100%，自由属性点0，比之前又强了一大截。武天行眼中喜色一闪而过，多谢朋友今天的救命之恩，能否留下姓名，以后必有厚报。这时旁边的两人，其中一人走到近前，满脸感激地看着武天行说道。武天行闻言心中一颤，缓缓回过头，看着对方这张陌生又熟悉的脸庞，眼中的惊讶之色一闪而过。随即他又看向另一人，心中又是一跳，他没想到今天心血来潮提前出来会碰到上一世的熟人。这两人与高兆杰等人一样，也是上一世他们在一起的另外两人。与他说话的这人叫张海洋，另一人叫乔国防。你好，谢谢你今天救了我们，以后如果有需要我们两人的，尽管开口。这时乔国防见武天行看向他，也急忙开口道谢。武天行见到两人，心中也很高兴，脸上也露出了笑容，说道：你们好，我叫武天行，我也是正好碰见，所以才救下了你们，不必在意。张海洋见武天行还算挺好说话，心中的紧张心情也放松了不少，听后连忙道：我叫张海洋，客气的话我就不多说了，以后如果真有用的上我兄弟俩的，吱声就行。对，也许对你来说这只是顺手的事，但对于我俩来说，救命之恩大于天，以后只要用得着我俩的，我俩绝不会皱一下眉头。乔国防也是出声附和道。武天行笑着点了点头，也不再提这些，这两人还是和上一世一样，品行一如既往的正义。你们是怎么回事？武天行收起长枪，看着两人随口问道。第66章，认识古雨晴。听到武天行问起原因，两人都出奇的脸色一变，有些难看起来。怎么回事？武天行皱了皱眉头，疑惑地看着两人。武兄听没听说过2成1阶的熊哥？张海洋看着他缓缓地说道。武天行心中一动，神色却是不变地说道：没听说过，怎么了？你们这样是跟他有关系吗？对，就是因为这个畜生。乔国防恨恨地接了一句。刷刷刷。这时另外的10多人走了过来，武天行想了想，把话憋了回去，也不再询问。多谢这位朋友救我们性命。谢谢这位兄弟。武天行面无表情，摆了摆手道：谢就不必了，这里是我的领地，你们赶紧离开就行。现实中的新武村现在还没有守村的士兵，里面暂时全都是熟人，这些不熟悉人武天行可不打算放他们进去。这10多人都是面面相觑，他们刚从市里跑出来，这才没走出多远，就被一群野兽追击，如果不是有张海洋两人一直保护着，他们连这里都到不了。现在他们已经意识到现在的世界是有多么危险了，武天行现在让他们离开，他们还真不敢，有可能还没走多远就会被野兽追上，然后被吃掉。小兄弟，你看能不能先让我们避避风头，我们现在出去就是死，如果有什么要求你可以提。这时人群中一个中年人走了出来，一脸难色地说道。不行，我跟你们不熟。武天行脸色坚定，直接否决了他，接着又道：这个村庄里的人都是我的熟人，如果把你们带进去，若是给他们造成了什么危险，这可不是我想看到的，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考虑。我们不在里面闹事，只要给我们一块地方就行，我们也不随意走动，你看这样行吗？中年人有些急了，他现在是真不敢再出去了，出去就是死，而且还是被野兽吃掉，这种死法对他来说简直太残酷了。张海洋和乔国防两人在一边对视了一眼，刚刚他俩还感觉武天行这个人很好说话的，没想到转眼就像变了个人一样，这让他俩感觉有些不知所措。那也不行，你们赶紧离开吧，
一会黑天了，野兽出没更多，你们想走都走不了了。武天行还是拒绝说道。他在上一世看见过太多好心没好报的事了，帮助了他们，回头就反咬你一口的人大有人在。他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帮帮也就算了，如果是把自己人置于未知的危险中救助，那还是算了，他还没那么大公无私。就在大家一脸绝望时，突然一个清脆声音传来：“我与古雨晴姐姐认识，难道也不能进去吗？”武天行顺着声音处看去，眼中猛然闪过一抹惊艳。之前他也没细看这一群乱糟糟的人，没想到这里还有一个这么漂亮的美女。只见一个身高1.7米左右，身穿一套休闲装，头上戴着一个鸭舌帽，一双柳眉杏眼，化着淡妆，脸颊处还有着几滴汗珠，一头乌黑的长发别在耳后，看着比电视中的明星还要漂亮。说实话，武天行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近距离的看到这么漂亮的女孩，看年龄也就和她差不多而已。你怎么知道古雨晴在这里？武天行回过神，疑惑地问道。说到这里，他突然反应过来，抬头向村庄处看去。只见这时的古雨晴抱着小凡，正在村口处向这边张望着。因为离得有些远，虽然有些看不清长相，但是如果真是熟悉的人，还是能够认出来的。我当然是看见了，我与雨晴姐姐是好姐妹，我们很小就认识了，前一段时间我们还见过，所以我希望你能看在雨晴姐姐的面子上，让我们去你的村庄中躲一躲。还真的是小晴，没想到小晴会在这里，我前2天还想去找找他们，但是外面太不安全，一直没敢出来。这时那个中年人也向着村口处看了看，脸上也是充满了喜色。武天行皱了皱眉头，对着中年人道：“你们与古雨晴是什么关系？而你们又是什么人？”中年人听到武天行询问他们的来历，心中就是一喜。他不怕对方询问，就怕对方不询问。不询问就说明人家根本就不在乎你是谁，根本就不打算留他们。现在询问，就说明他们还是有留下的机会的。中年人急忙回答道：“先介绍下我自己，我叫冷一鸣，是魔都人，家里是做食品生意的。这次来公主市考察，是打算在这边开通市场，正好古雨晴的家也在这里，所以我女儿冷玉仙也跟了过来。我与古雨晴她爸是发小，我们2家从小关系就很好，而且距离也近，所以我女儿可以说是古雨晴的妹妹。”武天行听后神情毫无所动，看了一眼另外一些人，又问道：“他们呢？他们又是什么人？”他们是这次打算和我合作的金达食品公司的人，末世爆发时，我们那时正好在公司，所以后来就一直在一起。那你们这次为什么从公主室跑了出来？冷一鸣脸色一变，随即语带气愤地说道：“都是那个叫郑雄的畜生，本来我们躲在公司里还能坚持一段时间，但今天早上他突然带人来到公司里，硬是抢走了6个女员工。他们之中有2个人从荒古世界得到了武器装备，身手也特别厉害，我们根本就反抗不了。本来他们走后，我们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但没想到那个郑雄畜生下午又来了，而且还指名道姓的要我女儿跟他走。”说到这里，冷一鸣眼中仿佛能喷出火来，恨声道：“我怎么可能答应他？我就是和他拼了，我也不能让他带走我的女儿。但我没想到郑雄那么残忍，让他的2个手下开始杀人，一个一个的杀，硬是逼迫着我，要我把女儿亲手送到他手上。本来我是打算和我女儿跳楼自杀的，却没想到这时曾经的公司保安突然从荒古世界中出来，而且一出来见到公司里面的惨状，就与郑雄带来的2人打了起来。”武天行看了眼张海洋2人，冷一鸣也看到了武天行的眼神，点了点头道：“对，就是他俩，但是他俩也有些打不过郑雄带来的那2人，所以他俩最后只能带着我们跑了出来。”冷一鸣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本来我们是有20多人的，这一路上又死了8人，都是被野兽追上给拖走了，最后就剩下我们这16人了。第67章，我不搞基。郑雄这人，武天行其实是认识的，上一世他妹妹遇害就是因为这个人。要说武天行这辈子最恨谁，第一个就是这个叫郑雄的人。郑雄也叫雄哥，对外还有一个称号2城1街雄哥。2城分别是公主市北区的2座商城，1街指的是北区的一个步行街，意思是这3片地方归他管，所以起了这么个外号。冷一鸣见武天行沉思着，也不敢出声打扰，只能小心翼翼地看着他，心中很是忐忑，也不知道能不能因为古雨晴的关系，让他们进入到这个村庄中。武天行回过神后，深吸了口气，脸色平静地看着冷一鸣道：“让你们进去也可以，但是你必须约束好他们，不要让他们乱跑。”“是，我们绝对不乱走，我们肯定不会乱走，你让我们在哪，我们就会留在哪。”这群人听到武天行终于松口，让他们留下，都是脸色狂喜，连连出声保证着：“行了，跟我回去吧，记住你们说的话，如果被我发现你们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那我只能告诉你们，无论你们在哪个世界，都不用活着了。”武天行领着这一批人，慢慢地向村庄走去。还没走进村庄中，人群中的冷玉仙去突然跑了出去，一把抱住古雨晴，脸色兴奋道：“雨晴姐姐，你没事太好了，我这几天还打算让我爸爸去找你呢。”“小玉仙，你们怎么跑这来了？”
谷雨晴猛然见到冷玉仙也是一怔，紧接着就是一脸的高兴，抱住他。小姨好，你们挤到我了。小凡被夹在中间，先是与冷玉仙问了声好，紧接着就撅着嘴埋怨的看着两人。武天行这时也走到了近前，脸色温和的看着谷雨晴道：嫂子，既然你认识他们，那就把他们交给你吧，你看着点他们，别让他们乱跑。冷玉仙听到武天行的声音，猛然回过头看了看他，他没想到之前一个冷面无情的人，转眼间就变成了一个面色温和的大男孩，这让他一时间有些懵。其余人也都是脸色诧异的看了看武天行。张海洋两人对视一眼，只感觉武天行这人很诡异，让人捉摸不透，而冷一鸣却是眼中露出一抹思索之色。行，那你先去休息吧，我马上就去做饭，一会大家回来正好可以吃饭。武天行返回自己的屋中，首先又向领地中转了10万金币。现在外面的野兽越来越厉害，有很多也已经开始蜕变为妖兽，以后肯定会有很多野兽和妖兽冲撞领地，所以他必须要保证领地的资金充足，他可不想等哪一次再回来，领地变成了一片废墟。又转出去10万金币，他手中又要干了，看着账户上剩下的2万多金币，他感觉心好痛。这10多万金币还是他这2天带兵攒下的，但是也架不住这么花啊。攒的时候都是一个子一个子攒的，花的时候却要一堆一堆的花。王猛带回来星石都用在了领地改变计划上了，这2天其实领地中也增加了几十万金币，但是他都说了，以后领地的资金他不会动，所以他手里又开始拮据了。不行，等村庄升级后，他就去顾亲哥那，多搞点星石，这手里没钱，他就感觉心里没有底气。咚咚咚，五兄弟，有2个人想见你，你要见一下吗？就在这时，一阵敲门声响起，随即谷雨晴的声音从外面传来。武天行愣了愣，突然想起张海洋2人，让他们过来吧。莫一会，又是敲门声响起，武天行让2人进来，果然如他所想，正是张海洋和乔国防2人。武天行让2人坐下，才微笑道：怎么了？是没有住的地方吗？这样吧，一会我回荒谷世界一趟，去取10张图纸来帮你们建房，你们也不用着急，既然进了这里，我也不能让你们住空地上不是？村庄暂时只有5间民房，也都已经住人了，所以那些房子是肯定没你们的份了。不是。乔国防急忙脸色微红的摆了摆手，不好意思道：你能让我们进来，我们已经很感激了，不敢奢求太多。那你们是？武天行疑惑的看着他俩。张海洋这时突然道：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就是荒古世界排行榜上第1名的那个武天行吧？之前他俩听武天行介绍自己也没太在意，只是感觉耳熟而已。但是过后他俩冷静下来时，突然发现了不对劲，所以才有了他们来找武天行的这一幕。武天行点了点头，他也没隐瞒，这种问题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隐瞒的必要，反正他们在这里时间长了，也早晚会知道的。张海洋2人见武天行竟然真的承认了下来，脸色都是一阵潮红，兴奋的就差手舞足蹈了。那你看我们2人怎么样？乔国防这时语无伦次的说道。什么怎么样？武天行愣愣的看着2人，随即又道：我不搞基，而且还是你们这种粗犷的老爷们。2人瞬间脸色一黑。我们也不搞基，我们的意思是我俩跟着你混怎么样？张海洋憋屈的看着武天行解释了一句。哦，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啥事呢，说话都不说明白。武天行没好气的白了2人一眼道：没问题，这都是小事，以后开通传送阵后，你们直接传送过来就行。还能开通传送阵吗？你是怎么知道的？乔国防一脸诧异的看着武天行。你管我怎么知道？先说说你俩现在的情况，在里面现在混到什么程度了？武天行一不小心说漏了嘴，急忙岔开话题问道：我们2人现在在一起建造了一个村庄，名叫双武村，已经升级到中级村庄了，士兵也有300名，其中有一半已经是3阶兵，剩下的都是2阶兵。张海洋一听武天行问他们的情况，身体猛然坐直，脸上有些骄傲的说道。武天行眼角跳了跳，无语道：你俩这村庄名字不会是仿照我新武村起的吧？唉，2人正在得意着呢，突然被武天行提起村庄名字，都是一阵尴尬。当时他俩的名字还真就是看着新武村起的，要知道新武村可是世界第1名，早就是他们眼中的偶像了。武天行一看2人的神色，就知道果然让他猜对了，这让他一阵好笑。没想到他当时随便起的村庄名都已经被崇拜了。还行，发展的还勉强凑合。那你们就继续发展下去，等以后开通了传送阵之后，正好我们联合起来。随后3人又聊了一阵村庄发展的问题，主要是武天行指点他们，尽量让他们少走一些弯路。咚咚咚，武叔叔，吃饭了，走吧，先去吃饭，以后有时间再聊。武天行带着2人走了出去，出门后就看见小凡正站在他的门口。武天行一脸喜爱的把他抱了起来，
向他家走去。这些天大家都是早出晚归的，也没时间做饭，所以做饭的事就被谷雨晴揽了过去。大家每次回来都是直接去他家吃去。第68章，两位大神刚一进谷雨晴家的厨房，就看见一帮人已经在座位上等着他了。哥哥，就差你了，赶紧过来吃饭，我都饿了。武天行一进屋，吴小静就一脸怨念地看着武天行说道：主要是他哥哥不来，这帮人谁也不吃，就等着武天行，他也不好意思自己吃。就你这个馋猫饿得快。武天行笑着看了他一眼。等武天行与张海洋三人坐下后，大家才开始动筷。吴海军一家三口，高兆杰、张笑笑、吴小静、冷一鸣父女2人，再加上他和张海洋3人，整整11人，差点一桌子没坐下。你们2个的村庄都叫什么名字？一边吃着饭，武天行突然想起了什么，随口问着高兆杰2人。突如其来的问话，差点没让2人噎着。武天行疑惑地看了2人一眼，心想这2人的村庄名字不会也和张海洋2人差不多吧？高兆杰喝了口水，神色有些不自然道：名字只是一个代号而已，什么名字无所谓的，我那庄村名字不好听就不说了。对，我那村庄名字也不好听，不提也罢。吴海军也是急忙在旁边附和着说道。武天行眼神诡异地看着2人，他越发的感觉2人村庄名字有问题，就连在座的几人也都感觉2人好像是在掩饰什么，都是一脸狐疑地看了看他俩，只把2人看得一阵不自在。好吧，我说我那个村庄名字叫高武村。高兆杰实在是忍受不了大家那样的眼光，很快就投降了。武天行眉头跳了跳，果然这货更绝，不光把新武村的武字盗用，还把自己的姓也加了进去。饭桌上的几人也是明显一愣，虽然名字听着还行，但是这仿照的也太明显了。只有冷玉仙2父女不明所以的看了看大家。你呢？武天行随即又看着吴海军问道。吴海军这时却镇定了下来，脸色平静道：我的也差不多，名叫军武村。好吧，果然。武天行低头默默沉思着，高兆杰的高武村，吴海军的军武村，张海洋2人的双武村，这以后联盟了，别人一看还以为这几人是预谋的呢。我们2人的是双武村。就在这时，张海洋又突然来了一句，这回大家是真的不淡定了，这也太巧合了。高兆杰和吴海军2人认识武天行，起的名字和新武村相似也就算了，这俩家伙是咋回事？你们不会是商量好故意起的名字吧？张笑笑脸现狐疑之色，一脸无语的说道。巧合，绝对是巧合。张海洋嘻嘻笑着。高兆杰和吴海军2人也是连忙点头，他俩一开始起名字时也没商量过，还真就算是巧合。这次吃饭增加了这么多人，初一开始大家还不算熟悉，有些矜持，现在聊了几句，大家也都放松了下来。一顿饭在大家欢声笑语中结束。饭后，武天行回了一趟荒谷新武村，把村庄这几天收集到的图纸都带了回来，然后一排排的开始建造，完成后又急忙的返回荒谷中。今天是荒谷世界新武村升级的日子，武天行把王迅几人叫过来，谈论半天，才让几人下去安排防御事宜。主公，我这边有2人，希望你见一见。就在大家都走后，高顺却留了下来，汇报道。武天行心中一动，他知道这2人应该就是昨天王图所说的那2人，表面上却是疑惑道：哦，是什么人，还需要我亲自见一见？高顺却是一脸神秘道：主公见一见他们就知道了，这2人如果能够留在我们新武村，对我们的帮助会很大。看来又是历史人物了，而且还可能不是一般人，否则高顺不会这么保证。武天行心中暗想着，脸上却是微笑道：那你让他们过来吧，我倒也想看看是什么人，搞得这么神秘。高顺走出领主屋后，没多久就带着2个身穿长袍的人走了进来。见过领主大人。一进来，2人就躬身做个揖礼。请坐。武天行摆了摆手。2人一进来，武天行心中就是一喜。一身长袍，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这种人武天行上一世就见过。他们虽然归类为文士，但是他们这种人还有另外一个称呼，也叫谋士。有句古话虽然说得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而在荒古世界中却可以说为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因为他们这一类人很是逆天，往往都可以化不可能为可能，尤其是他们会的文士技，厉害的甚至可以改变地势，换风换雨都不是不可能。武天行的心中想法也只是一瞬间而已。等2人坐下后，武天行才脸色温和地说道：我看2位气质不凡，不像是无名之人，不知2位尊姓大名？而对面2人近距离见到武天行，虽然已经见到过几次，但眼中还是忍不住闪过一抹异色，就是眼前这个全身毫无特点，也没有什么气质的人，却是现在世界排行榜第1人，这不得不叫2人感叹人不可貌相。听到武天行问话，那个面貌普通却是脸色有些苍白的人摇头一笑道：我2人可不是什么有名之士，现在只是新武村的一名普通老百姓而已。我信了你个鬼啊！
武天行心中暗想着，这帮谋士说话总是好打哑谜，整不好就掉进他们语言圈套中。武天行之前只是底层的小人物，哪会那些语言的弯弯道道，所以直接就道：客气话就不用说了，虽然我不是什么慧眼识英雄的人物，但是你二人普不普通，我还是能看出来的。对面两人对视一眼，一脸无奈，都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今天他俩算是遇到了。武天行根本就不废话，直来直去，他们准备了一肚子的话语全都被堵了回去。普通面貌那人苦笑着摇了摇头，说道：那我就首先自我介绍下吧。说着就站了起来，冲着武天行拱手道：毕姓郭，名家，字奉孝，曾是东汉末年曹操帐下谋士，官至军师祭酒。武天行听后身躯一震，神色也开始郑重起来。接下来到我了。等郭嘉介绍完自己，另一个非常英俊的人也站了起来，微微一笑，拱手道：毕姓张，单名一个良字，字子房，曾与韩信、萧何并称为汉初三杰。武天行看着下方站着的两人，心脏都是一阵跳动，他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两位大神。第69章画饼。虽然在历史中郭嘉英年早逝，但不可否认他的才能，曾经被曹操称为是他的其左，而张良可是辅佐刘邦成为汉朝皇帝的人物，更是当时顶级人才了。原来是两位大才，刚才多有怠慢，还望多多包涵。武天行缓了缓激动的心情，也急忙站了起来，拱了拱手说道。三人客套一阵后，又重新坐了下来。随即武天行也问出了心中的疑问，不知两位这次见我是有什么事吗？接着又开玩笑语气的说道，我自问我现在有一些成就，但是我想还不能引来二位来投奔我吧。领主大人也不必自谦，荒古世界有多大，这些天我也算计过，但是却也没有描绘出来，总之就是大的已经超出我的想象。领主大人既然能在这么大的世界中排名第一，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张良轻声微笑着说道，至于说我二人来投奔领主大人，为何就不可以呢？哦，难道二位还真有这心？武天行虽然心中也有些想法，但也没敢奢望。这时郭嘉接过话，微笑道，我二人虽然曾经有一些名气，但那也是在曾经的世界，而在这个荒古世界，我二人虽然有自信，但也不会傲气。最主要的是我俩新生，重活一世，也想重新选择一次。武天行眼中金光一闪，他没想到两人会是这种想法。我想二位来我新武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吧，不知对于我新武村的发展有何看法？既然两人有心想要投靠他新武村，他可不会拒绝，但是他也想要看看两人有什么能耐，会被后世那么传颂。两人听到武天行的问题，神色也都认真起来。他们虽然有信心武天行不会拒绝他们的投靠，但是他们也知道不拿出些真本事，想让武天行信任他们，那也是不现实的。领主大人的新武村很多政策在我看来很是新颖，也很是超前。郭嘉首先语气赞叹了一声，随即又道，但是在我看来步伐还是有些慢了。哦，愿闻其详。郭嘉微微一笑，胸有成竹道，现在村中将近5000人，其中1400人为军团兵，剩下的城卫兵和各种人才现在加起来也不到1000人，但是还有一半的人在闲置着。虽然领主大人把土地分了下去，而且每天还有各种工作让他们可做，但种地也不可能每天都在种，而参加工作他们也只会为了工钱而工作，效率却不会变大多少。武天行低头想了想，随即道，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工作不会积极，只会应付着工作，领取每天应得的报酬是吧？对，就是这个意思。郭嘉肯定的点了点头，然后又继续说道，如果我们反向思考一下，按照干的多少拿报酬，你感觉新武村发展又会快多少？武天行这回算是明白了，这特么不就是现实中计件吗？同时他也不得不感叹，曾经的谋士确实思想不一般，这么超前的思想也能想到。郭嘉看到武天行一脸恍然之色，也知道武天行明白了他说的意思，但是他还没说完，接着又说道，我们可以建造一个任务大厅发布任务，比如说缺木材或者缺矿石，然后我们出报酬，让村民各自选择接取自己喜欢的任务去完成，来获得报酬。武天行这时都有些懵逼了，这不就是小说中的佣兵工会吗？他看着郭嘉那一脸镇定的模样，真想问问他是不是看过现实中写的小说，不愧是有才之人，总能想到别人想不到的问题。武天行呼出一口气，满脸赞叹道。郭嘉听到武天行的赞叹，只是笑了笑，也没有骄傲，脸上很是平静。这时旁边的张良见郭嘉说完，也开口出声道，那就再说说我的见解吧。武天行这时已经看到了郭嘉的能耐，也不敢小看张良，点了点头道，先生请说，愿闻其详。张良微微一笑，看了眼旁边的高顺，轻声道，我听高军团长说过，新武村暂时只有一人是忠诚度100%，之后就再也没人能够把忠诚度达到100点，而他们自己却感觉可以为领主大人牺牲一切，但不知什么原因，就是不能把忠诚度提升到100点。哦，武天行听后眼睛猛然一亮，不由得问道，
难道这个还有办法提升？其实之前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一直以为是我们接触的时间太短导致的。张良微微一笑，一脸神秘地说道：为什么不能提升呢？如果是因为时间短，那为何会有人达到了100忠诚度呢？武天行皱了皱眉头，这也是他想不明白的问题。就算是上一世，他也没听说忠诚度是怎么提升上去的。其实很简单，只是我们没有细心想过而已。武天行疑惑地看着他。忠诚？什么是忠诚？张良脸上闪过一抹嘲讽之色。可以为某人生，为某人死，为某人做任何事，都可以说是忠诚。但人是智慧生物，有七情六欲，思维也是最复杂的，每天的思想与情绪都在变化。谁能保证谁会为谁忠诚一辈子？谁又能保证谁不会为了某事背叛？即使父母亲人都有可能会背叛，谁又能忠诚谁一辈子？武天行低头沉思着，眼中金光乱闪，他好像有些明白了，但是又好像抓不住头尾。而旁边的高顺也是一阵恍然之色，紧接着脸色又是一阵复杂。武天行抬起头看着张良，第一次认真的看着他。这时他也想到了张良上一世的遭遇，虽然最后他比韩信和萧何两人要幸运得多，但那也是他放弃所有，离开了皇城，才得以保全自己。张良顿了顿，给了武天行一些思考的时间，紧接着语气开始严肃起来。想要人不背叛，够忠诚，那就需要一根纽带连接起来，让他们在想背叛时都感觉不值，让他们感觉留在你武天行这里比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好。只有利益加行动双向实施，彻底绑住人心，才是忠诚度达到100点的方法。武天行听后一阵无语，这不就是现实中老板给员工画饼用的方法吗？他真想问问这两人是不是去过现实中，为什么思想都这么超前呢？他记得古时不都是奴隶制吗？谁会研究这些没用的想法呀？根本就没必要，好不好？难道这两人也穿越了，然后从别的世界又穿了回来？武天行摇了摇头，把脑海中乱七八糟的想法甩出去，随后看着两人道：两位先生的想法今天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也让我看到了两位先生是真的有才之人。那么我现在正式邀请两位先生加入新武村，不知两位先生意下如何？两人听后立马站了起来，躬身道：拜见主公，嘉良愿效犬马之劳。第70章升级高级村庄。叮！系统公告：恭喜玩家武天行收到特级文士郭嘉的效忠。郭嘉，人族，称号特级文士，声望280，资质黄级，境界星途3阶，武力4，精神8，功法先天旺气诀钻石级，技能初级剑法旺气术，初级文士技地线术，中级文士技呼风术，高级文士技幻瞳术，特级文士技。装备蚕丝袍青铜高级，文心剑青铜高级。金钱830，灵魂20%，自由属性点0。叮！系统公告：恭喜玩家武天行收到特级文士张良的效忠。张良，人族，称号特级文士，声望320，资质黄级，境界星途3阶，武力4，精神8，功法先天引术诀钻石级，技能初级剑法聚气术，初级文士技引路术，初级文士技搬运术，中级文士技神速术，高级文士技降雨术。装备绵云袍青铜高级，清风剑青铜高级。金钱1180，灵魂20%，自由属性点0。武天行看着两人的属性信息，久久无语，这哪还是人了，简直就是神仙。现在两人的等阶还不高，文士技的威力还不大，等以后突破到一定等阶时，也许真有可能一人顶一军。就拿郭嘉那个地线术来说，现在也许只能弄出个方圆几米的大坑，但是等以后等阶高了，也许一个地线术就能笼罩方圆几公里，上万大军都会被埋葬。还有张良的神速术，用在士兵身上，能让士兵速度加快，等阶高了后，一个术法下去，提升士兵几倍的速度都不是不可能，简直就是神技。随后三人又聊了一些村庄的以后布局走向，才结束了这次的谈话。当上午9点时，武天行带着郭嘉两人走到广场站定，看着面前神情严肃、笔直站立的3队士兵，心中也是豪气顿发。特级新五军团兵700人，特级耀日军团兵700人，普通银月军团兵城卫军700人。这就是他20多天的成果。在这个前期来说，单对单，武天行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不惧任何人，横扫一切敌。我们新武村初建，从无到有走到今天，都是大家一起奋斗的结果。武天行站在前方，声音平静，缓缓开口，诉说着这一段时间领地发展的艰辛与成就。下方的人也都神情认真地听着，
当听到攻下一个又一个外族领地时，都是神情振奋；但听到有战友牺牲时，神色也都忍不住悲伤起来。时间缓缓流逝，我武天行不是什么霸主，也不是什么雄主，我只是和你们一样，在这个吃人的荒古世界想要好好生活的人。但是，武天行语气陡然一转，想要生活好，就必须要争，要前进。只有我们自身变得强大，才能争一片土地，争一片我们说了算的区域。当我们强大到谁也不敢惹我们时，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生活。但是，争就代表着需要战争，伤亡就不可避免。所以，我在此承诺，只要是新武村的军人，受伤的会全力救治，伤残的领地会赡养一辈子，每月也会给发放相应的生活资金，牺牲的领地会代替照顾家人，一切生活所需，领地都会帮扶到底。哗！下方的军人一听，全都是神色狂喜。要知道他们这些军人，其实打仗什么的都不怕，毕竟想要生活好，当兵肯定是最快的出路。但是他们最担心的就是伤残，毕竟到了那时，如果没人管，他们就算不被饿死，也只能要饭去。这对一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军人来说，简直就是侮辱。至于死亡，他们现在还没想那么多，因为都是新生，有家的人毕竟是少数。定，王图忠诚加5。定，王图成为死忠。定，高顺忠诚加5。定，高顺成为死忠。定，下方一阵嘈杂，而武天行耳中也是一片提示音响起。武天行心中狂喜，他没想到张良提到的画饼方法果然有效。当然，他也不算是给手下画饼，他既然承诺了，也同样会做到。当提示音停止后，武天行发现忠诚度达到100点的赫然达到了600多人，这让他既高兴又是无奈。无奈的是他手上没有那么多的破虚珠，满打满算，这些天领地也才攒了70枚。武天行稳了稳心神，看着下方还在一脸兴奋的人，好了，大家安静，我再重申一遍，我今天做出的承诺永久有效，绝不会让我们军人流血又流泪。下面我给大家介绍2个人。武天行侧身把郭嘉和张良2人露出来，暴露在下方2000多人面前。这2人也许有人听说过，但都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才能。武天行缓缓地把2人的事迹和能力介绍给下方的士兵。紧接着武天行又道，以后这2人我会安排在2支军团中，张良为新武军团的军师，郭嘉为耀日军团的军师。把一切安排好后，武天行神情一肃，王图听令，属下在，你带1半新武军团兵驻守东门。高顺听令，高顺面无表情走出阵营，大声喊道，属下在，你带领1半耀日军团兵驻守北门。韩擒虎听令，属下在，你带1半耀日军团驻守西门。张飞虎、张飞豹听令，属下在，你2人带领银月军团一分为4，驻守在幕墙上方，远程协助。武天行有条不紊地下达一个又一个命令，无论是军人、后勤还是在职人员，全都接到各种各样的命令。下达完命令后，整个新武村都开始忙运转起来，仿佛一瞬间整个领地都活了过来。武天行打开新武村属性，确认升级。定，是否需要花费5万金币升级建筑？是。唰，一阵光芒亮起，把整个领地都笼罩起来，村庄的建筑也开始变换，各种建筑都变得精美，领地同时也在向外扩张。只是10几秒的时间，光芒散去，整个领地已经焕然一新。如果从空中看下来，就会发现整个领地四周是高5米的幕墙，而幕墙里边却只有中间一片地方有一些建筑，剩下全是空旷地带。武天行四周打量一眼，随即看了眼领地的属性。新武村高级村庄，品级神级，封印中，明星85，属性领地明星正 50%， 领地对流民吸引力正 300%， 领地农作物产量增加 100%。 特性领地内修炼速度增加 100%。 特性领地村民资质加1。特性每10天吸引一个 S 级资质流民。村民数量4985-10000。村庄面积5平方公里。金钱365万。建筑村长大厅、初级军营、初级仓库、初级市场、藏书阁、初级酒馆、电力系统、水利系统、初级炼药房5，初级炼器房5，初级箭塔8，民房1000。材料木材23万，铁矿15万，石材11万1000，粮食35万。升级条件村民1万名，镇级升级令牌，明星70，附属领地4个。解封条件虚空石。第71章郭家的旺气术。领地升级后，整个领地范围扩大到了5平方公里，只有领地中心这一块有建筑，而四周却已经空旷起来。武天行一边带领着剩下1半的新武军团兵向南门走去，一边打量着四周，而张良也一直跟在他的身后，皱眉看着四周。
张先生，你说我们新武村是不是有些太杂乱了？武天行侧头看了眼张良，张良点了点头，这也是我刚要想说的。之前领地小，还没看出来，但现在领地扩大后，感觉我们的建筑杂乱无章，排列无序，整个看起来很不协调。那你说该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们总不能把已经建造好的建筑全部拆除重建吧？武天行揉了揉额头，语气无奈地说道：那倒不用，那样太麻烦了。我刚才大体看了下，只要拆除一部分就行，然后重新划分出区域就可以了。张良越说越是一脸的自信，比如我们分出居民区、商业区、领地种地区等，全部区分开，以后即使再升级，也只要在原来规划出来的区域建造就可以了，再也不会感觉杂乱。行，那这事就交给你了，回头你找到王迅，让他协助你，尽快整理好。现在看着就像是一片破烂村庄一样，这也太寒战人了。张良微微一笑，保证道：那就交给我吧，3天后保证让你看到一个排列有序的领地。武天行现在终于感受到有谋士和没谋士的区别了，很多事在他看来还得绞尽脑汁的去想，结果到了人家那里，脑袋一转就想出了办法，而且还是直接可以付诸行动的。这差距不是一般的大，这也许就是智商高低的区别。哦，对了，武天行突然又想起一件事，看着张良道：你们两人是什么时候来到新武村的？说起这事，张良瞬间脸色凝重起来。你不问，我也打算与你说一说这事。哦，武天行看他脸色不对，神情也正色起来。我们能来到你这里可以说是运气，也可以说是郭家带着我们来的。其实我与郭家两人也是建造了一个领地的。这回武天行是真的惊讶了，他没想到两人还是个领主。那你们？张良脸色凝重，看着武天行道：这也是我要说的事。一开始我们领地发展的还不错，领地已经升级为中级村庄，领民也已经达到了1300多人。但是突然一天，我们领地的一队士兵回来报给我们一个情报，我们才不得不放弃那个领地，带领着整个领地的民众开始逃亡。而我们之所以逃亡，就是因为我们士兵探查到，距离我们50公里外有一个食人魔族的领地，而那个领地正是现如今占据排行班第12名的卡提诺吃遍天下村。武天行这时脸色也郑重起来，要知道能够达到前100名的都不可小看，更不要说排名第12的。怪不得张良他们发现后就急忙逃亡，连打都不敢打。他们离我这里有多远？既然发现附近有这么个强势敌人，武天行也不得不做准备。离我们这里大概有150公里左右吧，不算远，但也不算近，暂时他们还是够不到我们这里的。张良也知道武天行的担心，他接着又继续说道：而我们在逃亡的一路上，1300多人也死掉了200多，后来很多民众都不想再逃了，想要在原地建造个村庄，但是郭家却不愿，他一直在用望气术查找着，最后经过西方的大山出口找到了这里。可以说我们是被郭家带到这里的。武天行眨了眨眼睛，郭先生的望气术还有这能耐？张良摇头一笑，无奈道：具体的我也不清楚，我们也是经过7天时间才来到这里的。一路上郭家都说我俩不是龙选之人，不能再建造村庄了，否则会有横祸。他说要带着我们找到一个龙选之地，这才是我俩要走的路。武天行好笑道：然后你们到了这里就选定了我是吧？看来郭先生的望气术还是有点水平的啊，竟然能让你们找到排行榜第1名的领地中。张良也是笑了笑，其实一开始跑到一半时，我也不想跑了，不是我不信任郭家，主要是他那个望气术只是初级的，这种玄之又玄的东西，我也是有些怀疑的。可等真到这里之后，我也是有些懵，我们走的可不是直线，而是东一下西一下的走，谁能想到还真让他找到了你这个村庄，整个世界人族中暂时也就你这里算是最安全的了。两人一路走一路交谈，由于村庄刚升级，一时半会也不会有生物这么快来到这里，所以武天行也不着急。他带领着士兵到了南门后，就让士兵原地休息，也不再管他们。其实武天行对于这次村庄升级还是很有把握的，不说前2天他已经把方圆40公里都已经清理一遍，就说他这1400名特级军团兵也不是谁能抗住的。毫不客气地说，就他这1400士兵，如果只是普通士兵来攻打，没有1万人都别想让他们有伤亡。要知道他这每个士兵都是他不计代价打造出来的，全身青铜高级盔甲，人手2件青铜高级武器，1件长枪，1件弓弩，而基本上全都是4阶兵，3阶兵也只是很少一部分。时间缓缓过去，直到下午2点钟时，才看到1公里外隐隐绰绰间跑来一些野兽和妖兽，但是数量不多，也就几十只而已，都在远处来回晃荡着，眼睛盯着新武村这边，却就是不敢冲过来。随着时间流逝，野兽和妖兽也渐渐多了起来，也许是数量多了之后，他们的胆子也大了起来，竟然慢慢的开始向领地这边靠近。武天行背负双手，看着野兽和妖兽慢慢走近500米时，眼睛突然一眯，嘴中却是大喝一声：射！而早有准备的350名军团兵早就已经抬起弓弩，瞄准着前方，
听到武天行的命令后，全都扣动击扩，嗖嗖嗖，一瞬间箭支如雨，向500米处覆盖而去。嗷！吼！野兽和妖兽们看到铺天盖地的箭支射来，全都恐惧的大声吼叫。扑哧扑哧，只是箭支的速度太快了，他们还没来得及躲避，箭支就已经到了面前，他们瞬间被射杀一片，尸体躺倒遍地，血流成河。第72章仙武村的劫难。只是一轮射击，野兽和妖兽就死亡200多只，剩下的野兽和妖兽都愤怒了起来，吼叫着，瞪着嗜血的双眼，就向领地狂冲而来。武天行神色毫无波动，静静地看着发狂的野兽和妖兽，继续射，嗖嗖嗖，扑通扑通，野兽和妖兽一批又一批的倒下，等冲到武天行面前时，已经死亡了一半。换武器，给我杀！杀！军团兵每人都是训练有素，听到命令后，一秒间换武器，迅速提起手中长枪向前攻击。轰！砰！两方一接触，野兽一方就被快速的屠戮着。军团兵全都是脸色冰冷，手中武器频频攻击，与旁边几人配合着快速的杀戮着。好！砰！野兽们狂暴愤怒，但是根本就攻不破军团兵的防线，一批又一批的倒下，又一批批的接上继续攻击。尸体慢慢的堆积着，越来越高，最后军团兵们不得不向后挪了挪，脚下更是鲜血流淌，一片泥泞。武天行与张良两人在后方也没动手，一直在静静的看着。张先生，你感觉这些军团兵如何？这时武天行突然出声询问张良，在当下可以说少有之敌了。张良也不得不赞叹一声这些军团兵。武天行嘴角一翘，心中暗想，这才哪到哪，再过几天我会让他们更强。战斗来得快去得也快，1000多只野兽和妖兽被军团兵只用了10多分钟就全部屠戮一空，只有少数几只吓破了胆子跑了回去。这次的村庄升级很是轻松，也是因为前2天武天行带兵清扫了4方的关系，否则这次升级也许又会是一番艰难的厮杀。直到半夜10点后，再也没有来攻击的生物，也就代表着新武村正式成为高级村庄。第二天一早起来，武天行就带领着新武军团兵的700人向东方行去。经过一整天的时间，武天行才到达目的地。杀！砰砰！武天行这次的目的地是顾青哥的仙武村，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刚一来到这里，就看到一批修罗族人正在屠杀着顾青哥领地的士兵，这让他脸色瞬间一变。他没想到这里竟然被发现了，他也不敢迟疑，急忙带领手下冲了上去。顾青哥全身鲜血，一脸的悲愤看着对面的一只高大修罗，他知道他们领地完了，被这些杀戮机器一般的修罗族盯上，他不认为他的领地能够挡住，而且他自己也要死了，他根本就打不过面前的这只修罗。刚才他们两者只是一交手，他就被打成重伤，身上穿的皮甲都已经破破烂烂。本来他还想着等过2天武天行到来，从此一路跟着对方走上巅峰呢，没想到现在就要凉凉了，这让他很是不甘心。但是他再不甘心也没办法，他现在整个领地的士兵也才500多人，而修罗这次却来了1000多，现在他的领地士兵已经快顶不住了。杀！一个不留！就在顾青哥绝望时，突然一声暴喝响起，让他瞬间一个机灵，脸色狂喜的抬起头看向修罗的后方。果然他没有听错，真的是武天行来了。他怔怔看着向他冲来的武天行，心情仿佛从地狱到天堂的变化。这时他对面的修罗听到身后喊杀声，也是急忙回头看去，脸色瞬间一变，紧接着就是暴怒。武天行身形如风，快速的在修罗中穿梭着，短短时间就到了那个修罗首领的身旁，长枪如龙，毫不留情的向着修罗首领倒去。找死！修罗首领嘴中愤怒的大喝一声，当当当，手中长刀迅速抖动，连连斩击在长枪上，但他很明显的错估了武天行的力量，几招之后，手中长刀就被武天行一枪挑飞。噗嗤，长枪无情的刺入他的脖颈中。修罗首领张了张嘴，最后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就扑通一声倒在了武天行的脚下。你没什么事吧？武天行看了看顾青哥满身鲜血的样子，也很是无奈，因为村庄升级他也就是晚了2天而已，没想到就出了这档子事。呼！顾青哥呼出一口气，满脸感激的看着武天行，幸好你来了，不然我的仙武村真就要被屠戮一空了。武天行摆了摆手，一会再说，你先休息一下，我先去把这些修罗解决了。说完，武天行就身形闪动，提着长枪冲到修罗群中，大开杀戒起来。噗嗤噗嗤，武天行犹如一个杀戮机器，走到哪修罗就躺倒一片，慢慢的修罗都满脸恐惧的看着他，离他远远的。
尹其首领死了。这时也终于有修罗士兵看到倒在一边首领尸体，立马惊恐的大叫起来。哗！修罗士兵瞬间一片躁动，全都满脸惊异的看了演员来首领的方向。当发现首领确实已经被杀，瞬间混乱起来。而新五军团兵却不管不顾，趁着混乱，更是快速杀伐，直杀的修罗满心恐惧。这时的修罗已经有了逃跑之心，但是却因为新五军团兵是从他们后面杀来的，更是把他们的退路堵死了。而前方更是有着武天行这个杀神在，他们已经开始绝望了。自从武天行等人到来，仙武村的士兵也轻松了下来，这时也只是在旁边打打秋风而已。看到武天行带来的700多士兵，个个如天兵天将般的勇猛，也是让他们一阵羡慕。时间慢慢过去，修罗士兵也越来越少，被新五军团兵包了饺子，一个都没有跑出去，全都是满脸绝望的死去。你们到底是谁？我们尹旗首领不会放过你们的！咔嚓，都已经死了，还这么多废话！王猛一刀砍掉这只修罗兵的头颅，吐槽说道：“血流成河，尸体遍地。”新五军团兵也是全身鲜血，一身的煞气，直看得仙武村的人远远躲开。他们感觉离这些人近了，都感觉浑身发冷。抱歉，这2天领地升级，所以晚了些时间。战斗结束后，武天行又走到顾青哥的面前，面色歉意的说道。顾青哥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这也不怨你，我也没想到他们能够发现这里，也幸好你们来得及时，否则这次我们真就完了。还不是怨他们，当时他可是说了，过2天就派人来，结果……你给我闭嘴！”第73章返回公主室，顾青哥愤怒的大喝一声，打断了李晓峰的话语，随即又是歉意的看了眼武天行：“我们先回村庄再说吧。”武天行的点了点头，也没说什么。至于刚刚李晓峰说的话，他也没在意，毕竟是他有错在先，对方心里有些怨气也是应该的，何况他们村庄还死了这么多人。回到仙武村领地中，武天行把士兵安排到村庄的外面，只是带着张良跟着顾青哥走进领主屋中。依次坐下后，武天行打量了几人眼，发现上次看见的翟心凌却没在现场。顾青哥也许是看出了他的疑惑，脸色也暗淡了下来，声音有些悲伤道：“心凌刚刚被杀了，就是被你杀掉的修罗首领杀掉的。”武天行眼角跳了跳，他终于知道几人为什么一直低头沉默着，没想到翟心凌竟然被杀了。死掉之后就代表着之前的努力全部报废，一切都要从头再来。武天行心中叹了口气，他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对方，毕竟人都死了，再说什么都有一种伤口撒盐的感觉。好了，先不提那些了，大不了以后资源多让给心凌一些。沉默也就是短短一瞬间，顾青哥就收起情绪，冲着几人轻声说了一句：“我先回去看看心凌吧。”这时李晓峰站起来说了一句，就向外走去。翟心凌和李晓峰2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所以今天他的情绪有些激动，还望武兄别在意。等李晓峰走后，顾青哥向着武天行解释了一句：“我还没那么小气。”武天行摆了摆手，不在意的说道。接下来2人开始讨论起新石开采的事宜，一直谈论了半个小时，2人才达成一致。武天行需要在这边驻守300人，同时也负责开采新石，每5天统计一次数量，然后武天行分8成，顾青哥留2成，以后2方领地达成合作事宜。诸事为新武村为主，同时武天行也要保证他们的安全。武兄，我想问下，你现在离我那里有多远？事情谈完后，顾青哥突然问了武天行一句没头没脑的话：“你是说现实中吗？”武天行疑惑地看着他，顾青哥点了点头：“我们那边有点麻烦事，本来心凌要是不出事，我这边还没大问题，但是他现在出事了，恐怕有些不好办了。”哦，武天行一听，果然是现实中的事，神色也郑重了起来。毕竟一旦涉及到现实中，就不能小看，因为现实中可就一条命而已。说说看，能帮我肯定会帮。那不知武兄知不知道郑雄这个人？武天行一听又是这家伙，心中就有些无语，这家伙是不是嫌自己死得太慢啊？怎么老是与他有关系的人过不去呢？知道，这几天我还打算找他谈谈他的理想呢。武天行语气有些玩味的说道。怎么着，他也惹到你了？顾青哥一看武天行的表情，就知道郑雄这家伙肯定也是惹到了武天行，这让他心中也有些好笑，这可真是作死无极限了，这家伙竟然什么人都敢惹啊！随即顾青哥吐槽道，这家伙就是个色中恶鬼，不知道在哪里听说了我表姐长得漂亮，然后前天就带人来到我那里，想要抢人，但是他也没想到我这里有6人是用过破虚珠的，所以和我们打了个平手。但是这2天他们也时不时来我们这找麻烦，这次心凌出事，我怕他们对我们下手。武天行眼中寒光一闪，他本不想这么快去找他的，但是这家伙就像个跳蚤一样，老是来挑战他的耐心。这样吧，我现在就出去你那里一趟，今天把这个郑雄解决了，省得他老是搞风搞雨的。顾青哥一听，心中也是一喜，
有这个大神在，什么熊哥不熊哥的，只要赶来就能把他打成狗熊。那行，我在我那里等你。随后顾青哥把他的地址告诉武天行，他让去那里找他。武天行把士兵交给张良带领，然后带着王猛把已经用了破虚珠和万界石的30人集中起来，一起返回到现实中。这时听到动静的古雨晴也抱着小凡走了过来，看着一个又一个犹如古代士兵一样的人从领主屋中走出，脸上一片震惊。虽然他已经知道荒古世界中的人能够被带出来，但一次性被带出来这么多，还是震惊到了他。不光是他，之前跟着冷玉仙父女2人来的10多人中的其中3人，这时也在领地中听到动静，也都跑了过来。突然看到这些人，也是一脸呆滞。武天行也没有管他们，只是与古雨晴打了个招呼，就带人向着公主室奔去。而这时在一座大厦中，却有2班人正在对峙着。顾青哥，我劝你最好还是把你表姐交出来，现在你们只有5人有武力，已经比我们少了1人了，不想被我们灭掉，就痛快点。顾青哥看着身前站着的这个光头大汉，牙齿咬得嘎噔嘎噔响。他怎么也没想到，翟心凌出事还没多长时间，对方就已经知道消息了，而且还把他们堵在了这里。休想！郑雄，我也告诉你，你已经惹到了不该惹的人，你能活着过了今天都是个问题。郑雄听后却不以为意，他也只是以为顾青哥在吓唬他。我之所以现在还没动手，只是不想你们临死反扑，伤了我的人而已。你不要以为我真不敢动你。郑雄一脸鄙夷地看着顾青哥，他就烦这种长得白白净净的小白脸，看着他就腻歪，他绝不会承认是他自己嫉妒。那你就动手试试，即使差1人又如何，大不了我们5人全死而已。但你以为你们还能安然无恙从这里走出去吗？顾青哥压下心中愤怒的情绪，眼睛微眯，寒声说道。郑雄脸色一变，他没想到这个小白脸这么决绝，竟然想要死也要拉垫背的，同时也激起了他心中的愤怒。他什么时候被人这么威胁过？现在整个公主室这里都是他说了算，谁敢不服，他就敢杀了谁。小子，你真是找死，是吗？但我怎么感觉好像是你在找死呢？这时突然一具玩味的身影从郑雄等人的身后传来，郑雄等人脸色猛然一变，急忙回头向身后看去，只见是一个全身盔甲，像是古代将军的人，带领着一批全身煞气凛然的手下从门口走了进来，路过郑雄带来的小弟身边。让开！王猛一声大喝，吓得对方脸色瞬间惨白，急忙踉跄的向后退去。挡在前方的人也都是连忙向两边退去，主要是这些人身上煞气太重了，还没接触，只是眼睛一看都感觉心中一寒。第74章报仇。郑雄看着武天行向他走来，心中没来由的一阵恐惧升起。不知这位兄弟是哪位？在这个公主室我还是有些能力的，如果是你来帮助顾青哥说情，那我就给你个面子。你算什么东西？谁是你兄弟？王猛眼珠子一瞪，满脸杀气的对着郑雄喝道。噔噔噔！郑雄被王猛这么一瞪，脚步不由自主的往后退了几步，额头上更是一瞬间布满了冷汗。武天行面无表情，看着面前这个让他上一世恨不得抽筋扒皮的人，心中已不再起波澜。随着他的地位越来越高，郑雄这种人他已经不放在心上了。武天行扫了眼郑雄带来的这些手下，心中更是扑笑一声，毫不客气地说，他带来的手下随便出来2人都能把他们屠了。武兄！这时看到武天行到来的顾青哥，心中也是猛然松了口气，张嘴叫了一声，如果能不死，谁又想死呢？刚才他都已经做好拼死一战的准备了，却没想到武天行到的这么及时。顾青哥旁边的手下小弟听到老大的叫法，都是一脸的激动，也都兴奋地叫了一声武哥。他们虽然没见过武天行，但是他们却也听说了，他们老大和武天行认识，没想到这次还真见到真人了。这可是荒古世界第1人啊，由不得他们不崇拜。武天行脸色缓和下来，对着他们微笑着点了点头，随即又面无表情地看着郑雄道，听说你非常喜欢女人。郑雄咽了咽唾沫，满头大汗地看着武天行，眼中充满了恐惧，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不是不想说话，而是被武天行身上突然升起的气势压制住了。你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了哦。武天行嘴角翘起，眼中却是一片冰冷。带进来，既然我们的雄哥这么喜欢女人，我今天就给他安排一个，让他给大家来一个现场表演。好！一声吼叫传来，在场人都是脸色一变，随即又是心中一动，静静地看向门口处。只见2个身穿盔甲的士兵抬着一个黑色狗熊走了进来，在场的人瞬间脸色诡异起来，都不由得看了看郑雄。而郑雄这时却是一脸惨白，全身都在颤抖着，眼中也是一片恐惧。砰！2个士兵把狗熊扔在郑雄的面前后，就退回了武天行身后。来吧，我看你接下来的表演。表演好了有打赏，表演不好那就下去给阎王爷表演去。这时的武天行一脸的邪气，看得对面顾青哥等人都是一股寒气从心底升起。
这时顾青哥也想起了，当时在领地中，武天行说过要找郑雄聊聊他的理想的事。看来武天行对这个郑雄早就有杀心了，就不知道是什么仇什么怨，竟然会这么狠。这时武天行也放开了压制郑雄身上的气势。表演！武天行直接打断他，就这么面无表情地看着他。郑雄眼睛瞬间红了起来，双手握了又握，随即又慢慢地松开。放过我，我什么都答应你，只表演。郑雄紧紧地咬着牙齿，深呼吸了几次后，才又继续道：怎么样才能放过我？表演！我操！轰！一声巨响传来，郑雄整个人都被武天行一掌拍进地面中，看得旁边那些人都是不禁咽了咽喉咙。这荒古第一人太可怕了，而且脾气也不怎么好。噗！郑雄趴在皲裂的地面中，忍不住一口鲜血喷出。这回可以表演了吗？武天行低头看着脚下的郑雄，声音平淡地问道。呼哧呼哧，郑雄都快气炸了肺，让他和一只狗熊表演，亏着人想得出来。同时他心中也想起了之前顾青哥说过，他能活过今天再说的话。我不知道哪里得罪了你，就算是死也让我死个明白。郑雄就那么趴在地上，也不站起来了，声音悲凉地问道。武天行没有回答他，就那么静静地看着他。突然，砰！武天行猛然抬起右脚，径直踩了下去。郑雄连反应都没有，就被武天行一脚踩断了脖子。随即才传出武天行的声音：死我也要让你死得不甘心。听得全屋中的人都是眼角抽动，而郑雄的手下这时更是一脸的恐惧，全都杀了。武天行看了他们一眼，直接宣判了他们的命运。天天跟着郑雄这个畜生在一起的人，也不会有什么好人。噗嗤噗嗤，武天行话落，他身后的那些士兵中就冲出5人，一片武器入肉声连续响起。短短10几秒时间，郑雄带来30多人就被5人屠戮的一个不剩，包括有武力的几人。看得顾青哥的那些小弟一脸震撼，同时心中也是向往不已。太厉害了，这些人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武功高手，他们就算是在荒古中也没看见过这么厉害的人物，而且一次就见到了5人。看武天行的身后还有20多人，看样子也不会照这几人差。同时他们也不得不佩服武天行，同是年轻人，同样的机会，而人家已经是大佬了，他们却还是小虾米呢。武天行杀掉郑雄后，心中没来由的一阵轻松，上一世为了杀郑雄这个人都已经成为他的心魔了，这次彻底的解决掉他，也算是了却了他心中的一个执念。这时的他只感觉全身通透，浑身舒爽，就像是很久没有洗过澡的人突然洗了一个热水澡般的感觉。这次多谢武兄了，如果你要是不来，我们今天可能都要被郑雄这个畜生杀掉。这时顾青哥走到近前，一脸感激的开口说道。武天行这时脸色也温和了下来，微笑道：不用在意，我跟他也有一些恩怨，一直没倒出时间解决，这次也算是巧合了。不管怎么说，这次也是该好好谢谢你的，我让人准备饭菜，咱们喝点，也算是你们到来的接风宴。顾青哥坚持着说道。武天行摆了摆手，那就不必了，如果非要感谢，就给我准备一些食物吧，我那里的食物要快不够了。顾青哥一听只是食物而已，急忙答应了下来。这没问题，现在我这边的食物还算充足，我现在就让人给你准备。食物准备的很快，各种食品都有，甚至就连调料也都准备了一些。武天行也没客气，挥手间就把东西都装进空间戒指中。却看得顾青哥一愣，当发现武天行手上戴的戒指，才有些诧异道：武兄，你这是空间戒指？对，这东西虽然有些稀少，但是你们想要弄到也不算难。武天行随意的回道。随即他看着顾青哥那一脸的羡慕，无奈的摇了摇头。如果你想要，下次再得到了我送你一个。武天行现在确实不缺这玩意，他现在领地中最少有10人有这东西，每一次攻破一个领地都会得到1枚或者2枚，但是现在也都已经分出去了，他也没有多余的。告别了顾青哥，武天行就带领着手下返回了新武村，顺便把现实中的村庄也升级为高级村庄。真新武村高级村庄，村庄面积20万平方米，建筑村长大厅、守护系统、水利系统、电力系统。升级条件：荒古世界村庄达到镇级，金钱88000。现实中领地升级还是很方便的，只要荒古世界的材料足够，几分钟时间，现实中的领地就升级为了高级。值得一说的是，这次别的倒没什么变化，主要是守护系统变得更强力了。守护系统特性1.20分座小型高级激光炮，每秒钟1发炮弹，每发炮弹500金币，笼罩方圆3米，最大战力50。特性2:1座重型中级激光炮，每3秒钟1发炮弹，每发炮弹8000金币，笼罩方圆10米，最大战力100。看到这样的强有力的攻击，
就连武天行都有一种毛骨悚然。这要是给他来一炮，他感觉自己也要凉凉，绝没有幸免的可能。升级完领地，他也不在现实中停留，与谷雨晴打了声招呼，就带领着属下返回了荒谷中。第75章，这是个什么玩意儿？接下来几天，武天行基本上都是两头跑，来回运送着星石，让1400名军团兵快速的转修钻石级功法。而新武村自从升级为高级村庄后，也开始快速的运作起来，拆除建造，村庄每天都在变化着。5天后，武天行坐在顾青哥的领主屋中。武兄，有个问题不知道方不方便问一下。武天行对面的顾青哥神情有些不好意思的看着他说道：有什么方不方便的？有事尽管说，当初你可是帮过我大忙的，我也不是小气之人。武天行放下手中的茶杯，微笑着说道：确实，当初他着急用钱时，派王猛过来拿星石，是顾青哥力排众议，把星都给了武天行，而自己却一点没留。这件事武天行心里可还是记得的，所以他对顾青哥这个人的印象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我就说了。顾青哥身体往前倾了倾，小声道：我这几天看你带来的那些士兵，都仿佛是修炼黄金级以上的功法一般。你也知道黄金级的功法有多稀少，所以我想你是不是发现了荒古世界的 bug 什么的？武天行好笑的看着他：你还真拿这当游戏了？荒古怎么可能会有 bug？ 那你的士兵怎么会？行了，不要瞎猜了。武天行挥了挥手打断他，随即解释道：我领地有一个藏书阁，把功法放进去就可以随便学，当然首先得有钱，否则也是学不了的。啊，我还以为你真的发现什么 bug 了呢。顾青哥讪讪的笑了笑，突然他心中一动，脸色激动的看着武天行：那不知我们能不能学习？顾青哥说完就有些后悔了，这种秘密能告诉他已经算是够意思了，再得寸进尺就有些不知足了。武天行听后却是低头沉思着。果然，顾青哥见到武天行的表情，就知道自己做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急忙又道：我们其实学不学都没大关系，反正现在我们有钱了，在市场里慢慢买就是了，你也不用为难。也没什么为难的，主要是我本打算等过了星图街，再把藏书阁开放给别的领地的。武天行抬起头看了看顾青哥，随即又潸然一笑道：但是你也毕竟是自己人，不让你学好像我小气似的。这样吧，回头你把人挑选出来，1万金币一人，也就是1星10亿人，明天我带你们过去。其实武天行还有一句话没有说，他这个仙武村和别的领地不一样，毕竟有星石做支撑，以后发展的会很快。而且两人的领地又离得这么近，如果以后对方真要有什么坏心思，对他的领地也会是个威胁。倒也不是武天行疑心太重，他现在的一切都是来自新武村，一旦出了事就能让他毁掉所有，所以他才想了这么多，毕竟人心叵测，他也不得不留个心眼。但是刚刚他也想过了，凭借顾青哥领地的这点人，现在也掀不起什么风浪，以后也可不能。主要是以后他会发展的越来越快，毕竟这些星石他可是拿走80%的。顾青哥一听武天行竟然同意了，心中也是一片大喜。要知道高等级功法可不是那么好得到的，他现在也只是修炼的白银级功法。虽然武天行没说1万金币修炼的是什么功法，但他可是比较过武天行手下的那些士兵，最少也是黄金级，甚至可能都是钻石级。无论是什么等级，只要比他这个白银级强就行，对于他来说不就是钱吗？他现在也是财大气粗，不差钱。咚咚咚，两人正随意的聊着，这时突然一阵敲门声响了起来。进来。大哥，武哥。进来的是翟星林，首先与两人打了声招呼，接着就道：大哥，我们开采出来的星石那边出了点事，需要你去看一看。武天行与翟星林脸色同时一变，瞬间站了起来。现在这时候，星石对他们可是无比的重要，那里出了事可不是他们想看到的。别急。顾青哥一看两人误会了，急忙说道：不是什么大事，就是有一只荒兽闯了进去，偷吃了几枚星石。两人听后同时又松了口气，都是没好气白了他一眼。特么的，说话不说完，能吓死人不知道吗？要知道矿洞旁边可是有一只飞龙的，由不得他们不害怕。既然是荒兽，要么赶走，要么杀了事，这事你还用我教你？顾青哥瞪了他一眼说道：我本来也是想杀了的，但是这只荒兽有些特殊。哦，说说看是怎么个特殊法？武天行一听来了兴趣，这只荒兽会说话？翟星林脸色有些奇异的说道。我操！武天行吓得猛地站了起来。你确定会说话？武天行一脸紧张的看着翟星林。要知道荒兽能说话都是星图阶以后的级别才可以的，现在这个阶段出来一只可都是要人命的，就像那只飞龙一样。虽然不知道武天行为什么一惊一乍的，但是翟星林还是点了点头。走，先去看看。武天行脸色凝重，急忙向外跑去。旁边的顾青哥虽然不知道一只会说话的荒兽代表着什么，
但是看武天行脸色凝重，他也不敢小看，也急忙跟着武天行身后追了出去。武天行刚一跑进装星时的一个小仓库中，就看见张良也在这，正和宋廷玉几人围在中间看着什么，吓得武天行差点没转身就跑。这帮人胆子也太大了，不用想他也知道，肯定是在围观那只会说话的荒兽呢。那玩意是能随便围观的吗？就不怕一口一个把你们咬死？武天行心惊胆战地走到几人近前，偷偷地向里面看了一眼。这一眼看得他是差点没气晕过去。这是个什么玩意？巴掌大小，全身灰把垃圾的，这他妈简直就是一个猫崽子好不好？这也算是荒兽，他上一世3年都没听说过有这么小的荒兽。我就吃了一个，我是真饿了。就在这时，几人围在中间的那只小猫还真就说话了，听声音像是3、4岁小孩子的声音，说话好像还不怎么顺溜，磕磕绊绊的，正一脸可怜兮兮看着几人。武天行在后方看得一脸懵逼，随即他又感受了一下小猫身上的气势。武天行的脸色更精彩了，星途一阶。武天行现在只想问，这特么是什么情况？一个普通的小猫咪竟然会说话，会说话也就算了，竟然还只是一个星途一阶，这跟荒古设定不符合常理啊。第76章签订契约。这时几人也发现了后方到来的武天行，几人急忙把他让了进来。小猫咪看见又来了一个人，也许是害怕了，身体颤抖了几下，眼中雾蒙蒙的，看着武天行就急忙出声道：哥哥，真就吃了一个，不，吃了2个，求求你放了我吧，我真的太饿了，以后再也不敢了。武天行听着这个稚嫩的声音，心脏没来由的一紧，伸出手摸了摸他那沾满灰尘的毛发，而小猫咪却全身都僵直了，一动不敢动。你是从哪里来的？武天行收回手，蹲着身子，一脸温和地问道。我从外边那个洞来的，快饿晕了，闻到了味道，就来了这里找吃的。小猫咪全身颤抖，一脸的害怕，磕磕绊绊地说着。武天行听后心也是一软，他真不知道这么大点一个小家伙怎么活下来的。你没有家人吗？我没有家人，我记事就在这里了。武天行看着他那本来全身雪白色的毛发，现在却是沾满了灰尘，一副小野猫的样子，心中也想到了上一世的自己。上一世的自己何尝不也是这个样子吗？东躲西藏，犹如一个老鼠一般，过着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在荒古世界还好，还可以加入别人的领地混口饭吃，但是现实中也是要吃饭的，每天找吃的就能让他过得不如一条狗。跟我走吧，以后不再让你挨饿。武天行轻吐了口气，看着小猫咪轻声说道。小猫咪怯生生地看着他，吃得多，一次吃2个能量10。武天行笑了笑，把他抱起来，没事，你还吃不穷我。小猫咪被他抱起来，一开始还身体一僵，随即就舒服地躺在他的怀里，没一会就睡了过去，看样子也是累到了。武天行低头看了看他，眼中不由得闪过一抹温柔。这我也想要。这时一直站在一边的宋廷玉一脸不情愿地说道。宋姐，这我可不能答应你了，这小家伙太可怜了，而且他每天还是很能吃的，你可养不起。这时的武天行心情也是很好，微笑着拒绝了宋廷玉。武天行说的也不假，这小家伙一天得好几块星石，可不是谁能养得起的。行了，表姐，以后你想要，咱们再找一个就是了。再说这小家伙这么能吃，你还真养不起。难道你还能把自己的修炼资源都给他吗？这时一直没说话的顾青哥开口了，劝说着宋廷玉。小家伙也许是真的累了，或者是一直都在担惊受怕，没睡过好觉，这一次有了安全感，一直睡到半夜才醒来。醒来后就看到了在他旁边修炼的武天行。大哥哥！小猫咪小声的叫了一声。呼！武天行听见声音，收工后侧头看了看他，忍不住伸手摸了摸他身上的毛发。是不是饿了？小猫咪急忙点了点头。武天行随手掏出块星石放在他面前，嘎嘣嘎嘣，看着他那小嘴不大，但是却咬星石，一口一个坑，几分钟就把2颗星石吃得点滴不剩。吃饱了吗？武天行只是一脸温和地看着他，见他吃完后又出声问了一句。小猫咪舒服地眯了眯眼睛，点了点他那圆圆的小脑袋。我去打点水给你洗一洗身上。武天行看了看他那一身脏乱的毛发，忍不住说道。当武天行帮他洗澡时，还发现这小家伙是个母的。这小家伙看到武天行看他那里，还急忙把尾巴勾起来，身体急忙扭动着，嘴中还急急道：不能许看。哈哈，好好，不看不看。可把武天行笑得够呛。洗完后帮他擦干，这时候的他一身雪白色，毛发亮眼，
简直就是草鸡变凤凰的感觉。你有名字吗？武天行一手托着他，一手巴拉巴拉他那毛茸茸的小耳朵。主要是这小家伙太小了，只有成人的巴掌大，看着就可爱。还没有，那我给你起一个吧。武天行低头想了想后，看你全身雪白，以后就叫你小雪吧。听见自己有了名字，小雪也很是高兴，伸出小舌头舔了舔武天行手指。小雪，既然你以后要跟着我，我们是要签订宠物契约的，这个你会吗？小雪歪着小脑袋想了想，摇了摇头，紧接着又点了点头。好，像会。武天行呼出一口气，他就怕这个小迷糊啥也不会可麻烦了。两者如果不签订契约，武天行是没办法把他带到现实中的。而且契约都是荒兽自主就会的，他们如果不想签订契约，谁也拿他们没办法。宠物和坐骑不一样，坐骑虽然不用签订契约，但同时也会叛变。当然，那也是很少数的例子，除非对待坐骑不好，否则荒兽的信誉还是可以保证的。那我们现在就签订吧，等明天我带你去我的世界看看去。武天行说完后，就见小雪慢慢的闭上眼睛，眉心处散发出一阵温和的七彩光芒。如果细看，就会发现整个光芒都是由一个个符号组成。光芒慢慢的脱离小雪的眉心，飘向武天行。而武天行这时也是心中一动，放开心神，光芒瞬间射进他的眉心中。叮！系统公告：恭喜武天行获得荒兽幻玉龙猫，种族幻玉龙猫，境界星途一阶，武力3，功法3000大梦诀神级功法，技能5，初始值还是不错的，比人类一开始的一点可是强多了。只是让武天行没想到的是，这个小家伙的功法竟然是神级的。虽然他现在还没搞清楚神级是哪个阶段的，但肯定是比钻石级高就对了。他打量了一眼小家伙，看来这小家伙的来历很不简单啊。这一夜因为有了小雪的存在，武天行罕见的没怎么修炼，一直陪着小家伙聊天，直到后半夜小家伙困了，武天行才抱着他睡去。第二天早上，小家伙醒得很早，一醒来就不老实，在屋子里上蹿下跳的。武天行无奈，也只能睁开眼睛看着他。我说小雪，你起这么早干啥呀？还在屋子里来回跑。小雪见他醒来，嗖的一声从地下窜到他的床上。我要去外面。也许是昨天晚上聊了半晚上的缘故，小家伙现在说话已经不再断断续续的了。去外面干什么？我要出去。小雪这时已经有些急了。好好好，现在就出去。武天行急忙穿上衣服，抱着他走了出去。一出门，小家伙就跳到地上，向厕所的方向跑去。武天行看得嘴角一抽，你是猫好不好？用得着去厕所吗？去厕所就算了，竟然还知道去女厕所。武天行真怀疑这小家伙是不是在跟他装嫩，怎么什么都知道呢？小家伙回来后，武天行抱着他返回屋中，然后从空间戒指中掏出一枚万界石和一颗破虚珠，让小家伙用掉。第77章幻玉。幻尘，唰！现实领主屋中，武天行抱着小雪突然凭空闪现出来，刚一走出房门，就看见王猛带领着50人正在一间民房门口吃着饭。看到武天行后，全都急忙站起来叫了声主公。武天行摆了摆手，示意他们吃，不用管他。王猛他们用过世界石和破虚珠的人，已经和他们现实中的人没啥区别了，也需要吃饭。但是他们每次都比武天行提前2个小时出来，自己做吃的。一开始武天行也说过一起出来就行，但是他们还是坚持不和他一个时间，所以后来武天行也不再管他们。由于他起来的太早，所以这时大家都还没有回来，武天行就只能抱着小雪在村庄里溜达，慢慢的给他介绍村中的一切。一片孤寂的星空中，四周陨石碎片遍布，在一个稍微大点的陨石上正趴着一只雪白色生物，眼睛微闭着，像是睡着了一般。这只生物体型庞大，只是趴在那里就有3米多高，看着像是一只猫，只是脑袋上却多出了一对鹿角，给他凭空增加了一股贵气。就在这时，他那一双梦幻般的眼睛突然睁了开来，首先是疑惑，低头沉思着，也许是他睡的时间太长了，刚醒来还没清醒。想了一会后，突然间他的眼睛猛地瞪大，身上气势狂暴的升起，四周的陨石一瞬间都爆碎成一片粉末。吼！一声吼叫，把四周的星空都震动出一片片涟漪。孩子，是我的孩子！吼！这时不知多远的距离也传来一声吼叫，同时这只白色生物身边突然裂开一个黑洞，从里面又钻出一只一模一样的生物。这只却比之前那只还要大一些，全身也是雪白色，只是气势比之前这只还要深不可测。一来到这里，他就焦急地看着他的妻子。玉儿，怎么了？孩子，是我们的孩子。幻玉看着身前出现的夫君，语无伦次地叫着。玉儿，要不你先回族里休息一段时间吧，这里我再找人来守着。
焕晨看着妻子这个样子，梦幻般的眼中也是一片悲伤。不是，你用血脉感应下，是我们的孩子，真是我们的孩子。焕玉脸色焦急地摇着头，急切地冲着他夫君说道。焕晨眼中悲伤之色更深，同时眼中也闪过一道杀气。焕玉看到焕晨这个样子，也知道他应该是误会了，又急忙道：夫君，你用血脉感应下，我感应到了我们的孩子。焕晨这时也看出了妻子不像是失心疯，也就试探着感应起来。同时旁边的焕玉也是一脸忐忑地看着焕晨，他也怕自己是不是出现幻觉了。要知道他们的孩子已经死了上1年了，而且尸体还在族中埋葬着，但是他刚刚真的感应到了，绝对是他的孩子。轰！就在这时，焕晨身上的气势也冲天起，就连他那一身毛发都根根竖立起来。孩子，真是我们的孩子，但是怎么可能呢？焕晨瞪着一双圆滚滚的大眼睛，一时间也感觉自己出现幻觉了。他一遍又一遍地感应着，可他确定自己没有感应错。旁边的焕玉看到自己夫君也已经确定，一时间是又蹦又跳。夫君，你快去把我们的孩子接回来，我现在就想见到他。玉儿，恐怕现在不可能。焕晨的猫脸纠结在一起，声音充满无奈地说道。为什么？焕玉的声音猛然提高，质问着焕晨。焕晨见妻子又要发疯，急忙出声安慰道：别急，玉儿，我感应孩子现在应该是在下宇宙中，但是现在下宇宙我们过不去，只能再等等。焕玉听完焕晨的话后，又细心地感应了一遍，发现果然没在他们这个宇宙，心中不免有些焦急。而且玉儿，你也不要太奢望，我们的孩子是真的死了，尸体还在族中，你是知道的。虽然我现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你也不要有太大的期望。焕晨生怕妻子期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到时如果发现一场空，他怕妻子接受不了事实，到时可就麻烦了。不，我不信，那就是我的孩子，你告诉我，那就是我的孩子是不是？你告诉我啊！焕玉一听焕晨说那不一定是自己的孩子，瞬间就爆发了，身体猛然一窜，趴到焕晨的身上，一阵风抓嘴咬。嗡！就在这时，两人身边又突然出现一个黑洞，从里面慢慢的走出一个白胡子老者。两人一看老者到来，尤其是焕玉，急忙从焕晨的身上下来。随后两人身上一阵光芒亮起，变成一男一女2个人形。女的一身白色长裙，身高1米6多点，容貌30左右，一双柳叶弯眉，简直就是一个美貌少妇。而男的也是一身白色长衫，身高1米7左右，脸颊柔和，薄薄的嘴唇，面色白净，看着就像是一个小白脸。爹！两人齐齐的向老者行个礼。你俩确定感应到了孩子的气息吗？老者面色毫无表情，但眼角不时的跳动，却出卖了他的心情。焕晨两人都急忙点了点头。然后焕晨又道：虽然感应到了，但是我感觉不是真的，毕竟孩子的尸体还在族中呢。是真的，我自己的孩子我认识，那就是我的孩子。焕玉一听夫君又说那不是他的孩子，他的情绪又不稳定起来，脸色愤怒地冲焕晨咆哮着。行了，小玉儿，你也不要激动。老者安抚下焕玉，然后接着道：如果你们没有感应错，那就是你们的孩子。爹，你……焕晨一看他爹都这么说，一脸的焦急。老者挥手打断焕晨的话语，缓缓道：下宇宙的事我比你们知道的多，现在那里正在大变，一切不可能出现的都是有可能的。什么意思啊？焕晨皱眉看着老者。也就是说你们的孩子已经复活了，而且还遇到了机缘，否则即使他复活了也不会出现在下宇宙中，一切都是虚幻。老者开口解释着，但是他说的话两人还是不太懂。老者也不多解释，看着两人道：能不能见到你们孩子只能看机缘，以后你们就懂了。现在我们那边也很焦灼，我就不多留了，你们慢慢等待就是了。老者说完后，一拳就把漆黑的空间打出一个黑洞，身体就钻了进去，留下两人面面相觑。接着两人就是相拥而泣，他们太想念自己的孩子了。呀，哥哥，你在哪里弄来一只小猫咪呀？谷雨晴家的厨房，武天行刚来到，众人就看到了武天行怀里抱着的小雪，而吴小静看到，眼睛更是放出光来，急忙跑过来，伸手向小雪抱去。我不是小猫咪，我叫小雪。小雪一听又有人叫她小猫咪，心中就不乐意了，急忙把自己名字说出来，表示自己是有名字的，不要乱叫。哇，还会说话，简直太可爱了。吴小静听到后不仅不害怕，眼睛的光芒都快冒出3丈了。武天行拍了下吴小静的小脑袋，随即看着众人道：我给大家介绍下咱们的新成员小雪，以后大家多多照顾下她。第78章战场开启。然后武天行又把众人挨个的给小雪介绍了一遍。而这时不光是吴小静了，就连张笑笑和冷玉仙也跑了过来，抢着要抱小雪。武天行看着3个美女像是哄孩子一样轮流抱着小雪，他就一阵羡慕。他多么希望
自己就是那只猫啊，简直太幸福了！没见小雪在几人的怀里一脸的享受吗？这时的小雪就是不知道武天行的想法，否则他可能都要暴走。他那是享受吗？他那是无奈，好吧。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反抗不了，那就享受吧。这一顿饭吃的简直就是鸡飞狗跳，几个女人轮流给小雪喂吃的，甚至把盘子都端过去，别人都捞不着吃。看得武天行嘴角一阵抽动，他很想说说他们，但最后还是感觉不得罪他们的好。女人是不讲理的，而且还是美女，更是不讲道理，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理。饭后，武天行就急忙的把小雪抱了回来，还差点没被几个女人用眼神瞪死，吓得他匆匆忙忙的跑回荒谷中。呼呼，武天行和小雪一回到荒谷中，两者不约而同的呼出一口气。武天行低头看了眼小大人般的小家伙，一时间也感觉好笑，同病相怜有木有。定世界公告，由于领地已达100万个，3天后开启荒谷战场，如有参加者请尽快报名，具体情况看介绍。武天行听后眼中金光一闪，这个荒谷战场他早早就已经开始准备了，但是他没想到这次比上一世提前开启了半个月。上一世的荒谷战场对于人族来说就是末日，进入的人族死了一半，而也是从那以后就彻底的被外族拉开了距离，无论人族怎么追赶，都一直被外族压制着。只因为别的种族在里面得到了一种物品，具体是什么他也不知道，因为上一世人族就没有得到过。这一世他从建立领地时就一直在有心的准备着了，就像是这次他雷打不动的守在翟星林这里，难道还真的就为了星石？才不是，就是因为他知道有荒谷战场这个坎，所以他才一直守在这里，想要尽快的让手下士兵转修钻石级功法。截止到现在，他手下1400多名特级军团兵都已经学了钻石级功法，而且全都已经是星途4阶级别，可以说他现在的手下每人的武力值都已经达到33点，而14个百夫长更是都用了武将石。武天行打开介绍，只见上面注明了每个领地进入人数最少100人，而且在里面会停留1个月的时间才能返回。在里面杀人会有积分，杀掉每个等级的积分也不同，只要在里面找到兑换处，就可以用积分兑换各种东西。而兑换处这上面却没有说明，虽然他上一世没进去过，但是却也听人说过，兑换处就是一个个小型的市场，散乱的分布在荒谷战场里。如果幸运，刚进入就能碰见；如果倒霉，也许几天内都遇不到也是有可能的。咚咚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武天行走过去打开门，果然就见到顾青哥神色凝重的站在门口。进来吧。武天行把他让了进来。顾青哥刚坐下就忍不住道：武兄，这个荒谷战场你有什么看法？还能有什么看法？里面是什么情况也还不知道，只能先进去再说了。武天行表情不变，随意的说道：那我们能在一起吗？顾青哥脸上有些担忧，他其实是不太想去的，但是不去还怕错过了什么机缘。武天行也知道他担忧什么，其实武天行自己也有些担忧。虽然看着他兵强马壮的，但是到了那里可不是单打独斗，有可能几十万上百万的战斗都不是不可能，不可能在一起的。至于到了里面后，就不知道能不能碰到了。两人又聊了一会，顾青哥就满是心事的离开了，而武天行也带着士兵和顾青哥挑选出来的100人回到新武村中。新武村经过几天的改革，已经初见成效，各种建筑坐落有致，因为铺路石机器也已经打造了出来，所以村庄内的地面全部被铺成了平整的石面。竞技台也已经开启，新加入的士兵都围在四周，闭着眼见精神进入其中，有的对战，有的观战。竞技台同时只能对战5组，想要大批量让士兵依靠它升级是不现实的，但暂时数量少，还是能够坚持的。其实竞技台真正的作用还是用来磨练技巧的地方。第二天他又带着张飞豹和500城卫军把那100人送了回来，同时他也把张飞豹他们留在了那里，算是把新武军团兵换了回来。当顾青哥知道他送过去的人都学会的是钻石级功法后，兴奋的又亲自带着20人跟武天行回新武村一趟。3天的时间很是紧急，武天行忙左忙右，把一切事情安排好后，就已经到了第3天。毕竟他们这次是要1个月才能回来的，诸事不安排好，他也不放心。他这次只带了2个特级军团兵，一共是1600人，其中200人是这几天新加入的，现在还只是3阶，想要升级也只能在荒谷战场里了。张良被他带走，而郭嘉被他留了下来，小雪也被他送回了现实中，与小凡作伴去了。毕竟这次进入荒谷战场还是很危险的，带着他也确实不方便。时间缓缓流逝，武天行一身白色盔甲，手中提着银白色长枪，身下是魔龙马坐骑，身上散发着一股铁血的气质，整个人看起来就英武不凡。而他的身后就是张良、高顺、王猛、韩擒虎、王图和500名士兵，同样骑乘着魔龙马。在后方的才是1100名战力的特级军团兵。
定！世界公告：荒古战场开启，已报名的领地请准备好，开始传送。嗡！突然从天而降一道略微透明的白色光柱，把武天行一群人笼罩起来。在王迅等人的眼中，武天行他们四周的空间先是一阵扭曲，随后他们突兀的消失，仿佛突破空间进入到另一个空间中一样。同时一时间，一个终极村庄中，张海洋与乔国防全身盔甲，脸色凝重地站立在广场上，对面是全副武装的500名手下士兵，静静等待着。高兆杰、吴海军等人都是一样，在这个时间里也都是全副武装，带领着各自手下安静地等待着。他们这几天也问过武天行，需不需要他们进入战场中，而武天行给的答案是，就算全死也要进去。因为武天行知道，荒古战场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转折点，把握住机会，一飞冲天也不是不可能。上一世也有很多无名的领地，就是因为这次的荒古战场过后就迅速的崛起。武天行眼前白茫茫一片，身体像是在坐过山车一般，在快速的前进着，但是他还是能够感觉身下的魔龙马和身边的众人。穿梭的时间不算长，也就是几分钟而已，武天行就感觉身体一震，眼前出现了另一片场景。他打量了一眼四周，发现他们是在一片草原上，四周不远处有树林，有高山，简直就是一副旅游景点的好去处。唰！突然武天行眼睛一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这时正闪烁着一片光芒。当光芒散去，他看清是一批人类时，才略微放松了下来，但也没有全部放下警惕，毕竟人族也是有敌人的。刚出来的人大概也有上千人，一出现就满眼警惕地看着四周。当发现武天行他们时，更是神情紧张，拿着武器对准着他们。这看得武天行一阵不满，眉头都忍不住皱了起来。唰！就在两方对峙时，旁边又是一阵光芒亮起。当看清对方时，武天行眼中寒光一闪，这次来的竟然是10人魔族，而且数量更是达到了2000多名。其实外族的兵力一直都比人族多，毕竟人家是全民皆兵。如果武天行的领地也是全民皆兵，甚至都已经6000多名了。但是数量多并不代表着就厉害。武天行倒不怕，但是另一边的那些人族却害怕了，全都聚在一起，一会对着武天行他们，一会对着10人魔族。特么的，这些人是什么情况？王猛这时终于忍不住不满地大骂起来。第79章，吓得一激灵。别急，我大概知道他们什么情况了。张良轻轻一笑，阻止了王猛继续要说的话。武天行这时也看出了那些人族的不对劲，但是他也没放在心上。而新出现的10人魔族，初一见到这么多人类，全都满脸的兴奋，丑陋的面容，张开大嘴，露出一片尖锐的牙齿，哈哈大笑着，仿佛他们已经在想一会怎么吃了。刷刷刷，又是一片光芒闪现，这一片草原的四周连续不断的降落下一批又一批人马，短短几分钟时间就出现了12批，每个种族的都有。武天行一直静静的看着，神色毫无变化。他一开始心里就有准备，上一世战场刚开通时也是这种情况。后来有人好奇，利用传送阵的关系，也查到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以说，他们所在的荒古世界分为东南西北4个方向，每个方向有36个区，一共是144个区。而开启荒古战场却需要100万个领地，也就是说，每个区现在平均会有7000左右个领地。比如说，现在降落在武天行他们附近的这些人马，可以说都与他是在一个区的。7000个领地，即便每个领地平均算1000人，也要700万了，而且还是只多不少。但是现在降落在这一片草原上的，算上他们也只是15个领地而已，还有很多应该是降落在别处了。虽然荒古战场很大，但是也架不住基数大，所以才会造成一开始就降落在一起的缘故。武天行四处看了眼，发现另外14匹人马全都向他们看来，主要是他们的出场造型太霸气了，前方站着的500多只魔龙马就让人感觉很是另类。5个！就在这时，离武天行他们有500多米的远处，一声大喊传来，声音里充满了兴奋。武天行听见声音，也是眼神一亮，急忙看过去，只见高兆杰一身黑色盔甲，手拿一把长刀，站在一队500名士兵的前方，正一脸兴奋地看着他。武天行也没有想到会这样巧，高兆杰竟然会降临到他的附近了。武天行冲着他摆了摆手，你们先过来。一共15班人马，人族4队，10人魔族4队，修罗族却有7队。高兆杰那500人可以说是最少的了，真要打起来，也许一个冲锋就会被人家干掉一半。另一队人族是一个中年人带领的，手下有800多人，手拿一杆长枪，正一脸凝重地看着他旁边不远处的一队修罗族。你是谁？高兆杰刚要向武天行这边会合，却没想到突然被旁边处一队修罗族人插到2人中间。领头的修罗族首领更是一脸煞气地看着武天行问道。武天行眼睛突然一寒，他没想到还真有找死的，
而高兆杰却是心中一颤，随即眼中也是一凝，气势开始凝聚。而他身后的500名士兵也是快速的武器举起，对着前方那1500多杀气腾腾的修罗。你想死？武天行冰冷无比的看着前方这个修罗族首领。我问你是谁？而修罗族首领却没有回答武天行，依然满脸杀气的喝道：看来你是真想死，是吗？难道就凭你是排行榜第1人吗？这时从远处又走过来一队修罗族，远远的就语气嘲讽着对武天行说道。而旁边的鸡队修罗族一听，竟然是武天行这个排行榜第1人，也全都满脸煞气的向这边聚集过来。武天行侧头看了一眼后来的修罗首领，又面无表情的看了看四周围拢过来的修罗。地不第一倒不算什么，但杀你们肯定是可以的。虽然武天行没有直接承认，但意思也很明显了。果然是你！挡在高兆杰面前的修罗族首领确定了武天行的身份，顿时就暴怒起来。哦，看你那愤怒的样子，是不是有你的家人被我杀了？武天行不说还好，一说这个修罗首领更是愤怒。给我杀了他，我今天让他消失在荒谷中。气急之下，直接下达了攻击的命令。轰！瞬间风云起，晴朗的天空都仿佛模糊起来。1500多修罗手握长刀，满脸狰狞的向武天行他们扑去。看到后方高兆杰脸色瞬间大变，这些修罗的气势简直太吓人了，刚刚都让他呼吸一滞。武天行眼中冰寒，嘴角微微翘起。检验我们的时候到了。站在武天行落后一个身位的张良，脸色一直挂着平淡的笑容。这时出声道：看我的！说话间右手向后一挥，聚气术。轰！魔龙马骑兵的气势猛然狂暴起来，而他们感觉身体突然间充满了力量。杀！武天行回头看都没看，嘴中一声大喝。嗡！王图和高顺带领着500名骑兵瞬间冲了出去，身后甚至都留下了一片残影，可见速度之快。轰轰轰！由于两方距离太近，刚一冲出，魔龙马就冲进修罗的阵营中。只见一群群修罗兵被魔龙马撞飞，而骑在上面的士兵手中长枪挥舞出一片幻影，快速的击杀着飞起来的修罗。砰砰砰！狂暴的击杀节奏，狂暴的杀戮速度，让骑着魔龙马的士兵化为了一群杀戮机器。短短10几秒时间，魔龙马骑兵就把1500名修罗杀了一个对穿，而四周的10多队人马这时才缓过神来。紧接着就是一片倒吸冷气声。太残暴了，太血腥了！自诩为不怕杀戮的修罗们眼中都不自然的升起一抹恐惧。他们看见了什么？500骑兵短短10多秒时间就把1500名修罗杀得毫无反抗之力。现在剩下的修罗还有没有300名？地下一片残破不堪的尸体，几个呼吸的时间就制造了一片尸山血海。而剩下的300左右修罗正一脸茫然的站在一片尸山血海中，双眼无神的看着四周。就连领头的修罗族首领都是一脸懵逼，他刚才还没准备好好不好，为什么对方一晃而过，他们就会死了这么多人？武天行的手下骑兵可不会给他们考虑的时间，整齐有素的调转身体后，紧接着又是一片残影闪过。嗡！轰轰轰！这次领头的修罗首领只来得及劈砍出一刀，就被满脸杀气的高顺一刀把头颅砍了下来。嗡！一群500骑兵整齐无比的停止在武天行面前，而这时他们的身后只有一地的尸体和各种掉落物品，没有一个站着的修罗族人。之前青绿色的草原也已经染上了一片猩红色，给人一种妖异的感觉。整个草原都是一片寂静，只能听到一片呼吸急促声。靠！靠！我靠啊！就在这一片寂静无声时，高兆杰突然发疯的大叫起来。虽然知道他是排行榜第1人，但这家伙的属下也太强悍了，杀人都赶上杀鸡了，简直强得毫无人性。而他这一叫，却把四周的人都吓得一激灵，紧接着就全都愤怒地向他看去。第80章杀戮起。嘿嘿，你们继续，你们继续。高兆杰看到这么多人突然瞪着他，瞬间就怂了，缩了缩脑袋，讪讪笑着。继续？继续什么？继续震惊。一帮人也就看他与武天行认识，否则现在真想冲过去砍了他。好了，这回没了闲杂人等，我们继续谈一谈刚才的话题。武天行这时却一脸的邪意，看着之前拆穿他身份的那个修罗首领。你之前说我凭着排行榜第1，那我现在告诉你，我就是第1，你又能如何？现在的武天行看到了500骑兵的彪悍战力，心中更是有底了。他现在就是要找事，然后把这些外族人全部埋葬在这里，杀掉他们来充实他们自己。那个首领这时也没了之前的意气风发，一直在旁边默默无声地站着。突然听见武天行的问话，脸色瞬间一变，身体都开始颤抖起来。他虽然是修罗，杀戮一切，但他也是有思想的，并不是毫无感情的机器。这时他也害怕了，主要是武天行的手下太逆天了，在这个时期简直就是无敌，
没有几万人都挡不住那一波的冲锋。我承认你是排行榜第一人，我用得着你承认吗？武天行扑笑一声，眼中却一片冰寒。随即他又看了眼四周，缓缓道：这是多少人马？有没有1万人？是不是都和我有仇的？怎么一听到我是排行榜第一人，就都围了过来呢？四周剩下的6队修罗族首领，只是被武天行扫了一眼，心脏就不由得一紧，忍不住后退了几步。而武天行这时已经起了杀心，他要把这些上一世让他恐惧不已的修罗全部屠掉。武天行，你不要太过分了。这时武天行的右手方一个修罗族首领终于忍受不住武天行那溅起杀意的眼神。你们人族只是一些低等种族，如果我们不是被荒古世界封印了，你以为你可以在我们面前耀武耀威？武天行闻言心中一动，什么意思？他们为什么会被封印？难道他们原本很厉害？他脑袋急速转动着，却也想不出个头尾来，但他表面却不动声色。哦，那又如何？我就欺负你们被封印了，又能怎么样？这一句话气得对方差点一口气没上来，还就欺负他们能怎么样？修罗族首领满腔的怒火想要爆发出来，但是他不敢。他强压下心中杀戮一切的欲望，冷声道：武天行，你也别太放肆，不是没人不能对付你了。我们现在大概也查出荒古世界的分布了，既然我们能够降临在一起，在现实中我们也绝对离得不远，别逼我们，否则我们大不了现实中见。这回武天行是真的震惊了，脸色也突然间难看起来。他也终于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了，他们竟然也是现实中来的，而不是荒古中原有的土著，这是他始料未及的。他一直以为就只有他们地球人类和地球上的妖兽是外来的。同时他也想起了上一次救顾青哥时，有个士兵喊着尹奇首领不会放过他的话，当时他也没在意，看来当初杀死的那个尹奇应该是没死，也与他们一样出师有5条命。这个消息太劲爆了，让他都有些懵。既然这些修罗是外来的，看来食人魔族也是外来的了。他闭了一眼外围的食人魔族，但是他们是从哪里进入的荒古呢？而他们又是在现实中的哪里？难道是外星人？越想他心中就越是升起一股恐惧。上一世3年他都没听说过这种秘密，当然也许已经有人知道了，但他当时只是一个小虾米而已，所以没有资格知道这种秘密。呵呵，你们不会以为我们是荒古世界的土著吧？真是可笑的想法呀。最开始那个修罗首领这时见到武天行沉默着，以为他怕了，身体也不哆嗦了，气质全开，一脸讽刺的表情，又开始嘲讽起武天行来。呵呵，武天行见他又嘚瑟起来，也是忍不住笑了，真是欠收拾啊。他确实对他们现实中有着恐惧，但是现在他又不怕，真是不作死就不会死。武天行好笑的扫了一眼对方的几个首领，他发现这几位也都不害怕了，都昂首挺胸，一脸骄傲的看着他。特么的，叔叔可忍他可忍不了，猛然大手一挥，大喝道：给我杀，一个不留！嗡！500骑兵早就在等着这个命令了。武天行话音一落，就瞬间直奔最近的一队修罗族冲去，而剩下1100名2大军团兵也是身形如电，向其中一队修罗族冲去。这时的几个修罗族首领傻眼了，刚刚还好好的，怎么突然间就打起来了呢？但是他们也来不及多想，对方都已经杀来了，他们也只能联合起来与对方拼杀。轰轰轰，砰砰砰，扑哧扑哧扑哧，大战瞬间而起，看得几个食人魔族和人族也是一脸懵。为什么啊？为什么刚刚还谈得好好的，突然间就干起来了呢？武天行嘴角扬起，他们还真以为他怕了，开什么玩笑？只要他变得强大，他会怕谁？他就不信修罗族能这么快找到地球。上一世3年了，地球不也是好好的吗？只要给他一些时间，等他强大起来，来一个他就杀一个。而且现在一切电力网络全部损毁，他就不信修罗族还能用。只要不能用，他们也没那么容易找到地球。降雨硕，张良在他旁边突然右手向前一挥，哗啦啦，对面的一队修罗族上方一阵瓢泼大雨而下，雨滴淹没了对方身形，眼睛也不由自主地眯了起来。扑哧扑哧扑哧！而就在这时，武天行手下的士兵也冲到近前，手中长枪毫不留情地刺入对方身体中，瞬间倒下一大片尸体。而天空中的大雨却也在这时停止，就像从没有下过雨一般，看得食人魔族和人族一阵目瞪口呆。仗还能这么打，今天他们算是长知识了。而高兆杰和另一个中年人首领这时也反应过来，嘴中大喝一声，就带着各自的属下向修罗族杀去。轰轰轰！当真正与武天行的2大军团兵接触后，几个修罗族首领才真正感受到他们的强大。每个士兵的战力都快赶上他们这些首领了，这让他们眼中一片骇然。几个首领匆忙间向后退去，他们是真的害怕了，真不知道武天行是怎么培养出这么一群强力的士兵的，简直太强了。别动，谁动杀谁！
就在这时，武天行一声冷喝响起，他侧头冷眼地看着一队悄悄后退的食人魔族，看得那对食人魔首领身体一颤，他那丑陋、长满浓密毛发的脸庞都吓得纠结在一起了，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第81章，毫无理由的杀伐。听到武天行的大喝声，就连令机队的食人魔族都被吓得身体一颤。随着武天行把目光收回去，那个食人魔首领才大口地喘息起来。这时的战场中已经一片血腥，躺下的尸体越来越多，全都是修罗族的。只见500名骑兵正在整个战场上奔腾肆虐着，一路过一路血腥。他们犹如一片黑云，走到哪吞噬到哪，过后只会留下一片残缺不全的尸体。而1100名军团兵也是杀伐迭起，每人最少33的武力值，狂暴起来也是犹如魔神。长枪一扫就是一片，一砸就是一道鸿沟，对方的修罗族士兵根本就抵挡不住他们一招一式。这已经不是战斗了，这只能算是屠戮。对方上万的数量犹如被割麦子般一片又一片的倒下，在快速的减少着。几个修罗族的首领这时也聚在了一起，互相看了一眼，都满眼恐惧的点了点头。之后几人不约而同的向四周快速跑去，嘴中更是大喝一声撤退。哗！修罗族士兵听见首领的命令，瞬间大乱起来，犹如无头苍蝇一般四处逃跑。更甚者连手中的武器都不要了，丢掉后就快速的向远处跑去。他们是真的被杀怕了，他们从没有经历过这种毫无反抗的战斗，连对方一根毛都没伤到，差距太大了。留下500人，其余人给我追，杀戮3公里。武天行身材挺拔，面无表情的站在原地。这时见到对方逃跑，又是一声命令从他嘴中下达。其实这时不光他这里在战斗，现在整个荒古战场中都在惨烈的厮杀着。一处峡谷中，四周围满了修罗族人，数量密密麻麻，初一看最少也有10万人。而被围在峡谷中的正是人族，也有几万人。在另一边外围也有几万的食人魔族在看着热闹，其中张海洋和乔国防也在这些人其中，很是不起眼。人族领头的是一个一身青铜色皮甲，手拿长剑的中年人，他面色冷峻，眼中不时地闪过一抹红光，抬起头看着对面一个高有2.5米的修罗族首领。我说过，我们不认识武天行，你们别给脸不要脸，大不了来个鱼死网破。对面高大的修罗族首领丑陋的脸上一片冷厉，恨声道：既然你们之中没有武天行，留着你们还有何用？给我杀！瞬间杀伐起，杀戮从不需要理由，只有强与弱。一处滚滚大河岸边，上万人族被食人魔族围住，领头的食人魔首领一脸疯狂色看着对面上万人类。谁是武天行？给我站出来！对面的人族都是面面相窥，他们没想到被这些食人魔堵截住，竟然是为了武天行来的。这里没有武天行，要战就战！突然一个清脆女声响起，同时也从这群人中走出上千名身穿皮甲的清一色女兵。领头的食人魔首领听到这些人里没有武天行，就是大手一挥，杀，一个不留。八嘎，武天行是华夏的，我们不认识。一群身材有些矮小的人族一脸愤怒地看着对面把他们围起来的修罗族人，嘴中大骂着杀。这种场景在荒古战场的附近几个区都在上演着，无论是修罗族还是食人魔族，都有一部分在寻找着武天行。杀，一个不留。武天行手下的魔龙马骑兵速度如风，硬是在1公里内就把这个方向逃跑的修罗兵杀戮的一个不剩，接着就身体调转，又向另一个方向纵横而去。时间缓缓而过，喊杀声越来越小，半个小时后，武天行的属下才陆续返回，报告主公，1万左右敌人，逃跑不足1/10。高顺走到武天行身前，单膝跪地，大声喝道。武天行点了点头，他也知道全歼不可能，但也没想到能够灭掉9/10，看来他还是有些低估自己的手下了。我们自己伤亡如何？虽然他没看见己方有伤亡，但还是关心地问了一句。无伤亡。提起这个，高顺可是一脸的骄傲，就连声音也提高了1分。主公，您看一眼交流系统。就在这时，旁边的张良脸色突然难看起来，出声提醒道。武天行疑惑地看了他一眼，随即凝神看向交流系统，只见里面的信息正在疯狂刷屏，全部是和他有关系的。人族傲视天下，村旗傲天，武天行你要为我们报仇，我们是被食人魔族骷髅村家业杀掉的。人族风铃村风铃，武天行要为我们报仇，我们是被修罗族弑神村阿奇古杀掉的。食人魔族骷髅村家业，武天行你别想躲着，一天找不到你，我就见一个人族屠掉一个。人族一根棍村赖后城，武天行你干的好事，现在我们被修罗族屠戮着，你毁了我们一切，你不得好死。修罗族弑神村阿奇古，武天行你在哪？我来了，你敢屠戮我修罗族人，今天我就屠戮你人族给你看看。哈哈。看了一部分，武天行就脸色阴沉的把交流系统关掉。
他没想到这2个种族会在这时疯狂屠戮他们人族，而且已经有很多人族被他们屠掉了。虽然上一世荒古战场关掉后，人族也被杀掉了1半有余，但是现在死的人却都算在了他的身上，真是找死啊！武天行眼中寒光凛凛，他本来是打算先去寻找荒古战场机缘的，但现在看来他得需要改变计划了。这时旁边的4对食人魔族也看到了交流系统中的信息，全都吓得双腿发软。他们本来还有一丝期望活着的，但是现在别说活着了，也许他们死的比修罗族还要惨。他们现在恨死那些屠戮人族的刽子手了，就算是杀，就不能等他们离开这个煞星后再杀吗？而且他们现在更担心的是，他们死了也许只会是个开始，这次真不知道会有多少同族被杀掉。天行领主，我们也是人族，我们现在可以走吗？就在这时，一直行为诡异的那对人族领头的那个首领突然声音颤抖地问道。走！武天行本来心情就不好，这时的他简直就是撞到枪眼上了。你说你是人族，但为什么我看你们像是食人魔族呢？武天行一脸嘲讽地看着他们。我领头的首领被武天行那一双毫无感情的眼睛盯着，只感觉一股恐惧从心底涌上来。他身后的上千名属下也是全身颤抖，满脸恐惧地看着武天行，甚至有的人已经一屁股坐在地上，嘴中无意识地嘀咕着：完了完了，给我杀了！武天行直接宣判了他们的死刑。而不远处的那个中年人族领主听见武天行的命令，脸色也是瞬间一变。他不明白武天行为什么会杀戮同族，而且还是毫无理由般的就兴起杀伐，那么会不会也把他给杀了？他也不得不这么想。第82章杨家将。轰！500骑兵听到武天行的命令，瞬间就冲撞进行为诡异的人族阵营中。领头的领主连反应都没有，就不知被哪个小兵顺手给解决了。扑哧扑哧，骑兵们的杀戮速度太快了，手中长枪被他们舞动的只能看见一片残影，而尸体更是犹如破布袋一般四处乱飞，不是被魔龙马撞飞，就是被士兵们挑飞。而魔龙马尾巴上的那个大圆球更是来回甩动着，把地面砸出一个又一个大坑。等他们离开后，只见大坑中一片血肉模糊，血水更是在坑里面流淌着。不远处的中年人那里，这时高兆杰走了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放心，武天行不会随便杀人的。中年人侧头看着他，疑惑道：你们是什么关系？我看你们不是一起的。我们现实中是在一起的。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杀那些人吗？毕竟都是人族，这样不好吧？中年人很明显不满武天行的随意杀戮。高兆杰却是嘿嘿一笑：谁说那是人类了？你没听见刚刚武天行说他们是食人魔族吗？他那是给自己找的杀人理由。什么食人魔族？我眼睛不瞎，什么种族我还分不清吗？说起这个，中年人就是一脸不满：你他妈杀人找个像那么回事的理由也行啊？这种理由，你是在骗大傻子吗？高兆杰嘴角抽了抽，他虽然感觉武天行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杀人，但是这理由也确实太牵强了些，这不是把大家当瞎子耍吗？看看那4对食人魔族的表情就知道了，现在看武天行的眼神都变了，一脸的郁闷，就像是在说：你以为我们瞎吗？杀戮来得快去得也快，500对1000，平均每人杀2人，简直比杀修罗族还要轻松。修罗族整体可比人族强多了，这些人族就算都是同阶兵，也差太远了，毕竟两者修炼的功法就不是一个级别的。继续杀！轰轰轰！武天行不打算在这里浪费时间了，直接下令让手下把食人魔族也干掉。毕竟外面还有很多人族在被屠戮着，他要尽快出去，大开杀戒。他们不是能杀吗？那么他也杀，看谁杀得快。他要把2个种族杀怕了，杀的他们以后看见人族就不敢随便招惹。武天行，你不得好死！总有一天我食人魔族会降临你们的星球，屠光你们整个星球人类。武天行脸上毫无表情，就那么静静地看着他们被屠戮着。放狠有屁用？如果有用，他也在交流系统里放狠话了。10分钟后，杀戮停止，遍地血腥，这一片的空气都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血腥味，让人闻之作呕。打扫战场！武天行对着属下说了一句，就向着中年人和高兆杰走去。中年人看武天行向他们走来，神情多少有些紧张，主要是武天行身上的杀伐之气太重了，就这么一会，他最少屠了2万生命，这家伙比修罗还像修罗。不知这位怎么称呼？武天行看着中年人，轻声问道。中年人定了定心神，神情一肃，双手抱拳道：在下杨业，见过武领主。北宋初期杨业，杨延昭的父亲。武天行脸色惊讶地看着杨业，正是在下。武天行听到他确认后，心中也是一阵惊讶，没想到竟然遇到了杨家将，这一家可都是猛将啊，7个儿子个个都是武将，
而且品级还都不低。就连站在一旁的高兆杰这时也是一脸惊讶，没想到他刚才主动搭话的人竟然会是大名鼎鼎的杨家将。你们儿子也来了吗？武天行随口问道。说实话，他真想看看他们一家子，毕竟后世对于他们的勇猛忠心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见过武领主。听到武天行的询问，从杨业后方突然一连走出5人，抱拳行礼道。武天行眼中金光一闪，认真的打量他们一眼，确实都是人中之龙，每人都是身躯挺直，精神面貌个个坚韧刚毅，让人一看就忍不住赞叹一声是将军的料子。你们应该还有2人吧？这时旁边的高兆杰突然出声询问道。我那6子和妻子被我留在了家里，毕竟领地还是需要有人照看的。杨业回答了高兆杰的疑惑，随即话锋一转，看着武天行道：之前你杀掉的一批人族，虽然我知道你有什么原因，但我还是想听听是什么理由。武天行微微一笑，他也看出了杨业应该是对于他杀掉那批人族不满了。虽然他不需要和别人解释，但是他心中对这些杨家将还是有些想法的，所以他也不得不解释一下。他们是羯族，这个理由够吗？什么？杨业脸色一变，接着就是恍然大悟，怪不得你说他们是食人魔族，那就难怪了。这个种族他还是知道的，作为一个皇朝大将，有些历史他也是必须要懂的。随即几人闲聊了起来，而武天行也时不时的把话题引到杨业的几个儿子身上，也把他们拉进来聊了几句。毕竟一回生二回熟，多聊一聊，以后也就好打交道了。主公，战场已经打扫完毕。过了一会，高顺跑过来汇报道。武天行冲着他点了点头，休息10分钟后出发。武哥，你这些士兵是什么情况？我刚才看着好像都看比武僵了。高兆杰等高顺走后，小声地问着武天行。想要知道？武天行一脸笑意地看着他。高兆杰点了点头，因为他们修炼的全是钻世纪功法。死！我操！杨业听后倒吸一口凉气，简直太吓人了。要知道那可是钻世纪功法啊，他们整个领地都没有一人修炼的。而高兆杰更是爆了粗口，他现在还修炼的是白银级功法，好不好？这家伙都能批发了，简直太土豪了。紧接着他又是脸色一变，笑嘻嘻道：武哥，你看我们好不容易遇见，兄弟我修炼的还是白银级功法，能不能赏给小弟一本钻石级的？没有。武天行翻了个白眼，没好气道：你以为钻石级功法是大白菜啊？我就算是有也不能给你白白浪费了。武哥，你这也太小气了吧，1000多本都用了，还差我这一本。高兆杰一脸的幽怨看着他，等以后你来我领地再学吧，现在我也没有。武天行不想跟他解释太多，他嫌麻烦，以后去了他领地他自然就知道了。好了，我要走了，接下来你们2个是跟着我，还是自己去寻找机缘？武天行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冲2人问道。第83章大收获。我们还是自己走吧，跟着你遇见的好处都让你打包带走了，那我们不是白来了吗？高兆杰可不想跟着武天行，他是来这里捞好处的，可不是来被人保护的。旁边的杨业也是认同的点了点头，他也是与高兆杰同样的想法。危险与机遇是并存的，如果他们跟着武天行，到时遇到的好处也肯定是归武天行所有，而与他们没有关系了。武天行点了点头，也没再多说。荒古战场这么大，机缘无处不在，他们的选择没有错。如果真要跟着他，虽然他也不会说什么，但是遇到的好东西也注定和他们无缘了。随后几人就再次分开，武天行带领着属下向着西方行去，而他们2人却是结伴向南方而去。武天行骑着魔龙马走在最前方，身后跟着1100名2大军团兵，而500名骑兵都被他派了出去，分散在4处向前快速推进着。轰！杀！他们刚走出之前的一片草原，进入到一片树林中，远处就响起一阵厮杀声。咚咚咚！一名骑兵快速奔跑到武天行身前，禀报主公，高顺军团长带话，他们正在与一队食人魔族对战，不必担心。武天行了然的点了点头，告诉他们一切以性命为主，我们继续前进。轰！走了不到1公里，又有一个方向响起厮杀声。禀报主公，王图军团长带话，他们正与一队修罗族人对战，不必担心。禀报主公，韩擒虎副军团长带话，他们正与一队修罗族人对战，人手不足，请求支援。禀报，禀报。一路走，一路杀伐。当武天行他们进入这一片森林中开始，就代表着这里面2大种族的末日到来。这一片20公里的森林里，也由于武天行他们的到来，瞬间仿佛活过来一般，遍地开花，厮杀声持续不断的传来。2个小时后，当武天行带领着属下走出时，身后的森林一片寂静，上空飘荡着一缕缕血腥气，这里仿佛已经化为了一片鬼域。而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人族远远的跟在武天行他们身后，都是一脸骇然的看着他们。
他们本来都是正被2大种族追杀的人，但没想到被突然出现的士兵救下。随后他们就一路跟在武天行他们身后，同时也让他们见到了排行榜第1人的风采。那些士兵随便出来一个人都不是他们能对抗得了的，尤其是那些骑着恐怖怪物的士兵，纵横来纵横去的，所到之处一片浮尸，简直就是一群杀神。主公，为什么没有发现妖族？一路走来，就连一只野兽都没有发现。张良不得不疑惑。要知道，整个荒古世界可以分为4大种族的人族、妖族、食人魔族和修罗族，但是这一路走来就只有他们3族，而妖族却仿佛消失了一般。至于荒兽他们不算，因为他们只有相同种类会聚集在一起，而且还不喜争端，所以也不算是一个种族。他们被聚集在一起了，不像我们3族是被分散开降临的。武天行神色一动，随即平静地说道。张良没想到会是这样，脸色瞬间有些不淡定了。要知道，妖兽种族的数量可是最多的，如果聚在一起，只是一个区，少说还不得有几百万，这就有些吓人了。没你想的那么严重。武天行也看出了他的担心，微微一笑道，这次的荒古战场，妖族也只会是蜕变成妖兽的妖族可以进来，野兽是进不来的。那这数量也不会少吧？数量肯定不少，少说也有几十万吧。武天行轻声随意地说道。那这也很危险了，主公，我看咱们如果遇到了妖族，还是尽量躲避一些的好，否则真要是几十万大军一扑而上，我们也是抵挡不住的。张良一脸的凝重，他可不认为凭他们1000多人就能干过几十万大军，就算都是2阶的妖兽也不可能。更何况这次来的可都是蜕变过的妖族，最起码都是3阶的，大多数都得是4阶的，5阶6阶的都有可能会有不少。毕竟妖族可不像人族修炼这么费劲，又是升级又要修炼的。妖族即使不吞噬生物，只要每天修炼也可以蜕变得更强，顶多慢一些而已。而他们出生就决定了他们强大与否。像是兔子，他们本身就弱，血脉如果再低下，修炼速度会很慢。但是如果是老虎或者狮子，他们本身血脉强大，修炼起来会快速无比。这也是为什么建造族群的妖族首领基本上都是大型妖兽的关系。别担心，他们也不足为虑，由于他们都是首领，聚在一起也是谁也不服谁，所以肯定会有分歧，最后也不可能都会聚在一起的。在上一世武天行也听说过这事，虽然妖族前期也很强势，但后期却因为分歧太大，最后各自散开了。张良听武天行这么一解释，脸上的表情也放松了下来。他还真怕不小心遇到了妖族，被对方给灭了，到时他们可真是欲哭无泪了。两人说话间，他们一队人也没有停下脚步，直奔前方一片山谷中走去。现在武天行根本就没打算寻找什么机缘，他现在的目的就是先杀他个几天时间再说，让他们后悔用杀戮人族威胁他。主公，物品都整理出来了。这时身后的高顺紧追几步走到武天行身边，难得的一脸笑容。哦，看你这表情，收获应该不错吧？武天行一看他表情就知道收获肯定不错，否则高顺这家伙整天就是一个面瘫脸，很少有笑的时候。高顺闻言高兴的点了点头，破虚珠380枚，初级武将石24颗，中级武将石3颗，各种白银级功法和武技8本，黄金级3本，钻石级1本，金币去除2成，还剩下380万，真字武器装备280套，各种图纸400多本，剩下就是一堆不怎么值钱的东西，还没算。这么多！武天行听完也是大吃一惊，他想到了收获会不错，但没想到仅仅是刚进入1天，都赶上他在荒古世界20多天的总和了。看来上一世都说荒古战场是一个转折点，确实没有说错，这爆率简直太高了。随即他想了想后，对着高顺道：“你把那些武将石都分下去，有好的武器也给大家用上。大家现在都在快速变强，我们也不能落后。”这个我一会下去就去做，但还有一种东西我还没说呢。还有什么东西？随即武天行就看到高顺从自己的储物戒指中拿出一颗苹果，不是，跟苹果很像，但却不是苹果。这个果实上面还散发着微弱的光芒。第84章战场积分榜。这是什么？武天行看见这东西，这一次也是一脸懵。他在上一世可没听说过还有散发光芒的果实。您看看就知道了。高顺也没解释，直接把果实递给武天行，让他自己看。武天行疑惑地接过来，凝神看向手中的果实。强身果，白银级，效用增加1点武力，限制每人最多服用3枚，星脉阶以下可服用，超过星脉皆服之无用，请谨慎服用，不要打破身体平衡。竟然还有这种东西！武天行看着手里这颗果实，真的是震惊了。他在上一世可一点都没听说过有这种果实，这玩意的功效也太强大了，竟然可以直接增加属性。这东西多吗？问完后，武天行就苦笑着摇了摇头，这东西怎么可能多？要是多的话，上一世他
他也不会一点消息都没得到了。不多。果然，高顺闻言摇了摇头答道，但是这次也有不少，一共是365颗。这还不多？武天行瞪着高顺，一脸的无语。你是对多这个词有啥误解吧？就在这时，叮！荒古战场公告，战场积分榜开启，通过系统积分榜可查看排名。武天行听后急忙打开积分榜，积分排行榜：1. 人族新武村武天行198580。2. 修罗族鹿神村阿奇古62881。3. 食人魔族骷髅村迦叶61808。4. 修罗族是神村阿萨迦60085。5. 修罗族阿修罗村阿图什59581。6. 食人魔族石天村叶鲁59542。7. 修罗族我为王村阿魔道59500。8. 修罗族沙沙沙村阿迪欧56025。9. 修罗族战天村阿七子53065。10. 修罗族修罗我为王村阿洛夫46058。看完后，武天行脸色难看的能滴出水来，上面基本上清一色都是修罗族。虽然不一定都是杀戮人族得来的积分，但他肯定大多数绝对都是杀的人族。看来上一世修罗族的霸道杀戮一切的性质又要释放出来了。只可惜这一世你们遇到了我。武天行眼中立芒一闪而过，随即他回过神来，对着高顺道：这些强生果你先保留着，如果你们几个首领有需要就先用，别人就算了。高顺也知道这东西的难得，武天行不可能就这么随便的给士兵分下去。对了，这东西是怎么找到的？武天行叫住正要走的高顺，疑惑地问道。是我们的一个骑兵在我们身后的树林中发现的，这些强生果长在一棵高5米的树上，他也是不经意间发现的，然后就与同伴爬到树上全部摘了下来。武天行听后一脸的沉思，看来以后还是要多注意一些四周的好。那几个士兵每人赏1万金币，再给他们每人3颗强生果。既然知道是自己手下得到的，他也不能毫无作为，否则也会寒了属下的心。高顺走后，武天行带领着属下继续前进。这个山谷里面怪石嶙峋，道路也是高低不平，让武天行他们行走的速度变慢了很多。而一直跟在他们身后的人族，这时也大多数独自离开了，只有2队人还在紧跟着。武天行也不管他们，速度不变的带领着属下前进。救命！武天行他们刚刚翻过一片小山包，就听见下方传来一声大叫。武天行他们低头看去，只见下方几百米处是一片平地，这时那边围满了人，而且还都是人族，大概能有2000多人。刚才喊救命的人正是被围在中间的一个中年少妇喊的。这时见到武天行向他们看来，神色更是焦急，也看出了武天行是首领，冲着他大喊道：求求你救救我们，我们是天女村的，他们要侮辱我们。武天行皱了皱眉，他其实不太愿意管这些破烂事的，但是听到这些人竟然要侮辱对方，他心中没来由的一阵厌恶。要知道上一世他妹妹就是这么死的，所以他最恨的就是这种人。小子，如果不想给自己惹麻烦，我劝你最好还是别管闲事的好。这时对面一群人中走出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这人脸上一片横肉，眼睛凶狠地看着武天行。本来他们已经打算直接动手了，却没想到来了武天行这个不速之客，而且看对方还有很多人竟然骑着一种不知名怪兽，这让他心中也有些忐忑。但是输人不输阵，他也是有背景的人，所以开口就是威胁恐吓。而他不知道的是，当他说完威胁的话后，跟在武天行他们身后的那2队人族可真是一脸的佩服。太牛逼了，他们真心佩服这人的胆子，竟然敢这么跟武天行说话。要知道武天行这家伙简直就是一个杀神，这一路上的尸山血海场景现在还回荡在他们脑海里呢。那我偏偏要管呢？你告诉我会有什么麻烦？武天行淡淡的看着他。对面凶狠的中年人见武天行那一脸无所谓的表情，心中一阵无名火起。小子，我们是排行榜98名霸刀村的人，你说惹了我们会有什么麻烦？这我还真不知道。武天行摇了摇头，他确实不知道，凭借他属下的强力，他不找别人的麻烦就不错了，谁能给他带来麻烦？中年人见他还是那一副镇定的表情，怒火瞬间爆发了出来。那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得罪了我们，不光是在荒古世界里，就算是在现实中你也活不过明天。武天行嗤笑了一声，脸色嘲讽的看着他。我现实中死不死不知道，但我知道你今天得死。而武天行身后的人这时也是一脸嘲讽的看着中年人，牛皮吹的真是大上天了，仗着自己的村庄排名98，竟然敢威胁排行榜第1人去死，只能说无知者无畏。这不，武天行直接宣判他死刑了。中年人突然听到武天行说他今天会死，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是谁？他可是霸刀村的人啊，在霸刀村里，他也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了。整个排行榜前100名中，人族上榜的只有8个，他们排名98，可以说已经算是金字塔顶尖了。现在竟然有人威胁他会死，他甚至以为自己听错了。就在他还在愣神时，武天行身边突然窜出一人，身形如电，从上而下直奔他而来。他脸色瞬间狂变，看到对方的速度，他就知道不是对手，身形急忙向身后退去，想要躲回到自己的阵营中。可惜对方的速度太快了，他的身体还没退出几步，那人就已经居高临下的一刀向他劈来。嗡！空气都是一阵颤动，发出一阵声响。呵！中年人一脸骇然，手忙脚乱地举起长刀抵挡来人的攻击。枪！武器相撞，火星四溅。中年人只感觉一阵巨力从手中的长刀处传来，虎口阵痛，急忙撒手丢掉手中长刀。唰！一束寒芒从他眼中闪过，紧接着他就感觉呼吸困难，然后就是天旋地转。扑通！尸体倒地声响起。直到这时，大家才反应过来，一脸震惊地看着站在中央收刀立的高顺。3秒钟还是4秒钟？他们只是一眨眼而已，刚刚还吹得天昏地暗的人就躺下了。他们简直就卧了狗了，这也太吓人了，简直就是成年人打婴儿的感觉。中年人的手下这时看高顺，仿佛就像是看到了洪水猛兽一般，全都一脸恐惧的后退着。第85章邪功。武天行带着属下从小山包上走了下来，看着喊救命的这个年轻少妇，说说你们是什么情况？年轻少妇叫林飞，近距离看着武天行，让他的心脏都忍不住跳了跳。他急忙稳住心神，脸色有些微红道：我叫林飞，谢谢你救了我们。武天行点了点头，也没说话，面色平静地看着他。他想要一个解释。他刚才看了眼现场情况，发现没有尸体之类的，也没有打斗痕迹，所以刚才林飞说的对方要侮辱他们，明显是要拿他当挡箭牌意思。林飞看武天行表情冷漠，心中不由一慌，再没有了躁动感觉，急忙解释道：我没有说谎，他们想要把我们抓回去，然后让他们领主玩弄我们。我的姐妹已经有不少人被他们抓走了，所以我刚刚才那么说的。武天行皱了皱眉，向霸刀村的那些属下看去。唰！王猛看到武天行的目光，身体瞬间冲了出去，原地留下一道虚影，手上却已经抓到了一个人，身形晃动间又快速返了回来。扑通！把抓到的人扔在武天行身前，随后他又默不作声地返回原地。看得林飞眼皮直跳，他没想到随便出来一个人都这么厉害。大人，不关我们的事，都是我们彭永领主吩咐我们做的。被扔在地上的这个人身材矮小，相貌猥琐，突然间被抓来，一脸恐惧地跪在地上，向武天行解释着。武天行虽然还没有问，但是看到跪在地上这人的表情，也知道了林飞说的不假，但他还是问道：你们领主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女人？之前被你们抓过去的女人都怎么样了？地上跪着的人听到武天行的问话，身躯忍不住一颤。武天行见他低着头也不回答，气势瞬间释放出来，压迫着他的身体。跪在地上人眼睛猛然一突，脸色惨白，急忙大喊：我说我没时间在这跟你浪费时间，如果不说就去死吧。武天行收回身上的气势，语气毫无波动地说道。呼哧呼哧，跪在地上的人大口呼吸着，刚刚他感觉心脏都仿佛被人捏着，简直太恐怖了。这时他也不敢再迟疑，很怕面前这人一言不合杀掉他。脸色惨白地看了眼武天行，才慢吞吞道：他们都死了。什么？怎么可能？之前你们不还说他们活得好好的吗？一旁的林飞本来还在想着这次回去怎么才能把那些姐妹救回来，但没想到这时却听见了这个噩耗。他简直不敢置信，之前他们还询问过，也以为还都活着，却没想到他们这么残忍，竟然都给杀了。要知道那些女孩子有的才16岁。对于林飞的大喊大叫，跪在地上的人却一声不吭。他骗林飞他们也是希望他们能不反抗的跟他们走而已，但骗武天行他还是不敢的，因为这事可不只是他一人知道，稍作询问就瞒不住的事。武天行也是神色一冷，他之前就感觉不对劲，哪个正常领主会天天搜罗女人，然后大被同眠的？而且这个领主还能把领地发展到排行榜前100名，他可不相信这是一个没有头脑的种猪。这也让他想起上一世他在交流系统中看见过的一个消息。你们领主是不是修炼了什么功法？武天行眼睛微眯，看着脚下这人。你怎么知道？跪在地上这人本来还在想着一会应该怎么回答武天行，但没想到武天行问的这么猝不及防，疑问瞬间脱口而出。说完后就脸色一片死灰，他知道他们完了。其实这个消息他们领地知道的还真不多，偏偏他就是那一个，因为他是领主彭永的表弟。果然，武天行心中暗想着。
上一世就有一个修炼这种邪门功法的人，与女人交合，然后吸取女人的精气神，来快速突破。整个领地的人天天为他搜罗女人，不管长相如何，只要是女的就行。最后不知谁把这个消息放了出来，激起了大家的愤怒。最后10多个领地联合起来攻进这个领地中，才把这个领主除掉。想来上一世应该也是这个领地，全部杀了。明白了事情真相，武天行眼中寒光一闪，直接下了命令。而命令一下，身后的属下瞬间由静而动，冲入对方阵营中，快速杀戮起来。这种人渣领地留着也是祸害，而这些人就是帮凶，没有一人是无辜的。杀！而这时候一脸伤心的林飞也突然间向对方杀去，他要为那些死去的姐妹报仇。他一想到那些年龄不大的女孩子被残忍的杀害，眼中就忍不住的流下了眼泪。而一直站在他身后的300多女兵见他动了手，也都紧跟着他，满脸杀气的向对方阵营冲去。你是谁？难道你就不怕我们霸刀村的报复吗？这时跪在地上的那人见到一面倒的战斗，脸色更是惨白，急忙抬头看向武天行，色厉内荚的冲他喊道：哼，你霸刀村算什么东西？做了这种恶事，你以为还会存在吗？张良这时在旁边冷哼一声，语气不屑的说道。说完后，他就身躯一震，脚下一蹬，身体直扑而下，手中长剑直刺对方面门。而对方见张良竟然二话不说就向他杀来，脸色瞬间大变，急忙站起身向旁边躲去。长剑从他脖颈处划过，惊得他瞬间汗毛倒竖，吓得他连滚带爬向远方跑去。张良一击不成，脚下装步用出，身体划过一道道幻影，急速向对方追去。扑哧，不到20米距离就被张良追上，在对方一脸不可思议中，长剑直接插入他的心脏中。你！他张了张嘴，最后还是不甘心的倒了下去。武天行看着张良，嘴角一阵抽搐。你他妈是军师好不？竟然跟人家近身战！由于武力和精神2种属性不能相差1倍的关系，所以文士也是有武力的，只不过不高而已。但是这并不代表就可以随便与人近身战，因为他们参与战斗很少，技巧不足，同样的武力值根本就打不过对方。武天行现在感觉他培养出来的人都是战斗疯子，看着那个个冷酷无情的士兵，再看看如今连军师都可以近身战，他就严重怀疑是不是他培养人才的方法不对。杀戮毫无悬念，在武天行那些属下狂暴的攻击中，战斗从头到尾都是一面倒。对方哭爹喊娘的向四周逃，但是怎么能够逃出骑兵的追击？无论怎么逃都会被追上，然后一个个被杀掉，甚至还有很多人跪下投降的。但这里是荒古战场，武天行可没有那闲心照顾一些降兵，所以他直接下令全杀了。如果是在外面筛选一些土著，也许也能为新武村增加一些人口，可惜这里毕竟是荒古战场。第86章，花木兰，你确定你是文士？看张良那杀了一人，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武天行终于没憋住，一脸狐疑的问道。张良那张英俊无比脸蛋罕见的一红，看得武天行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你他妈可是直的，这表情是谁教你的？张良的表情也只是一瞬间而已，紧接着就又恢复到一脸温和的表情，看了眼武天行，轻叹道：在这个世界哪有不会武力的，就算不会也要逼迫着自己会，否则就会被荒古这个世界淘汰。武天行听后却是脸色一凝，谋士就是谋士，总能有着和别人不同的想法。张良说的一点都没错，在这个世界自己不强大，早晚会被淘汰。这里可不是现实世界，万军中取敌将首级可真不是笑话。但是如果谋士有武力，谁又能想到呢？突然间再配合上文士技，简直能把人直接坑死。同时他也想到他和郭嘉之前也是见过领地的，手上没点功夫还真镇不住手底下的人。其实武天行不知道的是，之前修罗族偷袭新武村时，他们2人也是帮着战斗过的。一开始2人本来是打算要用文士技，但是郭嘉却突然说武天行要回来了，所以2人就没暴露自己，只是改为近身战帮助新武村。主公，战斗结束。就在这时，高顺和王图骑着魔龙马走了过来，大声汇报。武天行点了点头，随即看着跟着2人走过来的林飞。林飞这时眼睛通红，一脸的悲伤，走到武天行面前，躬身行个礼，面色悲戚道：多谢领主大人帮我们报了仇，不知大人是哪个领地的，以后我们天女村必有感谢。看他那我见犹怜的样子，武天行也不再冷着脸，脸色温和道：感谢就不必了，我们还有事，就不在这逗留了。而林飞见武天行要走，急忙大声道：还请恩公留下姓名，也让我们知道到底是谁救了我们。武天行骑着魔龙马，侧头看了看他，随即从他嘴中吐出3个字：新武村。什么？一听是新武村，林飞一脸吃惊，就连他身后那些300多娘子军也是一脸的不可置信。
但紧接着就不约而同地喊道：“大人，请等一下！”林飞更是身体快速窜到武天行面前，张开双手拦截在前方。武天行皱了皱眉头，不知道他们又怎么了。这时的林飞一脸焦急色，拦住武天行，就快速说道：“还请大人去救救我家领主，我家领主正被骷髅村的家业追杀着。”武天行一听是食人魔族的家业，眼中就是金光一闪。他正愁找不到这家伙呢，没想到却在这里听到了他的消息。而且这家伙特么的天天在交流系统里找他茬，跟他俩装逼，他早就想灭了这货了。而且这次屠戮人族也是这家伙挑起来的，还真以为他好脾气了。武天行的思绪也只是一瞬间而已，接着就冲林飞道：“他们在哪里？我现在就过去。”林飞见武天行答应了，脸色瞬间振奋起来，急忙道：“我给你们带路，他们应该还没跑远。”由于时间紧急，武天行直接让500名骑兵把那些娘子军带上，快速向林飞指定的路线奔去。而1100名士兵速度和耐力毕竟不如魔龙马，所以只能在后方沿着留下的记号慢慢赶过去。武天行也是怕家业跑了，这次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他可不想错过。领主，我们掩护您，您先跑吧，只要你活着出去，以后为我们报仇就行，我们和他们拼了。一处2座大山中间，一线天的地形处，400多名娘子军这时正被3000多食人魔族堵在了这里。400多女子中，领头的是一名英姿飒爽的女人，她身穿墨绿色盔甲，即使全身狼狈，呼吸急促着，身躯也站得笔直。听到手下要让她独自逃走，她想都不想就拒绝了，声音铿锵道：“不要再说了，大不了一死而已，我们又不是没死过。”属下听后，呼吸都是不由一紧。他们自从在这个荒古世界重生后，都不愿意提死这个问题，毕竟这个问题太沉重了。其实他们这些死过一次的人，更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重生。姐姐，我舍不得你。就在这时，一个身穿白色盔甲的漂亮女人走了出来，身上的气质也有些与众不同，显得很是突兀。只见她走到领主面前，抱着对方的胳膊，脸色悲伤。如果武天行在这里，一定认识这个女人，她正是张笑笑。而那个领主也正是天女村的花木兰，曾经在交流系统中力挺过武天行的人。花木兰眼中闪过一抹不舍，那是对这个世界的留恋之色。她还有很多愿望没有实现，没有带领着村庄之人过上幸福生活，没有见过排行榜第1人的风采，没有好好的看看这重生的世界，她有太多的不舍。但她知道这次在劫难逃了，3000多食人魔不是他们能对抗的了的。花木兰压下心中那抹温柔，随即看着张笑笑道：“我们死后你还会重生，等见到了武天行，就说我很仰慕他，让他记得我曾经来过这个世界。”张笑笑泪水无声间流了下来，她知道她这个姐姐有多么想见武天行。她本来都想好了，等以后开通传送阵，就带着他去新武村介绍给武天行认识，但现在看来是没机会了。跑啊，怎么不跑了？就在这时，对面一群食人魔向两边让开，从后方走过来一个身高3米左右的食人魔，刚一走到前方，就眼神阴狠地看着花木兰他们，恨声喝道：“杀我那么多属下还想跑？我告诉你们，你们今天想死都难！”花木兰身旁的女军听后，眼中瞬间恐惧起来，而花木兰却毫不变色，脸色坚韧如冰，平静无比道：“我们想死很容易，你也不必放狠话，但是想让我们死也不容易，不崩掉你一口牙，我们都会感觉死的毫无价值。”迦叶眼神阴冷地盯着花木兰，他恨死这个女人了。一开始他也没太拿这群女人当回事，谁知道他们爆发起来简直强悍无比，瞬间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杀掉他们上千人，然后突围出来。他也知道花木兰说的对，在这狭小的地方，就算能拿下他们，也会损失不少人。毕竟这些女人也不是吃素的，每人是4阶兵，虽然数量少，但也是个个强悍无比。杀！重伤不死者给我留着，我要活着吃掉他们！迦叶越看花木兰那一脸平静的表情，就越是愤怒无比，气得他猛然大手一挥，直接下达了攻击命令。第87章仇人相见。另一边的武天行这时正在林飞的指挥下，快速地向这个方向狂奔而来。轰轰轰！500多魔龙马4蹄狂奔的声音轰隆作响，路过的地方一片烟尘。期间遇到的各个种族队伍看到他们狂奔的速度，全都慌忙避开，以免被当作攻击目标。等到500骑兵过后不久，身后又迅速的狂奔而过1100名士兵。这些士兵的速度也是迅捷无比，几百米的距离也只是几秒钟时间一晃而过。路过的众人看到都是一脸的凝重，甚至有的人已经猜测到这些士兵应该是新武村的，否则这个时期人族还没有这么强势的队伍。魔龙马首领的背上，你说你们首领被迦叶追杀，那为什么你们这300多人会在那个峡谷中？武天行一手搂在林飞腰间，一边大声问道。由于速度太快，两人耳边狂风呼啸，武天行不得大声喊着。林飞闻言也是喊道：
我们这些人因为等阶低，跟不上领主他们的速度，所以是分开逃跑的。但没想到刚跑出没多远，就被霸刀村的人给截住了。武天行听后也解开了他心中的疑惑，他不得不多了解一些情况，因为他看出了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所以才有此疑问。他也不得不多考虑一些，以免被人下套或者欺骗。上一世3年的经历，虽然让他没有变得性格扭曲，却也让他变得谨小慎微，让他深深懂得人心不可测这个道理。应该就是这里，当初我们分开时，我看见领主他们向这2座大山中间跑去了。林飞伸手指着前方2座大山，一脸焦急地喊道。从他们和花木兰分开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不得不焦急，真怕他们到了那里看到的只是一片尸体。杀！枪！林飞话音刚落，500骑兵就已经向前冲出一大段距离了。刚接近2座大山时，就听见远处一片喊杀声传来。武天行神色一凝，眯着眼睛仔细看去，只见前方密密麻麻一片食人魔，而喊杀声正是从一线天里面传出来的。由于一线天的宽度有限，所以外面还有着很多食人魔在后方拥挤着没有进去。放下他们，跟我杀进去！武天行知道情况紧急，左手一抓林飞的腰腹处的衣服，就用一股巧劲把他远远地扔了出去。而后方跟着的500骑兵也有300多人，学着武天行把带着的女兵扔了出去。而失去了1人的魔龙马速度猛然狂增，狂暴无比地跟着武天行向前冲去。这时后方的食人魔也听见了身后传来的震动声，全都一脸惊色地向身后看去。这一看可不得了，全都面色大变，嘴中更是大声呼喊起来：是人族！人族来救人了！快去禀报首领，人族从我们后方杀过来了！而在一线天中，这时也感觉到了地面一阵晃动，外面更是一阵轰隆隆声传来，吓得2个阵营士兵都不由自主地放缓攻击强度，甚至很多人还抬起头看了眼两侧的大山，他们甚至以为遇到了山滚石了呢。这时真要一片滚石下来，谁都别想活！砰！迦叶把花木兰一脚踢飞出去后，也没追击，脸色阴晴不定地向后方看去。他现在感觉心中没来由地涌出一股不安，这让他无比烦躁。噗嗤！花木兰被迦叶这一脚踢得可不轻，落地后就忍不住一口鲜血喷出。这时的他全身盔甲都裂痕遍布，凹凸不平，脸色也是苍白如纸，眼神一片暗淡。他毕竟只是星途4阶，与对方星途5阶还是差了一些，如果不是他意志坚韧，也许早就已经躺下了。姐姐！张笑笑跑到花木兰身边，扶着她，一脸的悲戚。我坚持不住了，告诉姐妹，千万不要被活捉，实在不行自杀。花木兰依靠在张笑笑身上，语气无力的断断续续叮嘱着，随即提起长剑放在自己的脖颈上，眼神无比留恋地看向天空中。这时他想到了很多，想到了上一世代父从军，在军旅生涯的日子，之后要被封为妃子，到最后他的自杀。他上一世忠孝义都做到了，就是没做到情。本来他这一世打算体验一次轰轰烈烈的爱情的，但老天还是没能如他愿。等等，姐姐！张笑笑这时脸色突然一变，急忙抓住他的手，语气激动道：姐姐，你听，有人来救我们了。这时的花木兰已经算是在弥留之际了，张笑笑说的话他都没听清，只以为张笑笑舍不得他，不想让他自杀。笑笑，松开吧，我先走一步，你们也不要活着被他们捉住，那样只会让你们更痛苦。不是，姐姐，真有人来救我们了，而且应该是武天行来了，你听，这是骑兵奔腾的声音。这时花木兰终于听清了，眼中瞬间闪过一抹光彩，挺起身体向食人魔的身后看去。轰轰轰！声音越来越近，甚至他们2人这时已经看到了远处那一片片抛飞起来的食人魔，简直太狂暴了，犹如一片沙尘暴，快速无比地向他们这里涌来。武天行骑着魔龙马，首领领头，身后是拉成掌线的500名骑兵，全都脸色冷酷，肆意地挥舞着手中长枪，不断杀戮着身周的食人魔。食人魔首领迦叶这时也看到了后方情况，那犹如世界末日的场景让他脸色神情不定。渐渐的，距离越来越近，也让他看清了对方的阵容，脸色更是难看起来。武天行远远地向里面看了一眼，就看到了那高有3米的食人魔，嘴角不由得一翘。当他在向里面看去时，突然脸色一顿，他竟然看到了张笑笑，这是他没想到的，同时也看到了那一脸苍白的花木兰。而里面的张笑笑见到果然是武天行，神情更是激动，小嘴一瘪，眼泪就忍不住的掉了下来，哭声道：武天行，你再来晚一会就要给我们收尸了，他们欺负我们女人，你要为我们报仇。武天行闻言，嘴角忍不住抽了抽，特么的，你不是个女强人吗？这怎么还哭了？同时他心中也是一怒，老子的人也敢欺负，活拧歪了吧。随即眼中闪过一抹厉色，对着迦叶喝道：迦叶，欺负女人算什么能耐？你不是在找我吗？现在我来了，你又能如何？
你是武天行？迦叶闻言，那双恐怖的眼珠子瞬间就红了起来。就是这个人杀了他二弟，屠戮了他二弟家储的领地，毁了他二弟的心血，也打乱了他们迦氏一族的计划。他怎么不恨？怎么会不愤怒？第88章，战至狂暴。正是你爷爷我，天天在交流系统里挑衅我，你算哪根葱？今天不杀了你，我名字倒过来写。武天行脸色嘲讽，眼中却是无比的冰冷。别人只见到了迦叶挑衅他，不见他回话，还真以为他不在乎吗？他只是不想浪费那口舌而已。要知道，他可不算是个大度的人。谁在交流系统里说他，他心里可都记着呢。只要让他抓住机会，他就往死里弄。他不回复，还真以为他就好脾气了。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而已。杀！今天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得罪我武天行的下场。杀！身后的500骑兵听到武天行的命令，也是跟着大喝一声，紧接着就狂暴起来，速度又是暴增一截。聚气术！张良一直被保护在中间，这时也是不甘示弱，挥手间释放出自己的文士技。轰！500骑兵气势凝聚，周围空气都是一致，紧接着凝聚500人的气势冲天起，四周的食人魔全部被崩飞开，攻击更是瞬间炸裂，一片轰然炸响，血肉四处飞溅。一瞬间，这个狭窄的一线天中猩红一片。张良释放出的聚气术也作用到了武天行的身上，他感觉身体突然间充满了力量，就像是吃了兴奋剂一般。这也让他忍不住大喝一声：“来战！”说着就直奔迦叶狂冲而去。迦叶这时虽然愤怒，但是也看出了武天行他们的强悍，他不敢大意，手中大刀缓缓抬起，脸色凝重地看着越来越近的武天行。而花木兰那边，自从武天行到来，他的目光就没离开过武天行的身体，眼中更是异彩连连。他感觉武天行全身的气质都在吸引着他，无论从哪里看，他都感觉这个人犹如他心中的白马王子一般，那么霸气，那么完美。主要是武天行这个出场方式太风骚了，一身白色盔甲，胯下骑着狂暴无比的魔龙马，还有后方那500名骑兵衬托着，他简直就是一个绝世猛将。自古以来都说美女爱英雄，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别说花木兰了，就是他身后还剩下的那300多娘子军，这时也是一脸花痴的看着武天行。轰轰轰！这时武天行也与迦叶交上了手，一交手，两人就狂暴无比的互相攻击着。武天行骑着魔龙马来回纵横，直杀的迦叶不断后退。迦叶虽然也是星途5阶，但武力值还是比武天行差了一些。如果不是他手中掌握的武技很多，也许没几招就会被武天行杀掉。终极武技3段斩！迦叶脚下踩着某种步伐，身体快速贴近武天行，嘴中大喝一声，长刀连连向武天行斩去。哼！武天行眼神一凝，嘴中轻喝一声，终极武技中枪。嗡！空气都仿佛承受不住长枪的重量，发出一阵嗡响。轰轰轰轰！一连串巨响传来，长枪犹如泰山压顶般，把迦叶攻击而来的3段斩接连不断的砸爆，简直就是一力降十会的打法。而迦叶也终于忍受不住这种距离，顺着力量崩飞出去，而四周的食人魔也都被震翻在地，双耳中更是冒出丝丝鲜血来。这本中枪武技简直太狂暴了，配合上他现在的武力值，简直强得毫无人性。就是武天行自己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强的攻击力量。这本武技还是之前向这里赶来时从高顺那里要过来的，本来他想等回村庄时放进藏书阁后再学习的，但是现在就要对战排行榜前10的领主，他也不得不慎重，只能无奈的拿出来用掉。毕竟之前自己只有终极武技破浪，对付迦叶这样的领主，没有强势的武技，简直太被动了。别看他现在的武力值很高，但是他的武技比照食人魔族还是很短板的。不光是他，整个人族的武技都是短板，不像另外2族，人家自带传承武技，根本就没有人族那么麻烦。至于修炼，他也不比人家快多少，越往后升阶就越慢。就像现在他想要升阶星途6阶，至少要杀星途4阶的级别才有一些经验，太弱的都已经没什么经验了。这也是之前他不参与战斗的原因，有那些对手还不如让给自己属下，让他们升阶。排行榜第1人果然名不虚传。踉跄着后退的迦叶止住身形，一脸凝重地看着武天行。唰！武天行坐立在魔龙马上，长枪直指迦叶，脸上露出一抹嘲讽。排行榜第4名，果然是一个垃圾，你找死！迦叶闻言差点气炸了肺，特么的这个武天行根本就不按常理出牌。他夸赞对方，而对方却骂他，不应该是两者棋逢对手，不得不佩服对方吗？终极武技流光！迦叶愤怒滔天，他感觉武天行根本就不可理喻，出手即是大招。终极武技中枪！轰！迦叶身形去得快，飞回来的也快，如皮球般的被砸了回来。终极武技暴血！
迦叶刚一落地，脸色就突然涨红一片，嘴中大喝一声，继续向武天行冲去，速度快如闪电，眨眼间就突入到魔龙马身前。武天行却是不管不顾，终极武技重枪继续用出。轰！迦叶的身体又被轰飞出去，落地后终于忍不住一大口鲜血喷出。你！迦叶一脸的悲愤，他感觉武天行在侮辱他。无论他怎么攻击，武天行来来回回就那么一招，关键是他还打不过。武天行嘴角翘起，来啊，继续，我就会这一招，别的也不会。噗嗤！迦叶忍不住又是一口鲜血喷出，这次是气的。他从没有想过武天行是这种无赖人物。他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中暴动情绪，冷声道：你也不用得意，连续用终极武技，我不信你还能坚持几招。武天行嗤笑一声，你不也是连续在用吗？放心，在你倒下之前，我还是很坚挺的。确实，连续用终极武技很是消耗体力，武天行现在就感觉自己全身疲惫，有些无力。那就看看我们两人谁能笑到最后。迦叶神色前所未有的认真起来，长刀倒提着，呼吸越来越急促。高级武将技战刀，嗡！长刀在他手中轻微颤动着，仿佛要挣扎出去一般。杀！迦叶大喝一声，身体化为一道刀芒，直直向武天行斩来。武天行在迦叶用出武将技时，神色就已经凝重起来，同一时间也是轻喝一声，初级武将技狂暴。他身体上的气势猛然提升起来。不够！武天行暗喝一声。就在这时，迦叶的攻击已经发出，他眼中一狠，身躯一震，猛地脱离魔龙马，向迦叶化为的刀芒扑去。他也不得不脱离魔龙马，否则这一次的攻击魔龙马都会受伤。身体犹如离弦之箭般冲出，紧接着半空中又是一声大喝，终极武技中枪。噗！一口鲜血喷出，连续2个武技用出，直接让他身体超负荷了。但同样的，他身上的气势一升再升。就在这时，两人的攻击也相撞在一起。轰隆隆！第89章迦叶死。两人犹如火星撞地球般，一声震天响在这个狭小的一线天中不断回荡。两方正在拼杀的属下都被震得眩晕不已，犹如喝醉酒般摇晃个不停。同时，两方人员不约而同地向武天行他们那边看去。只见那一处地方烟尘滚滚，正向四周扩散。离得近的士兵一脸恐惧地向后退着。花木兰与张笑笑这时也是一脸担忧，睁大眼睛仔细看去，寻找着武天行的身影。两人简直太恐怖了，这一次的攻击犹如一枚导弹爆炸般的威力。烟尘慢慢散去，当大家看到里面的情况时，全都脸色骇然，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只见那一片地方竟被两人的攻击轰出一块2米深的大坑，要知道这里可都是石头啊，竟然恐怖如斯。当他们看见两人的状况时，更是表情不一。迦叶躺在大坑的边缘，嘴中正咕嘟咕嘟的往外冒着血，脸色更是苍白如纸。而武天行拄着银白色长枪，单膝跪在地上，身上的盔甲破破烂烂，嘴中也是一抹鲜血顺着嘴角流淌而下。武天行知道他赢得侥幸，他的武将技正好是爆发性的，不是攻击性的，这才导致他能够把2个武技叠加起来。否则他这次真要栽在这了。迦叶再怎么说也是排行榜第4的人，而且还会高级武将技。看来他那排行榜第1人的评分也是有水分的，很可能是因为他修炼的混沌技功法才会有那么高的评分。他的武将技和武技比对方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唉，迦叶眼中一片灰暗，挣扎几下也没站起来。武天行抬起头看着他，咧着嘴笑了笑，最后还是我赢了，你可以回家了。唉，迦叶一边往出咳血，一边断断续续道，你也不用高兴，这太早，我们食人魔族早晚会一统天下，到时我也还会回来找你的。呵呵。武天行冷笑一声，脸色不屑道，这次过后你已经不被我放在眼里，至于食人魔族想要统一天下，我看你是还没睡醒吧。现实，杀了他。武天行直接打断他的话语，下达了击杀命令，动不动就现实中威胁他，武天行都听腻歪了。魔龙马早就在烟尘散去时来到了武天行的身边，这时听见命令，想都不想就一个大圆球甩了过去。轰！一声爆响，迦叶的身躯直接被砸进石地中。当魔龙马的大球收起时，石地面又被砸出一个大坑，而坑里面只剩下一具扁扁的血肉模糊的尸体。看得两方人员都愣了愣，没想到迦叶这么简单就死了，而且还不是死在武天行手里。紧接着食人魔族的士兵就混乱起来，你杀了迦叶首领，我们家氏一族不会放过你的。他杀了我们首领，我们要为首领报仇。武天行全身无力，一屁股坐在地上。至于食人魔族的威胁话语，他直接就无视了。杀！高顺这时一看食人魔士兵暴乱，脸色也是一变，急忙大喝一声。
而他自己却骤然间冲到武天行身边，挡在他的身前，把他保护起来。武天行用过武将技，身体会虚弱2天，高顺不得不担心食人魔族狗急跳墙，强杀武天行。刚刚停止下来的战斗，在高顺的一声令下，两方又开始杀戮起来。当然，说是杀戮也不恰当，应该说是500骑兵再来回冲锋，屠戮食人魔而已。你好，我叫花木兰，谢谢你救了我们。正当武天行想要躺下休息一会时，耳边突然传来一句略微忐忑声。武天行只能无奈抬起头，看着面前被张笑笑搀扶着的花木兰。要说这花木兰虽然也很漂亮，和张笑笑都不相上下，但是偏偏容貌在她脸上却是次要的。真正让人眼睛一亮的是，她身上散发着一股铁血军人的气质。武天行心中也不得不赞叹一声：巾帼女英雄。喂，我说你这还要看到什么时候啊？张笑笑见武天行愣愣地看着花木兰，也不回话，一脸笑意地提醒道。武天行闻言也只是尴尬地干咳了2声，就反应过来，而花木兰却反而脸色一红，把头低了下去，甚至还偷偷地在后方用手碰了张笑笑一下。我靠，前后变化太快，之前还是女军人，转瞬间就是小女儿姿态，看得武天行直呼受不了。但他也不是花痴，欣赏几眼就算了，还不至于跟个色狼似的一直盯着人家。随即恢复神色，和声道：我也在找家业，只是正好听到消息，恰逢其会罢了。你也不用太客气，再说张笑笑还是你们村的，就更不用客气了，算你还有点良心。张笑笑闻言小声说了一句。武天行听后只是笑了笑，其实他跟张笑笑还真不算多亲近，他也只是那么说而已。真正关系好的是他妹妹和张笑笑，但武天行也不能拆他台，毕竟怎么说那也是他妹妹的朋友。现在这个时期能有一个知心朋友还是很难的，他也不想妹妹太孤单了。还是要感谢你的，毕竟这次你救了我们整个天女村，以后如果有需要知会我一声就行，我们绝不推辞。花木兰的小女儿姿态也只是一瞬间，这时一脸正色地看着武天行，声音坚定地说道。武天行笑了笑，也没当回事，随即岔开话题道：你们这次伤亡怎么样？花木兰也看出了武天行的不以为意，也没再说什么。但武天行提起这次的伤亡，却让他身体猛地一颤，声音有些悲伤道：我们来时1000人，现在就剩下300多人了，还有300多人也不知道逃没逃出去。武天行看他满脸伤心色，心中也只能叹了口气。这就是荒古，死人是常态，战争也每时每刻在发生，悲伤的人满世界都是。上一世他看见过太多的生离死别，如果心中不坚定的人都有可能会崩溃。毕竟看着身边的人一个又一个的死去，简直就是在折磨人。另外300多人没事，现在就在外边，我们能知道家业在这里，也是因为他们带我们过来的。武天行也知道他担心另外的300多人，所以把消息直接告诉了他。然后两人又随意的聊了2句，就各自闭目休息起来。武天行这里被一群娘子军围了起来，保护在中间，而整个一线天中都在剧烈的厮杀着。食人魔们一开始还想冲过来杀掉武天行，但现在他们只想逃跑。这些骑兵太恐怖了，坐下骑着的坐骑速度极快，纵横来去，尾巴上的大圆球也不断的轰击。跑啊，快逃，让开，快让开，那些怪物又来了。食人魔士兵终于被杀怕了，慌乱的想要逃跑，可惜地方狭窄，一时间都拥挤在一起，被骑兵们一排排的屠掉。第90章，同人不同命。同一时间，一直追赶着武天行的1100名步兵，这时也赶了过来。到了后，就直接把一线天的出口给堵住了，围杀着向外逃跑的食人魔。虽然食人魔的数量也有3、4千人，但是也架不住持续不断的屠戮。如果不是一线天里面地方狭小，骑兵施展不开，也许用不多长时间就可以结束战斗了。但对于武天行的这些强力属下来说，结束战斗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半个小时后，战斗结束，500骑兵静默无声地回到武天行身前，而身后却遍地尸骸，堆积了半米多高，鲜血更是流淌成河。这种强烈的视觉冲击感，看得一群娘子军眼中异彩连连。他们感觉武天行这些属下太霸气了。主公！王图轻声叫了一句。呼！武天行吐出一口气，睁开眼睛看了眼四周，打扫战场，然后今天就在外面安营扎寨，明天再行动。随即武天行被高顺搀扶着，慢慢向一线天外面走去。这里面现在血腥气味浓重，让人闻之作呕。武天行可不想在这地方多待。而林飞这时也带着他那300多娘子军，一脸焦急地跑了过来。当看到花木兰脸色苍白地坐在地上，心中也不免有些担忧。花姐，你们怎么样？花木兰看到林飞，心中也很是高兴，一脸虚弱地冲着林飞道：我只是受了点伤，休息2天就好了，不用担心。其实他的伤还是很重的，但是他也不想让大家担心。随即又接着道：你们来的正好，我们这里有很多受伤人员，行动不便，
你让姐妹们带着他们先出去再说。走出一线天后，武天行抬头深吸了口气，心情也放松了下来。从他进入这个荒古战场开始，就一直在不停的战斗，这一天时间，他也感觉有些累了。这时，外面的1100名士兵正在前方一片空地上布置着临时休息场所，而在远处隐隐绰绰间有不少探子向这边张望着。毕竟武天行之前带领着属下肆意狂奔，也惊动了很多人，派人打探一下情况也无可厚非。武天行也没管他们，被高顺搀扶着走进已经搭建好的帐篷里。而这时交流系统中却已经炸开了，人族一支海棠村林佳佳，靠，我看见武天行了，他带领着属下屠了3、4千的食人魔，简直太狂暴了。人族清风明月村赵明月，上楼的，你看见的都不算什么，我还看了他手下的500骑兵呢，那才是真正猛的一批，之前从我身边过去，差点没把我吓死。食人魔族石天村叶鲁，武天行你竟然敢杀家业，你简直就是在找死。人族炎黄村林正泰，杀了又如何，杀的就是你们食人魔族，武天行杀得好，犯我人族者，虽远必诛。修罗族弑神村阿奇古，哈哈，食人魔族没那能耐，就别惹武天行，现在被杀了也是活该，有能耐让他来杀我试一试，我让他有来无回。在离武天行不知多远的一个大山中，林正泰收回看向系统的目光，呼了口气，随即嘴角翘起，一脸玩味地看着身边一个文士打扮的中年人。诸葛先生，看来还是我猜对了吧？中年文士一脸的随意状态，闻言摇了摇头，无奈道，无论他怎么做都是没用的，如果他再隐忍一些，也许还能挣扎一番，但现在……说着就又摇了摇头，也没再往下说。但林正泰却也知道他想要说什么，看着他皱眉道，难道他真像你说的不是什么龙主之体？那为什么会发展的这么强呢？林正泰虽然知道这人很有一套，但是他也不得不怀疑这人是不是看错了。中年文士眼中闪过一抹疑惑，随后叹了口气道，正常来说，能够建造领地的人都是有气运之人，大多数也都会是龙选之人，但不知什么原因，就偏偏他不是，而且还就他强，这也是让我想不通的地方。但我肯定他不是龙主之体，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改变吗？林正泰有些不甘地看着中年文士，没有办法，除非有人能为他逆天改命。自从进入到帐篷里，武天行就开始呼呼大睡起来，他实在是太累了。武将技的后遗症让他全身虚弱90%，而且他还叠加用了终极武技，更是让他虚弱到了极点。这次可比上次严重多了，他感觉这次没有3、4天时间都不会恢复过来。第二天早上醒来，武天行只感觉全身酸痛，他挣扎爬起来，把守在外边的王猛叫进来，让他回一趟现实中报一下平安，省着妹妹他们担心。却没想到过了半小时后，王猛就一脸焦急地走了回来。怎么了？一进屋，武天行就看出了王猛的情绪不对，疑惑地问道：主公，张海洋和乔国防两人损失惨重，原本700多人，现在就剩下100多人了，而且现在还被修罗族堵在了一座大山里。王猛也不隐瞒，急忙说道。武天行听后皱了皱眉，他知道这次进入战场会很危险，虽然两人运气不好，损失惨重，但也在他的意料之中，只是他心中还是可惜了两人这段时间的发展。另外的人呢？武天行可不相信就两人损失惨重，别人肯定也不会好过，毕竟别人可没有他这么强力。王猛见武天行好像不算是太担心，心中也是松了口气，看来他这个主公早有预料了。同时也想到担心也没用，两人被堵在哪个大山中也不知道，就算是想也没办法。听到武天行问起别人，他才继续道，别人还好，但也都多少损失一些人马，而且冷小姐还有了收获。哦，武天行一听，脸色也有些意外。要知道能让王猛说有收获，那肯定是收获不小了，毕竟他在武天行这里好东西可是见过的太多了，而且竟然还是那个很漂亮的冷玉仙有了收获，这也是让他没想到的。那个比他还要小的女孩，在他眼里只是一个富贵人家的小公主而已，他都没想过他也会进入战场中。说说是什么收获？武天行这回来了兴趣。主公，你肯定想不到，冷小姐还真是运气，他们是被直接降临在一座山谷中了。王猛语气感叹着，继续道，最主要的是那个山谷中有一条星石矿，冷小姐也是听你说过这种星石，所以她第一时间就认了出来。现在他们也不出那个山谷了，一直在那里挖星石。武天行嘴角抽了抽，这特么运气，他能说什么？外边都快人脑袋打成狗脑袋了，而人家可怪好，一来到这里就在捡钱，只能说同人不同命啊。第91章妖兽拦路。而且主公你应该还不知道，冷小姐的领地还是她自己的建造的吧？这时王猛又说了一句让武天行更是大感意外的话。武天行眨了眨眼，以为自己听错了，眼神不确定地看着王猛，你确定他那柔柔弱弱的样能自己建造领地？王猛点了点头，
同时心中也是一阵感叹。他也和武天行一样的想法，谁能想到那个看见武天行就脸红的女孩，还是一个领地的领主呢？如果不是他今天回去谈论大家在战场中的状况，他们还被蒙在鼓里呢。真是人不可貌相啊！武天行也是不得不感叹一声：“主公，高顺求见。”就在这时，高顺的声音从外边传来：“进来。”等高顺面无表情的进来后，武天行就是一阵无语，不由出声道：“我说你能不能笑一笑？你这个样子以后会没老婆的。”王猛闻言嘴角抽了抽，眼角余光看了眼高顺，他感觉主公说的对，总摆着一张臭脸给谁看呢？但是一想到这家伙以后真要有老婆，再生个小面瘫脸，王猛不敢想下去了。反正他感觉应该很好玩。而高顺闻言脸色也不由一正，想了想武天行说的，也许还真有这个可能，这是要断子绝孙的节奏啊。他可不想死后他老祖宗找他算账，所以他想了想后就努力的露出一个笑脸。但是这个笑脸差点没把武天行吓抽过去。停，别笑了！武天行急忙让他停住，这特么哪是笑啊，这简直就是面瘫脸秒变哭丧脸。你以后别笑了，我感觉你这个高冷状态就挺好。武天行发现了高顺这人笑不笑得看心情，这种硬笑还是不适合他。岂不知高顺也感觉别扭，闻言也收起了脸上的表情，然后从空间戒指中拿出一颗武将石递给武天行。这个是昨天打扫战场时发现的，应该是迦叶死后掉落的，正好主公你现在还是中级武将，用掉它正好。武天行看着手里的这颗武将石，心中也是一阵高兴。他现在一个是缺高级武将石，一个是缺高级武技，而这颗高级武将石正是他现在紧缺的。他也不浪费时间，直接当着高顺两人的面用掉。几秒钟后，武天行睁开眼睛，脸上一片兴奋之色。叮！恭喜武天行领悟高级武将技瞬枪。瞬枪，身化长枪，10米之内瞬间攻击，结束后陷入虚弱。由不得武天行不高兴，这种一击必杀的武将技，在上一世可是很难得的。上一世有这种武将技的人都被隐藏起来，而且还都身居高位。因为有这种武将技的人，只要没有强力的防御技能，就算武力值高一些，他们也能瞬间秒掉对手。就像他这个瞬枪武将技，只要用出来，就算是之前的迦叶，绝对能一枪秒掉对方。这就是这种武将技的厉害之处。恭喜主公！高顺两人也看出了武天行应该是领悟出了武将技，也都为他高兴。武天行脸含微笑的冲两人点了点头，接着又看了眼自身的属性。武天行，人族，称号高级村长，高级武将，声望8548，资质 S， 境界星途5阶，武力17+， 350%，精神9，功法混沌神魔诀，混沌，技能终极武技重枪，终极武技破浪，初级剑法，初级刀法，初级步法，狂暴，初级武将技，瞬枪，高级武将技。装备荒古无极戒指，白银级，真银蛇长枪，白银初级，真冰铁盔甲，白银初级，特级军团令，白银级。金钱32万，幸运10，灵魂100%，自由属性点0。这种变强感觉让武天行有一些迷恋。他握了握拳头，发现身体也已经恢复一半了，这让他很是诧异。没想到用了武将石还能减少虚弱的时间，但他毕竟还没有全部恢复，所以这一天哪也没去。他只是让王图带领着500骑兵在这个一线天的四周查探着，只要见到另外2族就全部剿灭。既然这2族敢肆意屠杀人族，那么他也不客气。由于武天行没走，花木兰他们剩下的700来人也没走，就在武天行他们旁边处安营扎寨起来。但是第二天他们就来告别了，毕竟战场的开启时间有限，他们也不想浪费时间，错过了什么机缘。其实花木兰他们还是很强的，只可惜一开始遇到了迦叶，否则凭着他们的战力，一般人也不敢招惹他们。送走了花木兰，他这里这回也消停了，就连四周的探子第二天也不见了，毕竟谁也不会没事一直在这跟武天行耗着。第3天，武天行终于全部恢复，带领着士兵开始向西行去。期间这2天他也回了2趟现实中，大家也都还算是稳定，只有第1天杀戮4起，让他们损失很多。而这2天只要他们小心一些，碰见别的种族就跑，也还算有惊无险。武天行他们的速度这次倒是不快，也不再四处杀人，他把500骑兵派出去四处查探着，他也希望能够像冷玉仙一样找到一处新石矿。可惜事与愿违。咚咚咚！就在这时，王图骑着魔龙马从远处快速奔跑过来。主公，前方发现大批妖兽拦路，而且被他们围在中间，有一座小型建筑，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积分兑换处。武天行闻言眼神一凝，语气凝重道：妖兽有多少数量？
由于数量太多，占据了很大地方，暂时看不出具体数量，但已知的也有10万左右。武天行皱眉想了想，他感觉还是绕过去的好。至于直接上去干，他还不缺心眼，那么多数量，还是最少3阶的妖兽，真要干起来，他这1600人骨头渣子都得被啃干净了。主公，我看我们还是绕过去吧。妖兽的数量这么多，已经不是我们能对付的了。至于兑换处，大不了我们重新再找一个就是了。张良虽然知道武天行不会盲目的冲上去，但还是忍不住出声道。王图闻言，脸色无奈的接话道：绕不过去的，我刚才回来时就四处查看了一遍，两侧都是高耸入云的高山，连接不知多远，只有妖兽占据的那一片地方是一个通道口。武天行和张良听后都是神色一怔，而他俩也算是明白了为什么妖兽会在这里拦路。他们明显的知道这里就这一个路口，所以才会堵在这里。那别人是怎么过去的？武天行疑惑的看着王图，暂时还没有人过去，都在前面被堵住了。那这群妖兽是什么意思呢？也不攻击人，也不让人过的。武天行也摸不清这群妖兽的想法了，但他感觉这群妖兽肯定有目的。第92章，小女孩。最后武天行还是先打算过去看看再说。当他带人走到那里时，发现这里被分出了3个阵营，一个有2-3万的食人魔族占据北方的一片地方，一个有4万多的修罗族占据在中间，而人族却只有1万多人占据着南方一小块地方。3族的前方就是一片密密麻麻的妖兽，占据在2座大山的中间道路上。这条道路有200多米宽，深度看样子也有上百米，而他的到来也让这片地方一静，全都不约而同地向他看来。主要是他带领的那500骑兵太显眼了，现在谁都已经知道这些骑兵是武天行的，所以他的到来也让四方势力警惕起来。呵呵，大家都聚在这里干什么呢？难道这里有什么宝物？武天行被10多万双眼睛盯着，面色不变，一脸笑容的明知故问道。吼吼吼吼！武天行话音刚落，前方妖兽群中就有几个妖兽冲他吼叫着。不好意思，我听不懂兽语。武天行脸色歉意的冲妖兽的方向说了一句，随即又向四周看了眼，语气温和道：谁能听懂给我翻译一下？我能。本来武天行也只是随意的问了一句，没想到还真有人能听懂。他向人族那边看去，只见一个13、14岁的瘦弱小女孩正举着手看着他，随即他就皱起了眉头，他没想到会是一个孩子，谁这么狠心竟然把孩子带了进来。他向小女孩身旁看去，只见一个满脸阴翳的年轻人正眼神凶狠地盯着小女孩。方宇也没想到这个小杂种竟然会这么胆大，没他的命令竟敢出声。他这时也感觉到了武天行的目光，但他却与武天行对视都不敢，只能低着头默不作声。哼，没想到战场这个地方还能看见小孩子，真是不容易啊。武天行见那个年轻人低着头，语气嘲讽地说了一句话。这时就算是傻子也知道武天行对那个年轻人不满了。离方宇近的人急忙向四周散开，他们可不想被武天行认为和那人是同伙。武天行见他还是低着头默不作声，眼神不由一冷。他之前嘲讽那句只是不满这人竟然把小孩子带了进来而已，也以为他会解释2句，但现在看这人的表现，很明显带孩子进来不是有什么隐情，而是他故意带进来的。武天行深深看了他一眼，随即脸色温和对着小女孩道：小妹妹，那你告诉哥哥他们在说什么好不好？小姑娘明显胆子很小，这次能举起手也是她鼓起了很大的勇气的。听到武天行的询问，她的瘦弱身体都轻微一颤，语气忐忑道：他们说过去一人就要交1颗血气丹，就算你是武天行也不行。我操！武天行闻言眼睛猛然睁大，原来这些妖兽竟然是这个目的，但是这胃口也太大了吧。血气丹他还是知道的，白银级丹药，人类吃掉后能快速恢复体力，妖兽吃了能提纯血脉，但是这玩意可贵了，用金币买也得1万金币一枚，看来他们应该是在兑换处看到了这东西。他无语的回头看了眼自己的属下，1600多人就需要1600多枚血气丹，这特么的不是要割他的肉吗？他摇了摇头，不再乱想，看着小女孩道：你为什么来到战场啊？小女孩偷偷的看了眼旁边的方宇，抿了抿嘴不敢出声。武天行眼神一眯，笑呵呵道：没事，你说出来，哥哥给你做主。武天行说完这句话，很明显看见那个年轻人身体一颤。我……小女孩刚要说话，方宇这时再也忍不住，急忙把小女孩挡在身后，一脸献媚的抱了抱拳道：武领主，这是我妹妹，她胆子小，还是我来说吧。我让你说话了吗？武天行脸色说变就变，脸色冰寒无比的看着他。我滚！武天行一声大喝，把在场的人族都吓得一哆嗦。主要是武天行威名太盛了，看看他身后那些恐怖的骑兵，就让人身体发寒。方宇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拳头捏得滋滋响。我敬你是排行榜第一人，但是我也不是好欺负的。武天行扑笑一声，我就欺负你了，又如何？紧接着他又语气一转，别说我没给你机会，你来给我解释解释，你带一个小孩子进来是怎么回事？这是我自己的事，好像跟你武天行没有关系吧？方宇这时也豁出去了，反正也得罪了武天行，说话也不再客气起来。原来是没关系的，但是刚才他帮了我，所以就有了关系。其实武天行也知道，对方说的也不错，这事确实跟他没什么关系，但是这人竟然把一个孩子带进来，这就让他很不满了。但最主要的，这小女孩是一个驯兽师，天生亲和荒兽，这就让他舍不得了。要知道，他新武村5000多人都没有一个驯兽师，可见驯兽师的稀少。武天行，你也别欺人太甚，我自己领地的人，我自己说了算，你还没资格管我领地的事。方宇闻言，语气又是愤怒又是无奈。本来他也不想带着小女孩的进来的，但是小女孩没了他的看管，他怕她会跑掉。别人不知道，但他可是知道的，这个小女孩竟然能够与动物沟通，没了他镇守的领地，如果被小女孩召来妖兽，那可是要出事的。所以他只能一直把她带在身边，但没想到才1天时间就出了这档子事。这个小女孩我保了，以后她不是你领地的人了，放人吧。武天行也不想跟他废话，直接就张口要人，旁边还有3个种族在看热闹呢，他可不想被人当猴看。方玉只感觉憋屈无比，但是他也舍不得这个小女孩。要知道，他为了这个小女孩，他连睡觉都带着，不敢深睡，就怕让她跑了。这是我妹妹，我是不会把我妹妹给别人的。方宇咬了咬牙，沉声说了一句，他也是在赌武天行不会在这么多人面前对他动手。呵，武天行眼中嘲讽之色明显，他怎么会看不出对方的小心思？但是对方也太小看他武天行了，也对于荒古世界认知太无知了。就连武天行身后的张良他们看着对方也是一脸的玩味，这人很有意思啊。唰，武天行身躯一震，就从魔龙马身上扑了出去，瞬间横跨100多米距离，出现在方宇面前。砰！方宇连反应都没有，就被武天行一脚踢飞出去。噗！方宇被武天行这一脚踢出10多米远，胸口的盔甲都塌陷进去一块，落地后就忍不住张嘴吐出一口鲜血。第93章逃跑。方宇眼神阴冷的抬头看了眼武天行，见武天行也正眼神冰冷的看着他，急忙又低下了头。唰！噗嗤！长枪从方宇脖颈处一穿而过，方宇瞪大着眼睛，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武天行。他没想到武天行会这么狠，竟然二话不说就把他杀了。其实武天行本来不打算杀他的，但是看到他那眼中怨毒的神色，就不打算留下他了。四方看热闹的见武天行竟然几句话间就把人给杀了，都是不由得心中一凛。杀掉方宇，武天行脸色毫无波动，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但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坏人，他做事也只是随心而已。随即走到小女孩身边，温声道：小妹妹，跟我走吧，去我那里好不好？小女孩有一双圆圆的大眼睛，很漂亮，但可能是营养不良的关系，脸颊消瘦，整体看着很难看。小女孩见武天行询问她，眼中闪过一抹恐惧之色，但也点了点头。也不知是刚才武天行杀方宇吓到了她，还是她本来就胆子小的问题。武天行见她答应了，嘴角不由一翘，这可是驯兽师啊，对于他新武村来说可是意义重大。把小女孩交给张良，随即他又看向妖兽群，尤其是领头的几只妖兽。你们要的气血丹太多了，我不可能给你们那么多，我这里有1600多人，最多只能给你们换50颗。好，吼吼吼！很明显，武天行的话惹怒了他们，气得他们愤怒的一阵吼叫。他们说的什么？武天行回头问着小女孩。小女孩坐在张良的前面，看到妖兽的吼叫，也是一脸的恐惧，小声道：他们说你找死，你有21万的积分，今天都要给他们换气血丹，如果不给换，就吃了你们。呵，武天行都气笑了，这帮畜生还真拿自己当根葱了，他只是不想自己的手下有伤亡而已。真把他惹急了，打游击战，时间长了都能把他们屠了。要知道他可是有500魔龙马骑兵的，跑起来累死这帮畜生，他们也追不上。就50颗，爱要不要？武天行看着对面领头的几只妖兽，脸色平静地说道。吼吼吼！一声声吼叫响起，就像是响起了战斗号角声，一群妖兽瞬间狂暴起来，向武天行他们狂奔而来。快跑！我操，快跑！妖兽暴动了！这个武天行简直就是煞星，走到哪都没好事。3大族群一看妖兽冲了过来，全都恐惧地向后逃去。这群妖兽最少3阶，可不是他们惹得起的。我们也撤！武天行眼中杀气一闪而过，但还是被他隐忍了下去，出声命令道。一群人有条不紊地向原路快速撤去，甚至高顺几个首领临走时，还脸色阴沉地看了眼向他们狂冲而来的妖兽。他们从建村开始就没这么憋屈过，竟然还没开打，
就被撵跑了。但他们也没办法，对方的数量太多了，一拥而上，堆也堆死他们了。一群人被追了20公里，身后的妖兽还在紧追不舍。一路上武天行都是一语不发，时不时的回头看一眼。就在这时，他又回头看了一眼，发现跟上来的妖兽数量竟然只剩下1万多了，这让他眼中的杀气再也压制不住，瞬间停住魔龙马，嘴中大喝道：“弓弩准备，回头给我杀！”刷刷刷，1600名士兵快速无比的把腰间挎着的弓弩拿下来，装箭、瞄准，一系列动作全都在1秒钟内完成。射击，嗡，箭支如雨，迅捷无比的向追来的妖兽射去。追击的妖兽看到这种情况，全都眼露恐惧，急忙稳住身体，向侧方奔去。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武天行竟然敢攻击。之前他们见武天行逃跑，心中都满是不屑，全都感觉武天行也不过如此，但没想到这一转眼就被杀了一个措手不及。武天行脸色冷酷无比，继续，这帮畜生竟然追了他们20多公里，真以为他武天行好脾气了。之前数量多怕了他们，现在数量少了，还真以为他武天行是泥捏的。嗡嗡，连续3波箭雨，1万多的妖兽瞬间锐减到不足1万，很多没死的妖兽在地上翻滚着凄厉的嚎叫着。而这时也有很多妖兽已经冲到了近前，换武器，给我杀！武天行嘴中大喝一声，就身先士卒的7招魔龙马首领冲了出去，直奔2只领头的妖兽，一只是1米多高的狮子，一只是2米半高的大猩猩。轰！刚一接触，大猩猩就被武天行一枪抽飞出去30多米远，简直就是恐怖，但也只是如此而已。大猩猩根本就没受什么伤，狂吼一声就继续向武天行扑击而来。2只妖兽都已经是星途5阶级别，而且妖兽皮糙肉厚，没有锋利的武器很难伤到他们。但武天行的力量却很是强大，骑在魔龙马身上，长枪在他手中上下翻飞，魔龙马尾巴上的大圆球也来回抽动着，吓得2只妖兽慌忙躲避。3者战斗的地方轰隆隆炸响声不断，惊得4周妖兽都慌忙避开他们。武天行配合着魔龙马，速度简直太快了，在2只妖兽中间纵横来去，不时的就把他们击飞出去。中枪！武天行看准时机，眼神一凝，手中长枪突然一顿，紧接着骤然间向大猩猩砸去。轰！一声震天响，大猩猩犹如癞蛤蟆一般，被这一击轰趴在地上，满是毛发的脑袋瞬间被鲜血染红。而大狮子也被武天行这一击惊的差点掉头就跑。太恐怖了，他们凭借着肉身强大，从来没想过会被打成这样。好！大猩猩趴在地上摇着脑袋，大声吼叫着，他被这一击打懵了。说时迟，那时快，3者战斗也只是不到1分钟时间而已，大猩猩就被武天行重伤了。而武天行的属下也都狂暴的与妖兽厮杀起来，这些妖兽可不像之前杀食人魔族那么简单，由于一直追了他们20公里还没落下，所以剩下的这些妖兽全部都是4阶的，这对于武天行的那些属下也是一个艰难的挑战。这些妖兽皮糙肉厚，青铜高级武器也只是能伤到而不能直接击杀，除非能精准的刺入眼睛等弱点部位。但是妖兽也不傻，也是有智慧的，也不可能让敌人武器刺入自己的要害，所以士兵们攻击变换，改刺为杂，一时间这一片地方仿佛爆炸了一般，轰隆声一直响个不停。张良在最后方也是双手挥动，文士技连连用出，没多久脸色就苍白了下来，身体软弱无力的扶着魔龙马。而之前一起逃亡的3方势力，也有很多人看到了武天行他们这边的战斗，全都一脸的震惊之色。他们没想到武天行竟然这么刚，竟敢与上万4阶妖兽厮杀。第94章妖兽海洋。啊！突然一道痛苦声传来，惊得4周士兵心中一颤，但没有一人扭头去看，全都脸色冰冷的攻击各自身前的妖兽。他们不敢看，因为他们必须要保持着队形，否则一旦队形被妖兽冲乱，他们就会陷入被妖兽分割包围的境地。就连高顺几个首领也是脸色一变，但他们也没有办法，妖兽的数量太多，他们也不敢擅自离开自己防守的地方。兄弟们，我先走一步，杀！只见边缘位置，一个耀日军团的士兵被3只妖兽拖进妖兽群中，正按在地上撕咬着。他猛然大喝一声，松开手中武器，双手连连拍动，破浪武技不断用出，连连击打在3只妖兽身上。砰砰砰！吼吼吼！3只妖兽瞬间抛飞出去，身躯在空中肉眼可见的凹进去一块块。而躺在地上的士兵也是脸色苍白如雪，最后无力的闭上了眼睛。他的脖颈处被咬出一个大口子，也正咕嘟咕嘟的往外冒着鲜血。杀！高顺余光看了眼那个士兵，眼睛瞬间红了起来，手中长刀不留余力的快速向身前妖兽劈砍而去。一瞬间，他面前的妖兽
就被清空一片。杀！其余的士兵也都知道他们失去了一个战友，全都愤怒无比，大喝一声，攻击更是狂暴一分。而500多骑兵这时也陷入了妖兽的围攻中，他们左冲右突，虽然一直在强烈的击杀，但他们的速度也越来越慢，也许再过一会就不得不停下，陷入妖兽的围杀中。这武天行的手下士兵也太强了，看他们也就4阶兵，为什么会强成这样？一个小山坡上的中年人看着下方的战斗，一脸震惊之色，语气有些疑惑地说道：这个武天行必须要早点解决，他的手下虽然少，但是每个人都有武将的战力，简直就是恐怖。另一个方向，一片食人魔也正在观看着两方大战，其中一个领头的食人魔语气凝重地建议道。而离食人魔不远的地方是一群修罗，领头的修罗首领眼中光芒闪烁不定，不愧是排行榜第1人，但数量毕竟是硬伤，以后有机会随手除掉就是了。武天行虽然不知道已经有属下牺牲，但是他也知道必须要快速解决战斗，否则一旦后方的妖兽追上来，他们就会陷入包围中，想跑都跑不掉了。但这时他也被2只妖兽纠缠着，一时间也是焦急无比。之前他一招把大猩猩击成重伤，也让2只妖兽有了戒备，之后就一直满眼警惕的和他周旋着。武天行一招击退大狮子，猛然又是一招终极武技重枪向大猩猩砸去。大猩猩一看又是这一招，本来就重伤的他吓得急忙向后方逃去，而大狮子看准时机，大嘴张开，瞬间向武天行身后扑来。唰！却不料武天行中途突然变招，脚下一蹬，离开魔龙马身上，瞬间跳起3米多高，身后犹如长了眼睛一般，在空中急速反转，长枪如电向身后刺去。噗嗤！长枪贯脑，笔直的从大狮子眼中一穿而过。大狮子死也没想到武天行会有这般操作，明明武天行气势十足的向大猩猩杀去，却偏偏回头给了他一枪。砰！武天行落地，看了眼大狮子的尸体，拿起掉落就向大猩猩追去。在他看来，畜生就是畜生，在没脱离妖兽的身躯之前，再聪明也不如人类。大猩猩见到大狮子突然被杀，他也是一愣神，紧接着就更是恐惧的向后逃去。他现在只想离武天行远点，这家伙狂暴的比他们妖兽还妖兽。武天行面色冰冷，身形拉出长长的一串幻影，直奔大猩猩冲去。虽然大猩猩速度也很快，但对武天行来说还是差远了。武天行双脚轻踏地面，身体前倾，如一支箭之般射向大猩猩。嗖！大猩猩听到身后传来的追击声，害得眼中一片绝望。好！他终于忍不住心中的恐惧，大吼一声，呼叫起来。哼！武天行冷哼一声，身体如风般突入到大猩猩的身后，长枪如龙，直奔他的脖颈处刺去。好！大猩猩只感觉一股寒意从脖颈处传来，忍不住又是一声大吼，身体也猛地向前扑去。但他的速度还是太慢了，身体刚要动作，噗嗤一声，脖子处就突出一截枪尖，大猩猩的身体猛地一僵，无力地向前抓了抓爪子，才双眼无神地倒了下去。武天行脸色冷峻，快速抓起掉落，就向魔龙马那里奔去。吼！吼吼！而这时四周的妖兽看到了2大首领身死，全都恐惧地吼叫起来。武天行身形如风，在妖兽之间快速穿梭，跳上魔龙马身上，就向骑兵处杀去，一路狂奔，一路杀。手中长枪被他舞出一片幻影，路过的地方留下一地尸体。他现在70多的武力值，杀这些不到30武力值的妖兽，基本上一枪一个。冲到骑兵身边，就冲着王图大喝一声：“跟着我！”说完就调转身体，前头开路，带领着500骑兵快速狂奔。骑兵的速度起来，简直就是屠戮机器。骑兵过后全是残尸断臂，武天行带领着他们来回冲锋，无论是什么妖兽挡在他们面前，都会被无情的杀戮。几个回旋后，上万的妖兽就快速的锐减到不足3000只。四周看热闹的都一脸呆滞，谁也没想到，只是一个武天行就改变了整个战局。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武天行竟然会强成这样，短短时间就能把那2只强悍无比的妖兽击杀掉。武天行脸色冷漠，对于屠戮这些妖兽，心中毫无波动。各种基础枪法被他施展出来，犹如化腐朽为神奇般，招招是杀机。好！就在这时，一声吼叫由远及近的快速传来，武天行脸色突然一变，抬头向远方看去，只见远方一道高有3米的黑色狼狗正快速向这边冲来，身后还跟着一望无际的妖兽海洋。撤！武天行看到这种情况，急忙下令，他没想到后续的妖兽竟然会来得这么快。噗嗤！噗嗤！武天行快速调转身形，带领着500骑兵向高顺那边杀去。好！好！好！而剩下的这些妖兽本来被杀的已经恐惧了，这时听到远处传来的吼叫声，
仿佛都打了鸡血般，不要命的拦截武天行他们。但对于冲锋起来的骑兵来说，这些妖兽犹如鸡蛋碰石头般，无论冲上来多少，都被无情的击杀。尤其还是武天行领队，简直就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第95章地图。汇合到高顺，武天行也不留恋掉落的物品，带领着属下快速向远方奔去。好，没多长时间，黑色狼狗就冲进战场中，看到战场一片狼藉后，愤怒的一爪子拍飞身边一只妖兽。但这次他却没再下令追击武天行他们，吼叫了几声后，就带领着一群残兵败将向回返去。而之前看热闹的几方，在黑色狼狗到来前，就已经快速向远方逃了。他们可不想惹这些妖兽，他们可没有武天行那么强力，真要被追上，只会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妖兽吞噬掉。一路奔袭10多公里，当发现妖兽没再追来，武天行才下令休息。主公，我们这次牺牲了12名士兵。武天行刚坐下休息，高顺就脸色难看的走了过来，向他汇报道。武天行闻言脸色也是一变，他之前就有了心理准备，但心中还是有些不舒服。尸体带出来了吗？他语气有些沉重的问道。带出来了，但都残破不全。武天行深吸了口气，就地焚烧掉吧，把骨灰收集起来，回去后送进英雄阁。2个小时后，武天行和几个高层聚到一起。主公，我感觉后面来的妖兽应该是排行榜第7的哮天犬。张良脸色凝重的说了一句。不管他是什么犬，这次害我们死了这么多兄弟，他们必须要付出代价。韩擒虎自从回来，脸色就一直阴沉着。张良话语刚落，他就忍不住恨声说道。对，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我们新武村的人不是这么好杀的。王图也是同意韩擒虎的观点。武天行看了2人一眼，也理解2人愤怒的原因，主要是2人与手下接触的最多，所以对于死去的12人，他们也是最伤心的。而高顺却是一语不发，面无表情的坐在那里，但身上冒出的丝丝寒意，也显示了他心中的杀机。张良看了几人几眼，眼角一阵跳动，这就是一群暴徒，他原来为什么就没发现呢？武天行其实也感觉憋屈无比，他没想到这次竟然会被一群妖兽追得到处跑。我们有多少人升到5阶了？武天行想了想后，冲着高顺几人问道。暂时只有18人升到5阶，剩下的人也都快了，经验基本上已经满了，只要再修炼4、5天，基本上就都能升阶了。提起这个，几人都是一脸的傲气。在这个阶段，士兵升到5阶，可不是哪个势力能有的。如果不是转修功法，耽误了几天时间，也许他们现在就已经是5阶了。武天行听后点了点头，但他感觉还是不够。如果1600人全是5阶，他还真敢与这群妖兽碰一碰。虽然他也可以用500骑兵来慢慢消耗妖兽的数量，但太浪费时间了。在这个时期，浪费时间就会被超越，有那时间，他还不如带领士兵向别的方向探寻机缘去呢。武天行看了眼自己的升级进度，发现自己也快升阶了，这让他心思活络起来。我们现在出发，向北探查，尽快找到一处兑换处。武天行沉思了一会，抬头向几人下令道。本来几人以为武天行也会咽不下这口气呢，一定会带领他们去找那些妖兽的麻烦，但没想到最后却听到这么一个命令，脸色都是一正。但几人马上就反应了过来，应了一声后就急忙下去安排。几人虽然不知道武天行有什么想法，但也没说什么，他们相信武天行总有一天会带领他们杀回来的。轰隆隆，1100多人的大军奔跑在荒野中，离老远就能听到地面一片震动声。这已经是武天行他们离开原地2个小时后了。他把500骑兵四散出去，缓慢地向前推进着。武天行坐在魔龙马首领身上，皱眉看着手中一张皮质图纸。这张图纸是杀大猩猩掉落的，当时他也没在意，但刚刚拿了出来，却没想到有了意外的发现。图纸四四方方，上方写着36区，下面是一条条路线图，很多地方还标注了名称，中间画着一座小塔，显得非常神秘。他一会看眼四周，一会低头看着图纸，对照着他们现在的位置。操！看了半天，他嘴中突然大骂一声。他发现他们所在地竟然只是边缘之地，离中间那里非常远。还不止如此，就连妖兽占据的那一片地方也只能算是边缘之地。最重要的是，他看了半天，发现想要进入中间小塔那个地方，就必须从妖兽那里穿过去。可以说整张地图除了四周的外围，就是被大山围起来的中间区域。大山有4个方向，每个方向有一个出入口，他们这边算是东方，而他们这边的出入口却偏偏被妖兽占据了，这就有些坑人了。特么的，这帮畜生真是找死！武天行暗暗想着，收起地图，直接下令向东北方向行去。地图上显示那边是一片平原，这对于他们骑兵来说是冲锋的好地方，所以他打算去那边查看一下。
地图显示着没多远，但他们却狂奔了1个多小时才到达地方。一路上他也遇见了不少外族和人族，但他也没多理会。这时他一门心思想要找到兑换处，因为他上一世听说里面能够兑换一种菩提丹的丹药，能够加快修炼功法的速度，正是他这些手下现在急需的。领主，我们掩护你，你先逃吧，他们是不会放过我们的。一名身高2米的大汉，面相丑陋，手中倒提着一把厚重长刀，一边快速奔跑着，一边对身旁的美女领主劝声道。美女领主脸色坚定，听后头也不回道，继续跑，实在不行就跟他们拼了，就算是死也要让他们伤筋动骨，看他们接下来怎么生存。可是大汉还想要说什么，却直接被美女领主打断。没有可是，我死了大不了重新复生，但抛弃你们以后我还怎么做这个领主？大汉眼中闪过一抹不甘，如果不是他复生的太晚，就身后那些人，他一个人就能杀得他们片甲不留。他们建村晚，还没有发展起来，就连士兵也才300人，比身后追击他们的600人差了一半，所以他们不得不逃跑。你们跑不掉的，我最后给你们一个机会，如果现在投降，我们保证不杀你们一人。后方600人中一个领头的年轻人脸色愤怒，冲着大汉他们大喊道。年轻人叫李奇，他本来正小心的躲避修罗族追杀，却没想到遇到了一群挖矿的人。当时他只是好奇的随意拿起一个矿石看了眼，却没想到让他发现了大秘密。第96章，一群老光棍。李奇本想着把这些人全杀了，但他们这边虽然人数多，属下却也不算强，也怕损失惨重，就想着先把这些人看管起来。但当他看到对方领主长得漂亮时，想要调戏一番，却没想到激起了对方的反抗，一不留神就被这些人杀了出来。但他为了保守这里的秘密，不得不追杀他们，这才有了这一幕。听到后方的喊叫，前方逃跑的大汉脸上闪过一抹杀机，语气冰寒道：小子，别逼我们，否则我就算是死也拉着你垫背。后方的李奇闻言，眼中闪过一抹惊色，他之前可是领会到了这人的恐怖，尤其手中那把快2米的厚重大刀一扫一片，简直恐怖。如果不是对方等阶还低，他们都不敢近身，而且也是因为这人才会破掉他们封锁，逃了出来。李奇惊惧之色也只是一瞬间，紧接着眼中就坚定起来，大喝一声：给我追，今天必须要把他们杀了，绝不能这让这些人跑了，否则他也怕对方把这个消息泄露出去，到时就是他们的末日。随着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急得美女领主和大汉眼中露出浓浓的不甘。他们知道逃不掉了，对方比他们的人要强上很多，速度也快上很多。果然10分钟后，一声惨叫响起，他们后方的士兵被追上，跟他们拼了。美女领主脸色一狠，陡然顿住身体，唰！后方的李奇等人见对方停住，连忙带人把他们围了起来。美女领主看着面前这个一脸猥琐的男人，眼中一片愤怒，告诉我，你是哪个领地的？嘿嘿，怎么的，想着以后报复吗？李奇坏笑一声，语气轻佻道，告诉你又何妨，希望你天天能够对我念念不忘哦。听好了，我叫李奇，我的领地是齐天村，欢迎美女来找我。哈哈，他现在确实不怕对方报复，因为他的领地很快就能发展起来了。美女领主眼中恨意犹如实质，如果不是这个人，他以后也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把之前挖到的星石都给你，放我们走。美女领主虽然知道对方不会放了他们，但心中还是存着一丝希望。别费心思了，你们今天必死。你以为我傻还是你傻？这里的秘密我是不会让你们带出去的。李奇好笑的看着美女领主，仿佛在说，你看我像傻子吗？听到李奇的话后，美女领主眼中闪过一抹浓重的不甘。10多天的成果就要付之东流，她如何甘心？身边还有这么多信任她的人，今天也要死在这里，她如何向村里人交代？李奇这时也不再废话，身体向后方退去，同时嘴中大喝一声，给我杀，一个不留。他也知道迟则生变，直接下达了必杀令，而且他也怕对方不顾一切的强杀他，所以他迅速的向后方躲去。美女领主身边的大汉一直瞪着双眼盯着李奇，这时看他向后退去，就知道他想要跑，眼中杀气一闪，身体如暴龙一般向对方扑去。杀！两方在大汉和李奇移动间也同时动了起来，同时向对方杀去。咚咚咚！却不想，就在这时，地面突然响起震动声，惊得两方人马眼中都是惊疑不定起来，连忙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震动声越来越大，由远及近，震得他们心中一片惶恐，不知发生了什么。李奇和美女领主也是努力的睁大眼睛看去，而那个大汉这时也急忙停住身形，返回美女领主的身旁，一脸的戒备。突然他像是想起了什么，眼睛猛然一亮，这种声音他上一世听过太多次了，急忙看向美女领主，小声道：领主，你是不是认识排行榜第1人武天行？美女领主闻言
眼睛猛然睁大，声音颤抖道：“你说是他？”大汉眼中一片兴奋，快速说道：“应该是他，现在整个荒古世界就他有骑兵。”随即眼中又是金光一闪，继续道：“也有可能是大批妖兽，但无论哪种情况，对我们现在的情况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美女领主听后，眼中闪过一抹期待之色，向远方看去。虽然震动声越来越近，但很明显对方离他们还很远。过了将近1分钟时间，他们才看到对方的阵容。当美女领主看到最前方那个一身白色盔甲、英武不凡的人时，精神瞬间一松，眼泪更是忍不住浮现在眼圈。武天行带领着手下在这个平原上已经狂奔了半个小时，可也没找到兑换处。正在这时，他突然见到远处有一群人就直奔对方而来，他打算问问这边的情况，却让他没想到的是，就在他要接近这群人时，突然从这群人中跑出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人。美女领主看着越来越近的武天行，突然一股委屈涌上心头，不顾一切地向对方跑去。武天行看着梨花带雨的冷玉仙向他跑来，一时间有些不明所以。虽然感觉好巧，但是我这一来你就哭向我跑来，是几个意思？而就当冷玉仙向武天行跑去时，李琦的神色猛然一变，但他现在一动不敢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因为他也认出了这些人。现在荒谷里没有几人不知道有一批骑兵是武天行的。冷玉仙跑到武天行身边，小脚一跺地就扑进了坐在魔龙马身上的武天行怀里，而武天行这时却一脸大写的懵逼，双手张开，不知往哪放的好。他记得他好像跟冷玉仙不算熟悉吧，他每天除了吃饭时能看见，就没说过几句话吧。冷玉仙扑进武天行的怀里，瞬间大哭了起来，像是想把之前受的委屈都哭出来一般。李琦看到这种情况，只感觉一股凉气从脚底升到脑门上，双腿都忍住颤抖起来，眼中更是一片恐惧之色。而大汉却正好相反，看向李琦，眼中浮现出浓浓的杀机。武天行这时也反应了过来，扫了眼前方，就差不多明白了大概情况。随即他拍了拍冷玉仙的后背，轻声道：“没事了，说什么情况，我给你做主。”哭了一通，冷玉仙这时也反应过来，脸色瞬间羞红一片。他之前只是心中感觉委屈，突然见到武天行扑进他的怀里，只是下意识的举动。他虽然之前对武天行有些好感，但也没大胆到这么主动的地步。同时他在武天行的怀里感觉好有安全感。这时听到武天行的询问，虽然不好意思，但他却不想起来了，就那么抱着武天行把眼睛闭了起来，没一会竟然睡着了。这一番操作搞得武天行满脸尴尬，主要是这姿势也太暧昧了。他扫了眼四周，果然发现自己的这帮手下正眼神诡异地看着他。特么的，这都什么眼神？武天行嘴角抽了抽，随即脸色一肃，看什么看？一群老光棍。第97章装睡。一群属下。武天行看向对面人群，谁跟我说什么情况？我来说。身高2米的大汉听到武天行的询问，想也不想就站了出来，对着武天行道：“前几天我们降临到战场时，发现了一座新石矿脉，这几天我们都在。”武天行静静地听着大汉的叙述，无非就是那个叫李琦的年轻人突然发现了他们，看到他们开采出来的新石后，见财起意，想要杀掉他们，防止消息泄露。而另一边的李琦在大汉说出缘由时，一脸的忐忑不安，时不时地看武天行一眼。他知道这次有可能完蛋了，惹了武天行的朋友，他不认为对方会放过他。更何况看那个美女领主的表现，很明显两人的关系还很不一般。听完后，武天行脸色毫无波动，看着李琦说：“吧，你想怎么死？”李琦闻言，身体猛地一颤，眼中露出一股绝望之色。他就知道武天行不会放过他，但没想到武天行会这么直接，连给他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但他还是不甘心，一脸激动地喊道：“我也不知道他们跟你有关系，如果知道，我绝不会惹他们。大家都是人族，难道就不能放过我一次吗？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你欺负别人时，怎么就没想过他们也是人族？”武天行脸色冷漠，犹如看死人一般看着他。杀了！武天行不想跟这种欺软怕硬的人废话，他可没那么多时间，冲身后摆了摆手，直接下令道：“刷刷！”命令下，杀伐起。500骑兵手中长枪齐刷刷扬起，坐下魔龙马由静而动，瞬间窜了出去。扑哧扑哧，连续不断的武器入肉声响起，血腥味瞬间充满了这一片地方。你！李琦被王图长枪挑飞在半空中，瞪大着眼睛，一脸怨毒地看着武天行。他没想到武天行这么狠，说动手就动手，他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就被他的人强杀掉。而旁边的大汉看到这群骑兵的勇猛，心中却是一阵激荡。他曾经也是一员猛将，见到这种勇猛的士兵，心中不由得就振奋起来，这才是他向往的士兵。这些士兵的武力随便一人都要比他强，简直强得离谱。
杀戮也只是短短几分钟而已，就结束了战斗。对于这些骑兵来说，这些人简直就是不堪一击，一个冲锋就差不多灭掉了他们90%。战后，武天行一脸奇异地看着大汉。他见这人相貌丑陋，身高2米多，两只胳膊粗壮的如小孩的大腿一般，但身上自有一股凶悍的气势。我看阁下不像是普通人吧？大汉闻言，眼神波动了一下，冲着武天行抱了抱拳，在下典韦见过武领主。什么？武天行听后，眼睛瞬间睁大，不可思议地看着他。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人竟然是典韦。要知道三国时期，这人勇猛仅次于吕布和赵云。那你这是？武天行回过神后，脸色疑惑地看着他。武天行实在不明白，这么勇猛的一个人，怎么会被这些不入流的势力追着跑？我复生的晚，总共才10来天，所以现在还是星途3阶。如果单对单，我也不怕他们，但是他们人多，现在的我也无能为力。典韦也看出了武天行的疑惑，粗声粗气地解释了一句。武天行低头看了眼怀中的冷玉仙，他实在想不明白，这么一个猛将怎么会投靠在冷玉仙这么弱的领地中呢？虽然典韦现在还弱，但只要再给他一段时间，那绝对是一员猛将。要知道，荒古的设定是每个历史人物都会按照生前的能力自带不同等级的功法的，就像典韦这样的复生就自主会钻10级功法，至于带没带军团令就不确定了，但看样子运气不好，应该是没带。如果带了，冷玉仙手下的这些士兵不会这么弱。要知道，原来高顺复生时就自带了1枚高级军团令的。虽然疑惑典韦为什么会加入弱小的领地，但他也没再多问，随即看着他道：不知你们这一路过来有没有发现像是市场一样的建筑？典韦闻言一愣，市场他还真看见了，还进去过呢，但是里面什么也没有啊。他不解地看着武天行，不知道他找那个市场干什么，但他也没隐瞒。你说的市场我们倒是看见了，但里面什么都没有，也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那种市场。武天行闻言脸色一喜，他刚才也没抱什么希望问的，没想到这里还真有市场。只要是市场就是我要找的，你现在就带我们过去，我们已经找了好几天了。从他们这里到市场那也没多远，只有10多公里，一群人奔跑了10多分钟就到地方了。这是一个小山谷里，从小道进来就见到了在山谷深处一座市场建筑单独的坐落在那里。咦？武天行脸色惊讶，看着前方带路的典韦，这里就是你们挖星石的地方吧？他发现这个山谷边的山壁上竟然有星石裸露在外面，而且四周也有很多地方挖掘的痕迹。是的，我们之前就是降临在这里，之后就一直没有出去，在这边挖了几天星石矿。典韦点了点头，回答道，肯定了武天行的猜测。站在市场的门口，武天行看着这个建筑，一时间也是感慨万千。上一世他就听说，运气好的随便就能找到，运气不好几天也找不到。他就是那个运气不好的人，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还跟妖兽干了一仗，之后又奔赴了大半天才找到这里。行了，别装睡了。武天行拍了拍冷玉仙的后背，小声说了一句。其实冷玉仙早就醒了，只是在这些人面前有些害羞，再就是他不想离开武天行的怀抱，所以一直装着没醒。却不知武天行早就发现他醒了，只是没好意思拆穿他而已。但现在他要进入里边去了，他也不得不叫醒他。冷玉仙闻言娇躯一颤，脸色娇羞，低着头跳下魔龙马。你们在外边等着我。武天行也跳下魔龙马，冲着手下吩咐了一句，就独自走了进去。里面的规格与市场是一样的，都是前方一个屏幕，侧方有平台，上面是一个只能传送物品的小传送阵。武天行刚一靠近屏幕前，屏幕就自动亮了起来，上面显示出他的积分和各种能兑换的物品。之前典韦说这里什么都没有，就是因为他没有积分，所以什么都看不见。积分每达到一个峰值时，上面显示能兑换的物品也是不同的，积分越高，显示能兑换的物品就越多。就像现在的武天行，他现在有积分248055，上面显示能兑换的最高一种物品是价值20万积分的一块镇级升级令牌。如果别人连20万积分都没有，那连镇级升级令牌都看不见。武天行现在对镇级升级令牌可没兴趣，他现在最需要的是让属下强大起来，然后冲过妖兽的防守，进入到中间区域。他发现地图上画的那个小塔很有可能就是上一世大家所说的最大机缘。第98章领地报警。武天行慢慢地查看着各种物品，越是查看就越是感觉上一世的他简直太无知了。这上面的东西各种功能功效的都有，简直刷新了他对荒古的看法。就像强身果的那种能够直接增加身体属性的果实，这里简直不要太多。还有好几种能够增加精神属性的果实，虽然不算便宜，每枚都需要上万积分，但对他来说还是很值得的。不光是果实，无论剑村令还是武将石、破虚珠，这里都有，各种建筑物图纸上百种，只有不知道的，没有看不到的，简直刷新了他的三观。
说实话，这里面的东西很多他都想要，但他暂时还没那么多积分来兑换。最后他只能忍痛找到菩提丹，换了1700颗，用掉17万积分。随后他又花了5万积分，换了一张蔬菜基地图纸，才罢休。菩提丹服用后，10个小时内修炼功法，速度增加10倍。真蔬菜基地图纸，建造基础蔬菜基地，初始空间500平方米，空间随着领地升级而增大，在里面种植蔬菜，加速成熟周期，成熟快慢由投入新石多少而决定。武天行看着手中这张蔬菜基地图纸，心中仿佛落下一块大石般。这东西他已经留意很多天了，以后的现实中可没了农民，可没人再种菜了，但光吃肉谁也受不了。但有了这个图纸，他也放心了下来，以后也不愁吃不到青菜了。至于新石是可以带到现实中的，这个倒也好解决。把东西收到空间戒指中，他就走了出去。到了外边，每人分了一颗菩提丹，让他们快速突破去。武天行也吃了一颗，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下，就开始修炼。一时间，整个小山谷都静寂无声。而冷玉仙的那些手下看到武天行他们这群煞神安静无比的修炼，也不敢发出声响，看了一会也都开始修炼起来。同一时间，现实中的新武村北方大概5公里处，一片荒地上突兀地闪现出3个人来。3人中的2位是一对17、18岁的双胞胎兄弟，另一人是一个中年人。3人的穿着打扮犹如古人一般，长发绑在脑后，身穿长袍。只是这时的3人全都一身狼狈，身上还有着斑斑血迹。噗！3人刚一出现，其中的那个中年人就张嘴喷出一口鲜血，脸色肉眼可见的苍白起来。爹，爹，你怎么样？2个年轻人搀扶着中年人，一脸焦急之色。噗！中年人张了张嘴，突然又是一口鲜血吐出，呼吸才顺过来，看着2个年轻人，语气急促道：“平儿，你们快走，不要管我，尽快联系上这个时代的君主，告诉他苍穹界的情况，让他早做准备。不要走，我们一起走。”2个年轻人很是固执，听后2人都是摇着头，其中的平儿更是一把背起他，拔腿就向前方跑去。快放下我，你们先走，我帮你们挡住这帮畜生，否则我们一个人都跑不掉。中年人眼中闪过一抹感动，但随即就挣扎着大喊起来。2个年轻人当作没听到，一直闷头狂奔，脚下运起某种步伐，身形如风。而就在这时，3人刚刚出现的地方，突兀的又闪现出一群妖兽出来。其中领头的是一只4米多高的猿猴，全身的金色毛发，一出现就瞪着一双暴戾的双眼看向3人。吼！林天风，你们跑不掉的，压制我们妖族上万年，你们谁都别想逃。3人听到身后的叫声，眼中全都闪过一抹绝望。你们先走，我来挡住他们。林天风眼神一狠，砰的一声拍在大儿子林平的肩膀上，他的身体一震就落在地上，提着手中青铜古剑，就向身后追来的一群妖兽看去。爹！突然的变故让林平和林安2兄弟脸色大变，2人稳住身体，急忙又冲了回来。爹，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您一个亲人了，如果要死，那就一起死。混账！你们难道想让我们林家绝后吗？林天风见2个儿子又跑了回来，脸上惨白之色更甚。2兄弟眼中通红，却是一言不发，提着武器坚定地站在林天风的一左一右。废物！林天风看着2个儿子的举动，气得全身颤抖。快走！随即恨恨地扔掉手中青铜古剑，一手抓住一人，快速逃去。他可以死，但是他就剩下这2个儿子了，他不想让2人也死在这里。林天风的速度奇快，虽然受了伤，但是一瞬间爆发出的力量也让他们和妖兽拉开了一大段距离。而他们逃跑的方向正好是新武村。这时正好是中午时分，领地中小凡带着小雪一人一猫在领地的广场上追逐打闹着，两者不时的欢笑声给这个安静无比的领地带来了一些生气。就在这时，警告！警告！远离领地！远离领地！警告！警告！若再前进，炮火攻击！北方城墙上4座激光炮全都自动开启，领地中也响起一阵阵警告声。呀，有情况，我们快看看去！小雪一听到动静，毛茸茸的小耳朵都立了起来，圆圆的小眼睛咕噜一转，就向北方大门处跑去。小凡见他跑了，也在身后追去。小雪，等等我！领地这些天虽然也有很多次妖兽冲击领地，但只要是妖兽，守护系统是不会警告的，只要进入了领地警戒范围内，就会直接攻击。只有人类进入领地范围，守护系统才会出现警告声。当2个小家伙跑出北大门时，就被远处的情况吓了一跳。只见前方3个人类快速逃跑着，后方一群几百只妖兽追击着。林天风呼吸急促，但脚下却不停，由于受伤太重，他已经快到极限了。这时他看到前方突然出现一片怪异的领地，心中不由一震。
他最怕的情况出现了。这个时代的人，他还是清楚一些的，全民武武，不像他们苍穹界，人人都会修武。一旦让这些妖兽冲进这里边，结果可想而知，肯定是血腥一片。正在他犹豫不决，想着要不要换个方向时，突然一阵僵硬的声音从前方那个怪异的领地中传出：“警告！警告！远离领地！远离领地！警告！警告！若再前进，炮火攻击！”林天风的脚步一顿，他脸色诧异，不知这是什么情况。他手中抓着的两个儿子也是一脸懵。随即林天风眼中金光一闪，他突然想起他们5年前派出来的人曾经汇报过的消息，听说这个时代的人已经不再修武，但是却创造出了一种科技的东西，有着各种各样的能力。他想来传出这个声音的应该就是一种科技的东西，而那个什么炮火攻击也有可能是科技。第99章星途6阶。林天风虽然不知道这个科技的炮火攻击有多强力，但心中也升起了一股希望，脚下不仅没停，速度更是加快几分，向领地冲去。警告！警告！远离领地！远离领地！警告！警告！若再前进，炮火攻击！一连串的机械声不断传来，但林天风却不管不顾，直直的向前猛冲。在他想来，都是人族，炮火不会攻击他，只会攻击他身后的那些妖兽。可惜他想错了。一连3遍的警告声过后，竖立在幕墙上方的4座激光炮突然闪过一道光芒，向他射来。林天风虽然没看清是什么东西，但是在激光炮攻击时，汗毛瞬间倒竖起来，他的脸色瞬间骇然，坚不容发之际，脸色瞬间涨红，嘴中大喝一声，向侧方扑去。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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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4次爆炸声响起，林天风趴在地上，脸色涨红一片，嘴中大口大口的吐着鲜血，脸上也满是冷汗。他忍不住回头看了眼身后，只见那处地面方圆10米处都被炸出一个3米深的大坑。这时的他眼中一片惊惧，若不是他及时用出秘法躲开这次攻击，他们也3今天真要交代在这里了。他没想到这个炮火攻击会这么强力，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会攻击他这个人类。在他的想法里，不应该攻击他身后的妖族吗？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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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他一脸呆滞之色时，他的身后又是4声爆炸声响起，吓得他身体又是一颤，急忙向身后看去，只见追着他而来的一群妖兽，血肉飞溅。这一次的攻击竟然让几百只妖兽瞬间损失30-40只。这时领地的北门处不光有着2个小家伙，古雨晴这时也跑了出来。出现这种警告声，上一次古雨晴已经经历过一次，知道出现这种情况肯定是有人类冲进领地中了，所以他听见警告声也快速的赶了过来。但是到这里时，激光炮已经攻击了，他也没来得及阻止。但当他看到那3个人类竟然躲过了激光炮的攻击时，心中也是一凛。激光炮的速度可不是谁都能躲过去的，就连武天行都说过，现在这个阶段很少会有能躲过激光炮的人。当然了，他肯定是能躲过去的，但是竖立在领主屋上的那个大激光炮，就算是他也躲不过去。古雨晴虽然感觉到了那3人的威胁，但也不想伤及无辜，直接下令守护系统攻击妖兽，那3个人类暂时先不管。同时他也冲着林天风大喊一声：你们3人站在原地别动，炮火不会攻击你们。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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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炮每秒钟1轮，炮火连续不断的向妖兽轰炸着，妖兽一批批的死去，领头的金色猿猴怒吼连连，但他也无计可施。他不懂得这是什么攻击，杀伤力竟然会这么强，就连他都不得不来回躲避着。但他知道这些攻击就是眼前这个领地发出的，他眼中凶光连闪，看着站在领地大门口的那个身影。林天风和他的2个儿子看着越来越少的妖兽，也是一脸的震惊，他们终于知道刚才是多么幸运了。林天风虽然感觉没受伤时，这种攻击他也能够躲过去，也能逃出去，但他现在毕竟是在受伤状态，而且还是带着2个儿子。幸好他抬头看了眼远处站在领地大门口的古雨晴，幸好这人出来的及时，否则他们3人今天也会如这些妖兽般被这种攻击杀掉。好，我要杀了你！金色猿猴终于爆发了，看着身边没剩下几个的小弟，再也忍受不住心中暴虐的情绪。4米来的身高，犹如一座卡车头，在身后留下道道幻影，向领地门口处的古雨晴冲去。小心！林天风见到这种情况，脸色瞬间大变，焦急中忍不住向古雨晴大喊一声。古雨晴看到这种情况，神色也是一片慌乱。他没想到激光炮都没杀掉这个妖兽，竟然还疯狂地向他冲来。呀！我们快跑！大个子向我们冲来了！小凡的肩膀处趴着的小雪看到金色猿猴向他们冲来，全身的毛发都立了起来，小爪子快速地拍着小凡的头发，催促着他快逃。轰！轰！
轰轰！激光炮的速度虽然很快，但对于金色猿猴来说还是差了一些。一连2轮的攻击都被金色猿猴躲了过去。就在谷雨晴抱起小凡和小雪向领地中跑去时，领主屋上的那个重型激光炮突然动了起来，唰！炮口瞬间对准金色猿猴，炮身闪过一抹流光，像是充能一般。嗡！骤然间，一抹粗大的蓝色光芒向金色猿猴射去。这抹光芒太快了，快的金色猿猴都没反应过来，眼中只来得及闪过一抹惊惧之色。轰！一声震天响，四周地面都是一阵颤动。正在往回跑的谷雨晴听到这声震天响，也脸色惊惧地回头看去。呀！大个子没了！小雪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四处看着，也没发现刚刚那个金色猿猴。可是不见了，被激光炮这一击轰得碎尸遍地。那处地方都被轰出一块深5米的大坑，里面还往出冒着浓浓的黑烟。荒谷的那处小山谷中，武天行脸色平静，盘膝坐在地上静静地修炼着，这已经是他修炼的第5个小时了。就在这时，他身上突然闪现出一抹亮光。呼！武天行深深呼出一口白气，才睁开眼睛，眼中闪过一抹金光。随即他从戒指中掏出3枚强身果，一边吃着，一边把属性点缓缓地加上去。最后凝神看了眼自身的属性：武天行，人族，称号高级村长，高级武将，声望8800，资质 S， 境界星途6阶，武力23+， 350%等于 103.5， 精神12，功法混沌神魔诀，混沌，技能终极武技重枪，终极武技破浪，初级剑法，初级刀法，初级步法，狂暴，初级武将技，顺枪，高级武将技。装备荒古无极戒指，白银级，真银蛇长枪，白银初级，真冰铁盔甲，白银初级，特级军团令，白银级。金钱34万，幸运10，灵魂100%，自由属性点0。别的倒没什么变化，但是武力值却是暴涨，已经突破了100大关。武天行想一想上一世的自己，感觉那时候的自己太废了。上一世的他可是已经突破到了星脉阶的人，但武力值都没有现在高，可想而知他的上一世该有多惨。他简直就是人类中最弱的人了。这时天色已经黑了下来，他扭头看了眼四周，发现很多手下还在修炼，也有士兵在四周警戒着。武天行仔细感应了下，发现那些警戒的人都已经是突破到星途5阶的人，看来明天早上就应该差不多都突破了。武天行心中想着。一夜无话，第2天早上，武天行醒来就返回现实中去了。第100章救治。现实中这时是下午6点钟，还没有天黑。武天行刚一走出领主屋，就发现今天的领地中很不对劲，只因为太安静了，每次这个时间领地中应该是最热闹的才对的。就在这时，他的耳朵动了动，身体瞬间向北方奔去。果然一出了北门，他就见到一群人在这里指指点点，不知在聊着什么。就连高顺、王图还有一群士兵也都在这里，他们每次都比他先出来，而这次却没有第一时间回去，而是跑到了这里。主公，武领主！一群人见到武天行走了过来，都连忙打了声招呼。什么情况？武天行一脸迷糊地看着大家。主公，你来的正好，这事我们也拿不定主意。高顺走到武天行身边说了一句。武天行疑惑地看着他。高顺把他迎到前方，指着远处说道：今天来了3个人和一群妖兽，但是妖兽已经被领地的守护系统灭掉了。但是我听谷雨晴小姐说，这3人中有1人非常厉害，躲开过激光炮的攻击，所以我们现在也拿不定主意，到底让不让他们进入领地中。而且我们刚才也交流过了，他们其中有1人受了重伤，希望我们能够帮助救治。武天行顺着高顺指着的方向看去，只见远处有着3人，其中1人躺在地上，也不知生死。我去看看。武天行说了一句，就向对方跑去。武天行刚一到近前，其中的林平就砰的一声跪在他面前，语气悲戚道：这位大人，求求您救救我父亲吧，我父亲真要挺不住了。武天行神色一动，快速上前查看了一眼林天风。只见这时的林天风眼睛紧闭，面如金纸，呼吸也是断断续续，眼看着就是快要死的人了。武天行眉头皱了皱，他没想到这人的伤会这么重，而且从伤势来看，很多伤处都是抓痕，身体中的骨头也断了很多根，看样子应该是妖兽所为。大人，求求您，求求您救救我父亲，我们就这一个亲人了，只要您救了我父亲，以后我给您当牛做马都行。就在这时，林安也扑通一声跪在武天行面前，眼泪横流的磕着头祈求着他。武天行看了眼2兄弟，有些无奈道：你们父亲的伤势很重，我也没把握救活他。他确实没把握，如果是在荒谷中，他100%能救过来，
但现实中他们领地却没有什么资源，所以他也有些不确定。两兄弟一听武天行的话语，脸色瞬间惨白，齐齐趴在地上嚎啕大哭。我说没把握，没说一点希望没有，你们父亲还没死呢，哭什么哭？武天行没想到这两兄弟竟然没听懂他说的话，可真是让他够无语的。他呵斥了两人一句，就快速抱起林天风向领地中跑去，留下一句跟上。远远的武天行就大喊一声：谁是传讯兵？快回荒谷领地中，让王迅安排一个炼药师过来，要快。传讯兵是武天行当初进入战场时留下的，方便这人能来回把领地的情况汇报给他。是，主公。只见高顺身边一个不起眼的士兵听到武天行的命令，急忙应了一句，就消失在人群中。看得武天行身后两兄弟一脸的震惊，难道这些人是神仙？身体消失来消失去的，简直太神奇了。武天行跑进领地中，随便找了一间空的民房进去，把林天风放到床上。炼药师来得很快，没多长时间就被那个传讯兵带了过来。快看看还有没有救！炼药师一到，武天行就急忙让开地方，把炼药师让了进来。这个炼药师是领地中唯有的几个忠诚度100的人，还是一个年龄不大的小姑娘。小姑娘来之前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看到武天行焦急，也没来得及打招呼，就查看起病情来。有些麻烦，但是还能救，只是缺少药材，恢复的会很慢。几分钟后，小姑娘清脆的声音传出：呼！听到这个消息，一直忐忑不安的两兄弟全都大喘一口气，身体也仿佛没了骨头般向后倒去。幸好身边人多，急忙扶住了两人。有救就行，你先着手施救，有什么需要我让人准备。武天行听到还有救，心里也松了口气。虽然这人和他没有关系，但之前看那俩兄弟跪在他面前，一脸悲伤的求他时，他心中也忍不住的震动。他毕竟还是人，该有的善良他也是有的，但该无情的时候他也不会心软。施救的时间缓慢进行着，无关人等也都被请了出来。武天行也没在里面干等着，出来后就向谷雨晴家走去。他打算先吃完饭再询问下情况。哥哥，武叔叔！刚一进入谷雨晴的家门，小雪和小凡两个眼尖的小家伙瞬间就看见了他，急忙向他冲来。小雪的速度很快，嗖的一声就窜进他的怀里。小雪这些天每天都在吃星食，也已经星途3阶了，速度快得不可思议。而小凡就慢了很多，跑到武天行身边就抱住了他的大腿。你们两个小家伙有没有不听话？武天行蹲下把小凡抱了起来，一脸宠溺地看着两个小家伙。我听话，我可听话了。小凡不听话，还随地小便，可羞了。小雪的小脑袋一个劲地蹭着武天行面颊，还一边说着小凡的光辉事迹。小凡一听，小脸瞬间通红，嘴硬道：我还小，我以后大了就不会随地小便了。哈哈！武天行看着两个活宝，一脸的高兴。这两个小家伙一天天的闹腾，但也幸好有了小雪，这几天我倒是轻松了不少。谷雨晴这时端着菜走了出来，看了眼两个小家伙，出声说道：吃饭吃饭。吴小静见饭菜上来，就是一阵优喝，看都不看武天行一眼。武天行看他那小气样，就是一阵无语。只因刚刚两个小家伙正在跟他玩，结果武天行一来就把两个小家伙给抢走了，他正不爽着呢。吃饭吃饭，大家吃饭都很快，不像末世前还能聊聊天什么的。现在他们的时间都很紧迫，尽量把时间安排在荒谷中，尽快让自己变得强大。只是在吃饭期间，冷玉仙脸色娇羞的时不时看一眼武天行，搞得武天行一阵不自在。饭后，武天行又陪了两个小家伙一会，才有人过来通报他，说是林天风已经就过来了。武天行站在床前，看着闭眼躺在床上的林天风，他这时的脸色多少恢复了一些血色，呼吸也平稳了很多，看样子确实没大问题了。辛苦你了，小爱，等回到领地中，去王迅那里领一份奖赏。武天行侧头看着这个不到1.6米的小姑娘，脸色温和地说道：不辛苦，能为领主大人效力，是我们领地中每一个人的荣幸。炼药师小爱近距离接触武天行，一脸的激动，闻言更是连连摆手，双眼崇拜地看着武天行说道：